河东醉酒和邻居家的女儿祝清雅滚了床单，被邻居祝建国逼婚。啊！耳边哭泣声断断续续的传来，河东的头有些疼。他挣扎着睁开眼，就看到了面前破旧又狭窄的土砖砌的屋子，以及在屋子角落里蹲着抓着衣领子，肩膀一耸一耸低着头哭泣的女人。造孽呀！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的不敢相信这祝清雅竟然能跟河东睡在一张床上。谁说不是呢？这河东可是村子里出了名的二流子，祝家爹要知道了，非活活把人给打死不可。打死什么打死？我儿子是要对他负责的。既然都睡一张床上了，那他以后就是我张桂平的儿媳妇了。丫头，起来，大娘给你做主，马上让你和东子办喜事。喜事？祝清雅，睡一张床？河东的记忆有些乱，但他仍旧能够想起来，这是他30年前住的屋子，也就是82年。因为酒醉的关系，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祝清雅滚了床单，还闹得人尽皆知。祝清雅一直哭，祝家闹上门来要他给个说法。他因为根本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加上无赖惯了，可不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把祝清雅娶回家，对人家祝清雅负责。所以他说了一句特别无赖的话：祝家叔，你们清雅可是长了双好腿，自己夜里跑来了我家上了我的床，现在要我娶她，这莫不是你们早就计划好了的？听听，这是人话。他河东什么人？哪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唯恐避之不及好吗？但事实是，自己昨晚是真的喝醉了，在自己家里睡觉。祝清雅会出现，完全是个意外事件。可这话无疑是拿着鞋底拍在了祝清雅他爹祝建军的老脸上。祝建军一口噎在嗓子眼里，双目圆睁，差点一口气上不来，转身拉了自己的女儿祝清雅，愤愤然离开了何家，再也没上门。河东得以清静。然而1个多月后，祝清雅死了。河东听说的时候有过震惊，但更震惊的还是后来知道，祝清雅死的时候是一尸两命。那一夜之后，祝清雅的肚子里就怀了他的祝，父母骂他，村民们骂他。如果他那时候娶了祝清雅，祝清雅的孩子怎么会死？他那时候无赖归无赖，却也没想到自己会做出害死人这么大的事情，尤其他还差点当了爹。原本厚着脸皮还要在上河村过下去，可是当天晚上他被祝清雅的7个哥哥拖进去，胖揍了一顿，在床上休养了足足半个月。而那之后，他晚上出门总能见到祝清雅似的，临时决定离开了上河村。也是巧了，他离开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祝清雅，还靠着自己的头脑白手起家，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和产业，成为了一个身价100亿的大老板。人人见了他都要点头哈腰。然而他老了，一身病痛，却是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若说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祝清雅和那个都没机会来到世上的孩子。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有童女，看见谁都能想起来祝清雅，所以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村子里的一些老人说，这是他的报应，头顶着2条人命还能过得好，不是不报仇未到，是祝清雅母子诅咒了他没有孩子呢。河东一开始不信，后来始终无法摆脱恐女症，而信了大半。他在死后所有身家都捐给国家，为国家做贡献。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回来了吗？河东茫然地看着不再是苍老，长着老年般的双手，这双手明显是年富力强的。河东，你敢糟蹋我女儿，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一双有力的大手揪住河东的衣领子，冲着他面门就是一拳，声音震撼，河东瞬间头昏脑胀。什么人？祝建军自是抡起粗口还要打人，这年代说是重男轻女，但是祝建军是生了4个儿子后才得了祝清雅这么个女儿，平日里都是宝贝的紧，一度扬言他以后要是嫁女儿，一定要选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婿，给最好的嫁妆。这2年上河村的大好青年都去过祝家提亲，但是祝建军眼睛长到了头顶上，谁也看不上。可谁能想到，最后自己的女儿却是便宜了河东。祝建军打死河东的心都有，河东呢也不反抗，就上辈子自己做的那些蠢事，该挨祝建军的一顿打。但是张桂平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挨打，错事犯下了，他也有意让儿子和祝清雅成家，这事就算是了了。他一向心疼自己的小儿子，但是他哪里是祝建军的对手？祝建军一把就推开了张桂平，张桂平一个踉跄，直接跌在了泥地上。余光看到角落里还在哭的祝清雅，丫头快别哭了，你快劝劝你爹，再这样打下去，东子就要被他打死了。祝清雅抬起满脸泪痕的眼，她现在同样不知道昨晚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面对此情此景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如果可以选，她也是不可能跟河东发生关系的。她低下头抱紧了自己，只是哭。张桂平眼见她使不上力，就看向外面看热闹的人，期盼着有人帮一帮河东。祝建军力气大，但是上来1-2个年轻男人也是能拉开的。然而那些人还真就是来看热闹的而已，根本不予理会。也是河东一直以来混账惯了，上河村谁家的鸡丢了，牛没了，值钱的玩意儿不见了，准是跟河东有关系。他们对河东唯恐避之不及，现在看河东笑话才差不多。张桂平眼见这些人靠不住，心里又紧张儿子，一时无奈之下往地上一坐，刨开了。祝建军，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要真把我儿子打死了，你女儿可就要守一辈子活寡。就是这句话惊醒了祝建军，停止了自己抡起来的拳头。现在晴雅和河东的事情不但发生了，无数上河村的村民也都看在了眼里，女儿的后半辈子眼见是毁了。真要河东死了，女儿嫁给谁？你什么时候娶我女儿？祝建军冷静下来，
但是一双铜铃大眼始终盯着河东。张桂平宠小儿子养坏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说，还整日里偷鸡摸狗招风雨。任何一家的女儿都不会想要跟他扯上关系。河东有了上辈子的经历，哪里会再犯上辈子犯过的错？昨晚上他和祝清雅不知道怎么这么久，但是作为男人就是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本来这年代的女性就地位低，要跟上辈子似的，祝清雅的结局还会跟上辈子一样，她也会有阴影。只要清雅愿意，半个月后我跟她结婚。半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祝建军考虑了下，点头答应了。我就等你半个月。说完，他走向了角落里的祝清雅，自己的女儿自己亲。看着她哭，他也难受，语气缓了缓，忍着泪开口：“跟爹回去。”祝清雅哭了半天，眼睛又红又肿。听到他爹的话，抓紧衣领子从地上慢慢站起来，却又马上跌了回去。他蹲着久了，腿是麻的，这会儿咬着唇，努力想要站起来，泪水却是哗啦啦的落下。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河东也愿意娶她，她除了嫁给河东没有别的可能。可是河东真的能嫁吗？她不愿意，真的。低头又是委屈的哭。慢着点。河东的手伸过去，准备扶她吧。18、19岁的年纪，正是花朵一样的人儿，哭起来梨花带雨，看着叫人心疼。而这时候，祝建军不可能扶她，作为未婚夫的他却是可以的。祝清雅看了他细皮嫩肉的手一眼，自己扶着强起来了。这年代，村子里所有人都是靠着一双手吃饭，经常干农活的，哪个手心里不是厚厚的茧子？只有河东这样成日里游手好闲的，才会长了一双比女孩子还要细嫩的手。真要嫁给他，以后可怎么过？想到这，祝清雅又是一阵伤心。祝建军也伤心，自己捧在手心里19年的心肝宝贝，现在是眼见着便宜了河东这样的二流子，捂眼了。看着祝清雅过来，祝建军跟着女儿一起离开。村民们眼见热闹看完了，也没想继续留下来。就是河东说半个月后和祝清雅结婚，祝建军不会真的相信吧？侯家这矮小子可不是什么好鸟，答应的事情后面反悔也不是没有。搞不好这是个空头白话。但祝建军走出来了，就没再走回去。一句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眼见着所有人都走了，河东开始计划娶祝清雅过门的事情。昨晚的事情怎么发生的，他一定会搞清楚。但现在最紧要的事情，还是把祝清雅好好的娶进去。上辈子他不是个男人，让祝清雅带着孩子跳河自杀了，这辈子怎么着也不能让悲剧重演了。不但不能重演，他还要给祝清雅一个体体面面的婚礼。而体面的婚礼是要钱的，这年代人人都缺钱，何家也是，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办法挣钱。他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要往外走，一只满是茧子的手忽然抓住了他。上集说到，河东捐出所有身价，意外重生回到1982，因喝醉酒跟祝清雅滚了床单，被邻居祝建国逼着娶他女儿，河东毫不犹豫答应了。回过头，疼不疼？张桂平心疼地问。不疼吗？我现在年轻着嘞，这不算啥。随后说道，那祝建军一直宝贝他家丫头，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居然把他家女儿给睡了？莫不是你早就看上了祝家丫头，所以妈给你介绍其他的，你总说不行。河东今年20有2，早就到了成婚的年纪，可把张桂平急得不行。祝家丫头长得是顶好的，就是吧，这祝家难产，可你要喜欢，妈咬咬牙也就是了。河东的眼睛突然有些热。自己混账，自己无赖，自己不是女孩子的良配，活该娶不到老婆。母亲不会不知道这些事，可就算所有人离自己远去，母亲却是始终牵挂惦记着自己。上辈子自己离开上河村没多久，母亲就因病死了。他因为祝清雅的事情都没赶回来奔丧，此时心里愧疚的。妈，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顶顶好的日子。河东话落，就朝着门口出去了。这一次我一定让祝清雅风风光光的嫁给我，死件套全力买了。毕竟有上辈子的记忆，得想办法快速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这才是最重要的。河东从家里出来就上了山。阳春3月底下了一阵雨之后，山里的宝贝可比河里多多了。据碰碰运气，就是刚进山，他就觉得自己被人跟踪了。得谨慎点，别做生意的第一桶金没赚到。什么4大件就是个泡影。重生回来，这次一定要娶了祝清雅，要孩子平安降生。随后他正常在山里行走了一段，突然加快脚步走进了一片密林，然后躲在树后观察。长荣哥，河东看到了祝清雅的大哥祝长荣。河东走出去，祝长荣也看到了他，但他没想到河东会发现了自己，心里有些慌乱，随即想到了父亲说的话。现在你妹妹晴雅被河东给糟蹋了，既然河东说了半个月娶晴雅，绝不能叫何家这小子耍赖跑了，你要看好他。为了妹妹祝晴雅，此刻被河东发现，他也不退缩。晴雅大哥，你这是怕我跑了，所以特地来跟踪我的吧？是又怎么样？河东一日不娶妹妹过门，他们家一日不能放心。跟踪只是第一步，要是河东真敢躲出去或者反悔，他们就算是捆，也要把河东捆着把婚结了。长荣大哥，既然我河东答应了会娶晴雅妹子，就一定是说到做到的。河东此刻的气场2.8米，这河东是吃了牛粪蛋子了，不对不能被他蒙了。说到做到的人会欠债不还，躲出去2个月，最后还是何家老大拿钱还上，不能信他。一句话，河东做的事情罄竹难书。
这话说出来，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信息。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不会相信，但是现在正是插秧的好时候，你们家的地多，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耽误了交公粮的事情，实在是不值得。祝长荣心里有杆秤，在他们祝家人心里，普遍认为祝清雅的事情才是祝家的头等大事。值不值得是我的事，你只管做你想做的事情。祝长荣没跟他废话的意思，走到一边，高高挂起。他这是不愿意放弃跟踪自己的事情了，想做的事情只能在祝长荣眼皮子底下。算了，不想了，毕竟是自己的大舅哥呢。想通了这一点，河东没闲着，他蹲在地上，伸手翻开满是落叶的地面，开始寻找自己想要。看到一朵雪白的蘑菇露头，他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河东来山里就是为了这个。没一会儿功夫，河东就捡了不少。河东本来蹲着，又是背对着祝长荣，祝长荣不知道他在地上挑挑拣拣些什么，这会儿才看明白，原来河东在摘蘑菇，这玩意儿这季节很是常见，但是农忙时节大家都在忙活地里的事情，能来的也就河东这样的闲人。清雅大哥，你能帮我看着会儿吗？我还想到里面再摘一点。他看出来了，这山里越是往里，蘑菇越多，但摘好的蘑菇放在这，万一进来个人，那就顺走了。看着祝长荣一直跟着自己，他就想着利用起来。我走不远，你能看得见。祝长荣没有理他，但也没有跟过去，就是好奇。原本想着河东就是摘蘑菇自己回去吃一顿，但是见他摘蘑菇都够吃3、5天了，河东又不可能送人。犹豫了半天，祝长荣到底忍不住开了口：“你摘这么多蘑菇做什么？”你猜猜。河东故意卖了个关子，祝长荣攥紧手：“我要是能猜到就不问了。观众大老爷，你们说说，这河东说的是人话吗？”河东有一会儿没听到祝长荣说话。大舅哥肯定是生气了，但现在也没法说呀，主要不知道什么结果，不能轻易说出口。现在正是自己洗白的时候，吹牛可要不得。而这也是他做生意后养成的谨慎。肯定不是为了吃。河东说道。祝长荣觉得自己还是猜中了一点的，心里稍稍舒坦点，就看到河东准备下山。这就不摘了吗？不摘了，长荣哥，再摘拿不走了。河东回了声，就下山去了。祝长荣赶紧跟上。到家时候，张桂平已经走了。河东小心地把蘑菇放在院里，又拿一块布盖在上头，防止水分流失。随后拿着袋子说道：“走，长荣哥。”河东走出门的时候，朝着祝长荣说了一声。祝长荣打定了主意跟着他，就是没想到这才回来就又要往外走。去哪儿？长荣哥，你家有牛车吗？祝长荣点头。你问这到底要做什么？我不进去，你把你家的牛车牵出来，我们去趟县城。河东想过了，走路实在是费时间，这一路进县城可是有20里地，要走1个多小时。他要赶紧去县城确定一件事情，确定了就安心了。祝长荣突然说道：“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不听也行，就是你要跟得上我才行。”这重生回来，河东年轻了20多岁，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去县城一个来回是可以的。眼见河东还真不要牛车了，说走就走，祝长荣心里疑惑，还是跟了上去。祝长荣家足马力，要追上河东，却发现怎么也追不上。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吗？2个小时后，河东到达了县城。到了县城，河东的脚步就明显慢下来了。河东这是想让未来的大舅哥放心一点，怎么走都在他眼皮子底下。就是这里了。上集说到，河东重生准备进山碰碰运气，赚第1桶金。刚进山，就发现有人跟踪。原来是祝建国因不信任河东，怕河东滚出去，让祝清雅的大哥祝长荣跟着河东。就是这里了。我顶你个肺，河东！你要敢抛弃我妹逃跑的话，狗腿给你打断了。跑什么？你妹妹要嫁给我，我总要想办法挣钱养她吧。她可是过惯好日子的人，你总不会希望她跟着我受苦吧？有观众大老爷在看着你，你别想忽悠我。而就在这会儿功夫，国营饭店的帮厨正好出来，见他俩似乎有事，便问道：“你们有事？”饭店帮厨在这里工作了2年了，自然知道哪些是来送的，哪些不是。河东见到他就笑了。虽然自己不认识这小伙子，但是认识别人。请问周大厨周哥在吗？我是他朋友，来给他送点东西的。周大厨周炳立是这家国营饭店的厨师，小伙子跟着他做学徒，天天照面，自然熟悉得很。说是朋友，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周哥的朋友那么多，你哪能一个个都见过？也不是每个朋友都需要来这里找周哥的，不是？帮厨有些迟疑，周炳立是自己的师傅，也是上司，他万一真是师傅的朋友，怠慢了，那是要被师傅骂的。犹豫片刻，你等着，我去叫我师傅出来。没一会儿，一个矮个子男人走出来，他肚子很大，一看就没少吃好的。看了眼河东，介意。你认识我吗？帮厨懵了，真的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河东笑着往前走了一步。以前不认识，现在这不就认识了？他伸手摸向袋子，拿出了一朵朵的蘑菇。这年代菜品种类少，吃的都是些应季的，而这山里的好东西绝对是奇货可居。河东上辈子就是在这个饭店做了大半年的临时工，非常了解周炳，这人务实，而且善良。凭借上辈子的记忆，河东说道：“家里父母年纪大了，身体弱，需要吃点好的养养。我这才想着法儿的来县城把这东西卖了，
换点钱给他们打肉吃。河东笑得憨憨的，周秉利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知道其中困难，他也孝顺。眼前的人看着细皮嫩肉的，不像是庄稼人，但是他身后那位是的，他手里的蘑菇也挺新鲜的，哎，能帮一个是一个吧。随后周秉利招手道：“阿烈去把价格表拿过来，让他看下。”谢了周哥。然后当着河东的面，让小伙子阿烈上称了一袋子的蘑菇，一共3斤2两，3斤2两就是3块8毛4。随后阿烈给了河东3块8毛4，看着河东从小伙子手里接过来的钱，祝长荣的眼睛都瞪圆了。就这就赚了钱了，那点蘑菇竟然能够卖到3块多钱，这是山里现在正在长的蘑菇吗？祝长荣实在不能相信，以至于河东离开了，他都没注意，是河东喊了他一声，他才回过神来。河东从饭店出来就去了供销社，他准备买点肉回去。母亲和父亲的身体的确不好，得买点肉给他们。准确来说，这个年代的人身体都不好，就是因为生活质量差，像周秉利那样打腰圆的没几个。秦雅大哥，河东买好肉，目光突然的看向了祝长荣。祝长荣有些懵，河东有本事挣到钱买肉是他的事情，他并不在意。但是河东突然这么叫他，觉得怪怪的。我买了2斤肉，咱俩1人1半。肉在这个年代是稀罕物，但是作为第一个可能对自己改变看法的人，河东觉得值。何况是自己的大舅子，又不是外人。祝长荣有些懵。我不要，你不用讨好我，我不求别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把我妹秦雅娶了就行了。河东本来想说没几个钱，没关系了，可看祝长荣坚持的样子，摆明了真不乐意，他就没说什么了。河东知道这是大舅哥还不相信自己会把祝秦雅娶了，河东心里有自己的想法。没事，慢慢来，我会叫所有人都知道，我和东辉风风光光的把祝秦雅娶了。不过现在还是得赶紧赚钱，把4件套买了再说。两个人从县城回到上河村，日头已经正中了。祝长荣一路走着，想着很多事情，其中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河东好像真的变得不一样了。他没想着跑不说，而且还知道给自己肉。河东看来是真的变了，不会跑了。虽然他也说不上原因，但是祝长荣莫名的开始相信河东了。看着河东进了家门，他也扭头回了自己家里。河东回到屋里也没闲着，切了肉和辣椒，准备炒个青椒炒肉。早年他混账，愣是不愿意跟他哥一起吃饭，俩人分了家。张桂平和何大成现在跟着老大何贵国，但是对他的惦记一直有。河东这边炒好菜，分成了3份，1份自己吃，另外再送1份去隔壁朱家给祝清雅吃，然后给爸妈送1份。说完就出门了，走在路上想，大舅子今天跟了我大半天，知道我打了肉回来，说是现在自己跟祝清雅没什么感情，但总要让朱家人知道自己记着娶祝清雅这回事，总不能一直被朱长荣跟踪下去。他拍门的时候，整个祝家都惊动了。祝清雅他妈唐梅听到动静就想着出来瞧瞧，看到门口站着的竟然是住隔壁的河东，脸色当即就垮了。早上的事情出来，他虽然没有去何家，但是后来都听祝建军说了，现在天气虽然说不上热，但是为了做农活舒服点，他们一家子赶了个大早，想着下地干点活再回来吃饭。谁知道中途村里人跑到他们的田边，就说祝清雅出了大事。那人也不说是什么事，只说让他们回去看看就好。看情况不对，祝建军临时决定回家瞧瞧。而后就听说了祝清雅和河东的事情，好白菜被猪给拱了，谁高兴得起来？婶子，重生归来的河东凭借后世记忆赚到了第1桶金，拿着赚到的钱买肉，回到家做的青椒炒肉，给未来老婆祝清雅送去。婶子，河东看着唐梅不好看的脸色，笑着打了声招呼，就抬起手来要把自己端的菜递过去。唐梅却是拿起边上的扫帚，就朝着河东挥舞了过来。还敢上门？早上要不是建军拦着，非打死你这不知上进的二流子不可。河东吓得就要跑。哟，唐梅，这可是你未来女婿啊！你要把他打得不该娶你女儿了，你家的宝贝女儿可咋办？在祝家门口，这人就是在这等着看笑话。唐梅也知道如今事情发生，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让河东把祝清雅给娶。真要跟这人说的那样，把河东打怕了不敢娶了，就是要自家女儿的命啊！唐梅只能放下来手，一双眼死命瞪着河东。我给他10个胆子，你看他敢不敢不娶我女儿？气势上绝不能输。本来那人等着看热闹，河东凑过去说道。自然是不敢的。唐梅愣了下，还算你小子聪明，知道配合。昨晚的事情都是我的错，婶子打我几下也是应该的，只要婶子别不把秦雅嫁给我就成。这年代，女孩子的名声真的太重要了，要不然上辈子祝清雅怀了孕也不必走进去。说着往前走了一步，暗示唐梅可以动手了。唐梅有些迟疑，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臭名昭著的河东。这是河东，我没在做梦吧？婶子别不舍得，我自己做错的事情我认，就是打完后你可要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河东什么时候整得这么有文化了，还大人不计小人过？既然都说了让打了，不打是不是亏了？养了20年的好白菜，便宜河东这样的，不打不足以泄愤，打完就认了他这女婿。想到这里，
唐梅举起手里的扫帚，就往他身上来了4、5下。河东脸上依然挂着笑，浑然不觉得疼似的。唐梅就不好打下去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这还怎么打？唐梅打，节奏打啊！那么宝贝的女儿让他给糟蹋了，就该狠狠地打打，让他知道厉害。滚滚滚，给我滚！唐梅扬着手里的扫帚就过去了。那人眼见着唐梅撒泼要乱打人，扛着锄头赶紧走。唐梅眼见那人走了，放下手里的扫帚走回来。你别以为有了昨晚的事情，就想什么时候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来。我女儿不到结婚那天，你休想再碰她一下。河东知道他误会了，这年代牵个小手都可能被定义为流氓。昨晚是个意外，他哪里敢再想？我就是过来给清雅送点吃的。河东朝着手上看了一眼，唐梅早就闻到了肉香味，知道是河东手上的那碗青椒炒肉，咽了咽口水，重新看着河东。我们才不会少了晴雅一口吃的，你端回去吧。唐梅硬气说道。河东知道要改变自己在祝家人眼里的形象不是3、2天的事情，只能回去。唐梅压下烦躁的心情，就回屋里了。祝建军看他回来，便问道：谁来了？出去那么久，还能是谁？唐梅朝着饭桌那边的祝清雅看去，又是一阵心疼。一桌子的人立刻就知道来的人是河东。祝清雅后知后觉，红着眼进自己房间。祝建军叹口气，便不再问什么了。随后，祝长荣疑惑地问了一句：他来做什么？唐梅朝着祝清雅的房间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是给晴雅送菜吃，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搞了肉，不过肯定不是偷来的，就是抢来的。唐梅有些泄气，就这样一个人，哪里是配得上晴雅？晴雅以后嫁给河东，要怎么活啊？唐梅越想越气，低下头哭了起来。祝长荣看着自己妈，想说什么到底是没说。河东从祝家出来，就去大哥何贵那里了。就是他去的时候，院子没锁。家里没人吗？河东进了院子，就去了厨房，把手里的青椒炒肉给放进去才离开。刚到家门口，就看到了祝长荣。河东无语归无语，却知道冰冻3尺非1日之寒，加快脚步回到家里，拿出来刚才炒好的青椒炒肉跟馒头，到院里的4方桌上吃。长荣大哥，来吃点吧。河东诚意邀请，但是祝长荣没理他。河东迅速吃了饭，馒头他吃了2，青椒炒肉他就吃了一半，留了一半晚上吃。这次河东拿了3个尼龙带上的山，还是这年代好啊，鸟语花香，空气也都清新的很。河东到了地方直奔主题，摘蘑菇，直到傍晚日头都快落下，河东已经装满了2个尼龙袋，准备下山。呲呲的声音传来，河东抬头看到了一条从树上倾下半截身子来的蛇。河东站着没动，祝长荣弯腰捡了地上的一根棍子，准备赶走河东头顶上的蛇。河东用眼神制止了。要是忘记了，现在开得出。蛇不在冬眠了，慢慢都要出来了。祝长荣有些紧张，这蛇看着比大拇指还粗，身上一圈一圈的花纹，足足1米来长的样子，在河东的面门上吐着信子，摆明了要咬人的。河东这都要咬人了，还不让赶？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祝长荣不管3七21，直接上手抓。别捏死他！祝长荣愣了一下，手背上就被咬了口。完了，要去见阿弥 DJ 佛了。村子里人说过，蛇都是有毒的。河东知道这蛇没毒，也就没说话。看着眼前现成的钞票送到手里来，自然不愿意放过。他要是没记错，这蛇那饭店也收，而且高价。随手抓住了蛇颈往肚子里放，祝长荣紧张。你就不怕它咬你？河东笑了笑，这东西会咬人，但是也大补。大哥要是想尝尝，我能做。河东猛然又想到忘记告诉大舅哥蛇没毒的事。大哥不用担心，这蛇没毒的，回家用盐水洗洗伤口就行。河东摘完蘑菇准备下山，就听到了呲呲的声音传来，是一条蛇。祝长荣准备上手抓，被蛇咬了一口。完了，要去见阿弥 DJ 佛了。村子里人说过，蛇都是有毒的。大哥不用担心，这蛇没毒的，回家用盐水洗洗伤口就行。村长都说过有毒不能吃，你赶紧扔了。言外之意，你能比村长懂事。河东背上蘑菇，拿上蛇，继续下山。河东，那蛇真有毒。河东张口想说什么，到底没说，继续下山。祝长荣就有些冷，若非河东马上就是自己妹子，他才不管。河东赶紧把蛇扔了。祝长荣突然强势起来，河东就知道他是真生气，看眼手里的布袋，笑道：大哥，这都是钱，不能扔。祝长荣一愣，河东，我知道你着急赚钱，但是这是蛇，不是蘑菇。给个机会，我明天就证明给你看。河东唇角扬着信心满满，祝长荣一怔没动。就现在河东说的话，他莫名觉得可信，看看也不是不行。2个人下了山，祝长荣看着河东走进院，自己也回了家。祝清雅一双杏眼看着走进门来的大哥祝长荣，把手上的那碗清水递了过去。大哥今天一整天没有下地干活，却是跟着河东防止他悔婚。为了自己的事情，这一天下来，全家人都在发愁。祝长荣没说话，接过来咕咚咕咚2口喝了，
自进了屋，祝清雅就通过半人高的院墙看向了对面方向。这回大哥回来，河东肯定也在家了。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我可怎么办啊？河东回到家里，把2个尼龙带的蘑菇和装了蛇的布袋放到阴凉的地方，就准备起身去灶铺做饭吃。就是离开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人在看着自己，下意识的朝着院墙那边看过去，就见到一道白色身影，甩着2根麻花便迅速的消失了。是清雅，这是想我了吗？再次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慢慢的入睡。第二天一早，河东就起来了。刚出门就看到祝长荣站在门口，他手里拿着他爹祝建军抽的烟枪，一看就没少抽。祝长荣不好这一口，但是他需要提神，怕河东趁着他睡觉跑了。河东笑着打了个招呼，就开始出发。得赶紧想办法赚钱，一直这样不说自己了，大舅哥身体也熬不住了。河东在前面走，祝长荣在后面跟着。天亮之后，河东和祝长荣到了现场。年轻小伙阿烈看到又是河东和祝长荣，又见他们手里拿着东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等会，我去叫下周师傅。河东笑着点头。今天拿的东西有点多，不确定周炳丽能不能全要。周炳丽出来后看了后觉得可以，就让全要了。至于那条蛇，河东是真没想到，价格是2块2一斤，足足比蘑菇贵了1块钱。祝长荣看着蛇也能卖钱，这蛇真的能变钱？河东说的竟然是真的。一趟下来，河东的25斤3两蘑菇卖了30块3毛6，蛇的价格是2块2，刚好1斤，加起来就是32块3毛6。河东接钱的时候，祝长荣的眼睛瞪得溜圆。就这就赚了33块6毛6吗？这钱也赚得太简单了吧？祝长荣虽然震惊，但是他不眼红，因为这是河东凭本事赚。饿不饿？我请你吃饭。我吃过了。祝长荣扭头就往回走。我要去买点东西。河东叫了一声，他才停下来。难得进了城，买了东西不买点东西回去，就太浪费了。随后俩人去了供销社，河东出来就往祝长荣手里塞了一袋面。你这是做啥？我不要。祝长荣推拒着不愿意要。我是给秦雅妹子的，半个月后我就要娶秦雅了。作为未婚夫给秦雅买吃的，不是应该的吗？祝长荣不知道怎么办。要说未婚夫给未婚妻买点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事情，可是这人是河东呀，真让人难以相信。不过昨天河东就往家里送菜给秦雅吃来着，这说明什么？说明河东心里记挂着秦雅，想着要跟秦雅好好过日子，按理应该接受。但是爸和妈那边也不得不考虑，秦雅从小就是吃着这些的，我们不会短了她的。至于你这份，等着她过门再给她吧。他又把布袋塞给了河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哥没必要吧？知道你心里记挂着秦雅，这就够了。河东知道祝长荣性格执拗，吃软不吃硬，便拎着肉米白面往回走。相较于来时，他回去这一趟轻松的多，毕竟没什么东西。河东突然说道：“大哥，现在家里的牛车用不上，能不能借给我一去给电信？怎么租？3毛钱一天怎么样？只要我用了，就给你算3毛钱，或者月租也行。山里的蘑菇过了季节就没有了，不一定能干得长久。要不是手里钱不够，小爷早就去买驴车了。”如果祝长荣同意，他能省下不少钱。现在牛和板车祝家用不着，也能挣点钱，这是变废为宝的事情。他觉得祝长荣能够答应自己。一天3毛钱，30天下来就是9块钱，不少。看着祝长荣犹豫，河东又说道：“你也别跟踪我了，帮我赶车，我也给你3毛钱一天。开轿车还行，牛车小爷是真不会赶了，上辈子就没碰过，还得靠大舅哥，大舅哥专业。”祝长荣一惊，真没想到，就这1、2句话的功夫，1个月就能挣个18块钱了。是我走了大运了吗？还是钱变得这么好挣了？我回去跟家里商量下。说是家里的老大，但上面还有祝建军和唐梅呢，必须说一声。那行，大哥，等你消息。2条腿走着去县城还行，但是拿的东西多了，河东是真的累。况且河东要是每天能够多拿一些蘑菇去卖，就能多挣一点钱。将来秦雅嫁给河东真能过上好日子。突然，河东的声音打断了祝长荣的思考。大哥，祝长荣回过头来，还有话。租车的事情能说，但是我卖蘑菇和蛇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吧。祝长荣自然懂他的意思。你放心，你做的事情我一个字都没说。我知道这会是将来你跟秦雅的保障，谁也别想窃取。河东笑了笑，因为一早他俩就去了县城，加上没耽误太多时间。河东和祝长荣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到中午。河东临时决定做饭，他今天想要烧点红烧肉吃，做好后仍旧是分成了3份，一份自己留着，一份给爸妈送去，剩下的那份给秦雅。大哥，你把红烧肉带回去吧。祝长荣没说话，扭头就回家了。长荣哥那脾气，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他家所有人的脾气。想到这，河东也没再说什么了，随后拿了2份就往大哥何贵家去。大哥一家4口，加上爸和妈就是6口人了，多一点也能都吃些，改善一下伙食。就是到何贵家的时候，又是没人。他进去厨房，准备再次把肉放到桌子上，就听到一声惊呼：“谁在那儿？”河东一回头，
看到是嫂子方兰警惕地望着他的，像见了贼一样。方兰也没想到会是自己的小叔子来了家里，而且是在自家厨房里。这是又饿得不行了，所以来家里偷吃的。家里的红薯有的是河东来要我会给，就是这不问自取是真的不好啊。随后方兰拿了半泥龙带红薯给河东，趁着你哥没回来，你赶紧走吧。几年来，何贵作为大哥一直跟在河东后面擦屁股。1年前他终于爆发，决定不再管河东的事情，还执意分了家，打着的就是要跟河东老死不相往来的主意。河东也知道自己不是个东西，没能听进去何贵的劝，好好种地，好好过日子，这才让何贵彻底失望，跟自己分开。但是现在他重新回来了，就不可能再做糊涂事，让何贵操心。相反的，他还要让他们也把日子过好。大嫂，我不是要红薯的，我是给你们送肉吃的。河东走了一步，露出来桌子上油汪汪、红润润的红烧肉。方兰的口腔顿时就分泌了大量的口水。就这红烧肉，他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吃过一顿，还是带着孩子回自己娘家。这会儿看着就馋了。只是到底一起生活了几年，方兰对河东也算是有些了解。这个小叔子一直好吃懒做的，你要说他去偷去抢都能相信，就是说给他们送肉吃不能信。这背后搞不好又做了什么坏事情，拿着好吃的哄人来了，为的自然是有人给他擦屁股。东子，我听妈说你和祝家那丫头那啥了，既然是马上要结婚的人了，以前那些不能干的不该干的就别干了吧。这肉你拿回去，红薯你也拿回去。方兰是为河东好，河东做了3份红烧肉，想着给大哥何贵送肉吃，被嫂子方兰发现，以为是河东偷来的。东子，我听妈说你和祝家那丫头那啥了，既然是马上要结婚的人了，以前那些不能干的不该干的就别干了吧。这肉你拿回去，红薯你也拿回去。方兰是为河东好，河东明白。大嫂，这肉是拿给爸和妈的，还有我真不是来偷东西吃的。说完，河东就走了。等等，大嫂还有事吗？昨天这桌子上的也是我送来的。大嫂，我真的改好了，以后我送来的吃的能吃，还不用你们赔笑脸赔钱那种。方兰有些恍惚，觉得河东哪里不一样了，再抬头发现河东已经走远了。方兰看着桌子上的红烧肉发愣，是突然长大了吗？还是真懂事了？从大哥何贵家出来，河东直接回家了。看看能不能打点你胃。饭店野兔、野鸡、野猪之类的都收，价格还不低嘞。现在村子里的人都农忙着，还顾不上这一块，正好是赚钱的机会。怎么，隔壁那臭小子不出门了吗？唐梅忙完地里的活回来，见祝长荣在家，有几分意外。祝长荣朝着隔壁院子看了一眼，示意河东在家。唐梅看过去，就看到一向好吃懒做的河东，竟然破天荒的在院子里忙活着什么。你这2天跟着他，那臭小子没耍什么花花肠子吧？祝长荣老实巴交的答：没有。一开始祝长荣也是怕河东不老实才去的，结果这2天他是真意外。那就好，要真敢跑了，我非让你爸去打断他的腿。祝长荣看了唐梅一眼，这也太狠了吧！可后来一想，河东现在是有点人样了，可这才2天的功夫，谁知道会不会又变回去？就什么也没说，默认了这一点。祝长荣倒是不希望自己失望。啧，什么味这么香啊？隔壁又吃肉了吗？唐梅吸了吸鼻子，发现肉味又是隔壁飘来的。祝长荣在院子里已经闻了好一阵了，他馋归馋，河东虽然日子是越过越好了，但是知道分享了，还给他大哥一家也送了红烧肉，河东可能真的改变了。河东吃完饭，带着锄头就往山上去。先是找了块阴凉的草地，然后抡起锄头就开始挖。只能挖陷阱了。不管野兔、野鸡还是野猪，有陷阱总归好得多。毕竟也没有帮手，只有自己一个人。只是刚这么想，一把锄头就落在了他的脚边上。河东回头看到了祝长荣，祝长荣什么也没说，低头就开始帮着挖，比河东专业多了。河东愣了下，今天出门没见到长荣哥，还以为今天长荣哥不跟踪自己了。结果，大哥，你这是？我帮你挖，你去摘蘑菇。经过这2天的了解，不是跟踪，祝长荣是知道河东的发家致富密码了。虽然不知道河东挖地是为了什么，但我想帮忙。闲了2天啥也不干，真的手痒了。家里人也不让下地做家里的农活，就让我跟着河东。不相信我说的，河东现在不会跑的事情，只能来河东这里帮点忙了。所以河东那会儿出门，他也就如法炮制，照着河东拿的东西都给拿了来。大哥，你这是要来帮我吗？这样吧，你帮我干活，我给你钱。我不要你钱，我爹妈说了，那牛车也不要你钱，只要你好好干。那大哥是把我做什么的事情已经说出去了？我是那种人。祝长荣杵着锄头，大眼睛瞪他。我只说你再想办法娶晴雅，让晴雅过上好日子。祝建军、唐梅了解，因为祝长荣从小到大就不会撒谎。河东忙着挣钱，他们没有背后拿钱的道理。大舅哥这一家子都是实在人啊。上一世要是把晴雅娶了，这家子估计不会让我和晴雅的日子过得太差，都是自己不懂事。现在更不能白白占便宜。大哥，我能让晴雅过上好日子是一回事，但你也知道，
这事情不是3天2头的事情，我不能回都没有，要不然我去租别人家的。祝长荣可不高兴了，眼睛瞪得溜圆。我不管，你家不收我钱，我不安心啊。祝长荣一愣，那就收。祝长荣硬着头皮挤出来3个字。河东知道他现在一个人做生意，到底不是长久之计，有人帮忙才行。大哥，你先挖着，我去摘蘑菇。祝长荣一开始是打算来帮着河东摘蘑菇，毕竟2个肯定比1个人摘得多。现在看来，还是挖地什么的体力活更适合自己。河东找这块地的时候，就挑了自己没有过来摘过蘑菇的，想的是挖完的立刻开始采摘蘑菇，快捷省时。现在有了祝长荣帮忙挖地，他直接摘蘑菇，时间上他能省一大半。摘蘑菇也更有劲了。寂静的山林里，偶有几声鸟啼，日暮西山。你挖这个干啥用啊？河东停下了手里的活，看了满头是汗的祝长荣一眼。嘿嘿，打野猪。河东一开口就说要逮野猪。祝长荣看着河东，觉得也许河东能够做到。走吧，野猪都是成群出没，现在天黑了，正是他们出来的时机，我们2个人可干不过。河东哈哈大笑。走回家。2个人都手里拎了2袋，往山下走。这会儿人都下地回来，忙着做晚饭吃，所以路上根本没什么人，也就没人会注意到河东和祝长荣在做的事情。回到院子里，河东放下手里的东西，在我家吃吧，长荣哥。不了，我先回家了。祝长荣放好尼龙袋，就回家去了。真是太喜欢大舅哥这个人了，干活干净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以后成了一家人，不难相处。祝长荣回到家灰头土脸的，媳妇王月就问：你们这一天到底都干嘛去了？祝长荣看了媳妇王月一眼，啥也没说。啊，你怎么不说话呢？祝建军在家抽着烟，看到儿媳妇王月，他可不高兴。以后爷们的事情你别问，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祝长荣说河东在想法子让秦雅过上好日子，但没说具体都做了啥。祝建军也没问。可以不相信河东的为人，但是长荣的话还是非常可信的。而既然祝建军不问了，其他人也别问。王月是不高兴的。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地里忙着干活，为了秋后有个好收成。现在倒好，长荣因为祝晴雅的事情不下地了，那份给我和长荣的农活就让我一个人干了。公爹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都是因为祝晴雅，明明就是个赔钱货罢了，偏偏祝家一家子都捧在手心里当个宝贝。即便是现在白白便宜了何家那3小子，也依旧这样。这一家子绝对有问题。还有隔壁的河东，既然要娶祝晴雅，为什么不早点娶了，而是要等半个月以后？祝家成天围着祝晴雅转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另一边坐在床上的河东，现在距离半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天，也就是说只有13天的时间给祝晴雅一个体面的婚礼了。现在手里是有了点钱，但奈何时间有限啊，有些事情必须要提早安排起来了。不过有了牛车，以后就能多摘一些蘑菇去卖，不需要大成本，就是耗体力，加上做好了陷阱，指不定还能有意外收获。压力虽然大，但都是暂时的。这一夜，河东没有在床上辗转反侧的睡不着，而是倒头。第2天鸡叫的时候，他就醒来了，听到敲门声，端着碗就出门了。看到门外祝长荣已经套好了牛车来了，因为昨天的关系，他已经知道河东的出行时间。吃过早饭没？河东问。祝长荣点头。早上起来热了昨晚上没吃完的2个大红薯吃，肯定不能跟昨天似的跑出去花钱吃饭了。河东端着白米饭，色彩非常好看，还香气飘飘。祝长荣平常没少见着祝晴雅吃，白米饭本就是精细粮，加上红烧肉味道就更好了。祝长荣咽口口水，去院子角落里要把尼龙袋里的蘑菇装车，整整4大袋。等等！河东叫住祝长荣，祝长荣停下来看着他。河东放下碗，拿了块布盖了上去。蘑菇的存放要阴凉的地方，还要适当保湿，让人看上去新鲜。祝长荣不懂这些，但河东这么做，他也没问，就开始装车。河东知道他办事利落，看着他装车完了竖起。感谢观看，记得点小红心哦。次日河东出门，大舅哥已经牵着牛车在门口了，2人上去板车，赶着牛进县城。有早起的人看到祝长荣和河东一块坐在牛车上，可是那一愣。前2天还恨不得一锄头砸死了河东算了的祝家人，这么转眼就跟河东同进同出了，我莫不是看花了眼？这人到底没忍住追上去。长荣，你这是去哪嘞？县城。说了这2个字，祝长荣踩着牛车快速。大舅哥真机智，一个村子里的人，人家既然问了，就一定会再问，去县城干啥？大舅哥不愿意撒谎，离开是最好的办法。经过上河村安仁山的时候，长荣哥等下，我去山上看看昨天挖的陷阱有没有猎物，要是有，这次就一起去县城卖了。行，那我在这等你。随后河东就往山上走了，不过越是朝着陷阱的方向走，河东的眼睛是越来越亮，最后加快脚步到达陷阱了。乖乖还真有，一看就是昨晚上折腾了一夜，折腾不出来就放弃了挣扎了，哈哈哈。河东拿出尼龙袋，装上兔子和竹鼠，就下了山，没见到祝长荣在牛车上坐着，而是准备上山。大哥是担心我吗？要进去找我呀？祝长荣不善言辞，
心里这么想的也不会说出来。看到河东好好的，转身往回走，河东心里那叫一个暖。上一世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得到亲人的关怀。大舅哥这也太好了。河东上了牛车，等到达县城的时候，天才刚刚亮起来。长荣哥，饭店之手还没到开门的时候呢，咱去前面的家属院吧。祝长荣点头。来的路上，河东看到路边上长出了不少的野菜，摘了不少，准备去卖一卖。现在这时节野菜刚刚上来，搞不好有人想要吃个新鲜的。等俩人到的时候，已经7、8点了，家庭主妇们都出来买菜了。河东见着人就喊了起来：“大姐，新鲜的野菜要不要？早上田间刚摘的，带着露珠呢。”中年妇女听到喊她，扭头看了一眼。哟，是怪新鲜的。小伙子，你这野菜多少钱一斤？4吗？这么贵啊，便宜点，小伙子。大姐，一看您这么有眼光，就知道您识货，这是正宗的野菜，还新鲜的很。女的吃了这个野菜美容养颜，男的吃了身强体壮。中年妇女听着河东一套一套的，想着买回去给老公吃。给我来3斤。赵大姐，你在这买什么呢？认识中年妇女的那人挎着菜篮子过来，满脸好奇。赵大姐笑了。野菜，我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常常吃，但是到了县城就再也没吃过了。今天就买点尝尝鲜。好吃吗？当然好吃，还能强男人的那啥，嘿嘿嘿。真的有那个效果吗？那我也买点给老公吃。随后他就买了2斤。边上的中年男人看到了，心想：这东西真那么有效果吗？买点试试，要不天天被老婆骂没用。有了这几个没花钱的演员，边上的人开始疯抢。河东笑了。果然，不管哪个年代，都是女的爱漂亮，男的爱市场。我要3斤。都别急，一个一个来。给我留点，我也想尝尝这野菜。没多久一会儿，河东的野菜就都卖完了。几个来晚了的人，男的遗憾的离开了，女的满脸失望。这自己又要多一份收入了。祝长荣也是没想到，上河村里处处可见不值钱的野菜，到了河东手里又变成钱了。这怎么跟财神爷下凡呢？啥都能变成钱。河东上了牛车说道：“大哥，我们现在去饭店。看日头已经快8点钟了，车上的蘑菇不能干晒着。”祝长荣想起来蘑菇的事情，赶紧赶牛车去饭店。饭店这边，阿烈已经对河东眼熟的不行了，加上周炳丽交代了河东来卖东西不用教他，所以阿烈直接过秤，然后结算。蘑菇的重量是120斤，也就是144块整。2只兔子是4斤3两，价格是2块5一斤。3只竹鼠是3斤3两，价格2块1斤，一共161块3毛5。东哥，你看对不对？河东笑着说道：“对，没毛病。”随后阿烈给河东结账，河东看着手里的16张大团结，笑了笑，随后贴身放好，和祝长荣离开了饭店。大哥，一会儿你在回村的路口停车等我，我去办点事情。祝长荣没说话，到路口的时候停下车，河东下车往人最多的地方走。走在路上想，手里的钱加上昨天的32块钱，已经有193块3毛5。3转1响里，缝纫机和28大档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还得有票。而缝纫机票和自行车票又是很难得的，得提前下手。看到小卖部门口站着的年轻小伙，河东就直接过去了。年轻小伙发现河东是冲着自己来的。大哥认识我吗？我要2张票，自行车票和缝纫机票。哟呵，你这口气还真不小，别人一票难求，你居然开口就要2张票，有钱吗？年轻小伙上下打量面前这个衣着朴素的泥腿子，你就说能不能搞到吧。河东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在年轻小伙眼里算不上有钱人，所以被看清了。哥，我天天站在这，你以为吃白饭的？瞅瞅，看是不是真的？河东上辈子还真见过缝纫机票，那时候有朋友要买，就说这票最是难弄，还要工业券。那人花了不少钱，找了不少关系，最后才在年轻小伙这种中间商买到。你这个还是跟工业券一起卖的，1张缝纫机票得10张工业券。哟，行家！年轻小伙惊喜的不行，他做这么多年的生意，要不是圈子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这套路。他顿时不敢看清河东了，站直了身子。缝纫机票10块，1张工业券1块。河东当即拿出来20元钱，年轻小伙笑着接过去。明天你这时候过来，我给你票和券。你现在不是有吗？这不是门面吗？我这身上要没有这票，懂行的怎么知道我是做这个的？哥，我保证说到做到。河东抽回来1张大团结，把10块放你这，这10块明天拿到票和券再给你。不是河东小心，而是同样是商人，哪里不知道无商不奸呢？还有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年轻小伙本来想说什么，但他现在是真没有东西，自然没得分辨。再则手里还有10块钱呢，明天拿了东西过来，不信河东不给。得，就听哥你的。不过自行车票，您真的要吗？肯定是真要啊。哥，不是我说，这比较难搞，价钱上也会比缝纫机票贵上5块。你只管搞，我要就是了。河东说话爽快，年轻小伙是看出来了，
这也真不差钱，当下嘴快咧到了耳后根。那好，我明天先给你缝纫机票和工业券，自行车的我搞到再跟你说。河东答应了，转身离开了小卖部。这么长时间，长荣哥应该等不着急了吧？得赶紧的去贡献水奶再回去。河东离开之后，祝长荣就一直在牛车上等着河东回来。跟一早山上比，现在倒是不担心河东会出什么事，到处是人啊。不过河东身上钱多了，可别不小心让人给偷了。想到这，祝长荣到底不放心，赶着牛车去找河东。他坐得高，到处瞧着，倒也不怕河东会看不见自己。好不容易挣来的钱丢了，怪可惜哩。听到声，祝长荣松了口气，赶紧停了牛车。河东手里拎着菜，看着祝长荣，不错，没事就行。祝长荣安心了，看着河东上车，赶着牛车就往回走。日头正中了，有些晒。河东和祝长荣回到上河村已经是中午了，在祝家门口下车，河东看着祝长荣把牛车牵进门，往自家院子里走。推开门就觉得气氛不太对，院子的阴凉处，父亲何大成在凳子上坐着，低头抽着烟枪，一圈圈的烟雾升上空中缭绕。河东的眼睛有些湿润。上一世发达了，却怎么也不敢回来上河村。爸过70大寿，也只是让人送了礼品来。他一气之下就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到死也没给我通知。我还是在爸去世后5年才知道他没了的消息。河东脑子里想到的都是小时候在何大成膝下玩闹的场景，究其根本都是因为他一个错误的选择。爹，你怎么来了？感谢观看，记得点小红心哦。河东卖完蘑菇就去了小卖部买缝纫机票跟自行车票，随后跟大舅哥一起回家。刚到家看到父亲何大成，爹，你怎么来了？何大成看着他手里拎着的尼龙袋，里面装的什么？那模样就好像发现了赃物似的。河东赶紧从袋子里拿出肉和骨头，还有几样菜。爹肯定该想着我不是偷的就是抢的。怎么来的？这些东西还有前2天你送去你哥那儿的肉都是怎么来的？何大成放下烟枪，等着河东给自己交代。厨房忙着给河东做饭的张桂平听到走了出来。你小点声会不会？何大成这些年一直对河东恨铁不成钢的，现在根本不管不顾，只盯着河东等他老实交代。这几天上山采的蘑菇卖到县城饭店赚的。何大成瞪大眼，难以置信。就那些蘑菇能换肉吃？别，儿子没骗你，真的。河东就差举手发誓了。多少年了，上河村的人都知道山上的蘑菇能吃，但是没听说蘑菇可以卖钱。就你能是吧？何大成不相信，河东是能理解的。爹，你等着。河东转身出了院子，去了隔壁祝晴雅家。祝家的院子关着，河东就敲了敲门。长荣哥，长荣哥。祝长荣听到动静就出来了。河东啊，你有事吗？大哥帮我个忙呗。河东真诚请求，祝长荣跟着他去隔壁院子。爹，你不相信我，总要相信长荣哥吧。这2天他一直跟着我，我做了什么，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何大成看了眼祝长荣说道，关于你妹妹的事情，我们何家对不起你们家，但是你让你爹放心，河东一定会娶你妹妹，然后好好对待她。他要是敢对晴雅不好，不用你爹说，我也把他腿打折了。听到这话，张桂平可不乐意了，想说什么，却被何大成瞪了眼，不让他说话。何大成重新看向祝长荣，东子刚才跟我说他在做蘑菇的生意，还说你比谁都清楚，这是真的吗？他没撒谎。何大成可是纳了闷了，他还挣了不少钱吗？他说是要娶我妹妹用。何大成笑了，知道这是祝长荣怕他们花河东的钱。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东子，你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能做点生意也不算坏事，但是有一点，可别投机倒把让人抓了去。爹放心就是。娶媳妇的事情，我们昨晚也和你哥说了，该帮你的还是会帮你。爹，我不用你们帮忙，这个媳妇我自己娶。何大成可是不高兴。自己娶啥自己娶，我们还活着呢。何大成坚持，河东就没敢继续说什么，有些心意叫，你爸妈觉得你需要。我们已经帮你请好了胡媒婆，3天后去祝家提亲，你那天别到处跑。3天是不是太快了？河东话落，祝长荣脸色就变了。河东很快就明白他是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彩礼来不及准备好，要买的东西也要时间去准备。买什么东西？3天时间还不够的，该准备的我和你爹都给你准备好了。自己儿子什么样他还是知道的。估计又憋着坏呢，想反悔了才找这么个借口。借钱也得让东子赶紧结了婚，以防万一。河东觉得这时候有些事情就不能藏着掖着。我想给秦雅3转1响做彩礼。啥？3转1响？东子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多少人都买不起，你要给秦雅买3转1响？4大件吗？村长家儿子去年结婚，也就买得起一台缝纫机，就这还差点掏光了家底。东子做什么事情还是要脚踏实地，想点实实在在的。3转1响，整个上河村也找不出一个来。在父亲张大成眼中，河东这说好听点是志向远大，往难听了说就是白日做梦。
何大成又想再劝两句，但祝长荣打断了他。你真的要给我妹买3转1响？大哥知道我那会儿在县城说去办点事情是什么事情吗？他这么说，祝长荣就猜到了。找门路买缝纫机，可3天时间买不起3转1响啊。河东这时候就有话直说了。祝长荣沉默了。何大成有些疑惑，你这就要买了？你有钱吗？河东点头。何大成只觉得他异想天开的更多，可看他认真的样子，一点也没开玩笑的意思。怎的，儿子还真有出息了吗？最快明天我就能够把缝纫机买回来。河东肯定的说道。整个院子突然就寂静无声了。何大成、张桂平都持怀疑态度。随后两人直接离开了河东的院子，想着明天的事情明天就清楚。从今天开始需要帮忙尽管跟我说，我什么都可以干。大哥你这是？你给我妹准备4大件，别人不信你，我信。随后祝长荣离开。被人相信的感觉真好，还是要尽快让爸妈认清现在的自己。明天把缝纫机买回来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想到这，河东就有了动力。随后吃过饭就拿着3、5个尼龙带出了门。也是巧了，刚经过祝家门口，祝长荣也赶着牛车出来了。上来！等河东跳上牛车，祝长荣就赶着牛车开始出发。这时河东注意到车里放着几个尼龙袋。长荣哥，这是要帮我忙吗？确实有了牛车就能装更多的蘑菇回来。大哥，我想起来昨天你帮我挖陷阱，我还没给你算钱来着。你挖了好半天，我给你算10块钱，你看成吗？要是觉得少，我们可以商量。从现在开始，我帮你做事不要钱，除非你不想娶我妹了。我爹说了，如果最后买4件套钱不够什么的，我们也能帮衬，只要你开口。大舅哥是把自己要给秦雅3转1响做彩礼的事情跟家里人说了吗？而且看样子祝家人还很支持。河东感动了好一会儿。大哥，既然是我要给秦雅的彩礼，那就只能我自己去赚来，用你们的钱算怎么回事？河东拒绝了。祝长荣可不高兴。我爹说了，他一直给秦雅存着嫁妆钱呢，给秦雅的还不是给你的。一家子省吃俭用的，就是想要秦雅有个好归宿。河东心疼妹妹，又重视妹妹，这就很好。河东难得看到祝长荣高兴的样子，比板着一张脸好看多了。得嘞，到时候要真缺我就跟你说。祝家人诚意全全，河东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两个人进了山，就没敢闲下来。河东先是陷阱那边看了一眼，但没有猎物掉入。随后两人去摘蘑菇，因为进山的早，加上是2个人同时开工，今天的收获远比昨天要多。日暮西山，走回家。两人赶着牛车回家。夜里河东躺在床上，大舅哥这份情以后得好好报答。第二天鸡叫河东就起来了，祝长荣依旧在门口等着，然后俩人就出发。路上河东又摘了不少野菜。天亮的时候，俩人进了县城，跟昨天一样，先是去家属院把野菜给卖了。有了昨天的宣传，不到1个小时就卖完了。这次老大爷买了好多，估计是觉得这野菜好吃。1斤野菜4毛，这就赚了9块6。看着手里拿着的一叠钞票，河东觉得一早上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一车的蘑菇。随后俩人就改车去了饭店。阿烈看到河东说道：“今天来这么早啊？”饭店刚刚开门，河东就到了，笑着塞了一张大团结给阿烈：“给你加个菜。”阿烈笑了：“何哥客气了。”河东可不觉得自己客气，这不叫上河哥了吗？这么多？是的，这不想着再忙几天就该下地干活没时间了吗？就多摘了点。你这边能买得下吗？县城这么大，你有多少就能卖多少。阿烈这话算是宽了河东的心。一个饭店肯定消耗不了这么多的蘑菇，但有了其他渠道就不一样了。上一世只在这里干了大半年的时间，加上又只是打杂的，一门心思想着学厨，没注意到这方面。阿烈这样倒是让河东安心了。随后阿烈开始上秤，这次摘的蘑菇足足有284斤8两，合下来就是341块7毛6。结账的时候，河东是欢喜的，祝长荣也是，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河东把钱装进腰包里，才和祝长荣离开饭店。人逢喜事精神爽，河东心情现在就很好，因为买完4大件之后，他搞不好还有不少结余。到时候蘑菇的季节过了，他还能搞点别的。总之就是还能挣钱。大哥，前面小卖部停车。河东在牛车上看到昨天的年轻小伙了。年轻小伙发现河东的时候，也抬手挥了挥，满脸欣喜。河东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却也知道见到给自己送钱的来了，能不欢喜吗？当然，一看他这神情，搞不好有很好的消息。哥，你可来了，我等你好久。观看，记得点小红心哦。河东卖完蘑菇，祝长荣赶着牛车一起离开，到小卖部见到昨天卖票的小伙。哥，你可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有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搞来了吗？为了那张大团结，我也得给你搞来啊！这是缝纫机票和10张工业券。河东看过后就收下了，并且给了年轻小伙一张大团结。哥，你还得再给我一张大团结。怎么，自行车票也有眉目了？
我问过人了，自行车票能搞来，就是要个3、5天时间，所以你看是不是还是先给个定钱？河东没犹豫，果断给了猪狗蛋一张大团结。说好的3、5天，我到时候找你。得来，哥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行，那我等你好消息。随后，河东离开小卖部，上了牛车。大哥，我们现在就去百货大楼买缝纫机。祝长荣刚赶走的牛车突然的停下来，这就能买了。河东点头，拿出来自己手里的缝纫机票和工业券，有这2样就可以。祝长荣把牛车赶得飞快，完了回过头看河东。百货大楼怎么走？前边一直走。10几分钟以后，2个人到达百货大楼，随后2人去了卖缝纫机店。就是服务员看到祝长荣和河东的穿着，不觉得是能买得起缝纫机的人。河东主动走了过去，美女2个字就要脱口出。这在现在喊美女可能就是耍流氓啊！这缝纫机怎么卖？你想要哪个牌子的？最好的那个。最好的是蝴蝶牌，138块。河东霸气的拿出来自己的票和券以及钱，看到这些，服务员吓了一跳。河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让你敢抢不起香烟。服务员瞬间变了笑脸，不敢小瞧河东了。哥，您这边需要我给您安排台缝纫机的人不？只需要5毛钱。河东准备付钱，祝长荣却是一把抢了回来，一脸严肃。不用他们，我们俩就行。气氛突然的变尴尬了。另一边，祝家一家都在门口等着河东买缝纫机回来。真能买回来吗？昨天中午长荣从河东那回来，说是河东要给晴雅3转1响做彩礼，那是多大的风光和面子！不说其他村，反正上河村还从来没有人抬着3转1响上门提亲的。这是河东不会吹牛吧？唐梅刚才去隔壁看了，此刻摇了摇头。人应该还没回来。爸妈，真不是我说，河东什么样的人，整个上河村的人都知道。你们怎么能真的相信他今天能买缝纫机回来？王月刚才站在墙根就往隔壁看过了，可东人没回来。8成是买不回来缝纫机，不好意思见人，指不定什么时候才回来呢。让你们祝家一家子宝贝一个赔钱货，这下好了，河东不但没能实现诺言，还要让你们丢大脸。祝建军和唐梅的脸色当即就不好看了。爸，真不是我说，就现在这情况，我们还是尽早把晴雅嫁给河东的好。万一他一直在骗人，我们真信了，他撂挑子跑了，晴雅可就没人要了。是啊爸，我也听说缝纫机不是有钱都能买到的，还要什么票来做？河东不是吃公家饭的，怕是搞不来那些。你们懂什么懂？都给我闭嘴！天都黑了，不着急做晚饭。唐梅，你准备让一家子喝西北风呢？祝建军生气了，冲唐梅吼了一嗓子。王月和田美美顿时不敢言语了，进厨房。唐梅看自家男人那脸色，是知道现在进厨房是最好的选择。看到房门口上站着的祝晴雅，忍不住心疼。事情真要跟王月和田美美说的那样，昨天一家子就是白高兴了。要说最难受的就是晴雅，刚有了生活盼头，顷刻间化为乌有。唐梅过去抱住祝晴雅，哭什么哭？这都是命。女儿出生就被捧在手心里，可到了竟然得嫁给河东这个二流子。外面忽然响起了爆竹声，噼里啪啦的，祝建军才坐下去的屁股立刻抬了起来。唐梅，你去看看。唐梅抬手擦了祝晴雅的眼泪，3步并2步的往外走，就看到路面上一辆牛车缓缓走近。呀，长荣回来了。唐梅看到了自家的牛车了，一串长爆竹挂在竹竿上，拖在地面噼里啪啦的响。祝建军几步来到门口，就看到祝长荣驾着牛车往隔壁河东家院子去了。听到动静，村里的人都站在门口瞧。老祝，你儿子和河东这是干啥呢？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放起爆竹来了？不花钱啊？祝建军没理人，直接朝着河东家去了。唐梅也去了。刚才要是没看错，牛车上放着好大的家伙，用红布盖着，不会是缝纫机吧？厨房里王月也听到了动静，也出来了。王月来到门口的时候，看到门外已经围满了来看热闹的人。本来爆竹已经够叫人意外了，牛车上盖着红布的物件，更是让他们好奇是什么。东子，你这牛车上拉的什么东西啊？是啊，赶紧掀开，让我们瞧瞧，这么大个东西是啥呀？是什么值钱的物件吧？大家伙因为好奇，躁动的厉害。祝建军最是激动的看着河东和自己家儿子，一双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这车上就是您想的那东西。河东咧着嘴笑，看了眼车上用红布盖着的缝纫机。您来先怎么样？反正也是要往您家送的。这时候河东可不讲什么客气不客气的了，准岳父，讨好讨好，准没错。而祝建军这会儿也不想客气。这几天所有人不都在看我祝家跟何家的笑话吗？等着看河东跑了，我女儿嫁不出去吗？哼，就要让大家伙好好的看看河东不但没有跑，而且还要买3转1响做彩礼娶我家晴雅。祝建军昂首阔步的走过去，所有人的眼睛就死死盯着红布下的东西，等着揭晓的那一刻。长荣，这上面的真是缝纫机吗？唐梅悄悄问自己儿子。祝长荣用力点头，这东西都拉回来了，唐梅不能再怀疑了。心安了，就看着祝建军的那只手。
有了缝纫机，看这些个背地里笑话我们家的人，还笑不笑得出来？真是，我在村长家用过，缝纫机就是常这样式的。呀，缝纫机竟然是缝纫机！何东，你这是哪里发财了？竟然买得起缝纫机了？是啊，东子，你这不声不响的，怎么就发达了嘞？这是让人能回答的话吗？祝建军上前去赶人，不叫看热闹了。毕竟祝长荣连他都没说，只说河东没偷没抢，不犯法的事情，管他是干啥呢？老祝你别赶人啊，这才看到东西，真的，你还怕我们惦记啊？河东，你这岳父可不地道啊！这是你家呢，你还没开口，他倒赶起人来了。平阿叔，你别在这给我上眼药，这可是我亲岳父，不许你这么说话，我要生气的。祝建军高兴得很，因为河东知道站在自己这边，就是看到眼前出现的人，他突然不能赶了，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河东的父母。你还真给买回来了呀？爹，东西都在这了，不能是假的吧？怎么就真的买回来了？张桂平高兴的哭了。昨天听河东说要买缝纫机回来，他是担心的一宿没睡着，结果现在就放在自己儿子家的院子里。妈，你别哭啊，这是好事情。祝建军眼见着何大成和张桂平来了，就离开了河东的院子。作为河东的亲爹妈，肯定有很多话要说的，毕竟自己就是个岳父。这河东怎么真就把缝纫机给买回来了？隔着人群看着的王月，由子不能相信，可看着那实实在在的东西，他就知道自己又失算。爹妈，祝建军冷冷看了他一眼，看着了。祝建军这话有几分赌气的意思。王月想到自己一开始在院子里挖苦河东的那些话，脸臊得通红。爹，我也就是那么一说，这河东以后好着呢，晴雅嫁给他，要享福一辈子的。天彻底黑下来，何大成在院子里看着卸下来的崭新的缝纫机，看不够似的盯着瞧。买回来就买回来了，干嘛还放爆竹那么招摇，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何大成话是这么说，嘴角的笑意却是掩饰不住的。河东在厨房里做晚饭呢，买了缝纫机后，祝长荣主动要求去了供销社，他舍不得5毛钱，跟他一起把缝纫机从百货大楼2楼抬到1楼，却舍得花了8毛钱买了一大串爆竹。大舅子真有搞笑的潜质，5毛钱不舍得，这8毛钱的爆竹倒是舍得。当初村长家儿子买回来缝纫机就是这样放爆竹的。突然，长荣哥，这是要整个上河村的人都知道我买了缝纫机回来了，我竟然没想到。这会儿听着何大成说话，河东有些哭笑不得。爹要不喜欢，咱下次就不搞这些了。兔崽子，我哪里是那个意思了？感谢观看，记得点小红心哦。河东买缝纫机回家，大舅哥放鞭炮庆祝，村里人看到眼红嘲讽，岳父祝建军上去赶走众人。何大成和张桂平来了。兔崽子，我哪里是那个意思？何大成瞪着河东，搞，必须搞！这么些年了，村子里谁见了我不是拿你说事？你现在好不容易出息了，就该让全村的人都知道。爸，这是平时没什么可炫的，只能压抑着。现在有了可炫的，可不就要使劲炫了吗？这一事一定要让爸妈在上河村扬眉吐气。东子，你做啥呢？这么香！灶台边烧锅的张桂平就笑了。这都多久了，你才闻到啊？我以为你看那台缝纫机能看饱呢。看你说的，是烧鸡。爹，我一会儿还准备做个红烧排骨，你吃不吃？何大成好久没吃烧鸡了，自然是想吃的。红烧排骨是个啥？河东把那盘做好的红烧排骨端给何大成看，一块块大小均匀，油汪汪的，闻着那叫一个香啊！爹，你要不要先尝尝？等会儿一起吃。何大成摇头，强迫自己转开目光，继续去院子里看着缝纫机。等3个人坐在院子的时候，张桂平和何大成看到这么好的菜，都不太敢下筷子。上一世发达了，想过接他们去城里享福，可是他们总是说年纪大了，不愿意离开这个村子。后来病倒的病倒，去世的去世，自己终生遗憾。这辈子趁着爸妈现在还年轻，一定要早早的让爸妈享福，过好日子。爹妈，厨房里我给大哥他们留了点，这点我们3个就都吃完，你们别给我省，你们儿子出息了，有能耐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月光皎洁，整个院子里很是亮堂。何大成一边看着缝纫机，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米饭和肉，是觉得做梦也没敢这么想的。张桂平更是高兴，儿子好像真的出息了，说今天买回来缝纫机就真的买回来。看这下左邻右舍还敢不敢说东子的闲话？爹，等我结了婚，你和妈就过来跟我一起住吧。我跟你哥住着挺好的。是啊，我们和你哥住着挺好的。那以后我有儿子了呢，你们不给我抱啊？河东不乐意了。这时何大成没说话，张桂平却是笑了。你这小子还没结婚呢，就想着我们抱孙子。你放心，以后你有了孩子，妈肯定给你抱。那就说好了，等我有了孩子，你和爸就过来跟我住。同意就好，马上你们就知道了。张桂平有些无奈。你还真怕我们不来啊？从小到大你们都偏心大哥，
现在他俩孩子都大了，你们还不来给我带啊？就这么说定了。何大成虽说没说话，但心里也是愿意的。晚上，何东送张桂平和何大成回去。方兰见着二老回来，主动迎上去的。何贵看到何东到底是不舒服，就远远看着。何东没进屋，把盘子里的排骨交给方兰，看着他们进去院子。大哥上辈子分家后说是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可是老妈能把那些吃的用的拿给我，没有大哥的同意是不可能的。还有嫂子方兰，上一世多少次想着帮着我缓和和大哥的关系，可惜自己不懂珍惜，觉得跟大哥分家后就断了关系了，发达了也不曾想着他。现在大哥还没看到我的改变，对我还有所介怀，我就过去让他不高兴了。想到这，何东就回家去了。快到院子的时候，何东就看到里面有人，他赶忙几步走进去，不是他小心，而是现在院子里正放着那台崭新的缝纫机呢。大哥，这缝纫机可真好看啊，比村长家的还好看呢。何东买的最贵最好的，能不好看吗？里面传来祝长荣和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何东停下脚步，就看到祝长荣的身边站着个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皙的女孩。女孩眼睛里有光，盯着院子里的缝纫机看着，仿佛在看什么新鲜玩意儿。何东放慢了自己的脚步，怕自己发出动静惊扰到了那女孩。是秦雅，我孩子的妈。还真是缝纫机啊，崭新崭新的。秦雅，你可真有福气，何东说给你买还真买了。祝秦雅有些娇羞的红了红脸。二嫂取笑我，我不理你了。说着就跑出去门口，只是脚下没注意，一个不稳就要往地上摔。小心！何东从墙根走出来，一把抓住祝秦雅的手。哎呀！祝长荣和田美美听到动静赶紧过来，还拿了边上的锄头。是我。何东赶紧发声，生怕大舅哥上来给他一锄头。三人这才听出来是何东的声音。放开我！祝秦雅率先发出声，何东才注意到自己的手还在拉着祝秦雅。我要回去了。祝秦雅没敢抬头看人，赶紧跑回家。我就是带秦雅来看看。祝长荣解释，何东当然知道这个年代对女孩子的约束有多大。自己和秦雅之前有过那样的事情，现在成了村子里家家户户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要去听，准跟我俩有关系。不过过了今晚就该改变了，所有人估计议论我买了缝纫机回来的事情了。大舅哥今天的虚荣没白虚荣。现在缝纫机是买回来了。大舅哥这是担心后面的3大件自己还买不买了吧？我答应给秦雅的都会有的。何东说这话，祝长荣很是愿意相信。早点睡吧，我回去了。祝长荣离开了。上一世愧对秦雅母子，让他们死得冤枉，这一世一定要好好的弥补他们。爹，何东到底干啥了？又是买缝纫机，又是吃肉的，您问了吗？说是去买蘑菇了。祝家老大也知道这事。祝长荣什么人，何贵还是清楚的，当下就放心了。只要何东好好做人，不去偷去抢，踏实做点事情，我就非常知足。然后什么都不问了，就回屋了。这一晚上，何东在床上意外的睡不着了。三川一想过几天就买齐了，但这房子也该整理整理了。明天抽时间去找修房的，还有粉刷匠。既然要办喜事，那就要有办喜事的样子，不能就这样把秦雅娶进门来。心里有事，何东在床上折腾到了后半夜才睡着，鸡叫2遍，他也没听见。倒是隔壁的祝长荣是早早的就坐在牛车上等何东出来。昨天因为缝纫机的事情没有进山，今天怎么着也要去摘蘑菇了，搞不好挖的陷阱也会有些收获。这么想着，祝长荣等到太阳出来也没见何东出门，最后没忍住去敲门。何东被敲门声惊醒，在床上醒了醒神，出来门看到了祝长荣。大哥，今天去县城吗？祝长荣知道他昨夜睡得晚，不然早去叫他了。去，当然要去。回头准备装车，发现院子里根本就没有装着蘑菇的尼龙袋。我这真的是睡糊涂了。祝长荣也觉得是，这蘑菇都没摘回来，怎么会有东西装车呢？去洗洗，我去外面。感谢观看，记得点小红心哦。祝秦雅被二嫂取笑，跑出门被绊倒。何东看到后立马抓住祝秦雅的手。祝长荣听到妹妹大叫一声，以为被欺负了，差点给何东一锄头。第二天，大哥一会儿你先进山，我去找人办点事。祝长荣没说话，赶着牛车就进山了。何东一路往东边走，看到不少路边玩闹的小孩子，忽然就有了个想法。我这里有糖，你们想不想吃？这是何东前2天给自己买的糖，孩子们都不敢拿。都是能吃的，不信我吃给你们看。何东拿了个大白兔奶糖放进嘴巴里，还一脸满足。有孩子就试着伸手拿过去放进嘴里。东子哥，有好吃的怎么不叫我？有个年纪大点的孩子一把拿过了何东手里的糖果，何东也没生气，看着那孩子。二毛，东子哥。然后二毛把一颗大白兔奶糖放在嘴里，嘿嘿的笑，怕何东要他把糖还回去，就放口袋里。你既然喊我一声哥，哥带你挣钱好不好？好啊，只要东子哥你说，我就干。何东就把自己的计划说了。现在祝长荣一个人在山里摘蘑菇，无论效率还是收获都不可能比得上2个人，但有了这些孩子就会不一样。你们去山里帮我摘蘑菇，我给你们6毛钱1斤，现金结算。
6毛1斤，东子哥这是真的吗？二毛眼睛都要瞪出来了。河东点头，干不干？能买得起这糖吗？河东笑道，蔗糖2块5一斤，你要想要，给我摘5斤蘑菇，我给你1斤蔗糖和5毛钱。成交，说话算话，东子哥。作为孩子王的二毛欣喜的决定下来，扬手就带着孩子们回家拿尼龙袋干活了。河东加快脚步朝着村东走，要赶在9点前把修葺房子的事情敲定下来。乔老汉在上河村住了好些年头了，是后来才搬到上河村名下来的地，靠建房子挣钱度日。早年算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但他有钱就膨胀，最后弄得妻离子散。做人还是不能膨胀啊。乔老汉刚要拿着镰刀出门，就看到一个年轻人朝着自己过来。乔叔，河东打了个招呼。你是？乔老汉觉得眼熟，就是想不起来。乔叔，我是何老二家的三小子河东。河东，我想起来了，你找我有事吗？乔叔，是这样的，我想把我家那房子好好的修补。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我给你5块钱的工钱怎么样？只要你帮我修补好。乔老汉没想到河东开口就是5块钱，这可是能赚几个月的伙食费呀！没想到自己还能靠这手艺吃上饭。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来请我去修补房屋了。河东啊，你看我现在这年纪，还相信我能干好吗？乔叔，我要不信你，就不来走一趟了。河东实话实说，乔老汉虽然做人失败，但手艺是村里最好的。乔老汉忍不住流下心酸的泪水，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被人信任的感觉了。既然你信我，你的房子就交给我，我保准让你满意。不过你想今天就开工还是明天？越快越好。我和朱家的事情，乔叔应该听说过，挺着急的。哎，我这边收拾一下，一会儿就去给你弄。那乔叔只管去就是，我一会儿还有事不一定在家。行，我知道了。需要什么材料用料，后面跟我说，我去买，不用想着给我省钱。这一早上，祝长荣一个人在山里摘蘑菇，但是很快他就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就是回头什么也没看见，手上动作没敢停，手里的尼龙袋没一会儿就装了大半袋。哎呀！突然的一声喊叫，祝长荣放下尼龙袋就跑过去，就看到一个穿着白衣裳黑裤子、面白肌净的女孩。晴雅，明明走得很小心了，结果还是差点摔了。你怎么跑山里来了？祝长荣很是不解，他在任何人面前都是黑着脸，但是面对祝晴雅温柔了许多。祝晴雅低头，我想来帮你。刚才我看到了河东没来，你一个人肯定摘不了多少蘑菇。大哥，你摘多少了？回去。祝长荣少见的严厉，祝晴雅不解了。我能干，你知道的。说是家里的活都是妈和2个嫂子干的，不让我沾手，但是其实我什么都会，别人不知道，大哥你见过好多次的。祝长荣知道归知道，但是这活他可不想祝晴雅干。一来这是帮着河东摘的，你作为未嫁女没有这样的道理；二来这活不似家里的那点，脏得很，摘一天下来手都黑了。你是女孩子，一双手黑着多难看，听话赶紧回去，让人知道了不好。河东说是现在没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过来了。祝晴雅不愿意走，低着头不动。现在满村人都在说他闲话，他也想争口气。祝长荣知道他想法，放低了语调，就当哥求你了。祝晴雅听不得他一个求字，哀怨的看他眼，转身离开。祝长荣因为不放心看着他下山之后，还继续回到摘蘑菇的地方，但情况有些不对。刚才放在地上的那袋蘑菇呢？啪嗒，几朵蘑菇从顶上掉下来。祝长荣一抬头，看到一只猴子拿着他的尼龙袋在往外掏蘑菇，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他一着急，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就朝着猴子砸过去。猴子身上挨了一下，手里的尼龙袋也掉了。猴子冲着祝长荣龇牙咧嘴，凶狠至极，但到底寄回祝长荣手里拿起来的木棍，跑了。河东怎么还不来？现在天气一热，山里的动物都出来了，没个人看着还真不行。可就这么想着，后面就传来了动静。他回头以为河东来了，结果看到了二毛和几个半大的孩子。长荣大哥，现在山里不太平，你怎么把孩子往这边带？长荣大哥，我们是来帮你的。帮我什么？祝长荣有点纳闷。是东子哥，他说你在这片山里，让我们过来找你，另外让我们挣点钱。3、4月的天，山里什么都有了，没有大人看着，河东不敢让这些孩子进山，但有祝长荣在就不一样了。河东开了这个口子，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在做蘑菇生意了。祝长荣皱了皱眉，你们注意安全，不要离开我的视线。集体开摘，本来是一群喜欢说话、叽叽喳喳的孩子，这会儿却异常的安静的忙碌着。祝长荣摘一会儿蘑菇，就会起身来看看，数数人头，看少了谁没。主要是因为刚才有猴子出现了。那些猴子本来一直在邻村活动的，今年居然来探仙山了。既然跟这些孩子在一起，就得对他们负责。不过他没有负责多久，河东也到山里来了，祝长荣也轻松不少。东子哥，我的尼龙袋都快装满了，你说能有几斤啊？河东看了一眼那尼龙袋，这么厉害啊，这么快都快装满了，一会儿到家里我给你称称就知道多重了。好嘞，东哥。二毛哥，我的还好少呢，
你来帮我摘一点好不好？行，等哥这个装完，我就帮你。二毛哥，我的也还少，你也要帮帮我。狗剩我都看到了，你的明明快满了，不许乱喊。嘿嘿，我就凑个热闹。几个孩子一说话，气氛就活跃了起来，山里的鸟叫声也叫得更欢了。快中午的时候，河东和祝长荣决定下山了。要是能去，他们还是要去县城一趟的。饭店那边要真的吃不下这些蘑菇，早就说坏了，不要了。既然人家意，那就纸板送过去，下午还能再摘一个。一群孩子坐在牛车前面，一脸期待。周边田地里忙活的大人们也不知道那些个孩子拎着尼龙袋跟着河东和祝长荣的牛车是什么意思。不过孩子们都没事就成，地里的秧苗要赶紧插完。等到进了河东家的院子，孩子们才叫欢呢。二毛第一个扛着尼龙袋，要河东赶紧称的。他要马上知道自己摘了多少蘑菇，挣了多少钱。说是应该让着小的，但他扛了一路顾不得了。河东知道二毛是个急性子，赶忙去感谢观看，记得点小红心哦。大舅哥一个人进山，遭遇猴哥偷蘑菇，气得大舅哥抡起石头打猴子。下午河东家，那不是村东的乔老汉吗？他怎么在你家屋顶上？天气马上要变了，我怕屋顶漏雨，让乔叔帮我修修。祝长荣恍然大悟，河东这屋子是老房子，是该修修都破旧不堪了，而且马上就要娶妹妹进门，婚房确实不能是这样，这小子可以怪上盗垒。你给他多少钱？大哥问这个做什么？这事我也能干，我原本就想找个时间给你的房子修修的，就是最近一直忙着摘蘑菇，没能抽出空，让乔老汉来干都是要花钱的。可大哥觉得这点钱跟那一车的蘑菇比，哪个更划算？今天摘了一早上的蘑菇，少说也有10-20斤，算起来就是20-30块钱。小老汉干活不过几块钱，要说划算，还是摘蘑菇划算。祝长荣恍然大悟，心想：我这小子还怪聪明的嘞。大哥，专业的事情我们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咱这就进县城吧。现在还去啊？去。周哥等着要呢，而且天气要变坏了，明天不一定能出门。祝长荣点了点头，心想也是。行，我回去说一声，咱就走。河东点头，走到牛车边，把尼龙袋一个个放好。没一会儿，祝长荣过来了，手里拿了3-5个包子，他自己拿着一个吃，剩下的让河东选。河东就选了个大的。这包子蒸的不错，谁蒸的？你猜？祝长荣故意卖了个关子。河东是发现了，从一开始的惜字如金，到现在祝长荣话也多了起来。是秦雅吧？这会儿婶子和嫂子他们都在地里呢，就秦雅在家。祝长荣震惊的回头看他一眼，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不过河东他是真猜的，没想到祝秦雅还会蒸包子，河东还真有几分意外的。眼前浮现出昨晚碰到祝秦雅低垂着头，慌乱不安被自己拉着的情景，不禁低头笑了笑。想什么呢？怎么流口水了？河东尴尬的挠了挠头。是包子太好吃了，大哥。话音刚落，两人赶紧出发。到了饭店，河东和祝长荣把带来的163斤蘑菇给卖了，得了200多块钱。这次进城挣了200多块，加上昨天的340，前天的180，手里可是有将近700块钱了，妥妥的是个小土豪。随后河东让祝长荣赶车去供销社买2头小可爱回去养养。结婚的话肯定是来不及嘎猪了，但是到孩子出生就可以用到，先养2小只再说。如果没有记错，现在秦雅的肚子里已经孕育着小生命了。大哥，猪好养活吗？祝长荣回过头，好养，你要养啊？要的，过年打猪吃多好啊。行，到时候我教你。随后俩人买完小可爱，就开着牛车往回走。河东看着旁边的2头小可爱，内心掩饰不住的喜悦。此时，这俩老六日子越过越好，体重越来越重，还要2头肥猪让俺拉，都累死俺了，一点也没有牛权。牛车到达村口时，河东和祝长荣远远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秦雅这是来接我吗？看来关系是又进一步了呀。祝秦雅看到哥哥祝长荣和河东的牛车，顿时眼前一亮，跑着过去。老六，俺是牛，不是马。祝长荣着急的让牛车停下来，看着自家妹妹。你怎么到村口来了？这会太阳还晒着哩。祝秦雅紧张的看了眼大哥身后的河东。你家里出事了。祝秦雅说的郑重，让河东有种很不好的预感。秦雅能够大老远跑来村口等着，显然是对我多了一丝关心。没事，我可以解决，放心。这次那么多人在河东家门口闹腾，大嫂说河东改不掉坏毛病的，背地里不知道干了什么才能有钱买缝纫机。祝秦雅气不过跟大嫂吵了2句才跑出来的。对了，大哥，我晚点回去。一听祝秦雅还不想回家，祝长荣着急的跳下车。不回去你要去哪？哥陪你。哥还是回家看看嫂子吧，爹妈不在家，她厉害着呢。我去地里找妈。他不愿意回去面对王月。祝秦雅这么一说，祝长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去吧，记得找阴凉的地方走，别晒着。知道了，哥。祝秦雅甩着辫子走了，
祝长荣回到牛车上，你最近没干什么坏事吧？大哥，咱俩最近几乎都在一起，我干没干坏事你最清楚了呀。祝长荣点点头，心里有点纳闷。等到了家门口，果然看到那边站着好些个妇人，这些人河东都不眼生，是昨天摘蘑菇的家长。河东回来了。人群中不知道谁叫了一声，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牛车上的河东看了过来。祝长荣还赶着车，结果就被人给围了。这阵仗是要干啥？不是要集体吃牛肉吧？本牛老了肉不好吃，求放过。河东，我家2毛的钱是你给的吧？河东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山里的蘑菇到处都是，可听谁说过能拿去卖钱了？还是4块钱这么多，你自己偷鸡摸狗、坑蒙拐骗也就算了，别带坏我家2毛啊！可不是，河东，你现在带着他们不学好，以后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教？孩子的父母一致认定他们手里的钱肯定是河东带着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换来的，毕竟他有前科。2毛嘛，狗生爸，他们手里的钱的的确确就是他们自己挣的，而我也没去偷去抢，带坏他们。1斤蘑菇6毛，我那还有记账。河东把自己的账本拿出来，打开给他们看。有认字的大人赶紧过去瞧了，账本上写的一清二楚。可他就是纳了闷了，这蘑菇这么值钱吗？还是6毛钱1斤那么多？河东点点头。你既然认字也会算数吧？知道这钱我都是跟着精两算给孩子们的，绝没搞滑头。那人点点头。6毛1斤收蘑菇，河东，是不是我们大人去摘，你也收？人群中有人动了心思。河东一开始就是心疼那些孩子们，想让他们吃点好的，搞成这样他是想过，但是却也不是什么坏事。他点头，其他人就都有些心动了。这要是真的，我现在就去山里摘。众人从何家离开，都去家里拿了尼龙袋上山，怕河东反悔，有的摘了个1斤左右，就来找河东对钱。河东爽快的过秤结算，那人立刻就踏实了，拿着尼龙袋继续上山。说是不叫我说出去，这下好了，所有人都知道了。一旦摘蘑菇的人多了，价钱上河东就不占便宜了。祝长荣发愁了。他们这就走了吗？王月就进个厨房的功夫，出门来就没见了2毛妈他们。原本他是想出来看个热闹的，结果人走光了，而河东啥事没有。那群人不是说要河东给个说法，要教训教训人的吗？怎么回事这就走了？问清楚河东钱的来源了吗？是抢的还是偷的？祝长荣眉头皱了起来，过去拉了王月的手往家里走。王月能感觉到自家男人生气了。是河东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还带坏村子里的人。要生气你去冲着河东，冲我做什么？河东很快听到了来自隔壁的吵闹声，但他什么也没管，就看着门口的祝晴雅。祝晴雅也看着他。原本还担心河东处理不好，结果3两句就把事情给解决了。他是真没想到，瞧见河东发现了自己，赶紧转身回了祝家。自己过去过的浪荡，不只是晴雅，就是村子里的其他女孩子看到都躲得远远的。但以后会让祝晴雅知道，我真的改过了，能对她好。中午将就吃了2个包子，又来回县城一趟。河东是又饿了起来，他去厨房给自己下了碗面，面香四溢。尤其在厨房上面修补房屋的乔老汉闻到味，乔老汉脚上直接一滑，差点没摔了下来。河东端着面出来，仰头看屋顶的情况。乔老汉老脸红了红。没事没事，脚底打滑了而已。乔老汉都不敢去看河东的眼睛，转身忙活手里的活。河东听到了一阵咕咕叫的声音。乔叔，你还没吃饭的吧？我会下来把这碗面吃了，再接着干。感谢观看，记得点小红心哦。河东刚到家门口，被众人堵住要求收蘑菇。河东无奈点头答应。2人吃完饭后，乔叔，你这边完工后有好的粉刷匠吗？介绍给我。有是有的，就是价钱上会贵一些，就是隔壁村的老王。好，我知道了。乔叔吃饱了吗？锅里还有。乔老汉赶紧摇了摇头。你这又是肉又是鸡蛋的，都吃撑了。河东听到后把碗接了过来。您干活当心着点。放心，这回吃饱了不会再滑了。乔老汉腼腆的笑了笑，就去忙了。河东把碗拿进厨房，要准备出门了。祝长荣坐在牛车上，在门口等着河东去摘蘑菇。在路上遇到2个拿着尼龙袋往他家来的大人。河东意味深长笑了。小牛妈，狗生爸，我们也要上山摘蘑菇呢。你们要是不着急的话，等我们回来给你们称。不过你们多摘点，我都给3钱。2人一听河东这么说，也是觉得自己袋子里有点少了，1两斤的确没多少钱。当下就赶紧回家换了个袋子，接着上山。河东，你这么一来，整个上河村不是都知道你在卖蘑菇了？祝长荣一张脸铁青着，这句话他憋了半天了。大哥说的我也明白，只是有些事情是纸包不住火的，将来很有可能有人抢生意走。不过也得有那本事。大哥放心，想抢我的生意可不容易。这蘑菇就是季节性产物，不是一直都有。晴雅以后跟着河东就只能靠地吃饭了，不过我都会来帮忙。现在的河东也不是以前的河东了，他勤快努力，就是太能造了。做人别太飘，小心闪了腰。我有实力不叫飘，我要站得更高。
想要站得更高，就要傲气全消。喂，先让牛吃饱，再让牛跑啊！你们俩真是小刀拉屁股，让本牛开了眼了。随后两人一牛伴着欢声笑语进了山。日暮西山后，河东和祝长荣坐在牛车上吻嘴子，满载而归。老牛也吃得饱饱的。到了他家门口，看到已经排着一队长长的队伍。大哥，赶快拿秤和记账本出来，不敢耽搁。太阳下山了，天马上黑了。好，我去，赶紧称东西记账算钱吧。村民们陆陆续续结完账后，拿着手里的钱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谁能想到他们有一天能在家门口就把钱给挣了？这可是平时1个月的收入啊！所有人都在互相分享着喜悦。明天一早继续取贼，真是太开心了！回家给老婆子一个惊喜。明天给娃买肉吃。送走了所有村民后，两人把蘑菇收拾到阴凉处，祝长荣就牵着牛车回去了。接下来的2天，村里加入摘蘑菇行列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些父母为了多挣钱，学也不让孩子们上了，就为了多摘点，多挣点。我绝对不能支持这种行为，毕竟后世都要靠知识和文凭吃饭的。二毛妈，二毛已经2天没去学校了，你这样可不行。明天我要再看到他，我就不买你们的蘑菇了。别啊，河东，我这好不容易挣了点钱，准备给他买点好吃的呢，而且二毛也不愿意去学校。河东觉得他上一世能够支持无数的孩子上学，没道理现在看着上河村的孩子们浪费青春。二毛妈，你看这样，我每斤多给你1毛，你让孩子去上学。二毛还小，该多学些知识，将来能挣钱回报你也是一样的。河东咳了一声，继续道：还有在场的各位，家里有孩子上学的人，我都给大家多1毛的价格。一听这就涨了1毛钱的价格，众人都很惊喜，但又很快就觉得不对。河东，你虽给我多1毛的价格，但是孩子多摘1斤就是6毛，这笔账怎么算？还是孩子不去上学的好。一语惊醒梦中人，众人又都附和起来。就是这样可不划算。那得了，你们摘的蘑菇我都不收了。河东起身就准备甩手不干了，村民们可是急了。河东，你不能这样吧？明明邻居的，有话好好说，不能一言不合就撂挑子啊！河东没想到众人真是狗掀门帘，全仗着嘴啊！这些泥腿子个个眼界不高，看着眼前的，想不到后面的，所以他必须来点狠的。拿起秤合计账本就进屋了，关门歇业。动子，动子！所有人此时都开始急了，好不容易摘来的蘑菇，要是卖不掉，那不就是白忙了吗？无奈只能妥协了。河东，你出来，我们让孩子们去上学，你买我们的蘑菇吧。是啊，我们明天指定不让孩子去摘蘑菇了，让他们去上学。门吱呀一声开了，河东走出来，回到刚才的桌子那，继续过程记账。行，要是我发现你们没做到，就会从我的记账本上除名。河东说的话，在场的人都听见了，反倒没有孩子的人觉得吃亏了。同样的1斤蘑菇，他们就少了1毛钱。不过那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毕竟也不知道哪里还有买蘑菇的。此时祝清雅已经隔着一堵院墙目睹全程了，不禁一脸仰慕。这真是河东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之前听人说过，世界很大，国家很大，但想要看到更大更远的地方，就是要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因为知识改变命运。那时候他学习也很努力，只是现在他马上要嫁人，成为上河村的农妇之一，不能再继续学习了。祝清雅丧气的低着头，准备往屋里去。祝建军刚好吃完午饭出来，看到祝清雅有心事的样子，忍不住关心道：怎么了？看着情绪不高。祝清雅摇摇头，扭头进自己房间了。祝建军知道自己丫头的脾气，没再说什么，边走边还想着，河东这小子现在越看越顺眼了。长荣说河东一直在赚钱呢，河东有了钱，不就能让晴雅过上好日子了吗？祝建军心情大好，哼着曲大摇大摆的进了屋。家里这2天没什么活，河东眼见是忙得出不去。唐梅，你一会儿带着美美和王月去山上帮忙摘蘑菇吧。爹，长荣这些天一直跟着河东进进出出，地里的活都是我一个人干，这才休息了2天，我能不能不去？就你话多。祝建军斜扫了他一眼，不过想想他说的也是事实，也就没再跟王月说什么。美美，你跟你妈去。我嘞都在下地老爹。祝建军没说话，低着头。田美美也不想去，现在整个上河村都知道摘蘑菇能换钱，但祝建军一句帮忙，那就是白帮。王月准备回娘家，这种白干的事情都是不想干。妈，我们也下地去吧。一家子都出去了。祝建军想去看河东那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但他不会写字，过秤眼睛又不好使，所以他干脆去监督院子里那几个粉刷匠粉刷屋子。你们这工作做得精细点，好歹拿着我女婿的钱呢。祝建军东瞅瞅西看看他，他早年也见人干过粉刷，所以懂一点。这些人要耍什么花头，可瞒不过他去。这儿没推平，还有那儿。哟，大爷您是行家啊？行家倒不是行家，就是会皮毛，所以这房子你们可得好好粉刷一下，要不然我让我女婿扣你们工钱。您这女婿可以啊，生意做得这么大，每天进出这么多人，得挣不少钱吧？也就吃个饱饭吧。你打听这个做什么？大爷，我就是随便问问。
祝建军虽有意嘚瑟，但这种事也不会随便跟别人说。工人小心翼翼地给其他人一个眼神，暗示干活的人精细点，免得被这老爷子告了状。祝建军就当作没看到，交代完就到外面去了。到时候刷好白腻子，再贴一墙的红双喜字，看以后上河村谁还敢说晴雅没嫁个好婆家。河东这边眼见一辆牛车是不够用了，准备再去买一辆回来。房子那边有祝建军看着他放心，不过蘑菇这边时不时就有人过来卖，没人再说不定就走了。河东准备找个人来帮忙。现在晴雅还没过门，叫来帮忙难免被人闲话说赶着倒贴，或者让大哥给自己买辆牛车吧。不过祝长荣是个实在人，总觉得让他在这里帮忙不赚钱，又去山里继续摘蘑菇了，明明也不要河东钱，却又干得比谁都起劲，真是亲大舅子无疑。连河东也是哭笑不得，只得另想办法。祝叔，我出去一下，要是一会儿有人来卖蘑菇，你就跟他说等等我，我很快回来。臭小子，当着外人面叫我啥呢？祝建军不高兴地瞪大眼。河东看了眼工头等人，可是明白了，自己姓何，祝建军姓祝，听上去没什么关系，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叫别的就不一样了。爹，那我去了呀。哎，这就对了，去吧，这里我帮你看着。祝建军从来没想过听河东叫爹能够这么顺耳，止不住的笑意。河东也看出来了，自从他做出改变之后，祝建军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好。突然想起来自己的3转1响还差着2转1响呢，这2天可得加紧搞回来。河东想了半天，脑瓜疼，选不到一个能帮忙的人。这个时代好多人都不会数学。突然，要不找大哥大嫂来帮忙？感谢观看，记得点小红心哦。祝建军来河东家监工，没想到河东竟当着众人面叫他祝叔，当场就不高兴了。河东看明白之后改叫爹，祝建军笑得合不拢嘴。3转1响，现在还差2转1响呢，可得加紧搞回来。但是蘑菇的生意也要做，要不找大哥大嫂来帮忙？河东拎了早上买的3斤肉去何贵家，刚进院子就看到大哥大嫂在变猪。我知道大哥心里对我还有芥蒂，但是我会让大哥看到改变后的我。何贵听到动静，抬头看到是河东，有点不可置信，愣了好一会儿的神。方兰则笑着站起身，你来就来，怎么还带东西了？大嫂，给你们带点肉吃。太多了吧？你留了没？拿回去自己吃吧。我是来找你们帮忙的，当然要多拿点，家里还有呢。听到帮忙2字，方兰的脸色顿时变得生硬。何贵也是皱了皱眉头，直接起身进了屋子。这小子从小到大什么尿性我知道，就知道找上门来没好事，搞不好又是为了让我给他擦屁股。不知是惹了麻烦了，还是欠了人钱了。方兰纠结良久，想要吐苦水，说自己日子困难之类的，让河东知难而退。河东却没给他机会，拎着肉直接上屋里找何贵去了。哥，大嫂会写字算数，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我懵了，来我这里不是说要钱，也不是要擦屁股，夸方兰是怎么回事？方兰此时趴在门口，没想到听到这么一句话。他是上过几年小学，平日管着家里记账的事情，但却没人夸奖他，没敢进门，就在门口听着。何贵也看着河东，等着他说下去。大哥，我想聘请大嫂帮我做点事情。我和晴雅马上要结婚了，说好的彩礼我还没弄齐全，而且现在卖蘑菇的人也多，不能因为结婚耽误了蘑菇的事情。河东说到这，何贵知道河东这不是要他去擦屁股，是真的需要帮忙。然后呢？我想让大嫂去给我做个管账的，有人来卖蘑菇，管着过程结算记账。他在门外的方兰听到这句话后，自信的走进来。这事我真能干。这老嫂子吓老子一跳，我还没放话呢。说是一家人，但我也不让大嫂白干，会给工钱的。原本想着就是帮个忙，结果还能挣钱。不过自家小叔子的钱好像也不能要吧？现在县城里的会计都20块钱1个月，嫂子，我给你20块工钱怎么样？不是说帮忙吗？既然是帮忙，就不要你的钱。何贵拍了下桌面，一锤定音。本就是亲兄弟，帮忙还谈钱，岂不是让别人笑话？大嫂，你的意思呢？我听你哥的。那也行，但是今天这肉你们得收下。还有，何贵和方兰听着还有，就一阵提心吊胆，就知道河东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家里的牛和板车还用得着吗？给我用几天吧。何贵虽不放心，但也不好意思开口。现在农忙过了，牛和板车都闲放着，就一点可不许再给我卖了。大哥放心吧，我现在可瞧不起这点钱。何贵离开屋子，把牛牵到门口，心里颇为的不舍了，心想上一头牛被河东卖了后，省吃俭用2、3年才买回来这头。河东见到一把抢过来绳子，大哥要实在不放心，就跟着一起去。你知道我不会赶牛，其他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对牛好点，万一破个皮出个血什么的。听到破皮流血几个字，何贵眉头越皱越紧，毕竟一家子的口粮都在地里，没有牛，地都没办法翻。河东见状就知道有戏了。大哥，别人赶牛还要钱，我也得给你工钱。不要，绝对不能要。行吧，那我管您饭，这一点可不能拒绝。还有我买了2头小可爱，咱俩上山割些猪草吧。好，方兰，你也收拾下去河东家吧。方兰点头，准备换身干净的衣裳。河东跳上了牛车，上一世记事之后，河东就再也没有这种体验了。现在坐在牛车上，看着前面赶着牛车的背影，他觉得眼眶发热。
大哥，我可是好久没有坐过你的牛车了。河东微微哽咽了一下，继续道：大哥，你还生我气吗？上头牛的事情是我做错了，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何家所有人。这件事情如果不说开，大哥可能会记恨我一辈子。沉默的何贵突然停下来，想到上头牛，满满都是痛，叹了一口气。都过去了，就别提了。方兰来到河东家院子，发现门口不少人排着队，不过看着都眼生得很，不像是上河村的村民。祝建军在前面指挥着，对，就这样排着队，我女婿一会儿就回来，回来就给你们上秤算钱。众人这才知道，原来河东是面前这大爷的女婿，他们都觉得这河东肯定是顶顶厉害的人，缝纫机票和工业券都能搞到，羡慕的不得了。老叔，你女婿干嘛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你女婿今天会来吗？祝建军刚要说话，方兰走过来了，看到方兰，祝建军有些愣。自从两兄弟分了家，两家就几乎不来往了，现在方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何贵家的，你怎么来了？河东让我来帮忙的。祝建军听到后，拿了一个装满钱的荷包交给方兰，这是河东给他们结算的现金，我怕有人偷，给放在荷包了。好的，祝叔。没一会儿功夫，蘑菇就收完了。祝建军看没人了，跟方兰闲聊。何贵家的，我们晴雅和河东结婚，你和你家那口子会来吧？方兰想到何贵这会儿已经跟河东一起出门了，就点了点头。那就好。亲大哥呢？做弟弟的结婚，哥哥不来说不过去。两人聊着，此时河东和何贵也回来了，板车上拉着一堆猪草。祝建军疑惑道：你买猪了？河东点头。过年猪。好，就是2头，会不会有点多？要结婚的时候杀猪，自然所有人都知道家里有喜事了。就是河东这猪来不及用了。对了，家里去年还有给老三准备的2头猪，就先紧着晴雅用吧。祝建军拉了河东的手到一边的角落，何贵见两人要说悄悄话，就背过身去拿猪草喂猪了。河东，回头你去我那儿赶头猪过来，到时候你和晴雅结婚的时候嘎，别人问你就说是买的。这不好吧，祝叔？祝建军瞪他一眼，不高兴的很。叫爹。好，爹。哎，就这么办，听到没？现在祝家一家子对我态度都很友善，这个岳父也真不赖，以后绝对不能亏待了这家人。哎，爹说啥就是啥。祝建军这下高兴了，脸上堆着笑道：天黑你就去，在家里养2天，结婚的时候就嘎。见河东答应下来，祝建军就准备继续去当监工了。这时工头走来，水泥墙刷差不多了，但要等到干了才能刷白腻子。东子，那我们就回去了，3天后再来。你平时记得勤浇水。我女婿赚钱忙得很，我闲着也是闲着，这活我揽下了。大哥，你认识嘎猪的？我结婚那天你帮我叫来。你是倒是挺多的，又是让赶车，又是让记账的，现在还要叫嘎猪的来，你还真不客气。谁让你是我亲哥呢？客气什么？何贵听到这话，握紧拳头想揍他。换做以前，我的无知早就印在他脸上了，但是现在的河东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惹了事，都让我擦屁股那个小逼崽子了。何贵点了点头，就算是答应了。没什么别的事情，我就回去了。方兰在一旁看在眼里，觉得挺欣慰的。何贵有2年都不愿意跟河东说话了，但今天看起来是变了。2头小猪见院子里这么多人，也是高兴的蹦蹦跳跳。日暮时分，祝长荣拉着牛车来到了河东家，方兰看到了就喊：祝家大哥，到这边，我帮你记账。祝长荣朝着方兰看了一眼，老实巴交的把车上的蘑菇卸下来，足足2大袋呢。我这些不用记账，不要钱。方兰听到后，露出惊讶无比的表情。祝家大哥，这么多蘑菇怎么能不算钱呢？今天是河东让我来帮忙的，现在都是我记账结账，肯定不会出错的。祝长荣抬头拍了拍身上的土，不高兴的瞪他一眼。你这人怎么听不懂人话呢？祝长荣牵着牛车就回去了，留下方兰一个人看着那2大袋蘑菇，百思不解。一直听说是祝长荣和河东一起做的蘑菇生意，河东挣钱的话，祝长荣应该也是一样的，难道是白帮忙？河东此时从外面回来，看院子里没人来了，方兰回过神来。大嫂，没什么人了吧？你去叫大哥和爹妈过来吃饭，我这就过去。河东跟大哥赶着牛车进山割猪草，让大嫂方兰帮忙收蘑菇，想缓和跟大哥的关系。大嫂，没什么人了，你去叫大哥和爹妈过来吃饭吧。这就不用了，你中午拿过去那么多肉，我们还没吃呢，怎么能再吃你的？大嫂，你怎么不明白呢？我其实是想跟大哥吃顿饭。方兰听后捂嘴笑了一下。你学精了，我都猜不透了。我这就回去，不过能不能叫来不保证啊。好，大嫂你去吧。河东又去了隔壁叫祝家人，想让他们也过来吃饭。我们今天下地回来的早，都已经吃过了。河东见状只能灰溜溜的回去了。王月吃着手里的红薯不满意了。爹，河东现在人挺好的啊，知道我们帮了忙来叫我们去吃饭。我也听说了河东现在的伙食可好了，刚才我们就该去吃的。祝建军板着脸，祝长荣瞪大眼睛。我们家少你吃的了咋的？王月顿时就不说话了。祝家人都有毛病吧，都宝贝一个赔钱货，我们都吃着红薯就咸菜，
晴雅的碗里有肉，还有俩鸡蛋在饭底。不过很快这个赔钱货就会被扫地出门了，以后就不用受这气了。妈，晴雅马上就要出嫁了，我和美美商量着要送她点啥。送点啥都是你们的心意，我不过问。我想送晴雅点布料，家里的布票能不能给我点？有布票到底能便宜些。大嫂，你要布票，我那里还有点。田美美心直口快，王月使劲瞪了她一眼。我尼玛，这田美美，我不就是想要唐梅手里的那点粮票布票，这都看不出来吗？真是活该她在祝家过苦日子。那不行，我那点布票是留着给晴雅做嫁妆的。妈，可是不拿布票真的很贵。祝长荣瞪大眼看着王月，一双眼像是要吃人。觉得贵，你自己想办法。都说了是给晴雅的嫁妆了，晴雅的嫁妆谁也别想动。王月听见这话，咣就丢了手里的筷子回屋了。祝建军和唐梅一脸不悦，凭什么一个小姑子出嫁就要带走家里所有的好东西，能抠出来一点是一点？这道理长荣都不懂吗？王月当我是傻子吗？他那点心思我一清二楚，只是不想戳穿他罢了。爹妈，刚才王月那些话你们就当没听到，你们该给晴雅的都给晴雅，不用考虑别的。田美美在一旁倒是没什么反应，她不嫉妒只是羡慕。以后和晴雅一个个的吃饭的日子都少了，不过好在家里不远，都在隔壁。我们那几天吃现成打份工，给晴雅买被子，多多的买。祝晴雅看大家都这样殷切的为自己说话，眼睛都红了，哽咽着饭也吃不下了。距离结婚也没几天了，何家是不是该请媒人来提亲了？结婚没有媒人可不像话。你不说我都忘了，河东这小子还没上门提亲的意思，我倒是把家里的那头猪先给他说了。长荣，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没跟河东提，三转一响也还没买回来，你不是说河东已经凑够钱了吗？不会是要变卦吧？我知道那货有钱，但我也搞不懂啊，只是总感觉河东没有当初买缝纫机时的热情了，应该不能变卦吧？拿着红薯，祝长荣就到院子里了，一脸愁容，转眼又看到现在河东又是买缝纫机，又是修房屋的，这又养了2头猪，每天手里几百块钱进进出出的，真是出息的有钱了。河东，我听说你还没结婚呢吧？我家女儿长得可不比祝晴雅差，但明儿你看看吧。河东没松口，却也没说啥，沉默不语。祝长荣这边双手紧攥着，发出咯咯的脆响。我操，这河东要是敢负了晴雅，我给他干活这笔账可得跟他算清楚，狗腿给他打断了。这河东长得人模狗样的，可是不讲武德啊！该说话的时候嘴巴里塞牛毛了，反正他要是敢做负心汉，我一牛蹄子踹飞他。忙碌了2个小时的何师傅做好了4菜1汤，都是河东的拿手好菜，烤鸡、红烧鲤鱼、肉包子、麻婆豆腐和一盆鸡蛋汤，还有一盘水果。这时候众人已经在院子里坐齐了。好香啊！瞧你那样，跟没吃过似的。张桂平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方兰小声嘀咕道：凶什么凶，本来就没怎么吃过吗？河东这时盛好饭也来院子里了。我们开饭吧，大家尝尝我的手艺。众人吃的差不多了，扭头只见何大成一脸严肃，原来是来之前和魏家吵了一架，闹得甚是难看，引来围观。说起来也是你小子太招摇了，老魏今天跟我说要把他家女儿嫁给你，就知道那天魏家婶子跟我说那句话没安好心，我没理他，他们竟然找爹说。爹，魏家这人品实在是糟糕，不来往就不来往了。这魏家当我们何家什么人了？你和祝家丫头都那样，说不要就不要，以后人家还怎么在上河村做人？这混账东西怎么开得了口的？那祝家丫头比魏家丫头好多了，至少祝家父母比魏家强得多。明儿我们就带着媒人去提亲，把这事定下来，看谁还敢说要把自己家的女儿嫁给你。何大成着实是被气到了，河东其实也是这样想的，是该把婚事定下来了。虽说是已经有过夫妻之事，应该有的礼节不能少。后天吧，后天一早我们就去。明天吧，这事还是要早点定下来。爹，总要让我去买几串鞭炮回来吧。既然要让人知道，就让他们好好听一听响声才行。有理，那依你话说，你这小子手艺什么时候这么好了？张桂平也是一脸不解，河东知道他们是起疑了。爹妈，我认识个在国营饭店做厨师的朋友，跟他学了2招，等有机会儿子想开家饭店，你们给我试试菜，觉得不好的就说出来，我改良改良。自己孩子有什么事情，做父母的就该帮忙，可我却没得帮。哎，我们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你这菜我们怕是帮不到你。张桂平突然忧心忡忡起来，觉得心里难受。妈，这话就已经在帮我了。饭店开着，谁都能去吃，你们说好吃就已经能够代表很多人。河东说完，张桂平一时间愁容尽散。何大成一旁看着河东，也是露出刮目相看的表情。第二天，河东早上一开门就看到祝长荣、何贵已经坐在牛车上了。看到河东出来，2人牵着牛进去装蘑菇了。没多久，2人就装完了。这2人一个是我哥，另一个也是我哥，干活根本不让我操心。我先去了。祝长荣一早上就说了这4个字，也没有表情。说完就赶着牛车出去了。长荣大哥好像哪里有点古怪，但又说不上来。河东只得坐上了何贵的牛车也出发了。路上遇到早起的村民。河东，去县城呢，帮我捎点东西呗，我可是一早就等着你呢。钱婶，你就说你想吃啥，我拿本子都记着。不过还是老规矩，2毛钱路费啊。
不就2毛钱吗？省得有的。因为我家最近可没少挣钱呢，我家那口子想吃点肉，还想喝点酒，你看得给买点。钱婶当即掏出来路费，河东接过来钱又记下来。钱婶，没问题，那我们就赶紧走了。等河东到了国营饭店门口的时候，就见阿烈已经在门口了。哟，何哥，你终于舍得花钱多请个人了。这是我亲大哥何贵。大哥好。何贵点点头，算是应下了。这何贵跟祝长荣一样啊，都是不爱说话的，都不像河东那小子会来事。何哥，这2天再多送一些过来吧。我师傅说后天他要用大东风送一车去市里，市里不少饭店等着这个呢，你多来几趟吧。行，你看你这边还差多少？6000斤。6000斤得3天才能凑齐。阿烈说2天时间，人力物力上都是不够的，就是这有钱不赚不是王八蛋吗？就2天是吧？自然越快越好。另外野味你也多送来点，我们都收。野味我可是家养的，别打我的主意。你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是你先别出发啊。河东点了点头，祝长荣和何贵在一旁都听到了。阿烈看都不是外人才敢直说的。今天一定是我的幸运日吧？上赶着有人送钱来，那感情好。蘑菇的话就6000斤的量，我这2天就多来送几趟。不过以后我这俩哥哥过来也是一样的。怎么？何哥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家里给说了一门亲事，让上门提亲呢。这好事啊，我马上要有嫂子了。何哥这么优秀，对方不可能不答应。到时候我请你和周哥喝喜酒。阿烈乐呵呵的点了点头，然后将蘑菇过秤结算，最后到手的钱有6000块，除去成本也还有3000上下。结束后，大哥，等下。河东叫的一声大哥，惹得祝长荣和何贵都扭头看过来。河东这才发现这声大哥把他们俩整得有点懵。来了，老弟，你到底叫我们仨谁呢？长荣哥，回去我坐你的车。又看向何贵道：哥，你在后面跟着我和长荣哥。等下，来了，老弟，你到底叫我们仨谁呢？长荣哥，我坐你的车。大哥，你跟着我和长荣哥。随后河东上了祝长荣的牛车，到了小卖部门口，让祝长荣停车。何哥，你可来了，自行车票、工业券我都已经给你搞来了。河东看了一眼，把剩下的15块钱给了猪狗蛋，然后接过来东西放进口袋里。以后有需要还来找我。河东点头应下。长荣大哥，我们直奔百货大楼去。祝长荣一直阴着的脸色这时候缓和了不少。这小子终于是想起来，3转一响还没买齐了。好，坐稳了，我要起飞了。不是把我当马就是当火箭，他喵的我开疾跑也没那么快啊！我不是人，但你们是真的狗啊！快到百货大楼的时候，何贵停下了。我留下来看这2辆牛车吧，里面的东西看得起又买不起，不必进去了。河东没有强求，和祝长荣走向百货大楼。长荣哥，这次我们先说好，一会儿让商场的人给我们办，咱们享受一下顾客是上帝的感觉。上帝什么的我不懂，但是我知道你又要开始装逼了。售货员看到是河东和祝长荣，对2人印象很深，赶紧上前迎接。这俩二货，不是我的财神爷又来了，难道是还要买缝纫机？河东没理会，走向自行车的位置，看好后直接付了钱，选的是最好的永久牌，188块，又去买了收音机158，手表168，就图个吉利了，都要带8的。不过这些都买最好的也不是很贵啊。对了，长荣哥，秦雅的手腕大小你知道吗？祝长荣比划了一下，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见状，河东对售货员说：“那就给我拿个最好的女士款，如果戴着不合适不舒服，可以来退换吧。”放心，可以的。河东接过发票和东西，将收音机、手表给了祝长荣拿着，在前面给开28大杠的2人带路。何贵看着放在自己牛车上崭新的28大杠，很是意外。这种28大杠农村还不常见，现在竟然抬上了自己的车，我不会是在做梦吧？哥，现在日头大了，你要不先回去吧？我和长荣哥去供销社买点东西给乡亲们带回去。我到前面等你们一起走，路口那有棵大树，正好挡住太阳，我一个人走不合适。河东点了点头，然后和祝长荣赶牛车去供销社。长荣大哥早上一直冷冰冰的，这会脸上终于有了笑。刚才买收音机28大杠都没多高兴，就买手表的时候问了秦雅手的大小，长荣大哥就高兴了，真是可爱呢。长荣哥，明天一早我可要去你家提亲，这见面礼是不是都得有一份？河东现在是个小土豪了，又不小气，而且魏家的女儿河东也没看上呢。买，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买，多多的买，我要小母牛。河东买好村民交代的东西和爆竹后，又选了不少见面礼，坐上了祝长荣的牛车，何贵也在后面跟着往上河村行驶。这次低调点吧，用布盖着先不打开了，免得又有人看着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妹妹。河东3人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时分。钱婶看到河东，立刻起身迎上去，拿了早上托河东买的东西给了钱。哟，何贵，你这牛车上拉的什么？包裹的这么严实？何贵只是赶着牛车，并不言语，因为河东交代过，包裹严实，别让人看见。切，这何贵咋不说话呢？钱婶纳闷的厉害，不过想到何贵本身话就少，也就不奇怪。祝长荣这边看起来心情大好，坐稳扶好了，老子数到3，出发。吴鱼子又来，给你一个大白眼。长荣大哥，你慢点，颠得我发型乱了。何大成在院子里坐着抽烟，看到自家俩4脚神兽赶着牛车进门，车上放着偌大的物件。大蛋，你拉着是啥？这么大个东西，你猜是东子买的吗？你再猜。见何贵神神叨叨的，何大成忍不住伸手去掀上面的红布。何贵按住何大成的手，暗示他门口来来往往那么多的人。
我的好大儿啊，可急死老子了！我已经按耐不住我体内的洪荒之力了。没办法，何大成只得不甘心的缩回来手，转身又看到河东和祝长荣也进来了，两只手都没闲着，拎着不少东西。怎么今天买这么多东西？二蛋，你现在虽说是挣了钱，也架不住你大手大脚的造啊！切，真的是大无语。爹，你忘了明天是什么日子吗？咋的？你要我空着手去见你未来儿媳妇？何大成一听想起来了，咧着嘴笑。是，我老糊涂了，当然不能空着手去。不过你那3转一响怎么说？还有爆竹呢。河东得意的指了指牛车。我办事您放心，也不看我是谁家儿子。我说大蛋怎么神神叨叨的？那等天黑再把东西搬进来。河东点头应下。张桂平那边已经做好了午饭，来叫他们过去吃。长荣大哥，留下来干饭吧。我走了。吃过饭后，河东回到了自家院子，看了看收的蘑菇。1200斤比昨天早上还少了100多斤，到晚上顶多就2000斤左右，明天搞不好还会更少。想到这，河东出门去了祝家，叫住长荣出来。长荣大哥，下午有事没有？我们出去一趟。这货现在当我是专属车夫了，不过我竟无法反驳。好，我回去说一声就走。祝长荣进屋，河东在门口等。长荣，河东又来找你干嘛？你一直跟着他进进出出的，他就没想着给你分点钱吗？你怎么这么多话？多读书少八卦，喝你的茶吧，吃什么瓜呀？祝长荣说完就出去了。王月气得直跺脚。长荣一直做无用功，钱没有饭也不管，还得回来吃，关键还干得那么起劲，都是因为晴雅那个赔钱货。晴雅，你和河东马上要结婚了，他不是说过要给3转一响做彩礼吗？现在都准备的怎么样了？不会就一台缝纫机了吧？这事你问大哥不是更好？他俩天天黏在一起。这不刚才没来得及问吗？不过听说河东明天就要来提亲呢。爹，你们就不担心没有他说的3转一响吗？之前那么说可能就是在骗我们呢。你话怎么这么密呢？有没有3转一响，晴雅都嫁定了，你操什么心？祝建军起身出去了，心里不得劲皱着眉头。祝晴雅的脸色也极其难看，王月则偷笑着。骂我归骂我，反正河东要是没有准备3转一响，你们早晚都得哭。大嫂，现在一家人都在为晴雅结婚的事情高兴，你说你干嘛非要说他们不爱听呢？你懂什么？吃你的包子吧。王月不想理会田美美，自认为自己比田美美聪明多了，也拿了一个包子吃起来。另一边，河东特意交代祝长荣去远一点的村庄，到了唐家村。这2天蘑菇必须凑齐6000斤，现在唐家村还没有上次去买的蘑菇，应该能收回来更多。刚进村，河东看到一大爷在村口坐着，立马叫喊起来，吸引注意力。收蘑菇咯，收蘑菇，6毛1斤收蘑菇。牛车上了，你喊了啥？什么蘑菇？大爷，我收蘑菇。收什么？什么6毛？大爷，收蘑菇1斤6毛。啥？你说了都是啥？那我听到了什么？这，你们真是把废话文学运用的淋漓尽致啊！我操，给爷看笑了。河东想来是大爷耳聋，凑到跟前说：“就是山上那种能吃的蘑菇，无毒的。那蘑菇我吃过，做起来难吃死了，6毛1斤，你认真来。大爷，您看，要不您先去摘1斤来卖给我，看是不是真的？你说了轻松，要是我摘回来，你人走了，我不是白忙活，还不如守着自己的地图个收成。呵呵，你大爷还是你大爷，把我当成割韭菜的。今儿你敢摘，我就敢等着您。这小子这么说，倘若我不去，不就是怕他了吗？而且6毛1斤也不老少钱了。大家伙，你们可得帮我看着他，别让他跑了。这人看着眼生，一定是别的村来了，跑了我可找不着他，可不敢叫他巧了。好，我们看着，一只苍蝇都别想飞出去。小伙子，你要敢骗我们，我们整个唐家村都不会放过你。等待的时间总是无聊的，眼见大爷上山了，河东靠在牛车上，准备眯会儿眼睛。好晒啊，找个阴凉的地方等吧。哎，咋的想趁我们不注意就跑啊？停下来，停！哎，咋的想趁我们不注意就跑啊？停下来，停下来！我不跑，我又不傻，只是想到前面阴凉处而已。你们干掉毛啊！待在这，万一中暑了，你们管送吗？我的妈呀，你终于机灵了！俺老牛还穿着皮毛一体的大衣呢。小伙听后松了一口气，放下手中的木棍，任由祝长荣赶着牛车到大树底下。众人还时不时的就抬头看一眼两人的方向。要真是1斤蘑菇能卖6毛钱，我们都气干。众人也附和着点点头。大爷那边没多久就摘了1斤左右的蘑菇回来了。大爷，这么快就摘了1斤蘑菇了？那可不，我狠起来我自己都害怕。河东听到动静后，赶紧和祝长荣赶过来，拿出秤和尼龙袋给蘑菇过秤。大爷，1斤2两，我给您7毛2分。接过钱，大爷一脸的不可置信。要是早知道这破蘑菇能换钱，我现在都已经是唐家村首富了。哎呀，我恨呐！此时大爷边拍大腿边回头看向村民，可是毛都没有，只看到4、5道身影跑得飞快奔向山里。靠，上次这么无语还是在上次，都是一个村了，你们都跑了，显了我好歹呀！小伙子，你要是不走，我回去拿尼龙袋多摘点来卖给你。大爷，我这有袋子，您先拿着用，不到天黑我不会走出唐家村。那我就不客气了。河东点了点头，又让祝长荣赶车，在唐家村里吆喝了一个变响的越多人听见越好。
傍晚时分牛车上就装满了，有个2000斤左右。乡亲们，我这车实在装不下了，这样你们以后就去上河村找河东家去卖，有多少有多少。河东家，河东是谁？河东指了指自己。河东我们都听说过，原来你就是那个大佬啊！不过这蘑菇可不好放啊，我那有牛车，你要装不完，我帮你送过去吧。行，但是上河村离这挺远的，你明天送过去，我给你3块钱工钱，怎么样？村民点头应下来。河东祝长荣就往上河村走了。半路上，黑夜中突然窜出2道人影，挡住牛车，给祝长荣吓了一跳，以为是要抢劫。我去，你们想干什么？差不多坑他点钱得了，别打我的主意啊！我有主角光环。2人并未理会祝长荣，只是走向河东，拿过几个尼龙袋给河东看。我叫蒋赖，不是无赖的赖，而是赖皮狗的赖。旁边这个是我保镖，我们想跟你谈笔买卖，像这些东西我们还有很多。既然是各种各样的野味，那他们一定知道我是谁了。开个价，我和某人考虑考虑。我收来的卖给你，你每斤再多给我2毛。行，成交。几人将所有野味装车后，河东给蒋赖结了300多块。这笼子明天中午你去我那里拿吧，我们带的尼龙袋都用完了。不急，我俩就投靠你了，去你那儿的机会多着呢。交代完之后，眼见天色已晚，2人赶紧往家中赶。祝家这边，王月在门口翘首以盼，唐梅和祝建军也在院子里等着祝长荣回来。长荣一向有分寸，肯定不会出什么事，我去门口看看。祝建军说着就往门口走去。这河东带长荣去哪了？天天起早贪黑的，这么晚了还不回来？爹，不是我说，这些天长荣一直跟着河东没日没夜的，河东现在听说是赚了大钱了，但是长荣这些天帮着采蘑菇也不能全白干啊。祝建军听到这话一脸无奈，转身就往村口去了。王月眼见祝建军不理会他，又去院里找唐梅。妈，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吃穿用都要花钱，我跟河东要钱真不是为了我自己。王月啊王月，你当然不是为了自己，不过你做的那些事情真就以为我不知道吗？妈，我王月行得正坐得端，我做什么了？粮票布票都拿去给你兄弟，自己儿子穿的却是破烂衣裳，要不是我给做的2套，现在都要光腚了。有你这样当妈的吗？啥也不是。芭比 Q 了，我做的那些事唐梅竟然都知道。别人小姑子出嫁，高高兴兴的准备嫁妆，就你天天在这要钱要票，你要花在自己和我儿孙身上我也认了，可你只管往娘家拿。还不是怪河东不主动过来送点钱，长荣也是个冤大头。要我说，孙子留下，你回娘家过得了，我们祝家不养你这样吃里扒外的。听到这话，王月正在当场低头落下泪来，哽咽着说：妈，孩子还是交给我吧，我去带。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就这都还要回屋，但是孩子又还小，哎。河东祝长荣2人终于到了村口了，2人老远就望见了村口何贵和祝建军的身影。大哥，是我。爹，是我。何贵和祝建军听到声音后，确定是2人回来了，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大哥，祝叔都回去吧。河东让祝建军坐上牛车，自己跟何贵一路走回去。明天你要去祝家提亲，今晚就早点睡。虽说现在蘑菇还没够熟，但是我也得让周哥和阿烈看到我在努力。大哥我知道，不过早上你还得跟我和长荣哥去趟县城，提亲怎么着也要到中午了。服了你了，算我倒霉。当晚，河东整夜都是抓着钱睡的，生怕一不小心就一穷二白了。次日一早，河东就和祝长荣、何贵3人朝县城驶去。到了国营饭店门口，一辆蓝色的大东风停在那里。好多年没见过这车了，这周哥家里是有地。随后几人一起卸车过秤结算，阿烈拿出来一大摞钱。何哥，总共6835块8毛。河东接过大团结分给何贵和祝长荣，河东笑道：2位大哥得好好数数。趁2位哥哥奋力数钱时，河东偷偷从兜里掏出10张大团结递给阿烈，小声说：别让他们知道，他们小气。这，何哥，那我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跟这样的人做生意可真得劲啊！河东这小子是真会来事，又能买不少辣条了。对着呢，是那个数。我的也对，那就走。这次河东坐上了何贵的牛车，祝长荣在后面跟着，几人往上河村行驶。大哥，你瞧着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新皮肤啊？身上的衣裳虽说是干净，但也是旧的，上门提亲总要体面点，你说呢？不用买，妈给你做的有。当年我去方兰家提亲，咱妈也给我做了新衣裳。大哥，你不会是骗我的吧？要是今天秦雅和我岳父不高兴，我可赖你。你说的是你自己吧？何家能骗人的也只有你吧？气氛好尴尬呀！我知道大哥说有那就肯定有，我不过就是想跟大哥多说几句话，不过分吧？你好自为之。2人一路说着，回到了上河村。方兰这边一直忙碌了一上午，又去割了猪草，喂了2头小可爱。奇怪，今天卖完蘑菇的人怎么都不走，都围在祝家门口唧唧歪歪什么？妈，你去瞧瞧祝家出啥事了。张桂平听到方兰的呼喊，赶紧走出屋子。好，我去看看这些现眼包在弄啥。张桂平走到人群，听着他们言语。这祝晴雅真是好福气，之前没人愿意嫁给河东，可现在村里可是不少人想着把女儿嫁给河东呢。你们觉得祝家人说的是真的吗？河东真的要拿3转1响给祝晴雅做彩礼？
说是那么说，谁知道到底有没有？我刚才看了河东家院子，这人还没回来呢，今天上不上门都还不知道吧？魏家的，我可听说你想把你家魏霞嫁给河东，我看你是巴不得河东不上门吧？魏婶当即脸色就不好看了，怕朱家人听不到，故意提高音量道：“瞎说什么？我家小霞可不跟某些人一样打了扑克逼着人娶她，也不知道祝家是怎么教女儿的。”这时唐梅怒气冲冲的出来了，魏婶见唐梅面容凶狠就要跑，唐梅一把抓住魏婶，两人打起来，但没人敢上去拉架。这大好的日子，唐梅竟然跟人打起来了。不过教训教训她也好，那女的嘴也太臭了。唐梅打擂停手后，魏婶坐得不起哭起来。哎呀，我不回来呀！唐梅，你欺负人是不是？敢说我女儿坏话，别说我家男人也饶不了你。你再逼逼我进去叫人了，就是人多势众了怎么的吧？王月听到动静走出来，听见自己婆婆说这话，大声说：“妈，今天这么好的日子，你这是干嘛呀？也不怕让人看笑话？”唐梅听到后，直接给了王月一巴掌。他妈的，你可真是个白眼狼啊！老娘心疼自己女儿，不怕别人笑话，倒是你祝家儿媳妇帮着外人说话。王月，你快给我家住吧！魏家的，赶紧从我家门口离开，否则……王月委屈的哭了起来，呆呆的在门口站着，走也不是，回也不是。倒是魏家的吓得一屁股从地上爬起来跑了。陶妹，你也别生气，魏家也就那样。不过今天河东是要来你们家提亲的吧？那是当然，大家也都别在这里站着了，日头大都进来吧。不是要看吗？那就大大方方的看个够。几人见唐梅这样也不想惹事就走了。张桂平也回到院子。这时河东、何贵、祝长荣三人也到门口了。河东突然给何贵递过去一只黑色簪子。大哥，你送给嫂子。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直接送给你嫂子？我这大哥也就是这年代能娶上媳妇啊，情商是真的低，不过还好我情商高。大哥，媳妇哄好了生活才能好。你这小子竟然懂这个。河东笑了笑，拉过何贵的手，把簪子放在他手里就走了，高兴的进屋去找张桂平。妈，大哥说你给我做的新衣裳，快拿出来让我试试，我待会儿可是要去办大事了。河东换上后看着贼精神，虽说是中规中矩的衣裳，但是料子却也是很好的。上一世总觉得老土比不得西装，现在只觉得心里滚烫滚烫的。妈做的衣服上面有妈妈的味道，真不错。我儿子长得不错，穿上像样的衣裳更不错。那也不看看我妈是谁？慧生。对了，我爹呢？怎么也不见他人？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他总要告诉你爷爷奶奶。订婚当天，男主竟然跑了，这是咋了？总不能是冬子要悔婚吧？河东，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真不错，我儿子长得不错，穿上像样的衣裳更不错。那也不看看我妈是谁？慧生。对了，我爹呢？怎么也不见他人？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他总要告诉你爷奶一声。爷爷奶奶打小就偏爱大伯一家，见爹却总是脸色难看，爹这一去估计少不了看脸色。妈，我去瞧瞧。何大田的院子里，何建国、沈大翠、何大田、何大成各自坐在一方。河东此时也到了。爹，我来了。何大成低头抽着烟，没想到河东会来，明显愣了一下。河东一看就是谈得不愉快了。二蛋，你咋来了？我回来了，见你没在家，妈说你在这，我就来看看。爷爷、奶奶、大伯。河东依次叫了人，何建国、沈大翠阴着脸都没啥反应，就和大田点头虚应了一声。爹，我要去祝家提亲的事情您说好了吗？时间不早了，我还想着早点去呢。这小子一点眼力见都没有，没见他爷奶不高兴呢。你爷奶说这门亲事不好。爷爷奶奶为什么觉得不好？清雅长得清秀可人，还识文断字，十里八乡的哪家不想娶来做媳妇？我呸，他那叫好，好人家的女儿会夜里钻男人的被窝睡一宿。奶奶，你这话可千万别往外说，是我先看上了清雅，那天晚上又故意喝醉然后才……那也不能要，婚前实真是大过，进了门要出事情呢。沈大翠看河东没什么反应，又看向何大成。大成，你是我儿子，我才这么说的，你媳妇儿真不能要。面前的人再不好也是生我养我的爹妈，这气氛我不敢说话啊。何大成压力是有的，但没敢说话，倒是河东脸色严肃了起来。事情都发生了，奶奶的意思该怎么办？不管他，由着去。这种不知检点的女人，不知道跟过多少男人。我是他第一个。河东嗓门大了，老太太吃了一惊，抬手就要用手里的拐杖打河东，却发现离得太远。大成子，这就是你给我养的好孙呐。二蛋，这是你亲奶奶，你给我收敛点。奶奶，您可有想过后果？爷爷你呢？反正你浪荡惯了，要什么后果啊？话能够乱说，媳妇不能随便娶，即便你不愿意上河村，也没什么说的。几个子孙里，我最瞧不上的就是河东这崽子了。即便听村民对河东的好话从未动过，我却是一个字都不相信。河东冷冷地笑了一声。您是觉得我浪荡惯了，不必要什么名声？可是我们何家呢？说我丢脸的是你们，现在让我丢脸的也是你们。爷爷奶奶这样倒是让我不知道怎么做人了。你说的什么混账话？你这些年的浪荡难道是你爷奶教的？大成，你这儿子是真养的不像样，哪有这样跟长辈说话的没大没小？大伯没事，还是好好关心关心我那两个哥哥是不是真的在县城考大学吧。上一世我那两个哥哥可是像哈巴狗似的找我给他们擦屁股。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可别胡言乱语。河东并未理会何大田，转头对着何大成说：
爹，走吧，时间不早了，祝家该等急了。大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当妈的吗？二蛋，你好好说话。爹，当初分家东西全给了我大伯，您啥也没有，连我和我哥都难养活，还有我那个小妹。如果当初爷奶能够给我们2块钱，病也就看好了，不至于死在那个雨夜里。那时大成和桂平抱着女儿半夜来找我借钱看病，2块钱我是有的，但我就是不想给。没想到那个赔钱货那么命薄。大成，这都是你教的吧？你自己不敢说，现在让河东说给我听，你还记得那事？那能怪我吗？何大成想到那件往事，痛心疾首，什么也没说，起身就走了。何东紧跟着何大成。爹，以后咱们就过咱们的日子。二蛋，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你亲爷奶，给长辈的尊重还是要有，但也要看是什么样的长辈。本来想着让你大伯家的俩儿子帮忙抬点东西去祝家的，现在看来是不成了。哎，爹，现在我那来来往往都对咱们热情的很，找人帮个忙还不容易吗？说的对，咱们找别人，什么亲戚不亲戚的不稀罕了。何东到了自家院子，见胡媒婆已经在院子里等候了。何大成把盖着布的3转一响掀开，露出了真容。哟，这是收音机、手表还有自行车，看来我听说的都是真的啊！你真的准备了3转一响去跟祝家提亲？听说婶子听谁说的？祝家媳妇王月啊，不过他说的还不太一样，说的是说的好听，要给他们亲啊3转一响做彩礼，但其实都买了一台缝纫机。呵呵，格局小了吗？不是。大成哥，不是我说，这拉着3转一响上门提亲的，你家东子绝对是上河村第一人。河东看时间不早了，赶紧叫来几人抬着几大件出去。何贵也在门口放炮。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祝家也是一院子的人，亲戚都来了。田美美激动地跑到祝晴雅的房间，看到了，我看到了，晴雅，河东真的送了3转一响来提亲。我本来就想好嫁给他了，哪怕只有一台缝纫机，哪知道他真的说话算话，送来了3转一响。晴雅，你现在心情是不是特别好？那3转一响，整个上河村都还没有人拿着出过彩礼。祝晴雅嘴角扬起笑意来，听着外面嘈杂的声音，她心情是好的，但没有回答。另一边，胡媒婆带着河东走流程。河东，赶紧来叫岳父。岳父，爹。哎，我的好女婿，那些说河东就给一台缝纫机做彩礼，都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的草原，我的马。祝建军笑容满面，虽说早就叫过，但今天河东叫的格外甜。现在堂屋里不但有3转一响，还有数不清的糖和888的礼金。建军哥，你真是好福气啊！你是又给彩礼是大件，还给爸爸这么吉利的礼金，说出去都是上河村的骄傲啊！田美美跑来跑去，时不时的就向祝晴雅提供情报。晴雅，我刚才又出去看了，河东不但给了3转一响，还有888的礼金。即便我没有结婚的经历，却也听说过这个数字真的不老少了。我知道了，二嫂，你也歇会儿喝口茶。我勒个乖乖，吃过那么多喜酒，愣是没听说过又是3转一响，又是888的礼金了。祝家做女婿客气，真客气。说到底还是晴雅有福气啊，能找到这样的如意郎君。既然都交换了跟帖了，那让他们小两口见见面，两家人选个黄道吉日，让他们把婚结了吧。我可没意见，王月，你去叫晴雅出来。好的，爹。王月属实是没想到，边走边暴露。没想到今天河东真的会抬着3转一响来，还拿了888这么多礼金来提亲，我的脸岂不是都被打肿了？哎呀！胡媒婆让祝晴雅来堂屋里后，祝晴雅也是这时候才敢看了眼河东。今天她穿了崭新的中山装，显得稳重了很多。那头发油光水滑的是抹了头油吧？不过她额头上怎么有汗？她是在紧张吗？河东注意到祝晴雅在看着自己，就朝祝晴雅看去。祝晴雅瞧见河东的目光朝自己看过来，赶紧低下头，一颗心小鹿乱撞，怕被他发现了。东子，你这是咋了？额头上出这么多的汗？河东紧张的呼吸急促，不知道怎么回答，便起身往外走，透气。出来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这一世虽说我的恐女症好了很多，但是看着面前此情此景，总觉得像是梦境一样。这是咋了？总不能是东子要悔婚吧？祝建军听到这话，刚放下去的心又悬了起来。说到挑结婚的日子，河东就不说话了，脸色难看还往外走，难道他不愿意了，想悔婚了？何大成冷着脸，张桂平在一旁也是摸了一把冷。逆子，他敢！这河东要是敢反悔，我反手抓起锄头就干他！祝长荣立马起身到院子找河东。河东，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你后悔了？长荣大哥，我要和晴雅结婚，越快越好。祝长荣看着眼神坚定的河东，终于是松了一口气。既然不是要悔婚，你跑出来做什么？冷，出来晒晒暖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你说你是不是紧张了？河东没有回答，尴尬的笑了笑，和祝长荣往屋里走去。见状，一屋子的人都松了口气，其乐融融的商量结婚的事情。我是想早点把晴雅娶回家的，但房子还没完全修好，需要4、5天的缓冲时间。那就定在6天后吧，越快越好。河东，你要是敢对晴雅不好，老娘可饶不了你。放心吧妈，我们两家就隔了一堵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而且晴雅从小都被捧在手心里，我也会好好呵护的。祝晴雅在一旁看着河东微微红了眼，转眼又叹息。何贵在门口又放了一顿报复，这是在告诉外面的人亲事谈成。祝家这女儿果然还是个有福气了。那可不，跟着东子以后享不完的福，这祝家也要跟着过上好。订婚当天，男主竟然跑了，这是咋了？总不能是东子要悔婚吧？
河东，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我是想早点把秦雅娶回家的，但房子还没完全修好，需要4、5天的缓冲时间。那就定在6天后吧，越快越好。吃过饭后，下午河东、何贵、祝长荣就到了国营饭店。何哥，你可来了，你再来晚一点，这大东风就上路了。上午忙着办正事，因为着急出发，4人赶紧帮着一起装上车，看着大东风离开给他了。阿烈递给河东一个纸袋装着现金。2位大哥，我数过了，你们再数一遍。何哥，你以前都不这样啊，怎么不信任我了？这不是在调教他们吗？庄稼人都没有赚钱的动力，我这不刺激刺激？懂了，何哥，你要是我亲哥就好了。你的福报还在后面嘞。虽然不知道真假，但这话我爱听。3人从国营饭店出来，河东提议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带回去。昨天还有不少吃剩下的菜，今天我就不用买了。家里啥也不缺。河东从供销社出来，递给在牛车上的祝长荣、何贵1人1瓶汽水。长荣哥，大哥，喝瓶汽水。费这个钱干啥？为了一上午，还不犒劳自己。哥，咱们有钱了就要对自己好点。刚好口渴难耐了，我一口劝完。你们2个最近都有什么想法没有？河东说完，祝长荣、何贵就想到了昨天河东让自己保管的2000块。河东，你现在可得自己拿着了，我真的保管不了这个，都没怎么敢闭眼。说让我保管，哪知道这一保管就是2天，害得我都没敢洗澡，更不敢上床睡觉，就怕让王月发现了。长荣说的对，你拿回去自己管着。这么多钱在身上是真的睡不好觉，跟背着炸药似的。我真是服了，你们就没有点野心，想要这些钱？祝长荣、何贵就摇了摇头。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准备开一家饭店，到时候准备把蘑菇和野味交给你们来做，1人负责一项。你们回去后好好想想。河东一口气说了一大堆，何贵和祝长荣才知道，河东不是让他们保管钱，而是在试探他们。现在的饭店只有国营的，你真要开饭店，我怎么帮你？你们负责收蘑菇和野味，就是在帮我，我在给将来价格的基础上多给你3毛。河东又转头看向何贵，大哥你也是，地里的活也不耽误干，算是一举两得。交给外人我到底是不放心。祝长荣、何贵听了河东的话，都点头答应回去。傍晚回到了上河村，秦婶到河东院子。公子，村里都摘不到蘑菇了，外村的山里也看管得严，你还有别的挣钱法子吗？狩猎什么的，我一个女人家真不行，我儿子也还小，不敢进山。秦婶子，要不你带几只竹鼠回去养养？看着河东手里2只黑乎乎的竹鼠，秦婶子愣住了。公子，我在跟你说赚钱的事情，你怎么让我养竹鼠啊？竹鼠养好了就是钱，养不好你就是浪费点力气。您拿回去，我不收你钱。养这东西能挣钱，你确定？前提是要养好了。来我这卖竹鼠的都给到了1块2一斤的价格。公子，我信你了。秦婶接过河东手里的竹鼠，决定带回去养。河东若有所思，马上要结婚了，得谨慎一些。我也不是为了要共同致富，而是养殖业人人都能用来赚钱。假如有人来查的话，整个村子的人都在做，发不发愁？秦婶出门就遇到了二毛妈，说河东这养竹鼠也能挣钱。二毛妈也过来找河东。东子，你这竹鼠还给吗？给，你们要是养活了养好了，将来1块卖给我，比蘑菇还能多挣点。河东的话撂下，村里好多就叫自己家男人行动起来，拿了尼龙袋和叉子就上山抓竹鼠去了。这下子竹鼠肯定也要被抓没了，但是村民天天来问我也收不住啊，能消停一阵是一阵吧。下午河东本来想去县城转，却又腿累下车，只能躺床上发呆。跟秦雅的婚期没几天了，大红喜字要贴，红布也要扯起来，还有喜糖什么的，结婚总得像样。天晴了得赶紧去购置。2天后天晴了，送蘑菇和野味交给何贵和祝长荣去。河东让何贵整个牛车带着全家去县城买结婚用品。几个人从供销社出来，牛车上都被放满了。还真是一群败家的。这结婚不就是要花钱的？东子3转一响都买了，差这点钱吗？现在2蛋出息了，我走起路来都是昂首挺胸的，再也不用低头走路了。何大成不说话了，但嘴角的笑意掩饰不住。路上看到祝家一大家子也赶着牛车来县城，何大成主动打招呼：建军，你们也去县城啊？去买点布料啥的。你们这是去完县城回来了？吃完午饭就出门了，你们要去得快点，这会儿供销社里人多着呢。那你们回，我们赶紧去买了。两亲家说完话，何贵赶着牛车走了。到家后，何家几人把屋子做了一遍大扫除，该布置的都布置好了。乔叔找的人干活是真不错，这房子修就跟新的一样。说到乔叔，突然想到乔叔的儿子乔来不就在工商局吗？要开店，工商局是肯定要去的。明天就要结婚的人了，怎么傻在这了？河东害羞的低下了头，笑了一下就出去了。这一夜河东家的灯就一直这么亮着，何贵和大成就在院子里看着准备好的菜肉鸡鸭，怕有老鼠和红蛇。秦雅还是睡不着吗？不知道去了何家会过什么日子，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二嫂，你那时候嫁给我二哥，有没有像我这样睡不着觉？我前半夜也是那样的，不过后半夜睡错了。怎么睡着的？我一直没把你当外人，你也别笑话我。我跟你不同，大家都疼做你。我那个时候，我爸妈知道你们家给200彩礼，高兴的不得了，根本没问过我愿不愿意。我对自己的未来和伴侣都有过幻想，但怎么幻想也不是河东那样的。然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不过好在你二哥对我不错，从来也不打我，是我。二哥人还是不错的。河东也不错，现在河东4川的首富了，能干又聪明，你以后嫁过去肯定能过好了。过去河东什么样，没有人不清楚。万一现在只是表象呢？还有那天晚上的事情，会不会真像别人说的那样，是被河东算计了？说完，田美美看着祝清雅慢慢睡着了，就没敢说话了，轻手轻脚的走出去，关上了房间的灯。河东重生后，如愿娶到祝清雅，亲大伯却随两馒头。过去河东什么样，没有人不清楚。万一现在只是表象呢？还有那天晚上的事情，会不会真像别人说的那样，是被河东算计了？田美美看着祝清雅睡着了，就没敢说话了，轻手轻脚的走出去。祝建军和唐梅看到田美美出来，松了口气。晴雅睡着了，睡了，弟妈你们也睡吧，明天事情还多做。第二天，河东一早起来就看到院里众人都开始忙碌了。张桂平过来给河东整理衣衫，又听到外面何贵吆喝起来：“二代该准备去迎亲。”好嘞，大哥。爆竹声声响起，祝清雅坐在房间里，也是紧张到不行，身上穿着唐梅一针一线做的红色外套。爆竹响起了，应该是他快到了吧？这时唐梅匆匆忙忙的跑过来：“晴雅，河东已经来了，你也赶紧准备出门。”全家人盼了这么多天，就是盼着我嫁给河东，现在终于实现了。可是我，记住妈跟你说的话，到了何家就好好跟人过日子，要是受了委屈就回来跟我说，你可是有2个哥哥的人。唐梅整理好祝清雅的衣衫后，已经哭成泪人。妈，我会记得的。唐梅点头，又让村子里2个年轻的姑娘送着祝清雅走出了房门。后面唐梅哭着喊起来，祝清雅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回头看着唐梅：“晴雅，你在何家一定要好好的。”妈，您放心吧。院子里爆竹声、说话声混杂在一起的日子，大家看到祝清雅出来时，都是新娘子好漂亮啊！一直都很漂亮，可是祝家的掌上明珠呢？虽说这时候的新娘子没有婚纱头纱，更没有后世那些珠宝衬托，但是又出奇的好看脱俗。河东，你可一定要对我妹妹好，要不然我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放心吧，大哥，我河东一向有情有义，你懂的。一行人从祝家出来往何家走，一路上爆竹都没停。何家院子这边也来了不少人了，负责礼单的已经在统计份子前。意外的是何大典也来了。我说何老大，贺总可是你亲侄子，你瞧瞧这礼单。你个唐老大，你记录就记录你的，怎么还管起人送什么来了？原来是上河村里沾亲带故的来的，都是带了肉，何大田却带了2馒头。这大成家买卖做的红火，又是3转1响，又是888礼金的，有这么多钱，也没想过要孝敬他这个大伯和他爷奶，还想要肉美的他，能来都不错了。爆竹有远近，还是祝家养的好，种活不叫干，太阳不叫晒，多水灵的丫头啊！好看有什么用？唐梅像惯的呢，洗衣做饭都不会，也没见下地干过活。你就看着吧，以后河东有苦日子过。村民们小声嘀咕着。这时候胡媒婆在堂屋里开门，大家纷纷去看热闹。请新郎新娘，晴雅，你往河东身边站下。祝清雅不好意思，就是有过一夜不到的事。最后黄英直接推了把祝清雅，祝清雅毫无准备，直接就撞到河东身上。河东下意识的扶住了她。谢谢你。清雅，别紧。河东不知道祝清雅是被人推，以为祝清雅是太紧张，因为他自己也。这河东和祝清雅站在一起还真是般配。祝清雅温文尔雅，河东也是个男的。胡媒婆突然喊起来，众人都静声安定。亲啊，河东，你们面相祖位，一拜天地。妈之前警告过我说，我要在河东拜了之后再拜，可是河东怎么不动？是刚才都没听到吗？河东拜天地。祝清雅小声的提醒河东，河东还是一脸懵。祝清雅想着他是没听清楚，又提高音量，一拜天地。你说什么？再大声点。一拜天地呀，拜天地。祝清雅急了，声音就有点大，结果在场人都听到了。祝清雅尴尬的一张脸红，河东笑，他刚才是故意。随后2人又转头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花瓣洒落下来，落在河东和祝清雅，2人在众人的簇拥下入席。王莹和宋玉陪着祝清雅。东子，你爹刚才说你爷奶还真的没来，你爹的意思是让你和他再去请请。爹在哪？门口等着呢。河东直接去了门口，看到何大成抽着烟吞云吐雾，发着愁呢。那天在大哥闹我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听说妈病了我也没去看，估计是被我气的。不过何荣已经走了很久了，活着的人还是要活。爹，不是我要说爷奶坏话，而是如果是您的话，知道自己儿子要娶不能娶的女人，您会急得立刻找上门阻止，还是等到要上门提亲了才跳出来说不行呢？二蛋，你现在说话都会拐弯抹角了，这分明不是让我选不选择的意思。我是可以陪爹去这一趟，但是人的真心和假意，爹你也要分得清啊。何大成无奈的看了眼河东，2人还是随行去了。何大田的院子里，沈大翠和建国唐对之就在院子里不满了。听听这爆竹声，从早上到现在就没停过。大成家的小子现在是真的挣钱了，就是没想到要孝敬我和你，从小到大怨打怨骂的何大成竟然变得这样叛逆。说你病了他也不来瞧一眼，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也没来一趟的意思，这是心里为咱们俩人啊。妈，我听说东子打小就是个混账，人家地里帮着干活，他山上掏鸟蛋抓兔子，不管家人的死活。要不怎么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谈话间，唐桂枝听到了何大成、何东说话的声音，知道两人来了，赶紧去搀扶沈大翠进屋。妈，咱对外都说您病了，得赶紧进屋躺着。唐桂枝扶着沈大翠进了屋，何建国也紧跟了进去，说是要延长期。你说说，你养的什么好儿子？让我躺床上下都下不来，干脆让我病死了算了。我这没良心的儿子，孙子结婚都不来叫一声，这些年我的血白养活了。沈大翠哀嚎着，一脸的绝望和伤心，看着进来的何大成、何东。妈，我这不是来了吗？这2天是忙着二蛋结婚的事，我不是故意不来的。你儿子结婚重要，我这当妈的死了也没什么要紧，不用你看，走吧，走吧。妈，您别这么想。爹叫我妈，你哪里把我当妈了？爹，您劝劝妈吧，我这真不是。该说的没少说，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何大成慌了，何建国却起身去院里。爹，我看奶奶现在是真的病得很重，婚礼的事情去不成就不去了，反正大伯已经去了，他能代表爷奶。你说谁去了？沈大翠瞪大了一双死鱼眼，不相信何大成去了。何东怕他听不清，故意提高音量道：“大伯，我大伯去了。”沈大翠听到后掀开被子就要下地，要去看个究竟，完全忘了自己装病的事情。奶奶刚才是穿着鞋子躺床上的，是刚才我们来得太快，她没来得及脱吗？真是隐患。拄着拐杖的老太太走的那叫一个快，外面唐桂枝、何建国看到她走出来，吓了一大跳。这不是要装病让何大成、何东认错吗？咋就起来了？还走那么快？沈大翠完全不理两人，径直奔向何东家院子去。何建国、唐桂枝两人不明所以，连忙跟上去。何东家这边马上开席了，何大田尤其高兴。哈哈哈！今天办喜事，敬酒的时候亲爷奶没来，看他们父子两个连往哪个？大田，我怎么看着你爹和你妈都没来啊？今天可是河东的好日子，这做爷奶奶不来不合适吧？不是不想来，只是东子现在发达了。爷奶说了2句，让他别太招摇。哎，人家不高兴了，就说爱来不来。我妈现在气得还在床上躺着呢。换作是以前的东子，我信；现在我绝对不信。东子不吹牛，跟人说话还都是客客气气了，怎么可能？听说要不是这样，我爹妈能不来吗？到底是亲孙子。何大田话还没说完，村民就喊起来了：“大田，你瞧那边来了，是不是你妈？”何东重生后如愿娶到祝清雅，亲大伯却随俩馒头。你们说要不是这样，我爹妈能不来吗？到底是亲孙子。大田，你瞧那边来了，是不是你妈呀？沈大翠进门后直接找到何大田，抡起拐杖就要朝着何大田身上打。妈，这么多人看着呢。沈大翠一心只想发泄心中的怒意。此时张桂平听到动静也出来了，看到几人高兴的叫起来：“妈，爹，大嫂，你们都来了！”东子赶紧叫厨房那边可以开席了。糟了，中计了！这小兔崽子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真是醉了，这老太婆跑那么快就是为了来吃席的。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咱也不敢问啊。几人都懵逼了，但此时此刻他们谁也不敢说不是来喝喜酒的，只能就做了。到晚上热闹结束后，东子闹腾一天了，都等着闹洞房了。哥哥，我着急着洞房，你们就别为难我了。村民们听何东这么说，也是没再说什么就散了。闹腾了一整天的院子，这时候终于安静了下来。要不怎么说这时候的农村人实在呢？一天下来的残局不到1小时就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以后奔着共同致富去也不错。把人送走后，何东就推门进屋了，见祝清雅趴在桌上已经睡着了。清雅真是不胜酒力啊，刚刚敬酒就抿了几口酒就睡着了，这样睡下去要感冒吧？清雅，清雅。何东连着叫了几声祝清雅都没反应，只得把祝清雅抱起来再放床上。这时祝清雅突然醒过来了，放我下来！何东也急了，赶紧把祝清雅放下，气氛静谧了那么几分钟。妈说过新婚之夜男人会做什么的，刚刚何东抱我是因为那个吧？时间不早了，你洗洗睡吧。长荣大哥说过清雅有睡前洗漱的习惯，关于清雅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我去洗漱。不要冷水洗，壶里有热水的，小心点。我这2辈子最亏欠的就是清雅和孩子。上一世我的一个下属老婆怀孕后就没工作安心等待，结果那天就拖了地，孩子瞬间就没，真的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清雅身上。祝清雅洗漱完后，回头看到何东：“你老盯着我肚子干嘛啊？”“没有，这身衣裳很好看，很适合你。不早了，你早点睡吧。”“那你呢？你不睡这里吗？你睡哪？”“我还有事晚点睡，隔壁还有房间，不用担心我。”“谁担心你了？”说完，祝清雅就把门关上，还习惯性的反锁。何东也累了一天，到了隔壁房间倒头就睡。第二天一早，何东就起床包了饺子，出门看到祝清雅也出来了。“是不是饿了？我给你做早饭呢。”“我来吧，我也是要来做早饭的。”“不用，我包了饺子下给你吃。”外面传来唐梅的声音：“晴雅，妈一早起来给你们擀面条了，你和何东一人吃1碗，快！”“妈，您不是答应我嫁了人就让我自己做饭吗？”“悄悄送来也没人知道的，下面还有2煎蛋，昨晚上肯定没休息好吧？赶紧吃了再多睡会，天还早。”祝清雅听唐梅这样说，害羞的低下头。
发什么呆呢？晴雅，赶紧接过去。不用了妈，河东在给我下饺子吃呢。昨晚都没休息好，这一大早还让你早起包饺子，这混蛋看我怎么收拾他！唐梅着急的端着面就往河东院子去，祝清雅急着解释也往门外跑，结果开门两人都被吓了一跳。门口一个男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上还受了伤。这看着不像上河村的村民啊！河东听到动静赶紧跑出来，看见地上的男人，他过去扶起来叹了鼻息，还有气，还活着。吓死我了，还以为是死人。这人一看就不是村子里的村民，面孔白净的不像庄稼人，但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先救人吧。河东把男人扶到了自己昨晚住的房间，祝清雅也拿出了自己的急救包简单处理。唐梅注意到男人脚踝上的伤口，呀，这是让狗咬的吧？像是，先给他喝点水吧。祝清雅去倒了杯水过来，河东给喂了下去。男人此时也醒了，咕咚咕咚的往下咽。同志，我这是在哪里？在我家。对，这是我女婿家。你叫什么？家住哪？我们送你回去。唐梅见人醒过来，好奇的很，男人却不看唐梅，望向河东。这里是哪？上河村，周边有岭南村和大庄村。同志，你从哪来？大庄村，我叫庄比豪。河东听到庄比豪喉咙吞咽的声音，发现他目光所在，就起身到桌边端起一碗面过来。妈，这碗面能给这位同志吃吗？女婿想吃面，还要问过丈母娘，应该是赘婿吧？看着高大俊朗、精神面貌极好的青年人，居然是人在屋檐下，同情啊！可惜啊！快吃吧，救人要紧。上河村比起大庄村好多了，我好久没吃过这样的面条了。我们上河村也是最近才好起来的。上面的人让我过来走访，奈何生活水平差得太多，适应下来也花了不少时间。这碗面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过的日子。上河村这样都靠着我女婿呢。现在赘婿都这么能干的吗？一人影响了全村人的生活质量。妈，您就不怕这同志觉得您王婆卖瓜呢？我不姓王也不卖瓜，实话实说而已。我妈就是这样的。同志，你别见外啊。这几个月见的大部分人都是在为生活发愁，这家人就不一样，虽说是赘婿，但人还怪好的。同志，吃完了要不要我扶你躺下休息下？庄比豪摇了摇头。那我给我媳妇下饺子吃去了，她肯定饿。庄比豪点头目送河东出去，河东也没忘记剩下的一碗面。刚还觉得这女婿很厉害呢，现在就在家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果然赘婿都一个样。妈，这面放着等下我吃，您别端走，我给清雅下饺子，你也顺便吃一碗。别，我这就回去了。河东还想留唐梅，但唐梅直接离开了。祝清雅看着唐梅熟悉的背影，一脸无奈。在妈眼里，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两人正吃着饭，见院外一个瘦骨嶙峋的小伙子抬着头，河东赶紧来院子。请问是你们这里收蘑菇的吗？兄弟，你从哪来的？我从大庄村过来。从大庄村来这里可远着呢。可不吗？我后半夜就往这边赶了，现在才到这。那你这一路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你跟我说说。你们村西头有户人家的狗挺凶的，我听到狗叫声吓得绕了好远的路。别的呢？你们大庄村有发生什么事情吗？你打听这个做什么？和收蘑菇有关系吗？我有个朋友这几天去了大庄村，说你们那挺有意思的，我这不没事问了吗？什么有意思？这话你可千万别信，我们大庄村穷啊，要不然我能大老远来这卖蘑菇吗？行，这样你去找我哥哥何贵。河东给小伙指了指回家的路，小伙赶紧出发了。清雅，我出去一下，很快回来。祝清雅对河东点了点头，吃完饺子正准备去收拾屋子，隔壁院子的王月看到了祝清雅。晴雅，你吃啥呢？我都看到一早唐梅就在给晴雅做擀面煎蛋呢，都不知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祝清雅虽然不想搭理王月，但出于礼貌还是说了。大嫂，你觉得我吃的啥？该不会是吃的面条吧？自己做的吗？不是面，是饺子。大嫂，我吃完了，我去洗碗了。祝清雅说完直接走，王月气得不行。这死丫头，不过年不过节的吃什么饺子？王月吃饭了，不吃喂猪了。现在常荣本事了，在家里收野味的买卖，每天也不少钱入账的。看来我弟弟想要买自行车做彩礼的事能成了。王月到了屋里，妈，我想多帮帮常荣，家里的杂活交给您吧。唐梅没回答，转头看向祝长荣，不用，我一个人就行。行什么行？我已经学着写字了，本来也没挣几个钱，干嘛还花钱请人？以后你就把这事交给我吧。祝长荣沉默了半天，还是摇了摇头。王月不高兴了。常荣，你又不认字，花钱请人记账一个月也不少了。我们是夫妻，我是真的想要帮你省钱，省钱是假，花钱是真。要是我管账，把省下来的钱我拿给我弟弟多好。王月软磨硬泡的，祝长荣无奈点了点头。唐梅见状脸色更难看。这王月他那点花花肠子我可太清楚了，你丫的别想得逞，每天的账都拿去让你妹妹瞧瞧，她是文段子，可不能有了错漏，都是本钱不容易。唐梅没跟王月说，而是对着祝长荣。这老东西总想坏我事，不过走出一步再说第二步，常荣的钱早晚都是我王。河东重生后婚后的第一天，丈母娘就隔墙送温暖，救下门口被狗咬伤的神秘人，又去村西头调查到了神秘人被狗咬的真相。东子，一大早的你跑我家门口做什么？刚结婚不搂着媳妇多睡一会啊？先别开车，你家这狗叫唤的，你昨晚上没睡好吧？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家这小黑昨晚叫的慌着呢，我起来了几次就是没见人，不过你怎么知道的？河东笑了笑，转身就要走，何大顺不乐意了，跑过来拽住河东。
东子，你有话说话，不带这样的啊！话说一半比杀了我还难受啊！你家小黑子昨晚咬了人，你得负责。哪有啊？咬谁了？河东抬手指了指地上的黑布，就是这块黑布的主人。你当我是主角啊？光有这个我怎么知道是谁？人在我家。河东举步往家走，何大顺知道他家是真的把人给咬了，赶紧跟上河东。庄比豪此时也醒了，出门看到了祝清雅。请问有水喝吗？祝清雅在院子里回头看到男人，没说话，转身去倒了杯水递给庄比豪。你家男人呢？出去了。祝清雅说完就跑进屋里了。庄比豪愣了，我面相这么和善，这个姑娘竟然还把我当坏人了。不过家里现在就一个女孩子，确实不适合多接触，我还是回窝吧。庄比豪正想回屋躺着，就看到河东带着何大顺回来了。河东手指了指庄比豪，就是他。这人一看就是外村的，没必要管吧？何大顺小声嘀咕着，河东没理会，直接走到庄比豪面前，留何大顺愣在。同志，昨晚咬你的那条狗是他家的，他是来赔罪的。另外再带你去卫生所打疫苗。赔罪打疫苗？我可没答应啊！本村的也就认了，外地的我才不想管呢。这上河村的人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啊，还知道打疫苗道歉。别的村子的人对我这个外地人都是爱答不理。大顺，进来啊！算了，看不到你，要么不做，要么就好好做。何大顺走到庄比豪面前，我何大顺家里的狗咬了你，对不住了同志。没事的同志，你现在能走吗？我带你去打疫苗。庄比豪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点了点头。河东让何大顺去借了祝长荣的牛车，把庄比豪扶到了牛车上。大顺，你赶车，同志，你坐好了。做个人吧你们！小黑狗子犯的错为什么要我买单？求退休！中午时分，三人去完卫生所往回赶了。庄比豪一路看着上河村的风貌和人。这上河村的村民比一路走过来几个村庄的人明显精神的多啊。路上遇到了钱婶，看到河东热情的打招呼。何董、大顺，你们这是去哪了？朋友不太舒服，带去卫生所看了看。是吗？你这朋友看的眼生，我没见过吧？河东点头，又跟钱婶闲聊了几句，几人就出发了。原来是河东的朋友啊，难怪又让借牛车又让打疫苗的。就是这人的穿着，怎么看都跟河东不像一类人啊，有股书卷气斯文的很。你就是河东？庄比豪无比惊讶道。何大顺却这不才说是朋友吗？咋的突然又不知道河东是河东了？我不要面子的吗？这将来的盛世市长怎么这么不会做人呢？打我脸干什么？没记错的话，这人在机关单位工作，几年后被升职为盛世市长。庄比豪见状也是知道说错话了，尴尬的很。河东注意到，赶紧转移了话题。三人边聊边往回走。回到院子后，河东把庄比豪安置到房间里，转头见祝晴雅在厨房手忙脚乱的。晴雅，你想干啥就干啥去，这活我来干。那好吧，你需要帮忙叫我。祝晴雅没走，待在河东后面静静看着。河东的刀工感觉比妈的还好，每块肉就跟用尺子量过一样，均匀的不大不小。对不起，我刚刚试了下，切坏了好多。没关系，我怎么会在意这个？下次你想切我教你。之前爹妈把我保护的太好，其实女孩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我现在可以做点啥吗？看来你是真闲不住了。晴雅，我记得你带了几本书过来，让你念给我听吧。那些书我都放在柜子角落，你也注意到了。那你等我，我去拿。祝晴雅一路小跑去房间里拿书，回来见河东已经把肉都切完了。河东做着菜，祝晴雅在后面念着书。未来的市长在这里不做点好吃的，可说不过去。忙碌了2个小时的何师傅，终于做好了4菜一汤：松子鱼、麻辣兔肉、煎饺、清炒野菜和鸡蛋汤。身后的祝晴雅看呆了，这些菜我都没见过，他们都说河东是个二流子，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么会做菜的，比妈做的都香，还这么好看。祝晴雅看到河东额头上的汗珠，下意识的拿出手绢擦拭，河东却突然停下手上的动作，看着祝晴雅。祝晴雅害羞的低下头，把手缩回来。晴雅，汗珠滴在菜里就不好了，还有这边呢。祝晴雅脸红着往后退了退，赶紧转移了话题。晚上是要请人吃饭吗？好丰盛啊！客人不是早就在屋里了？哦，是他呀，我感觉吃不完呢。吃不完也没关系，晴雅，等会你就别过去了，我每道菜都给你留点，我去跟庄比豪多喝几杯，要是有人来谁也不见。祝晴雅乖巧的点了点头，帮着河东把菜都端到了庄比豪的屋子里。河东又拿了一瓶酒过去。同志，你做这菜更像是艺术品，有种吃不起的感觉，比吃橘的还要更胜一筹呢。笑话，活了2世我还能干不过这落后的年代？不过这市长好像自己说论嘴了。干，说错话了，暴露生存条件了。我现在的身份可是普通的庄稼人啊，怎么可能吃过市局里的饭菜？随便做做，我这可能就是天赋异禀吧。不过同志，你吃过市局里的饭菜吗？庄比豪不知道怎么解释，心虚的摇了摇头。老狐狸，都这样了还想那么讨好？哈哈，我就静静的看你表演。这不是刚办了喜事，家里的菜多的吃不完，得抓紧做了吃，放坏了多可惜。这话我是不信的，这些野味都是现杀的，放不坏，难道是他看出了我的真实身份？同志别发呆了，相逢是缘，咱们今天可我这腿刚打回疫苗，可不能喝酒。哈哈哈，酒壶里面装的水。你这小子竟然想以水代酒，我媳妇不让喝酒，这不只能来找你假喝2口。2人吃着菜，喝着以水代的酒，直到后半夜才散场。河东出来后，在院外发呆。这老狐狸嘴很严啊，净说些有的没的，什么话都掏不出来。看来等他腿好了，得管他真久。月色下，祝晴雅走到河东旁边。晴雅，怎么想我了吗？
少自恋了，我是听到动静醒过来的，看到隔壁房间灯都灭了，也没见你人，就出来看看。我没事，夜里凉，你快回屋。现在那房间被庄比豪睡了，你总不能睡猪棚吧？真要睡了猪棚，传出去估计都该说我不行了。你先回屋，我洗了澡就回来。祝清雅回屋躺到床上，心跳得很快，睡意全无。突然又看到一只飞虫绕着飞个不停，烦得很，便下床搬了凳子踩上去赶飞虫。哎呀妈呀！祝清雅脚一滑就要往地上摔，河东听到跑得飞快的赶过来，把祝清雅抱下来。祝清雅吓得脸色惨白，河东也是慌得后背冒了一层汗。这种事情我来，以后可不许这样爬高上低的，太危险了。祝清雅低着头委屈巴巴的。我知道了，我不是故意的，而且这种事我在家也干过，摔了也没事的。你现在好严肃，我有点怕。好，对不起，但是以后再有这种事就叫我。你有男人，这是承诺也是责任。清雅，过去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现在你可是怀着我的种啊，真要摔一跤可怎么办？重生这一世，我一定要保护好你和孩子啊。我知道了。祝清雅听到河东说的话，莫名的心安，抹干眼泪，抬头看着河东笑了。那我去洗澡了，刚刚打完肥皂还没洗干净，听到你搬凳子了，就赶紧套上衣服过来了。河东继续去洗澡了，祝清雅躺到了床上。第二天，祝清雅醒来，却没有在床上看到河东。昨晚我一直等着河东，但他好像没进来过，后来我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祝清雅洗漱完出来院子，看到河东已经在喂小猪了。河东起身回头看到了祝清雅。清雅，昨晚睡得那么晚，你怎么不多睡会儿？昨晚你睡的哪？我不问你就不打算说吗？河东低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祝清雅此时抬眼看到了厨房角落整齐的草垛，转身就要回屋。清雅，昨晚我是看你睡着了不想吵醒你了，就在厨房将就了一晚。祝清雅没说话，直接回了屋，坐在床上一脸不高兴。说是结婚，又给了3转1响，可其实他也是形势所逼，没得选吧。因为发生了那样的事，不得不上门提亲，跟我结婚。看清雅的表情，她应该是想多了，我也想要翻身之地啊。可是现在只有我知道清雅怀了身孕，特殊时期一切都得小心着来。河东去厨房做了早饭给祝清雅端过去，祝清雅吃过依旧无话。这气氛不出意外的话是出意外。河东新婚2晚竟然都和祝清雅分房睡，被祝清雅误会失望落泪，河东也是有苦难言。另一边庄比豪要河东一起出去消食，两人出门看到了王月。东子这人谁啊？我好像没见过。我朋友叫庄比豪。哦，这样啊，这人一看就不是正经人，穿的人模狗样的，但面相不行。我王月一向看人准得很。两人一路上遇到好几个村民，都热情的跟河东打招呼。看来河东在上河村真是很受村民的喜欢呢，就跟我在机关单位那时一样。河东，你带我去你们村的田地里看看没？河东点头，带着庄比豪往村外的田野走去。经过一家院子，秦婶看到河东高兴的叫起来：“东子还真是你啊！你叔这2天病好多了，想请你来家里喝2杯，你什么时候有空？”秦婶看到旁边庄比豪懵逼的表情，忍不住又多说了几句。月姐，我男人疾病住院，我们拿不出钱，医院不给治，我以为我男人就回不来了，多亏了东子让我们摘蘑菇换钱，这才治好了。原来是这样。对呀，不过你是谁呀？秦婶，这是我朋友，从大庄村来的。秦婶在河东耳边悄悄说。这人看着像是城里来的，前几年上河村也有知青下来过，看着跟他差不多。行，既然秦婶子叫我吃饭，那我可就真来了。好，也带上你媳妇啊。婶子，那我不能来了吗？来，既然是东子朋友就一起来。几人聊完，河东和庄比豪继续往前走。我还想去别的村子看看。我是没意见，就是你腿怎么样？多亏了你的假酒，已经好了。大领导要下乡视察，我有道理不陪着，总不能被抓进去偷点心，当众批判上报纸吧？那就真的要那你等等我去我哥那找人赶牛车来吧。庄比豪点头，转身看着乡下风景。第一次觉得乡村不但风光好，还如此惬意。河东叫了祝长荣过来赶着牛车，3人去了唐家村、刘家村，最后是大庄村。回来路上，河东、庄比豪2人心情都很沉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其他村子里的人气色明显差得远。不过做生意赚钱怕人舍本逐末，要是两者相得益彰那就好了。脱贫攻坚才是王道。河东看得出庄比豪回去的路上心思很重。有些村子比想象中的更穷，现实远比想象的残酷得多。不过我原本就是想让他做个简单的对比，让他知道做买卖的好，结果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整得我心情都不好了。入夜回到家，庄比豪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河东也没去打扰，躺在厨房草垛上发呆。秦雅今天看到我不说话，也没有表情，更没有问我今天晚上睡呢，看来是真的生气。这一夜庄比豪计划了一晚，天亮时觉得已经计划的差不多了，就高兴的去找河东，把房门敲得咣咣响。祝秦雅听见敲门声，开门看到庄比豪。你有事吗？河东，快起来！庄比豪兴奋的探头往里面看，下一秒他面色。河东呢？新婚燕尔，但你们昨晚没睡一起。此时河东穿好衣服从厨房走出来。找我干啥？一大早我刚到厨房做早饭你就敲门，吵醒我媳妇了吧？差点就想歪了，现在看出来河东这是疼媳妇呢，才不是赘婿。河东，你跟我过来。庄比豪去了自己房间，河东看着祝秦雅。没事的，你多睡会儿，早饭我来做。祝秦雅没理，直接关上门。河东到了庄比豪房间，看到桌面上放着好多写满字的纸。河东，我想了一夜，觉得你带领大家做蘑菇和野味的买卖特别好。
但既然你已经带着上河村和周边几个村把日子过好起来了，我就想让你帮个忙。这老狐狸，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怎么，你想让我把远一点的村子也都拉过来做买卖，共同致富吗？张比豪点头，河东转身就要走，他着急的拉住河东。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情，你不愿意吗？同志，我就是个小人物，只管得了自己的小家。你真要是只管得了自己的小家，那上河村的秦婶子和那么多村民，你怎么会管呢？如果你是想要好处，我可以给。河东听到张比豪最后这句话，转过身来。这就对了嘛，哪有人什么也不付出只管得到的？只要你说出来，我都尽量满足。我想要你的一封介绍信。庄比豪犹豫片刻，点了点头。第二天天不亮，河东就送庄比豪到了何贵家，坐上牛车。庄比豪要回市里办点事，送走后，河东走路回家。有了庄比豪的介绍信，还是值得一做的，毕竟能从中赚点钱。饭店的事情只能延后了，现在得考虑一下，到底是借着这份线在县城开饭店，还是去盛世呢？这时祝晴雅看到河东走进了院子，吃饭了，吃完饭去我家走一趟。河东看着桌上的饭菜，有点愧疚。晴雅，我回来做也来得及的。来不及，我还想去县城买点东西。你还是第一次说要出门呢，怎么了？你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河东回头看了眼隔壁祝家，顿时想到，去，吃了饭我们就去。你又知道了吗？知道了，3周回门。祝晴雅听到后放心了，两人收拾完出门，就看到祝长荣等在门口。长荣大哥，你们一早去县城了？晴雅说要坐我的牛车去买点东西，昨天收来的野味不多，我明天再一起送。此时王月也从家里出来，一副盛气凌人、小人得志的样子。现在河东不做蘑菇和野味的生意了，以后的日子看你们怎么过。呵呵。王月现在看着是飘了呀，真是头发长见识大。王月上了牛车就抱着祝长荣，看着亲热，祝长荣赶紧甩开了。青天白日的，多不好意思。王月不高兴的把手缩回，扭头看着河东扶住晴雅上牛车过门了。晴雅，怎么嫁了人连人也不会叫了吗？大嫂。王月应了声，又看向河东。大嫂。呵呵，村里人把河东说的那么厉害，还不是要叫我一声大嫂？现在来卖野味的人都要看我脸色，以后我看谁不顺眼就一个大嘴巴子过去。晴雅，你这几天看了我的账本，觉得没问题吧？没问题，大嫂。那接下来是不是就不用看了？我觉得我能帮着你大哥做好，只要大哥觉得没问题就可以。王月听后很满意，挽着祝长荣的胳膊笑得甜蜜。祝长荣又甩开。赶车呢，赶紧坐好，以前也不见这么腻歪人的，今天贼烦。看祝长荣不高兴了，王月赶紧乖乖坐好。有了晴雅这话，搞定长荣还是比较容易了。以后的账本还不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财大气粗，指日可待了。到了供销社，祝晴雅来前就想好了要买的东西，所以很快就出来了。河东从供销社出来没见祝晴雅，长荣大哥，怎么就你在？王月娜败家娘们还在里面逛呢，晴雅去对面百货大楼了。祝晴雅来到百货大楼，看着墙上挂着的碎花长裙失了神，但刚看到价格14元时，转身就要离开。河东进来注意到了，对着售货员说：“就要这件，给我包起来。”祝晴雅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一脸惊讶。河东走到祝晴雅身边，低头温柔地注视着她。晴雅，看看大小还合适吗？祝晴雅愣了下，一把抓住河东的手往外拉。不用，我有衣服穿。我买给你的跟其他的不同，不是说女人的衣柜里永远都缺一件衣服吗？祝晴雅再次怔住。他的确是跟其他人不一样，该死，竟然莫名有点心动。河东直接过去让店员拿来了合适的尺码，给了钱拿了衣服，转身就走到祝晴雅面前。晴雅，拿着吧，看看还有什么喜欢的。我真的有，我什么都不缺。看着河东坚定的眼神，祝晴雅只能接过来衣服，两人拉着手往外推，出来百货大楼走向牛车。王月看到又不满道：“河东，你许我们晴雅都花不少钱了，现在还这么造，以后还有钱花吗？”那是肯定有，还不少呢。大嫂不用操心。这话谁信啊？虽不知道河东到底存了多少钱，但钱这东西就是越花越少的，你们就使劲造吧。我就想看祝晴雅过苦日子，我们晴雅从小就是吃好穿好用好的，河东这方面你可千万不能省啊。我呸，这老嫂子阴阳怪气啥呢？我东哥可不差钱。河东只笑笑不语，四人坐上牛车上路回到祝家，见唐梅和田美美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我一早出门就是为了避开这个，这回来了活都干完了，我乐得一批。妈，怎么不等我回来再做饭啊？本来我算着时间刚好，晴雅去了一趟百货大楼，就回来晚了。路上我也一直催着长荣快点呢。唐梅看着王月一脸不悦，又转头笑着看向河东和祝晴雅。回来就回来，怎么还拿这么多东西？妈，今天晴雅回门，再说我们孝敬您也是应该的。祝晴雅独自一人去服装店，霸总河东突然出现，羡煞旁人。就这件给我包起来，晴雅，看看还有什么喜欢的。回来就回来，怎么还拿这么多东西？妈，今天晴雅回门，再说我们孝敬您也是应该的。午饭之后，河东和祝晴雅离开祝家，祝晴雅到家就去屋里拿出花布，用量尺量了一遍，又在纸上写下了数字。晴雅，看起来轻车熟路啊，你还会做衣服吗？结婚时亲戚送了好多布，家里又有缝纫机，我就想试试做衣服，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这时门口传来了何贵的声音：“二蛋，你要的压水井我给你买回来了。”河东看着车上放着的压水井，是打心里高兴。谢谢哥，又不是外人，客气什么？两人一起把压水井从车上抬下来，祝晴雅听到动静赶紧跑出来。
好奇的过去看。压水井，秦雅，你知道这个？同学家见过，知道是不便宜，但是用起来省力。见过就好了，知道怎么用，以后我们家就用这个压水。大哥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做点。不用，你大嫂在家留着午饭，我回去吃。好，那大哥你走吧，把牛车留下。压水井买回来了，我得去买点水泥红砖。何贵点了点头就回去了。何东扭头看向祝秦雅，秦雅，你会赶牛车吗？祝秦雅看了眼牛车，无奈摇头。那完了，光有个压水井压不出水，得安上井才行。又不能什么事情都找大哥，那我试试吧。何东点头，坐到了牛车后面。祝秦雅拿着树枝，学着大哥的样子，用树枝拍打，可牛依旧站着没动，只能再用力，牛吃了疼，又猛地跑起来。秦雅，我。何东抱过祝秦雅，夺过树枝，牵起牛缰绳。牛冷静下来，怎么办？祝秦雅一脸愤怒。你明明会，还让我赶车干嘛呀？我怕呀，可是看你害怕，我就不怕了。哦，你说的什么话啊？流氓，给我松手！何东把手收回来，赶着牛车继续往前跑。秦雅虽被祝家宝贝的很，却不见得真的尊重过他的意愿，看得出他特别喜欢常识，不让他做的太野。路上遇见了乔老汉，何东乔叔，明早有空去我家里帮忙吧，我算工钱。东子，工钱不工钱无所谓，管饭就行。必须的，乔叔。说完，何东又赶着牛车出发了，去买了80块红砖，花了9块6。两人回到家已经是傍晚了。何东把车上的红砖搬下来。秦雅，水泥要到县城买，明天一早我再和长荣大哥去。路上走了那么远，你去房间休息吧，这个我来就行。你叫我出去，又不叫我帮忙，是何居心？来，让你帮忙擦汗擦汗。祝秦雅也看到何东额头上一层汗珠，无奈拿出手绢给他。你不想让我干重活，那我去做饭吧。祝秦雅刚走2步，就看到唐梅站在墙根喊：秦雅，别做饭了，来家吃吧。你们这傍晚回来就一直忙，我都看见了。家里的菜好多都没吃完，我又蒸了白面馒头。妈不用，我会做饭，你们留着自己吃吧。唐梅见祝秦雅拒绝，索性直接跑屋里拿了吃的出来，伸手递给祝秦雅。秦雅，妈的心意得收，去接过来。下次可不许再这样了吗？好，赶紧趁热吃。唐梅说完也回去吃饭了。祝家厨房门口，王月看见了进堂屋吃饭的唐梅，对甜梅的不冷道：梅梅，你看到了吗？现在就算晴雅嫁出去了，我们这个婆婆也都跟没有似的，啥好吃的还是想着她。大嫂，我没觉得不正常啊。说完，甜美美就要走，王月伸脚拦住她。你就没想过分了家自己过吗？我是想过，但我更清楚常瑶是不可能答应的。大嫂的事情我不参与，我回屋了。甜美美跨过王月的脚就走了，王月气得咬牙。我尼玛，软柿子就只有被欺负的命。祝秦雅吃了饭没准备休息，在屋里坐在凳子上踩着缝纫机，摆好布料踩了起来。何东洗了澡过来时，看到祝秦雅认真的样子，没有打扰，就静静的看着她，直到半晌。秦雅作为一个孕妇，现在不能熬夜。秦雅，你什么时候睡？祝秦雅听到声音抬头，才发现何东站在身后，又看了眼床铺，马上就睡。他今晚不会是想要睡这里吧？祝秦雅脸红的低下头，准备把东西都收起来，但见何东直接关上了房门，又躺到了床上，顿时不知道该收还是该放了。秦雅，需要帮忙吗？你拿着手里的布料站了很久了。祝秦雅摇头，转身背对着何东，把布料放好，又去躺到何东旁边，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紧张到发抖。知道要嫁给何东的时候，就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就是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苏文瑜说应该追求自由婚恋，追求梦想，可是我不是苏文瑜啊。这床是真小啊，要不是看他结实，我早就换了。上一是我一个人睡的床，还都是2米的呢。祝秦雅闭上眼，努力让自己不紧张发抖，但没几分钟就听到了旁边传来的呼噜声。他睡着了。祝秦雅吐出一口长长的气，慢慢也睡着了。第二天，何东很早就起来，给祝秦雅盖好了被子，轻手轻脚的下了床，准备到厨房做早餐。这会儿长荣大哥也快要出门了，早餐给秦雅做好，也不叫醒他了。这时，祝长荣到门口了。何东唧唧歪歪什么呢？快出来！来了，大舅哥。一路上，祝长荣还跟以前一样没什么话，倒是何东有一肚子话想问，但不敢问。长荣大哥到底是秦雅的亲大哥？我要是问他媳妇怀孕能不能同房之类的，算了，有机会还是自己。到了县城，祝长荣去饭店和供销社，何东去了市集，目光很快锁定了牵着一头大黑牛的中年女人。不能老是麻烦2个哥哥了，牛能拉车还能翻地，可谓一举两得。大哥，我给你200块钱，把你的大黑牛卖给我吧，加一千。可想法亮透绿，绿能拉磨，你给我钱算怎么回事？我不要你了钱。中年男人不愿意搭理何东了，牵着牛转身就要走。大哥，我给你钱，你能去买2头驴啊？中年男人旁边买东西的熟人小声提醒他。是啊，老孙，他这话没错，2头驴才100来块，他给你200，你买了驴还能剩点，有啥不好的？中年男人算了一下账就点头同意了。何东牵了牛就要走，可这牛像是跟他干上了，死活就是不走。大哥，这牛脾气倔得很，你得帮帮我。中年男人回头，直接拿树枝打在牛屁股上，牛就开始走了。何东牵着牛刚走没多远，又停下来看着牛。牛牛，你的卡姿兰大眼睛湿润了，你是在哭吗？放心，我会对你好的，跟我回家还有小伙伴一起玩。大黑牛像是听懂了一样，叫了一声。何东觉得好笑。咋的？你还能听懂人话吗？
接下来河东又牵着牛去摆好了水泥，回来看到祝长荣已经在等他了。祝长荣看到河东手里牵着的牛，赶紧拉过来跟自己的牛拴在一起。我要的小母牛提上日程了，果然还是东哥有情有义，我看好你。买牛干啥？是我的牛拉不动你了。长荣大哥，你们现在管着蘑菇和野味的生意，我总不能一直麻烦你们吧？你说的好听，那咋不见你买反车呢？买着贵，回村做。这一点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你这二蛋终于知道省钱了。说完，两人把地上的水泥放到牛车上，就往上河东。到了门口，见乔老汉已经到了。乔老汉看到河东回来了，两人才一起进了院子。河东跟妻子祝清雅感情更上一层楼，用200再集市买牛。回到家，你中午吃什么？我今天去现场买了肉，还有些菜。河东看着祝清雅，你先擦擦汗饭，我来做。你忙了一上午，歇一会。祝清雅要去厨房，河东没同意，看着房间里那台缝纫机，是吧？没白买。我想找个老裁缝学做衣服，将来给别人做衣裳，也是一门营生。河东盯着祝清雅看，祝清雅的心沉一沉。不可以吗？河东没说话，进了厨房做饭，祝清雅也跟着进去。说是河东家里有地，但是现在早就过了农忙时节，在家待着太无聊了，学会做衣服就是有了一门手艺。你真的想做裁缝，不是别的？河东低着头，带着特有的磁性声音说道。祝清雅的心往上提了提，最后打着我想学。本来就是夫妻，有些事情是该让他知道，并且征求他的同意与否。只是河东还有些别的想法。你跟我来。出了厨房，河东直接往祝家去。祝家一家子正准备吃午饭，结果看到河东和祝清雅前后来了家里，王月第一个就不高兴了。这是赶着饭点来蹭饭的，真的服了这俩老六。没去是高兴，说是晴雅嫁了人了，可到底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回来吃饭多正常，家里也不缺这两口。常要给晴雅和东子拿2副碗筷。现在长荣挣了钱了，也能隔3差5吃顿白米饭和肉。说起来也是因为河东的关系，长荣才能有了这门营生。祝建军刚想说话，河东一股脑的就朝着祝清雅房间去，让祝清雅一把唐梅抓住了祝清雅的手。你们吵架了？祝清雅忙来了摇头。河东到底要干嘛呀？唐梅正对楼外。东子。河东走到门口，看着祝清雅。进来。河东面色严肃，祝家人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觉得河东要教训他。祝清雅也是这么想的，他缓慢的走进去，不安的好好看看这里。河东看了一圈，觉得那一张小床全是书籍。这不是写过用过的资料和习题吗？河东，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舍得丢下这一切，丢下你的梦，永远不见吗？听着河东掷地有声的话语，祝清雅湿了眼眶。她不舍得，真的不舍得。清雅，坚持你想坚持的，我河东不差你这双手去挣钱。泪水如泉水般的涌了出来，很快湿了祝清雅的一张脸。她不相信的看着河东，耳边一遍遍回响着他振聋发聩的声音。所以都在家去，马上高考了，你好好复习就是。河东心疼的擦拭祝清雅的眼泪。考不上可不许这样哭哦。我能考上，一定可以考上，我不信自己考不上。河东的心颤抖了下。我相信你，小傻瓜。那老婆，你回去做饭吧。祝清雅低垂着目光，羽扇似的睫毛微动。还做什么饭？在这吃。唐梅是想留着两人的，祝建军也是。河东看着岳父岳母，拉着祝清雅的手。昨天才吃过你们的，今天该我们自己就着吃了。想到昨天回门的事情，唐梅就笑了。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妈，我知道您就是怕我们费力气，可是我们总要自己过日子的呀。得了，不留你们了，赶紧回去吧。房间里的书啊什么的，一会我让你哥哥们给你送过去。不用了，妈，吃了饭我们自己来拿。河东开了口，唐梅就没说什么。孩子长大了，总有自己的想法，怎么都行。看着河东和祝清雅离开，幸亏没被白吃白喝，我还想着多吃几块肉呢。家里这么多张嘴，夫妻几点一下子就没。河东和祝清雅回到自家院子。这跟你说想吃什么？青椒炒肉好久没吃了，还有豆腐，想吃你做的麻婆豆腐。清雅的小手真软。你做菜我烧锅这样快。祝清雅坐在小凳子上烧，河东迅速把肉切块，没多久功夫就做好了2道菜，锅里的米饭也熟了，两人吃着特别的香。饭后，河东和祝清雅把房间里的很多东西都拿到别的房间，腾出来地方给祝清雅放书本和学习资料。忙活完，基本上都晚了。看着原本只是白墙的房间放满了书籍，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从小就不喜欢读书，上一世是为了做生意才不得不学了一段时间。但那感觉真的是很不美妙的。清雅心甘情愿比自己强。入夜，河东洗完澡进来房间，看到祝清雅在桌案上写着信，房间里静谧无声，钢笔画在纸面上沙沙沙的。河东悄悄过去看，就看到了文宇姐姐的抬头。苏文宇，清雅在给苏文宇写信了。记得上一世，苏文宇是5年前来上河村考的助教，他和清雅同时，就是受他的影响，清雅才开始学习。苏文宇走的那天，清雅哭了2天2夜。不过现在天已经晚了，睡觉才是重点。河东咳嗽几声，想要引起祝清雅的注意。祝清雅写信呢，愣是没管。随后河东上了昨晚的小床。信里清雅说的都是好话，这没什么不好，多说什么好话才好。河东分身了。
就是河东睡着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半夜里床上有动静，他惊醒过来。你能不能往里面点睡？黑暗中看到是祝清雅温柔的询问，河东看着纤细的身影，才彻底清醒过来。清雅这是怎么睡？河东麻溜的往里面让，也不知道是不是睡得太死的关系，他脑子都是空的。让了之后，他就又睡着了。河东，祝清雅大着胆子叫了一声，这也是第一次绝不的，但是回应他的是马虎的鸡。河东睡了，鸡叫第二遍的时候，河东醒了，看着面对自己五官小巧、精致、白皙、干净的一脸，河东觉得一早上的呼吸都紧张起来。尤其祝清雅人就在他的身边，靠着他的胳膊，随着他的呼吸，暖暖的气息就那么隔着单薄的衣服，身体的温度诡异的上升了几分。昨晚我到底是怎么睡着的来着？怎么没等到清雅？多好的机会！河东抬手将祝清雅眼睛的鼻子捋到脑后去，起身想要亲她一把，外面却是传来了叫喊声。河东刚准备亲一口祝清雅，哪料听到外面传来了叫喊声。东子，东子，嫂子这时候来捣乱。河东赶紧下床出去，祝清雅听到动静也醒，到院子看到方兰一脸焦急。东子本来也不想叫你的，可你哥昨天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爹妈那边也发着愁呢，我害怕。大嫂，你是说大哥昨天就出去了还没回来？是的，最近蘑菇不好收，你哥就想着去远点的村庄去，回来晚是常事，可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河东看着急哭了的方兰，连忙安慰大嫂先别担心，大哥是有分寸的人，回不来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大哥去的哪个村庄你知道吗？我去找找。应该到大庄村那边了，你哥说这2天那边还有蘑菇。好，大嫂你先回去，我这就去找。方兰点点头。这时看到从屋里出来的祝清雅，有几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弟妹，影响你们小两口甜蜜了。大嫂说的什么话？那可是大哥呀。弟妹能理解就再好不过了，那我赶紧回去，万一何贵突然回来了呢？方兰说完就焦急的走了。河东赶紧进屋，把28大档推出来，就要出发去找何贵。清雅，我去找找大哥，早饭你看着做点吃，要不去妈那吃也行。快去吧，路上小心点，注意安全。祝清雅叮嘱完，河东点点头，就立马出发了。就是许久不起手声了，一个拐弯差点撞到围墙上。你要不会骑，我去叫我大哥赶牛车。没事不用，就没有我和某人不会的，一回生2回熟，看我的。河东又骑上车，这次就稳了许多。28大档的速度真不是牛车能比，就是路太差颠得很。这时候真是有点想念后世的水泥路和铁路了。河东一路骑着车，他一路看着两边的道路寻找何贵，遇到一个村民看样子别吓他干什么？大叔，你见过一个长得乌漆麻黑、20多岁年纪赶着牛车的人没？他来收蘑菇的，应该还吆喝着。没有，昨天刚亮啊，一根毛都没见过。河东无奈又骑车继续往前走，一路走一路问也没何贵的消息，着急了索性直接吆喝起来。大哥，我是二蛋，慢紧回吧，急死我了。现在要是有电话就好了，再不然给我个闪现也好。河东骑得飞快到了蔡家村，看到一群村民。大哥，你见过一个长得跟我很像，但没有我帅的赶着牛车收蘑菇的人吗？小伙，你说的是何贵吧？河东顺着村民大哥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到了被人群围着的何贵和牛车，激动地叫喊了：“大哥！”二蛋，你咋来了？何贵看到河东，显然愣了一下，旁边村民都一个劲地瞧着河东和那辆28大档。何贵这是谁呀？他骑的是什么？那么大2个大轱辘，不会摔跤吗？我又没骑过，我怎么知道？河东听到村民的议论，故意又骑着28大杠绕着村民们骑了2圈，村民们一脸惊奇。不会摔跤，这叫28大杠，你们应该听说过。那好贵的吧？河东也没否认，点了点头，又赶紧下车和何贵一起收完蘑菇。大哥，家里人都等着你回去呢。也是，我这一天一夜没回家了，本来也急着回去，可一早又有人来卖蘑菇，就耽搁了。你嫂子肯定急了才让你来找我，走，赶紧回。何大成家院子里，方兰和张桂平急得团团转，何大成在院里低头抽着烟，也是一脸愁容。何大田路过，看到一家人着急的样子，像猫闻到了腥味似的凑上。大成，你这是咋的了？怎么愁眉苦脸的？出啥事了？是最近蘑菇生意不好了吗？最近何贵接手了蘑菇生意，看着一家人风风光光的，可气死我了。这难得见大成脸色不好，我可得好好看看怎么个事儿。我不担心生意上的事，庄稼人本来就是指着种地吃饭，关键是人可不敢出了事。这何贵可是一晚上没回来啊？咋没回来？去哪了？没跟你打招呼吗？去收蘑菇了，昨天一早上出去，现在还没回来。何大田听到这话，转身就要回自己家院子。这大成和河东得意了这么多天，这下终于出事了，让妈去抓我，害我出洋相，还算记着全家去喝喜酒，我可一直记着呢。我这就带妈去看看。没多久，何大田就带着沈大翠进了何大成家院子。大成妈来了。看到沈大翠来了，方兰是提起奶奶您怎么来了？快进来坐。咋的？我不能来咋的？杵着拐杖的沈大翠白了方兰一眼，方兰就低下头没敢说话了。何大成拿了凳子出来让沈大翠坐下。你们知道何贵为什么会出事吗？沈大翠一双死鱼眼扫过院子里的所有人，几人都心惊胆战，等着看这个老太婆能放出什么屁来。还不都是祝清雅那个扫把星爷嘞？这何贵出事怎么就和弟妹有关系了？怪不得村里人都说这老太婆难打交道呢。
妈，秦雅才刚过门，和东子处的也不错，这话从何说起啊？事情就出在这了，我说过那丫头不干净，进了门是要出事的，现在可不就开始磕婆家人了吗？这才进门几天，何贵就出门了，没能回来。何贵以前出去不都好好的？沈大翠说完，三人一脸无望，依然不觉得这跟祝清雅有什么关系。奶奶，何贵就是人没回来，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一天一夜不回家，这还叫没事儿？没事儿，难道不应该早就回来了？我就说了，东子那媳妇不能娶，那时候就应该听我的。这死丫头命里带煞啊！奶奶可不能封建迷信啊！妈，这跟秦雅可没一点关系啊！眼见两人都反驳自己，沈大翠不高兴的把拐杖摔出去了。这时众人顺着拐杖的方向，竟看到了门口站着的祝清雅。张桂平赶紧迎上去。儿媳妇，你咋来了？我想着你们担心大哥顾不上吃饭，就做了些吃的送来，别饿着肚子。河东已经出去找人了，很快就会回来。张桂平接过祝清雅递过来的瓷盆，有几分感动。你有这份心就好，辛苦你了，儿媳妇。是啊，弟妹，你到这里坐，外头晒。方兰赶紧把祝清雅招呼过来，老太婆又不乐意。大成啊，你这儿媳太金贵了，一头都晒不得，以后能下地干活吗？不下地干活有的吃吗？祝清雅看着沈大翠，眼看快哭出来了。方兰见状，赶紧拉着祝清雅进了屋。一家人都知道沈大翠那张嘴厉害呢，就算不高兴也只能放在心里，都默不作声。大成，妈的话你听进去了没？妈身体不好，大哥你何必带她出来走这么多路？回去吧。嘿，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没听出来吗？这是为你好呢。其他的别说了，我现在就想我儿子赶紧回来。何大成说罢就起身去门口，何大田又紧跟着。大成，这次何贵出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妈的话你都不相信吗？沈大翠在院子看到门口的何大成依旧不发话，脸色更加难看。这大成越来越不像样了，有了钱就不把人看眼里了。桂平，你还不快把那扫把星赶走啊？留在家里还想出事吗？可别等到出大事了才后悔。妈，别说了。沈大翠还想说话，就看到河东骑着28大杠进来，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响铃声，河东脸上笑嘻嘻的神情轻松。谁这么闲在这造谣呢？没事咒我大哥做什么？你这小子，你大哥出事了，你还不知道啊？听哪个不要脸的说的我哥出事了，我哥就在后面赶着牛车，还撞了大半车蘑菇。昨晚上因为太晚就在蔡家村歇了脚。何大田、沈大翠听河东这样指桑骂槐的，气得脸色铁青，说不出话来。奶奶，谁跟你说我大哥出事了？我大哥也是您亲孙子，您总不能盼着他有事吧？河东的嘴就跟刀子似的，扎得沈大翠说不出话来。我当然是不能盼着何贵出事的，但是现在何贵出事了，也比没有的强。至少我能堂堂正正的做了，这要是没出事，刚才那些话可都打我脸了。这时何贵赶着牛车进来，方兰和张桂平赶紧凑上去看，全身上下看了一遍，确定没事了，才彻底安心。放心吧，我啥事都没有，奶奶大伯你们也在啊，要不在家里吃个早饭，我可早饿了。沈大翠眼看被赶走，赶紧把何大成扶着离开了。河东进去屋里看着祝清雅，清雅，你咋来了？担心你和大哥，想着来这里能早点知道消息。刚刚我奶说啥了吗？都什么年代了，还说大哥出事是因为我嫁进门了，还说我是扫把星。祝清雅撅着嘴委屈的看着河东，这就对了，你读过书知道这不科学，别跟一老太太计较，别往心里去啊。走，我骑28大杠带你兜一圈，让人看看我们可好着呢。说完，河东就拉着祝清雅的手离开了，让祝清雅坐在后座上。张桂平看在眼里高兴了。河东，赶紧把祝清雅这个扫把星赶走啊！留在家里还想出事吗？别等到出大事了才后悔。奶奶，你这是为老不尊，谁再敢说我媳妇，我绝对不饶他，亲你不行。河东骑着28大杠载着祝清雅，路上看到了正往回走的沈大翠。不了，可这当心眼包呢，大田，回头何锦考上大学你也得给他买。我沈大翠要叫人好好看呢。河东有的我们也不少。沈大翠看着河东的背影，咬牙切齿。何大田却不肯说话。我也想，可那玩意儿死贵，谈何容易？咋不敢说话？咋就不想买？买，把我自个卖了也得买。祝清雅坐在28大杠后面，一开始觉得边走不舒服，可看到一路上的好景色，又觉得刺激又美妙。清雅，报警，我要加速。不要，我怕人看见了。那你考大学怕人知道？说到这，祝清雅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不怕。这就对了，我们结婚了是合法夫妻，谁敢说你我第一个不服？想到刚刚河东把沈大翠对得无话可说的场面，我觉得他真能做到，所以我还怕什么呢？风吹过来，乱了祝清雅，也乱了心。祝清雅抱紧河东，和大顺远远都看到俩人了，呲着大牙嘎嘎乐。嘿嘿，东子，你总算舍得把你家的28大杠骑出来了。也不太熟，这不是练的吗？不熟你还带嫂子，也不怕摔了。摔个嘚，摔我自己也不敢摔的媳妇啊。说笑了一阵，河东骑着28大杠走了。何大顺看的背影是真的羡慕。不敢再混吃等死了，我也得好好挣钱买4大件娶漂亮媳妇啊。俩人兜了一大圈都饿了，回到家就进了厨房。我学着你的做法做了蛋炒饭，锅里给你留了，热热就好。不错嘛，像个样子啊。干脆你以后跟我学厨得了，当厨师。河东呲着大牙，祝清雅觉得他说话没个正经。我是要上大学的人。咋的？上大学不用吃饭啊？听我大哥说你要开饭店，那我好像是应该跟你学厨，将来也能帮上你。清雅，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呀？我是真心的，你可以考虑下。日后再说吧。走，我下午带你去县城逛逛。
好啊，正好我想去寄封信。河东在厨房大口吃着饭，祝清雅跑去房间拿信封。不一会儿，祝清雅喊：“河东，你来帮帮我，我够不到柜子上的信封。”河东进屋看到祝清雅踩着凳子面露难色，把祝清雅扶下来，自己踩着凳子伸手去拿。糟糕，就差一点点啊！救救我，救救我！祝清雅看到河东一脸尴尬，便提议道：“能够到吗？你要是不行，我去叫我大哥过来。”河东听到这话像受了刺激一样，蹦跶一下就拿到了，下来看着祝清雅：“清雅，以后在你男人面前就不能说不行2个字。”好吧。清雅这反应是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吧？他竟然没脸红。河东载着祝清雅一路跑得飞快，很快到了县城的邮局。祝清雅去寄了信。文玉姐姐看到信之后，肯定很为我高兴，也会帮我的。他应该在盛世市里吧？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带你去见见他。祝清雅高兴的点了点头，转眼又看到不远处好几个人凑着买炸薯条。清雅，你想吃炸薯条？不过我们什么也没带，怎么吃？这年代都是以物换物，自己不过有钱放在哪个时代都是差的。清雅跟我来，没带我们也能买，看我的。河东把自行车放好，拉着祝清雅一路小跑到人群中。老板，我想来点炸薯条。走吧走吧，你什么都没有带，我怎么给你炸？河东，那我们下次拿了玉米再来吧。你敢信吗？这年头就没有我干不成的事。老板，我给你8毛钱，能给我查一看不？你说多少？再说一遍。8毛，好好查，我媳妇爱吃。大爷听到后吃惊的看着河东，随即快速抓了一大把土豆条放锅里炸，生怕人跑。原则上是不行，但我有时候没有原则，8毛都能买1斤肉了，这操作俺是服了。当这么多人面叫媳妇怪不好意思的，不过原来不带玉米也能吃到炸薯条啊，8毛钱呢，我待会儿可要省着点吃。没多久，大爷就把炸薯条递给了河东，河东拿出8毛钱交给大爷，转身把炸薯条给祝清雅。好好吃啊！真香！好吃就给我也来一个。祝清雅手拿一根薯条喂给河东，河东低头去吃，却是连他的手也给咬住了。祝清雅慌乱的把手收回来。你怎么还咬手啊？我手可脏了，你等着肚子疼吧。河东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祝清雅。好啊，那也值了。无了个大雨，天都快黑了，我们快回家吧。河东点头，两人骑上车往家走，到傍晚才到家。河东去厨房烧水，祝清雅在院子听到牛叫了一声，是他饿了，正准备去喂牛，却看到地上有还未干枯的草。难道是有人已经喂过了？这时听到唐梅隔着院墙喊了一声：“晴雅，你可回来了？吃晚饭了没？中午我都没见你们人，怎么天黑了才回来？”吃过了妈，我和河东去县城了。家里的猪鼠牛什么的，妈都给你喂过了。妈，就知道是您。唐梅笑了笑就回屋了。祝清雅又去给压水井浇水，发现也是湿的，又无奈又感动，转身进屋，看到地上放着2盆水，河东在旁边笑嘻嘻。我洗澡1盆水就够了，2盆多了。你1盆我1盆，你要不介意一起洗也行。顿时祝清雅羞红了脸，不敢抬头。真不正经，你去外面洗。河东端了1盆水到了院，关着灯也没人看清。再说男人有什么可看的？又不是上一世纪有纵横的年代了。对了，我早上问过大哥了，特殊时期也可以同房，那以后可不能先睡着了，今晚就试试吧。祝清雅洗完澡后，河东就进屋，在书桌上摆弄那台收音机，他拉了天线出来，收音机发出很多杂乱的声响，不过很快声音就清晰了。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你还会用这个呀？我之前试过都失败了，后来怕弄坏就再也没动过。不过这首歌真好听。也不看我是谁呀，你男人和某人无所不能。祝清雅早已见怪不怪，但看着河东转头认真擦拭收音机的样子，失了神。为什么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问题我早都想问了。过去的河东懒散又无赖，现在他什么都会干，而且还心疼人，简直就跟2个人一样。河东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想到上一世那些让他遗憾和懊悔的话，也许就是应了那句古话，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少年不知老大吵。清雅，那你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吗？你愿意跟这样的我过一辈子吗？一辈子真是好漫长的时间啊，我不敢想。但要是一直能跟现在这样也挺好。不过你会一直这样不再变吗？我不能保证将来各个方面都不再变，但是我要好好的对待你这一点，绝不会变。看着河东用坚定的眼神说这些话，祝清雅感受到了河东的诚挚，看着河东露出笑容。清雅，你这么看着我，我可是要做坏事的哦。河东说完就抱着祝清雅到了床上，祝清雅羞红了脸，但双眼却紧紧注视着。把灯关了。好的，老婆，我来了。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清雅，你这么看着我，我可是要做坏事的哦。你好贱，我好喜欢，记得关灯。第二天一早，河东就醒了，看起来一脸满足。看到祝清雅还在睡，他轻手轻脚的下床去厨房做早饭。现在钟表行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但昨天大哥的话倒是提醒我，宜早不宜迟，该干就干。河东吃完饭出门去找祝长荣，祝长荣出门看到堵在门口的河东，属实吓了一跳。我操，吓老子一跳！你在这干嘛？要进城啊？怎么，长荣大哥不愿意带我吗？我觉得你骑2八大杠更舒服吧？那倒是，
不过要带很多东西就不合适了。对了，今天大嫂不跟你一起去啊？去个屁，她嫌太早起不来。那感情好，咱俩一起走。你去县城做什么？晴雅起来了吗？我给她做了饭，留了纸条。昨晚折腾那么久，我才不舍得叫她起床。两人没走多远，就看到何贵也出发了。三人一路进县城，说说笑笑的。祝长荣突然停下来，愣什么呢？下来开干啊！遍地都是钱。何贵听到后立马下车，也去摘野菜。见河东还坐在车上，就不乐意了。二代，你不看小地图的吗？现在立刻马上过来打团。河东跳下牛车，准备撸起袖子开干。长荣哥，你倒是把我这点小生意灵活运用的很好。这以后我要做点啥，还真不敢叫你知道了。我命由我不由天，享受到了挣钱的快乐，我停不下来了。年轻帅气又多金，你不要命？就是你们两个都是哥，一个亲哥一个大舅哥，我摘的算谁的？何贵祝长荣两人默契的对视了一眼，异口同声说道：“你看着办。”夹在中间太难办了，那我的就算我自己的吧。花了钱给秦阳买钢笔，要考大学的人得用点好东西。听完这话，何贵和祝长荣都高兴了。河东这是真疼晴雅啊，那我就放心了。看来两人是挺和睦的，那我就放心了。说不定过个1年半载就能看到小侄子。到了县城，何贵祝长荣去卖野味和蘑菇野菜，河东去了供销社。集合之后，两位大哥看到河东买了好多的糖、白面、大米之类的，就有点意外。家里就你和晴雅2个人，造不了这么多吧？不是我们吃，我另外有用，这是秘密，我再进去一趟。河东又进了供销社采购去了。两位哥哥在门口等，突然听到河东的声音传来，何贵和祝长荣齐齐看过去。长荣哥，大哥，快过来帮忙！咋买这么大2袋红薯？家里有你要的话，找你大嫂就是。对呀，我那也多着呢，你要的话找妈就好，别找你大嫂，你大嫂护食。说的是秘密了。见河东故意卖关子，两人也不问了。三人把东西放好后就往回走了。到村口，祝长荣向东走，何贵向西走。河东急忙叫住：“长荣哥，大哥，待会我们去彩家村那边收蘑菇和野味呗，回家别忘了告诉家里人会晚点回来，家村口集合。记得我刚刚买的东西都带上。去收蘑菇野味倒是可以，就是你这些东西带的太占地方了吧？放心，不会占地方，到了你们就都明白。得，说了跟没说一样，你小子别耍人就行。你小子也别耍牛，你本事重生，别让我一提嘴踹到你重开。三人各自回了家。河东到家就看到祝晴雅在院子里看书，阳光洒在祝晴雅身上，显得格外好看。看着都有冲动。不，青天白日的可不兴干那事，而且粉丝们也不喜欢看。祝晴雅听到动静抬眼一看，刚好对到了河东那炽热的眼神，羞红了脸。你回来了，早上怎么不叫醒我？想让你多睡会儿，让我看看你睡好了没有。河东看着祝晴雅，突然拿出2个精致的发卡出来。哇，好漂亮的发卡，我去供销社见过这个，好贵的。不过这款式应该更适合小孩子。那就带着，指给我看。好吧。两人凑得很近。这时王月在院门口看到了这一幕。哎呀，青天白日的你们凑那么近做什么呢？不嫌害臊啊？大嫂怎么来了？进来坐吧。哎呀妈呀，这发卡可真闪啊，闪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可不便宜吧？晴雅都嫁人了，不用打扮的这么招摇吧？大嫂别酸啊，哪里是晴雅打扮？这是我给晴雅送的，她还不乐意戴呢。你说这买都买了，不戴不就可惜了？大嫂你说是吧？河东干嘛对祝晴雅这么好啊？人家都不要还非给买，这是没事干吗？不过这跟我没关系，我来是有正事，当然是这个礼。不过我来是有事找你。大嫂先坐，我去给你倒杯水。不用，我说几句话就走。河东，早上你长荣大哥没问你一件事。什么事？他妈的，我就知道长荣跟祝家人一个样，都巴不得我弟弟过不好，就连问问都不肯。就是关于你那28大杠的事情。28大杠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我弟弟最近也想买辆28大杠，听说价格是挺贵的，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自行车票和工业券。他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去哪里搞。那大嫂手里现在有多少钱了？不多。哦不，应该问大嫂弟弟现在手里有多少钱才对。河东不会是知道我给弟弟钱的事了吧？没多少，还远远不够。现在就是来问问你关于自行车票和工业券的事情。票是20块一张，工业券10块，不过还得找人，可麻烦了。你弟弟要是有钱就拿给我。这么贵啊！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何贵回家交代完后就到村口了，等了一会就见祝长荣赶着牛车来，河东坐在上面，头上还戴了一顶草帽。你小子现在还有偶像包袱？媳妇那么白，我可不能晒黑了。再说了，我可是主角。我也是主角，也没这么事儿呢。真是差生文具多。对，瞅你那损塞，赶紧出发吧。三人两车朝着蔡家村的方向。到了蔡家村，看到人群都已经堵在村口，本来一个人的事情，现在3个人来做，很快就来更干净了。三人正准备去下一站，就听到有人吆喝：“站住！你们能帮忙买肉回来吗？”大爷，你要肉的话，只要您开金口，明天我们就买了给您送来。看来这肉不光好吃，还能强身健体啊！大爷听到买肉回来，腿都利索了不少。不过我们送过来也不容易，要收2毛钱的，您要嫌贵可以不买。家里孙子孙女好久没吃点好了，我又咬牙买。三人继续到了。乡亲们，拿蘑菇来换钱，我带你们发家致富。这小子恐怕是倒人了吧？那蘑菇难吃死了，满山遍野都是，谁会收呢？三人到了大河村，发现这里明显没什么人气。河东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躺在地上，饿得奄奄一息，便递过去几个水果。男人接过去狼吞虎咽起来。吃饱就要帮着干活。
只要能吃饱就行。看起来确实可怜，不过我首先是个商人，其次才是好人。我们收蘑菇和野木，你们可以拿过来跟我们换钱。蘑菇我记得我们山里有，那你吃完就去摘吧。可是真的能拿蘑菇换钱吗？试试不就知道了。人要先干活再想其他。放心，我就在这里规则。男人听后接过尼龙带起身往山上去了。这时其他村民也向河东围过来，都是被红薯的香气吸引过来。我们也能去，只是现在实在太饿了。好心人，你还有红薯吗？免费的东西只能来个开场白，毕竟穷人也有穷人的劣根性，能够不劳而获谁还去劳动啊？而且带的红薯有限，今天妈拿过来本来让我吃的，我都带过来了。这样吧，你们一户人家出来一个人，吃了东西去摘蘑菇或者打野味来换吃的。祝长荣和贵在旁边没能看明白怎么回事，就没敢说话。河东则拿着红薯和尼龙袋依次分发。天黑前不回来，我可就走了。好，你会好心有好报的。这我还是信的，毕竟我能重生。快去吧。傍晚时分，村民们都过来了，三人赶紧称重结算，1毛1分都不带少的。你说可以买红薯吃的，怎么买？我虽第一次见这么多钱，但是拿这钱是真不稀罕。我现在很饿，只想要吃的。河东从牛车上拿过来一袋红薯，倒在地上。这就是你们早上吃的新鲜红薯，现在买回去就能煮熟了吃，2毛1斤要吗？村民听后蜂拥而上，都跑向河东买红薯。河东爽快的过程没一会儿功夫就卖没了，刚才出去的钱也回来不少。不是我想挣他们钱，实在是村子里穷啊，挣了钱不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吗？祝长荣和贵在一旁看着，终于是懂了河东的良苦用心。原来河东买那么多红薯，等的就是现在啊！既收了蘑菇野味，又挣了钱，还让那些人都有了饭吃，真不错。是啊，看那些村民心满意足又感恩戴德的样子，二蛋真是做了件大好的事啊。对，唐梅知道祝长荣、河东一起出去了还没回来，便叫了祝清雅一起去祝家吃饭。夜幕降临，祝清雅回到家只觉得冷冷清清，这时看到张桂平走了进来。儿媳妇，现在这压水井能用了吧？妈，这么晚您怎么来了？你爹知道东子都没回来，担心你，让我来看看你吃饭了没呢？我妈让我上家吃了，不过我给河东做了饭，他回来热热就能吃。村子里都说晴雅十指不沾阳春水，可今天东子没在家，还给留了饭，家里也收拾得这么干净，看来之前的担心是多余了。东子不回来担心了吧？没事，你俩大哥都在，不会有事的。祝清雅点了点头，又给张桂平搬了凳子，俩人就这样在院子里坐着。后半夜里三人才到了家，祝长荣到家便睡着了的王月推了好几下。王月醒醒，起来烧点水，让我洗澡去。长荣，你擦窍吧，不带你这样的，自己烧去。祝长荣没办法，只能自己去了厨房烧水。河东这边本想静悄悄的进屋不吵醒祝清雅，没想到就看到了张桂平和祝清雅还在厨房。妈，你咋这时候了还在这里？清雅你怎么也没睡？你可回来了，我给你擀面皮呢。我包饺子呢，妈说可以包了早上吃，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等着又太无聊，找点事情干。妈，别忙了，我送你回去。哪用得着送了，我自己回就行。我昨天去买了手电筒，正好送您回去。这时何贵也进来了。妈，回家没见到您，问方兰，她说你在这，我来接您来了。这俩儿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齐心了？大哥，我正说送妈回去呢。你就别叫清雅一个人在家，你那手电筒给我，我和妈就先走了。河东和祝清雅把人送到了门口，又拉着手回到院子。清雅，洗干净还没呢。我去烧水，咱赶紧洗洗睡吧。体验过之后，可是知道有女人的好处了，真不错。接下来2天，河东和2位哥哥都是去大河村收了蘑菇野味再去县城买。就是第3天到大河村时，看到一帮自己村民们拿着棍子盯着三人，还怒气冲天的样子。这气氛不对啊！前2天我们还很受村里人欢迎呢，今天怎么突然变了？还是别进去了吧，我的小心脏啊！是啊，先别进去，免得被全。我又没做什么作奸犯科的事，一直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姚大娘，您昨天让买的老豆腐我给你买来了，要现在拿吗？姚大娘刚想上前，却被身边的一个小伙伸手拦。姚大娘，你还敢相信他们吗？听完，姚大娘又退了回去，恶狠狠地盯着河东。我这2天也没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如果偷看自己媳妇洗澡也算的话，那还算。河东下来牛车，走到小伙面前。兄弟，怎么就不能相信我们了？我们做什么了？有话就说清楚啊！你们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得，这个没说有什么区别。河东又看向其他村民们，乡亲们，我们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别憋在肚子里，容易岔气。村民们听到河东这话，差点就没憋住笑出来了。河东见铺垫的差不多了，又继续道：这2天大家上山都很辛苦，但是挣了钱改善了生活，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不说我是好人吧，但至少对你们来说也不应该是仇人。你话说的好听，那为什么其他村子1斤蘑菇6毛钱，我们村的就5毛，还有野味也比别人便宜了1-2毛？河东，我们没把你当仇人，但是你是不是也太欺负人了？听说供销社的红薯也就1毛钱1斤，你竟然也给我们卖2毛！众人都开始吐槽起来，眼神狠狠的像是要把人吃了。祝长荣、何贵看到这场景，赶紧下了车，站在河东身边，想着有个什么事情能够帮上忙。2位大哥不用担心，就这点事情我还是能解决的。河东又转身对着村民们说：众位，就这些问题没有别的了吗？不知道你们有人去上河村卖过6毛1斤的蘑菇没有？
我去卖过蘑菇，上河村何贵媳妇那儿6毛1斤，比我们多了1毛。我也去卖过野味，住长荣媳妇那儿比在这里卖贵了1、2毛。然后呢？那你们去那花了多少时间？20里地得1个多小时。那你们知道从上河村到县城一个来回要多久吗？快的话4、5个小时，慢的话就要6、7个小时了。我们收了蘑菇往上河村运得1、2个小时，你们要真想卖6毛1斤的蘑菇，可以去上河村，就是等那2小时，你们估计还能挣更多钱。而说到2毛1斤的红薯，我这2头牛总要吃点东西吧，总不能叫饿着肚子上路吧？你们要不想享受这方便，我们也无碍。何老板，你让我们全村人都有了饭吃，一定会好心有好报的。河东，我们把你当恩人，但你也太欺负人了，竟然还想骗我们钱。大家伙难道不知道有钱挣、有饭吃才是最重要的吗？既然如此，大河村的我们不收了，走，去下一个村庄。河东果断地转身上了牛车，村民们却不愿意了，赶紧上前拦住河东。别走啊，河东，我们卖5毛1斤也卖，还有刚才你说给我带的豆腐我也要。对啊，河东多好的人啊，大老远跑过来让我们吃上饭又挣了钱，真要不收我们怎么办啊？还好起来的日子又要往回走吗？祝长荣，赶紧给我称称这兔子多少斤，我昨天运气好抓了5只呢。别来沾边，平日里就见你贼眉鼠眼的，没想到还真是个白眼狼。河东坐在牛车上依旧不发话，祝长荣、何贵也是支持河东的做法。可怜一个人很容易，给口吃的也很容易，可是被反咬一口的滋味真的很难受。河东，是乡亲们错了，我们起初是觉得吃亏了不舒服，现在知道了你们也不容易，还给我们提供方便，自然就不难受了。你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我们计较了。河东，我们现在就指着这蘑菇和野味挣点钱吃饭了，你发发善心再帮帮我们吧。众位，有果必有因，我想知道是谁玷污了我的名声，站出来说清楚。这时小伙走到河东身边，神情忐忑地说：河东，是我的错，是我煽动大家不再卖蘑菇和野味给你们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如果你不高兴以后不收我的就是。乡亲们没错，他们只是被我给影响了。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雷强。不错，敢做敢当。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大河村的蘑菇和野味正常收，雷强你的我也不会不收，只有一点，没有下次。村民们听后齐齐点头说不会有下次，三人就下了车给村民们过秤结算。到了傍晚，返程回上河村，路过木匠家时，河东去拖了板车回家。祝清雅看到河东回来，赶紧上去帮忙。累不累？怎么不让我大哥帮帮你？我可是闽南人，力大如牛，这点事可难不到我。祝清雅又去厨房端了饭菜出来，闻着还挺香，生得我真传啊，清雅。真的吗？我尝着怎么跟你做的差远了？你没说实话吧？有点太甜了，下次少放点糖就好。不过没关系，人总是要在不断的问题中解决问题，然后才做得更好的。祝清雅也知道是这个理由，点头默认，又凑近了河东。河东，你会一直对我好的对吧？小傻子，不对你好对谁好啊？饭后河东将新马车套在了大黑牛身上，就是牛，一个劲的叫唤，打死都不懂，只得去求救祝长荣。长荣大哥，我的大黑牛泰山崩于前，他也纹丝不动，救救我，救救我！无需多言，退至我身后，我自会出手。王月，我出去一下，不用等我。放心吧，没打算等你。到了河东家院子，祝长荣折腾半天还是翻车了，大黑牛依旧纹丝不动。祝清雅一旁看着想笑又不敢笑，就进屋去了。此时王月隔着院墙盯着河东家放着的28大杠。河东平时都是坐的长荣和何贵的牛车，现在又搞了一辆，那28大杠应该就用不着了吧？王月灵机一动，就进屋拿了点东西，但也没舍得拿太多，去了河东院里。东子，别说大嫂不疼你和晴雅，来吃枇杷，这可是我今天去娘家摘来的，新鲜着呢。晴雅呢？祝清雅在房间看书，听到动静后也出来院子。大嫂，你叫我。都在院里，你跑房间里做什么？来吃枇杷，可甜了。祝清雅看着瓷盆里放着的枇杷，很是意外。小时候都是大哥趁大嫂不注意的时候偷拿几颗给我吃的，今天这样跟太阳从西边出来没区别吧？晴雅愣着干嘛？怎么不吃啊？很甜的。王月主动拿了一颗递给祝清雅，祝清雅接过来吃下。好吃，谢谢大嫂。好吃多吃点，都是一家人，谢什么呢？东子，你也来尝尝啊。河东听后走到王月面前，祝长荣在旁边一脸疑惑的看着王月，总觉得哪里不对。王月说是从娘家拿过来2盆枇杷，但回来就给每人分了2颗，剩下的全藏起来了。现在又拿出10几颗给晴雅和河东作为枕边人，此刻我只觉得有猫腻。吃着还不错，大嫂。是吧？你要喜欢回头我多送点过来，我娘家多着呢。王月过来献殷勤，我就知道没好事，进门眼睛就往28大杠上飘啊飘。晴雅，你少吃点，枇杷性寒对身体不好。这才吃1、2颗也不多啊，什么性寒不性寒的，我从小吃到大也没出过事。东子，你这是不想吃我们家的枇杷吗？那是吃多了怕是要嘴软了。大嫂，真的是心寒，我这几天肚子不太舒服。哎呀，肚子又疼了，我先去茅房了。实则是不想当大冤种，王月是真没办法了，又看向祝清雅。晴雅，我记得你喜欢吃，那就都吃了吧。祝清雅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听到院墙那边传来甜美美的声音。大嫂，你在那干啥？出面哭着不睡觉，你赶紧哄哄啊！烦死了。关键时候没一个省心的，尤其是助眠，等到他长大我都多老了哪能靠得住啊？
还不是在指着我弟弟啊！来了来了，别催了。王月又对着祝清雅笑了再度回去。祝清雅没说话，祝长荣在牛车旁边宠溺的看着祝清雅。没事，晴雅，你嫂子让你吃就吃吧，没了大哥再给你拿。好，大哥。王月到家给孩子哄睡着后，一脸愤怒。本来想问河东要他那辆28大杠，结果全被孩子搅和了。家里那边又让我赶紧买28大杠送回去提前用，可长荣天天数钱防着我，可怎么办啊？唐梅路过门口看到王月，皱起眉头来。你以后没事少往晴雅和河东那去，2、3岁的孩子本就是最黏妈的。知道了吗？唐梅说完就走了。王月气得咬牙切齿。这住家人没一个能体谅我的，没一个能哄住孩子吗？不就是不想帮忙吗？无所谓，反正粉丝们也觉得我不是什么好人，那我就贯彻到底喽。河东听着王月离开了，也从茅房里出来。大哥，你一会儿拿回去给祝冕吃吧，我都长大了，不吃这个了。也是，晴雅这事不讲欠人情啊！以前王月就对晴雅很有意见，可现在晴雅都嫁人了，她这手也伸得太长了，我回去可得好好问问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祝长荣正发着呆，靠着板车的牛突然就奔腾起来，祝长荣赶紧追出去，想着这牛要是跑了就损失大。河东，快追大飞牛啊！大飞到底正是壮年啊，跑得真快啊！大飞，别跑了，你长得乌漆嘛黑的，天黑了，我可真找不到你呀，大飞。对呀，大黑，要不你笑笑把牙扭出来吧，好让我们找你。大黑牛带着河东跑得飞快，突然路中间惊现一团黄乎乎的东西，向大黑牛踩下刹车。我去，是只脏兮兮的流浪狗啊，还受伤了。小黄狗，你愿意跟我回家吗？夜色下，一辆牛车在前面狂奔着，2个人影在后面追。乔老汉看到还以为是有人偷牛，赶紧回家拿了锄头出来。这是懂子了牛吧？得赶紧拦住他，跑出村都不好找回来了，那就损失大了。乔老汉拿着锄头去拦大黑牛，大黑牛看到来了个紧急刹车。河东和祝长荣跑在后面，看到牛停下来了，可在后面乔叔，你真是我的亲人啊，感谢。哦，举手之劳而已，记了涌泉相报就行。祝长荣、河东2人牵着牛回了家。祝清雅看到2人回来也安心回窝。次日，一个穿着青绿色套装的小伙到了河东家门口。有人吗？这里是河东家吗？是，他是我男人。哦，我这里有一份他的电报，他在家吗？一早就出去了。那你可以代收吧。祝清雅点头接过电报，又看到上面的地址是盛世寄来的。哦，是文玉姐姐吗？不对，如果是的话，收件人就不应该是河东的名字，那我还是不打开了。河东3人最近都要夜里才回家，王月看几人又没能早回来，就来了河东家叫祝清雅过去吃饭。你就一个人在家做什么饭啊？走，去家里吃。大嫂，就算我不吃，河东回来也要吃的，我得去做饭了。王月见祝清雅拒绝，直接拉着祝清雅就要拖过去。唐梅看到王月这么野蛮的拉着自己女儿进门，就不高兴。河东不在家，我叫晴雅过来吃饭的。妈，可别说你不乐意啊！就算我不去叫，唐梅等会儿也得去，我这不就装样子吗？吃饭就吃饭，别拉拉扯扯的。晴雅，跟我来。唐梅拉着祝清雅到饭桌旁坐下，王月紧随其后。晴雅，今天家里可是做了好吃的，我给你包了饺子呢。谢谢大嫂。哪里是你嫂子包的？美美擀的面皮。妈，你就别接我底了，美美擀的面皮也是我剁馅包的饺子，是我特地去买的肉，新鲜着呢。女人心海底针啊，祝家谁对晴雅好我都不意外，就是这个大儿媳妇说的话，我觉得不正常，难道她是脑子进水了？晴雅，好吃吗？好吃。饭后，王月主动送了祝清雅回家。晴雅啊，我看现在东子忙得很，加上家里又有牛车了，你们那28大杠是不是就用不着了啊？怎么会呢？河东说过2天就不忙了，要骑着28大杠带我去县城转呢。你丫的，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我刚说要用你们就也要用了，真是小气。那收音机呢？晴雅，要不你拿来给我用，反正放着也是放着。那玩意儿河东喜欢的很，每天晚上都要听一听。而且大嫂，我记得你应该不会用的。我会不会没关系啊，进来玩玩还不行吗？你也太小气了吧。王月转身不高兴的回了院子。祝清雅终于松了口气，也准备回屋，又看到唐梅从院墙探出脑袋来。晴雅，你嫂子跟你说了啥？知道她想干什么了吗？知道了，不过我拒绝过了。妈，您别操心了。真有事你还是得说，你嫂子那脾气我还是了解的，总想着占便宜，该骂还得骂，不然她不清醒。知道了妈，放心吧。河东夜深回到家，见祝清雅已经睡着了，轻手轻脚的去洗了澡，到床上睡觉。第2天一早，河东就醒了，正准备去做早餐，祝清雅突然拉住他。这么早就要走吗？回来给你做好吃的。真的吗？什么好吃的？真是小馋猫，听到好吃的眼睛都亮了。你再休息会吧，我去做早餐，你起来记得吃。河东做完早餐就出发了，只不过大黑牛不仅不慢，走得慢吞吞的。祝长荣、何贵和雷强都走到大前头摘野菜，河东还在紧追慢。你听说过牛排吗？用的就是你身上的肉，先把毛大里干净的切成1块块的，然后用刀背敲碎了腌制15分钟，用火慢煎。那香气我一口气能吃10块。大黑牛突然停下来脚步，看向河东，还以为你什么也听不懂呢。大黑突然又像是受了刺激一样，转头飞快地跑起来。黑兄弟，你也别跑了，别吵了。
刚走没多远，路中间突然惊现一团黄乎乎的脓水，吓得大黑牛紧急刹车。河东赶紧下牛车走进茶馆。我去，原来是只脏兮兮的流浪狗，好像还受伤了，真可恶。小黄狗似乎注意到河东怜悯的眼神，凑近河东使劲地往他裤腿上扑，还疯狂地摇尾巴。小黄狗，你愿意跟我回家吗？真是除了蚊子万物皆有灵啊！走吧，从此跟着我，3天饿9顿，我吃啥你吃啥。河东把小黄放到牛车上，又赶着牛出发了。大黑牛依旧跑得飞快，很快赶超了3人。让你小子这些年不干农活，现在沦落到被牛欺负了吧？这会儿路上没什么人，应该撞不到人，就是怕东哥摔着。没事，慢慢就好了。谁还没个第一次？河东是真没想到自己和大黑还真熬过了磨合期，一路上稳稳当当的率先到了县城，在路口等着何贵柱、长荣和雷强。也不知道装笔豪是缺钱还是真的惜字如金，电报上就2个字笔妥。不过现在有了他的亲笔信就好多了。随后河东带着3人一起去了装笔豪设立的专属收购点。河东拿出了那份装笔豪的亲笔信，对接之后给几人结了账。何贵一脸的不可思议。二代，以后我们收来的蘑菇野味都可以往这里送了，收购价格还给我们多了1毛3分钱，这是真的吗？没错，这都多亏了我一个朋友。大哥，你们先去供销社买东西，我去办点事。河东交代完后，来到了小卖部门口。猪狗蛋大老远看到河东就笑了。何哥，我可是好久不见你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是把我给忘了吧？真要把你忘了就不来找你了。你认识的人多，路子广，给我搞本英语词典来咋样？钱不是问题，最好是北京、上海那一带的。何哥，你知道我可不是做这个的呀。你还真是低调了，手里能有各种票和工业券出售的人，背后的家境必然不会太差吧？哥不会亏你的，书籍10块钱一本，要是能够搞到是题卷之类的2毛钱一张。可我不认字啊。你还不认识这些卖票的人呢？这不还是搞到了？狗蛋啊，我可是很相信你，也相信除了你这是没人干得了。何哥，你这是想去上重笔考学吗？可不是嘛，你都怕被抓，你哥我也怕呀。要不怎么说我何哥觉悟高呢？那说好了，到时候可千万别忘了兄弟我啊，有好事得想着兄弟。放心放心，不会忘了你的。我现在是比很多人都有钱，但更重要的是得让媳妇好好考学，家里到时候有个吃公家饭的，我不也跟着沾光吗？河东给了猪狗蛋一张大团结，坐起到供销社门口见2位大哥和雷强已经买好了各自带够的东西，出发了。大哥，长荣哥，今天我就不去大河村了，你们买的菜放我牛车上，我回上河村给你们送回家去。大嫂，我听说最近收野味价格低了呀。我王月才不是那种人，诚信第一，我知道。前2天才刚烧了1毛钱，今天又烧了7分，什么人啊？河东独自回到上河村，刚到朱家门口，就看到走出来的小伙对着朱家大门吐了口唾沫。什么人啊？前2天才刚烧了1毛钱，今天又烧7分，老子一大早老远跑过来，那不亏了吗？是真觉得出了那的，没人收咋的？河东见小伙手里还拎着那沉甸甸的尼龙袋，显然是没卖，表情也恼火的像是要吃人。兄弟，这是咋的了？河东本是无心的问一句，却见那小伙回头瞪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的走了。又看向院子里，只见祝家就王月一人在忙着收野味。给你，下次还来啊？怎么这么烧？今天就这价，爱卖卖，不卖滚。下一位。大爷想来也是缺钱，叹了口气就转身走了。院门口，河东拦住了这位大爷。你谁呀？拉我干嘛？我过2天也准备来这里卖野味，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我家离得远，我看你们忙得很，所以就想问问大爷你。大爷眉毛紧蹙，纠结了下，还是开了口。小伙，不知道你听说没有？之前这里收兔子是1块1一斤的价格，现在就只有9毛3了。哎，那咋回事？价格怎么变了？哎，谁知道啊？这往后我也不来了。昨天我们村子里有人找到别家了，如果价格合适，以后我也跟着他们卖。小伙，你要不急着用钱，我劝你也找别家去卖。大爷说完就要走，河东叫住：大爷，您明天还来这里卖，他们家会给你1块1一斤的价格。大爷微愣，随即笑了笑，显然是并不当真。这小伙就是来卖蘑菇了，凭什么肯定明天野味的价格会是1块1一斤？1块1斤我都知足了。河东见大爷走远了，拿了祝长荣买的菜进了祝家。王月在记着，看到河东过来，赶紧合上了手边上的一股账本。王月现在是真学精了呀，都知道完2本账本的套路。大嫂，长荣哥去收野味了，让我把买的菜送来了。啊，好，你放那吧。王月一脸尴尬，赶紧转头忙着记账收野味。河东又牵着牛车回到自家院子。祝晴雅听到牛叫跑出来，看到河东，一脸惊讶。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不是说好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吗？就算要给我做好吃的，也不用耽误你的事情，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答应你的事情一定要早做。你看我昨天去山里摘了啥？河东去厨房拿出来一个布兜，祝清雅打开看到里面是很多灿黄的枇杷。枇杷竟然是枇杷啊！昨天我见唐家村的山上有，就摘了些，想着给你做枇杷罐头吃。好，那再好不过了。2人分工合作，河东在厨房做罐头，祝清雅做饭。中午吃完午饭后，河东就站在院墙观察着祝家院子。长荣家的，我听说野味的价格低了1-2毛是吗？我有那么傻吗？外村来的我能少给钱？本村的万一闹起来，祝家人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
那我以后不就占不到便宜了吗？当然不是了，魏家婶子，我们收野味一直这个价没变过，诚信第一，这个我知道。那就行，我是昨天听人嘀咕了几句，还以为价格要变动呢。夜深时，祝长荣和贵回来了，进村口时见河东竟然倒在这儿。二蛋，大晚上的不睡觉在这干嘛？咋的？就今天没跟我们一起去就不放心啊？我和你大哥可有分寸。大哥，这么晚了你先走吧，我坐长荣大哥的牛车回去。何贵听后就率先进了村，河东上了祝长荣的牛车。祝长荣觉得他不对劲，你为啥让何贵先走？一起走，热热闹闹的多好，难道你是有话跟我说吗？你说对了，还真有。两人边走边说聊了一路，祝长荣算是明白了河东的意思。祝长荣到家后见唐梅独自坐在院子里等他回来。你可回来了，厨房里有饭菜有热水，赶紧吃了洗洗睡觉吧。原本想着长荣有了媳妇这些事情就不用我操心了，可这王月收完野味一早就去睡了，真是气人，呸！我自己来就行，妈您去睡吧。唐梅点头回屋了。祝长荣吃饭洗澡后回到房间想叫醒王月，但王月睡得正香，推了好几下就是没醒。没办法，只能明天说了，这娘们睡他妈的死沉。这晚祝长荣思绪万千，睁眼到天明，一夜未眠，在早上刚闭上眼就被王月叫起来。长荣，你怎么还在睡懒觉？今天不去县里收的野味怎么办？这几天累着了，想休息下不行吗？我可太了解长荣了，他就是大男人一个，再苦再累也不会喊，可今天竟说累着了，难道还能嫌赚的钱太多了吗？可院子里那么多的野味呢，你今天不去，明天就更多了，不卖了怎么换钱啊？不用你操心，河东替我去了，你没听到我说的吗？我累着了，想在家休息2天。祝长荣下了床，转身就去了院子，看到来卖野味的都已经在门口排队了，王月赶紧跟着。长荣，你去别处待着去吧，收野味我一个人就行。看这院子埋汰的，我收拾收拾，碍你啥事？王月一脸不愿意。这时他看到自己找的2个过秤的工人进来了，王月赶紧跑过去悄悄地说：你们俩今天注意点长荣，我这2天做的事情可不能叫他知道了。祝长荣说是扫地，却没少注意这边的动静，看到王月在那嘀咕，放下扫把就过来了。我说那时候我找自家兄弟来帮忙，王月怎么坚决反对呢？还非要找工人，看他坚持也就随他了。现在想想那时候就打好了小算盘吧，你们来1个就好了，今天我也在家。别啊长荣，人家干得好好的，你这是干啥？你别逼逼，我就干这1天咋的了？其中1位工人见状就走了，剩下2人看住长荣严肃的可怕，就没敢说话。王月不得不对着排队的众人说：今天的价格都是跟以前一样，兔子1块1毛1斤，竹鼠1块1斤。村民们听到后一脸不可思议，随即又都热情高涨。王月看到后松了一口气，这样也好，虽不能从中赚点小钱了，但最起码不会让长荣起疑心了。获取信任后赚钱的机会不是还多得很吗？但王月是属实没想到祝长荣接下来会这样说。野味的价格一直都这样，乡亲们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那是一直都这样啊，昨天9毛3，今天足足多了1毛7了。是啊，今天的价格是真好，那才是和以前一样的。后面的村民也都附和起来，王月的脸瞬间吓得惨白，写字的手都不会动了。是吗？那以后大家都记住这个价格，不会再有变动了。什么叫以后都这个价不会有变动了？他这是听谁说什么了吗？难道今天也是特地留在家的吗？祝长荣和工人2人给村民们过秤结算，王月在一旁头都不敢抬。等到村民都走完后，祝长荣转头看向王月，王月坐在凳子上，大气也不敢出。说吧，这几天那些钱藏在哪？干嘛去？我马不停蹄的赶回来，你竟然还能做出这种事？我不就是偷吃了吗？你不也带回来只野狗吗？王月，你自己说吧，这几天那些钱藏哪了？干嘛去了？你信求吧，长荣，我哪有钱啊？你自己拿出来，还是我去找？唐梅听见祝长荣大声说话，出来就看到气氛不对。这是咋了？王月又作妖了吗？您别管了吗？说完，祝长荣拉着王月就回了房间，唐梅也悄悄跟过去偷听。长荣，你拉我进屋干嘛？你不去卖野味也就算了，可也别耽误我收野味啊，我还没忙完呢。你背着我搞这些，想过以后来卖野味的人会越来越少，挣到的钱也越来越少吗？还是说你觉得就你这能收，别人就不能收吗？人家大老远的来了，你给人压价钱，真把他们当傻子吗？我不是，我没有。祝长荣瞪大眼，看见了生气了。王月吓得瑟缩在角落里低着头。从今天开始，让美美跟着你学记账，那2个工人干到月底也不用干了，让常耀来。凭什么啊，长荣，这可是我们的生计，要让他们插手了，我们还能赚钱吗？该死，之前都好好的，肯定是有傻叉告状了。那我弟弟买自行车去提亲的事怎么办啊？我们给他们钱，挣自己该挣的就行。这倒好，长荣这是记挂着自己兄弟呢，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过就凭王月做的这些事，就算有意见他也不敢说什么。这时院外传来河东的声音，祝长荣去了院子，王月赶紧起身跟上。长荣哥，我给你野外卖了，给你好好清点一下。祝长荣接过河东手里的钱，王月在一旁紧盯着都没怎地。这可都是我的钱啊，长荣总该给我拿着了吧？祝长荣清点完后，注意到了王月急切的眼神，却转头看向唐梅。妈，您给我保管着，回头我要再找您拿。那行。眼见该是自己的钱进了唐梅口袋，王月气得咬牙切齿。这时卖野味的村民们也来了，祝长荣叫了田美美过去帮忙。
这哪是让美美过来跟我学的，分明是派来盯着我的。这祝家人没一个好东西。河东看着祝家人这微妙的气氛，只笑笑不语，转身回自己院子。我只是跟长荣大哥说了王月两种价格收有位的事情，今天看起来长荣大哥处理的还不错，真是如此可嘉。河东到了院子没看到祝清雅，屋里找了一遍也没见到人，又到厨房门口，就看到祝清雅鬼鬼祟祟的在偷吃枇杷罐头。好甜好香啊，简直吃的停不下来。河东说什么3、5天才能吃，明明今天也能吃吗？河东站在门外看了半天，没一会儿祝清雅就察觉到罐子里的枇杷被自己吃完了。呀，我怎么吃完了？会不会被发现啊？小馋猫，你已经被发现了。你回来了，吓我一跳。河东故意沉着脸，想逗逗祝清雅。不但人回来了，还买了豆腐要给你做麻婆豆腐，没想到竟看到你做这种事。你这么想着我竟然还偷吃，对不起啊，是我太惦记这味道了，原本就想着尝一尝的。结果就吃了一整罐吗？河东的脸色依然不见好，祝清雅低着头委屈巴巴的，空气仿佛停滞。那就罚你拿2罐送去大哥那儿，让爹妈和大嫂也尝尝不过分吧。好嘞，东哥。祝清雅开心的拿着2罐枇杷罐头去了何贵家，河东也拿了2罐送去了祝家院子。祝清雅回来后看到罐头又少了2罐，出于护食心切又问道：怎么又少了2罐枇杷罐头？你吃了吗？你去你家院子看了没？祝清雅刚进祝家院子，就看到唐梅和王月正在吃枇杷罐头。清雅，你来的正好，这枇杷罐头怎么做的啊？也太好吃了，本来枇杷酸酸的，这么一做倒是甜的刚刚好。不知道。那你家还有吗？要有的话你再拿些，祝眠也喜欢吃，毕竟是你亲侄子呢。没了，我回去了，大嫂。祝清雅话还没说完就跑了，王月疑惑极了。没有就没有，跑那么快做什么？祝清雅一到家就拿了块布到厨房，把枇杷罐头盖住了就要抱走。清雅，你这是干嘛？大嫂那德行我是知道的，得赶紧藏好了。你这护食的样子真可爱，我本来还以为你是想多给家里送几罐呢。我倒也想过，但我那天见你做起来费劲的很，哪有时间再做呀？咋的？知道心疼你男人了？对呀，不可以吗？可以的很。对了，清雅，我得骑28大杠出去一趟。好吧。河东去房间推了28大杠出来，骑着出了门。枇杷罐头的生意倒是可以试着做，先去县城考察考察的。到了县城，河东去供销社买了一大袋的瓶瓶罐罐。中午时分，河东回来了。祝清雅打开自行车上挂着的大袋子，怎么买这么多瓶子回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河东去厨房找出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2行字：收购枇杷，1毛钱1斤，又拿到家门口放在显眼的位置。清雅，你觉得我做的枇杷罐头能卖钱吗？那么好吃的枇杷罐头不能卖钱才怪呢。刚刚你大哥家的家宝还来说吃不够呢，看你没在就走了。小孩子甜的吃多了不好，你没给他吧？没有，只剩1罐了，我没舍得。祝清雅不好意思的低下头，河东则笑着拉着祝清雅进了屋。王月这边听来卖野味的村民说，河东家门口竖了一块牌子，写着1毛钱1斤收枇杷，赶紧拿了一大盆枇杷就去了河东家。枇杷我家多的是，不过我回去摘，爹妈还管我要5分钱1斤，河东现在收1毛钱1斤，这笔账我会算，不还是赚了吗？东子，你这收枇杷吗？河东在屋里听到声音出来院子，就看到王月拿着一大盆枇杷。1毛钱1斤。那我卖给你，我这还多着呢，你要收的多，回头我让我家里的人也都拿过来卖给你。大嫂，我得挑，太小的也不行，品相不好。这都自己人，有必要这样吗？东子，小的你想卖也可以，3分钱1斤。啊，那你还是挑大的了吧。最后河东挑出了4斤大的，王月看着盆里还剩下小半盆的小果。算了，东子，我吃点亏，小的也便宜给你吧，家里现在都不稀罕吃这玩意儿了。河东给了王月5毛2分钱，王月接过钱走了。比起之前收野味赚的差价的确是少了，不过那枇杷吃多了难吃死了，这卖了也算是另一份收入。河东在厨房忙着做枇杷罐头，很晚才去睡。第二天一早就起床了，赶着牛车准备去县城。刚到门口看到了祝长荣也要出门，把大飞赶回去吧，要去县城坐我的车就是了，赶空车多不划算，你傻吗？长荣大哥，我这哪里是空车了，里面放着东西呢。啥啊，还得用布盖着，里面附小鸡仔呢吗？让我先开看看吧，我好奇死了。现在还不能看，看了就不灵了。河东赶着牛车前面走了，祝长荣赶紧追过去。到底是啥东西啊？你跟我说说呗，你是我大哥还不行吗？卖罐头，2毛1罐，5毛2罐。能让我免费尝1罐吗？好吃我全包。那不好吃半包哦，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但在靓妹面前我没有原则。长荣大哥现在还不能看，看了就不灵了。到底是啥东西啊？你跟我说说呗，你是我大哥还不行吗？两人刚走没多远，见何贵和雷强也出发了，4人一起朝着县城去。到了路口，几人分道扬镳，河东去了商业街。这年头吃得起水果罐头的都是有钱人，县城村中的多半不舍得吃，所以我要做就做人人都吃得起的平价罐头。河东挑了出热闹宽敞的地方，把20-30瓶的枇杷罐头摆在地上，手里还拿了一瓶打开盖子，没一会儿就吸引过来2个年轻女孩。这是什么水果罐头？好香呀！家里人摘的枇杷，自己做的罐头好吃着呢，你要不要尝尝？这不好吧？没事，我这还多着呢。女孩到底没能抵抗住美食诱惑，伸手接了过去，枇杷的清香越发的浓厚，迫不及待的尝了一口，
随即眼睛都亮晶晶的。好好吃啊，比我之前买的水果罐头都要美味呢。旁边其他人看着也在不停的咽口水，尤其是女孩的同伴。我也想尝尝，可以吗？当然可以，6毛钱一罐药嘛。才6毛钱，好便宜啊！就喜欢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能挣钱也能花钱，上了年纪的大多都是不舍得。给你罐头。女孩爽快的付了钱，就拿过去吃起来，枇杷的香甜滋润的感觉进入嘴里，喉咙都感觉清甜芳香，真好吃。你刚才说6毛1瓶对吧？我刚刚免费吃了1瓶，我给你1块2，再给我拿1瓶吧。好嘞，拿回去记得密封着呀。不用等到拿回去，我路上就吃了。周边的好几个人闻见香味都凑了过来，没多久，河东带出来的20几瓶就都卖干净了。除去2斤枇杷和玻璃瓶的成本，现在赚了11块4，这还是一早上。要是下午再来赚的，真是很可观了。这生意能做。河东又赶着牛车去了供销社，大批量采购了120个大盖玻璃瓶。路上经过了小卖部。何哥，你可来了。狗蛋，我要的东西搞到没？那必须的，给，这是我从大城市搞来的2本复习资料。那就谢了呀，兄弟。猪狗蛋接过河东递过的钱，看着明显是给多了，又呲着大牙想：何哥真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啊！有需要还来找我啊！行，那我赶紧走了，你何哥我业务繁忙啊。河东说完就赶着牛车走了。到家后就开始在厨房忙着做枇杷罐头。需要帮忙吗？不用，清雅，你去看我拿回来的复习资料吧，你可是要考大学的。那好，要是你忙不过来了，就叫我。祝清雅说完就走了。整个下午到晚上，河东都在厨房里忙。晚上王月又过来卖枇杷。东子，你买这么多枇杷到底干什么用啊？大嫂问这个做什么？我就是没事随便问问，跟我说说呗。收枇杷当然是用来吃了，就是有点酸，我想着做好吃点。是吗？不会就是上次你送去家里的那种枇杷罐头吧？是。那你这回可买了不少枇杷，应该做了很多吧？王月说着就往厨房走去，进去就看到桌子上放着好多的枇杷罐头，不过跟之前不一样的是瓶子只有拳头大小。东子，那这3瓶我就拿走了，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吧？可以，大嫂给我1块8毛钱就行。啊，还得给1块8毛钱呢？这些都是拿去卖的，6毛钱1瓶，大嫂拿走3瓶不就是1块8吗？难道大嫂数学不好吗？河东，这你就不对了吧？我可是你大舅哥的媳妇，你媳妇的亲大嫂，拿你几瓶枇杷罐头而已，还用算这么清楚吗？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大嫂刚才拿来的枇杷不也是来卖钱的吗？你说我的枇杷才多少钱，这枇杷罐头又多少钱？我是看明白了，河东你是坑我呢吧？反正1瓶6毛钱，我不信你卖得出去。我知道你是直肠子，但你也不能用嘴拉吧？瞧瞧这都说的什么话，卖不出去也不用大嫂操心。河东拿过王月手里的罐头，就放回桌子上。大嫂，这是你的6毛7分钱，拿好了。王月气得红着脸瞪着河东，但也说不出话来，就接过钱走了。祝清雅见王月走了，便过来河东身边。对不起，本来觉得我和大嫂的关系就局限于在祝家，却没想到现在让你也陷了进来，真替你委屈。人活在世上哪还没点人情世故了？多大点事啊，别皱眉了。祝清雅听完河东这话，抬头看着他笑了。好，这会天晚了，我帮着你一起吧。差不多忙完了，咱好久没夜聊了，我去烧水，一会儿咱洗洗就去睡。祝清雅跑去屋子里拿衣服，河东刚烧好水，准备洗澡，天公就不作美了，竟然停电了，屋子里黑漆漆的。祝清雅站在门口也不敢动。怎么办呀？手电筒上次大哥拿走了，煤油灯也没油了，我有点怕怕呀。清雅，别怕怕，咱俩去隔壁找啊。已经睡下的唐梅和祝建军隐隐约约听到祝清雅的声音，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唐梅去开灯，却发现停电了。建军，停电了，我有点怕怕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家里不是备着蜡烛和洋火吗？不过我刚刚好像听到清雅的声音了，咱俩猜拳，谁输谁去。我也有点怕怕。瞅你那怂样，你睡吧，我去看就行。唐梅拿着祝建军点着的煤油灯出了门，到门口看到果真是祝清雅和河东。停电了，你们这俩孩子是害怕了吧？妈，有河东在我不怕怕，家里还有没有煤？当然有，什么没有来找我就对了。你们到底是年轻没我有经验，今天要想着明天，明天要想着后天。确实是，过日子也跟做生意似的，要想得长远，才能有备无患。妈，我明天就去多备点蜡烛和煤油什么的。孺子可教，还有洋火要不要？河东、祝清雅两人齐齐摇头。唐梅目送着两人离开，才往回走了。真是养儿100岁，长忧99啊！这刚结婚过日子，往后要学的东西多着呢。唐梅刚走没几步，就看到一道黑色的人影，着实是吓了一跳。谁啊？谁在那？唐梅走近几步看了看，发现是王月。大晚上的不睡觉，站在这里做什么？想吓死老娘吗？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不知道吗？晴雅现在可都嫁人了，还有河东是你女婿，可不是儿子。我去拿几瓶罐头都还要钱，他们来拿煤油咋不想着给钱啊？王月，这话你是摸着良心说的吗？要不是的话，你就别逼逼了。我怎么不是摸着良心说了？他们来要什么就给拿什么，给过钱吗？你以为跟人家是一家人？人家可不见得把你当一家人啊妈！唐梅举不出来，就要指着王月骂。王月瞬间怂了。河东新品枇杷罐头大卖，紧急扩招团队。大嫂王月却从中使话。我怎么不是摸着良心说了？他们来要什么就给拿什么，给过钱吗？你以为跟人家是一家人？
人家可不见得把你当一家人了吗？唐梅举不出来就要指着王月骂，王月瞬间就怂了。别说什么一家人不一家人的，就算是邻里邻居来了我也会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那你还回什么娘家？以后你一次也不许回去。啊，妈，这怎么能一样啊？怎么不一样？晴雅不是我生的不成？王月见唐梅脸色难看的很，瞬间失了神，好一会儿才敢说话。我就是那么一说，妈，您就当我没说，我去睡了啊。见王月灰溜溜的跑去房间，唐梅也转身回屋了。建军啊，你这大儿媳妇，我当初就说了不能娶，偏你说人可怜帮人家，可你看这些年他什么时候消停过了？晴雅这些年来一直让着他，可他没见学乖，倒是越发的厉害了。哎呀，这现在娶都娶了，总不能不叫过了吧？嗨，那也是，就是长荣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吧？第二天河东一早就起来了，今天做的枇杷罐头多，所以他找了2个小伙来帮忙。何哥，我叫曹五环，比4环多1环的那个5环。东子，可说好了，1天1块钱工钱啊。放心吧，少不了你们的，不过流程你们得记清啊。3人到达商业街后，河东又提醒2人一遍，重点提醒你俩，服务态度一定要好，对人也一定要热情，遇到问题要及时解答，开瓶盖这种小事能干就干了，不要吝啬。还有不懂的吗？河东见2人都摇了摇头，就把分装成3份的罐头分给2人，1人1个。何大顺和曹五环看着河东离开了，都跃跃欲试。2人学着河东的样子往人堆里扎，河东则是去了小卖部。狗蛋，给尝尝。这咋没贴牌呢？敢喝吗，何哥？在河东的眼神鼓励下，猪狗蛋还是开盖喝。这味道像是枇杷，是枇杷罐头吗？哪来的啊？是枇杷罐头，自己做的，6毛钱1瓶。市场里的什锦罐头1瓶都1-2块了，算是奢侈品了。你这确定才6毛吗？便宜是便宜，但你得帮帮我呀！你卖1瓶，我给你5分钱咋样？行，给我多拿几瓶，这罐头便宜又美味，肯定好卖。河东把罐头交给猪狗蛋后，就准备去看看何大顺和曹五环那边的情况。刚走几步，就听到后面传来的对话：这是啥罐头？贵不贵啊？枇杷罐头6毛钱1瓶，才6毛钱1瓶啊！给我来1瓶。枇杷罐头是什么味啊？给我也来1瓶尝尝。这口感真不错，再给我拿2瓶装起来。河东回头已经看到不少人围着猪狗蛋了，笑了笑，继续往商业街去。看来我这枇杷罐头很受欢迎啊！毕竟相较于后世的糖类饮品泛滥，这年代还只是起步阶段，这也是我们有信心的原因之一。河东到了商业街，见何大顺和曹五环已经在约定的地方。东子，你刚刚说玻璃瓶能1个1分钱回收，所以我俩等人吃完扔了又去捡回来了。可以，干得漂亮。何哥，你这罐头也太好卖了，刚才有个有钱人提着公文包，说吃着好吃，一口气全给买走了。是吗？真阔绰呀！我俩这都卖完了，还有吗？没了，只能明天了。得，这刚卖起劲就没了，那我俩明天一早还找你去。大顺，咱今天挣钱了，先找个地方花了去吧。你们去吧，现在枇杷罐头这么好卖，难免会有人也想着跟着做。我去供销社再多买些瓶子，等下还在这里会合。河东笑着看着2人兴奋的往小卖部去，转身赶着牛车去了供销社，又买了不少玻璃瓶。到家已经是下午了，祝清雅跑到河东身边，我守在门口大半天了，看到都是去卖野味的多，枇杷我只收了5-6斤而已。祝清雅愧疚的低下头，河东微笑，没关系，清雅已经够用了。罐头里不光有枇杷，还有糖水占了大多数。枇杷说白了就是个名头。这样啊，不过你又买回来这么多瓶子，是早上的都卖完了吗？足足100多瓶呢，你一个人怎么卖？小丫头，你没做过生意，自然不懂得其中的窍门了。这个我晚上再慢慢跟你说，反正就是很轻松就卖光了。是吗？那你好厉害的，我做好饭了，快去吃吧。迎着祝清雅崇拜的眼神，河东高兴得很。我好像知道我喜欢这年代的什么了。上一世虽然人都说我厉害，却没一个像秦雅这么真诚的。饭桌上，河东看着祝清雅又问道：清雅，前2天的枇杷罐头应该吃完了吧？你怎么知道？我猜的，小馋猫，今天晚上再给你多补点。就知道你最好了。那是，清雅，今天买回来200个瓶子，清理挑拣，剥皮蒸煮都是精细活。等下我再去招2个女工人吧。好，得招年纪轻、手脚又勤快的。饭后，河东又拿了块木板靠在大门口，上面写着招手脚勤快的工人，1块钱1天。二毛妈和秦婶2人从门口经过，看到了，就进院子问：东子，在你这1天就给1块钱工钱是真的吗？对啊，是真的吗？我们是不年轻，但可是村里出了名的手脚快呢。是的，你们要试试吗？见秦婶、二毛妈2人都点头如捣蒜，河东就开始教他们怎么做了。10来斤的枇杷处理干净后，天已经黑了。二毛妈和秦婶领了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饿了吧？先吃个红薯垫垫肚子吧，刚刚妈送过来的。河东接过来吃下。家里的2个灶堂我都用着，你也没法做饭了，一会儿枇杷罐头蒸好，我就给你做好吃的。没事，我吃点红薯就不饿了。我哪能让我媳妇这样将就啊？我挣钱就是为了让你过好日子，没道理就只让你吃红薯充饥啊。河东看着时间到了，就把蒸煮好的枇杷罐头放到一边去晾好腾出来地方做饭，做了鸡蛋肉丝面。秦雅，快吃吧，鸡蛋和肉多，面条少，咱讲究的就是一个营养。吃完了你就先去睡，我还有2锅就忙完了。祝清雅点头，又把自己的手表递给了河东。
给你，我记得你说过要做好罐头，时间和火候一样重要的，估算怕是不准确，你拿着手表看要方便点。好，还是媳妇想的周到，改天有空我再去拜货大老美一个。河东忙完都后半夜了，上床睡觉时看着睡得香甜、呼吸均匀的祝晴雅，一脸的幸福。河东，你就不怕我把你做的那些龌龊事都抖出来吗？还有你祝晴雅，你以为那些事都是巧合吗？大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第二天一早，河东就抱了一堆干稻草放在牛车上，祝长荣从门口经过，看到了赶紧进来帮忙。这是干嘛？难道以后你就在牛车上睡了吗？哪有的事啊，长荣大哥，我和晴雅好着呢，就是想着铺一层稻草能给枇杷罐头减减震。那感情好，咱出发吧。河东见祝晴雅过来了，又对着祝晴雅说：晴雅，天还早，你再睡会儿，早饭锅里给你留了。好，路上小心，早点回来。那我呢？合着你大哥，我是炮灰北。大哥，注意安全哦。祝晴雅目送着晨雾中的2辆牛车走远后，就准备去院里坐着看书了。这时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转身看到是方兰抱着一盆枇杷过来。晴雅，这是你大哥昨天在唐家村里收来的。别看我们上河村不多，但唐家村是真不少。你哥知道你们要，就帮着收了，有6、7斤。祝晴雅听到是惊喜的，接过枇杷，又拿出钱递给方兰。那谢谢大哥大嫂，拿着吧大嫂。不用钱，你哥说了这2天估计还有不少，你们收不到也不用着急啊。那好。祝晴雅见方兰一直推脱着不要钱，也就罢了。祝晴雅目送着方兰离开后，又去厨房把枇杷放好。虽然我没收多少，但加上昨晚自家大哥和今天大嫂送来的，可是不少呢。王月此时站在墙角目睹了全程。河东现在虽说是不做蘑菇也未生意了，但这又搞起卖罐头，估计也赚不老少了。老天真不公平啊！这祝晴雅在家都好吃好喝的，嫁了人还是如此，我真恨呐！这时一位老大爷走进来喊道：听说你们这儿收兔子又是1块1一斤了，真了假了？前2天就开始恢复原来的价格了，你才知道吗？前2天那不就是那小伙跟我说了那天吗？真是神了，还真被他说对了。不对劲啊！因为价格恢复的确是这2天的事情，可还没发生就有人告诉他了吗？谁这么神通广大，料事如神啊？小伙，哪个小伙啊？明知故问啊你！我说小伙肯定是男的了，看着长得白白净净的，挺帅了，也就20来岁吧。庄稼人都是下地干活晒得黢黑黢黑的，白白净净的男人还真没几个，记忆中就俩，除了我弟就是河东。你给我再说仔细点。你问这么清楚干啥？你有把柄在他手里呀？我就随便问问，大爷您要是记得，就把他那天的穿着也跟我说说呗。大爷回忆了下，就把那天见到河东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王月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怒气冲天。啊，臭小子，原来是你害我！河东赶着牛车带着何大顺和曹武环到了商业街，今天给了他们俩1人100瓶的任务，2人拿着一大兜罐头就扎进了人群中。河东又去了小卖部。何哥，今天多给我分点，少了根本不够我发挥的。行，没问题。河东看着猪狗蛋积极的推销罐头，和大顺2人现在也不用自己操心，说的天花乱坠的，心情大好的赶着牛车到了树荫下躺着休息。天越来越热了呀，天空也越来越蓝了，风吹树叶哗啦啦，空气清新的很。河东刚闭上眼，耳边就传来何大顺的声音，睁开眼就看到何大顺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着，后面曹武环也是紧张的跑过来。东子，走，快走！咋的？被人追了？东哥，快走，赶紧走！河东赶紧赶着牛车走，中途几人回头看到那些人其实是去逮别人的，好一个乌龙啊！到了路口，河东停下来给2人结算。大顺，你的2块3，私家一回，你的2块2，除去玻璃瓶白糖和请工人的成本10块钱上下，今天我一共挣了45块，小卖部那边的明天再去结算，估计也可以。何大顺和曹武环这次没赶着花钱，3人一起回了上河村。祝清雅见到河东回来了，极其意外。不对啊，今天的罐头更多，怎么还回来的这么早？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今天一说给提成，大顺和4环明显更卖力了，当然就卖得快了。原来是这样啊，换个人估计都想不到呢，还真是小看你了。我能想到这儿，还真是占了上一世的便宜了。不过现在看媳妇这么崇拜自己，还真得劲呢。对了，我这边也准备差不多了，秦婶和2毛妈一早就来做事了，这会儿枇杷都挑洗干净了，在水里泡着，他俩刚走。好，玻璃瓶子呢？在屋里呢，早上雷强送过来，又帮着拿进去了，没破几个。行，秦雅做得不错哦，先吃饭吧，等会儿再把秦婶和2毛妈叫来。好，东哥。2人在院里吃饭，饭桌上祝秦雅不解着悄悄问道：河东，我记得你之前做蘑菇生意时，大哥说过不让人知道的，现在你找工人来做，就不怕以后上河村的人都会做枇杷罐头吗？秦雅呀，我以后还要让更多的人会做罐头，把本村经济搞好，然后再搞别的村，到那时候给钟炳豪一份像样的成绩单，顺势就可以带着你去盛世开饭店了呀。我就是让他们知道的，我们的天地远不在这里。上河村没什么不好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当然我也听说过外面的世界也是很大的。你就是个小馋猫，管着吃喝玩乐就好，还有就是好好考学，将来就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了。也许是吧，不过现在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你说的外面的世界我还没有概念。2人正说着话，就见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孩子进来院子，是魏家婶子的女儿魏霞。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们还要女工人吗？一天1块钱工钱，你要能接受就来。你先去厨房跟着2毛妈和秦婶学着吧。
好，真是太好了。到天黑时，几人一起忙活着，300瓶的枇杷罐头已经完成差不多了。这时魏婶来叫魏霞回去吃饭，河东给魏霞结了1块钱。这是我自己付出劳动挣到的第一笔钱，谢谢你，河东。魏霞说完就跟着魏婶回去了。魏婶看到自己女儿拿着的1块钱也是高兴。我那时候那样说秦雅，她还没为难你，还好这河东不记仇啊。河东拿出刚做好的枇杷罐头，想让祝清雅尝尝味道。祝清雅过来刚准备吃一口，一盆水突然浇上来。大嫂，你这是做什么？我做什么？有些人自己心里明白。王月阴阳怪气的瞪了眼河东，转身拿着盆就要走。祝清雅百思不得其解。河东叫住王月：大嫂，这样就想走了吗？不然呢？你想咋的？不怕我把你做的那些事情抖露出来吗？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河东，那天晚上是你进了祝家把祝晴雅带回家的吧？还有你祝晴雅，你不会觉得河东现在是个好人了吧？忘了半个多月前的事了吗？要不是他把你糟蹋了，你哪至于嫁给上河村的这个二流子做媳妇？祝家婶子，你别这么隐瞒啊！我可是秦雅和东子的堂哥，借几本破书都不行吗？我说过了，等我女婿东子回来再说。我女儿晴雅的东西可不是什么卧龙凤雏都能借的。你走吧，小卡拉米。河东，那天晚上是你进了祝家把祝晴雅带回家的吧？还有你祝晴雅，你不会觉得河东现在就是好人了吧？忘了半个多月前，要不是他把你糟蹋了，你哪至于嫁给上河村的这个二流子做媳妇啊？王月说的话一针见血，曾经两人都刻意不提的事实被血淋淋的摆在面前。祝清雅低头哽咽，河东也酸楚的低下头。不过也是，现在河东混得不错，过去的事情就都过去了，反正脸已经丢没了，也就不在乎了吧。王月冷笑着，看见两人脸色难看，得意的转身就走了。让你害我失去管账的权利呢，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我王月可不是好惹的。说起来，清雅确实因为我受到了不少的流言蜚语，但现在我却不知该跟她说什么。不过更重要的是必须把那个幕后人揪出来。清雅，你别说了，我回房休息了。祝清雅现在也不知怎么面对河东，河东也明白他需要时间释怀，所以这一夜河东睡在了隔壁房间，回忆那件事情的原委。那天我记得我喝醉了就回家躺床上睡了，但醒来就看到清雅坐在角落里哭，不知又是谁通知了村民们过来指指点点说3到4的。还有上一世清雅带着孩子投河自尽，真的是自愿的吗？祝清雅躺在床上也是夜不能寐，翻来覆去的，最后也想通了。不管那天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但只要河东一直对我好，我们俩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那些虚幻的没有实际的东西，想着也是没用。第二天一早，祝清雅到厨房就看到了桌上准备好的早餐，她的眼眶瞬间就湿润了。他竟然没有因为王月那些话冷落我，还这么惦记着我，我还纠结那些事干嘛呀？这时二毛妈过来准备干活了，看到祝清雅在吃饭，还流着眼泪惊讶道：哟，晴雅，你这伙食可以啊，粥里面好多肉啊，好吃吗？好吃，二毛妈你要不要也来一碗？二毛妈摇了摇头，就去准备开工了，只是心里觉得奇怪的很，又不好意思问。奇怪，既然好吃，怎么还掉着眼泪呢？这时秦婶和魏霞也来了，3个人开始忙活了。祝清雅吃完饭后就想着过去帮帮忙，秦婶赶紧拦住了。晴雅，你去读书吧，东子说了你可是要考大学的人，就别在这费时间了，要不然东子知道了又该说我们了。对啊，晴雅，你去学习吧，这里有我们就够了。祝清雅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就去院子里坐下看书了。旁边的魏霞看着可是狠狠的羡慕了一番。读书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了，可别人都说女孩子读书没用，会做家务勤劳肯干就够了，可河东好像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呢。王月站在墙角观察着祝清雅，属实是没想到她竟跟没事人一样。难道我昨天说的话没一点用吗？祝晴雅那么心高气傲的人，竟没来个寻死觅活，铺个昏天黑地的吗？那我就不信等下河东回来也能像没事人一样，呵呵，我就等着瞧吧。河东这次又带了300瓶枇杷罐头到了商业街，何大顺、曹五环看起来是越发的得心应手。东子，给我2加码吧，少了根本不够卖的。对啊，赚的也不够造的，超级加倍吧，东哥。行，今天给你俩一人120瓶，不过得小心点，要眼观6路，耳听8方。两人点点头，接过罐头就往人群去了。河东转身又去了小卖部。何哥，给，这是昨天卖的钱。河东接过钱，抽出一部分递给了猪狗蛋。行，这些是你的，狗蛋好好干，有前途。河东把剩下的罐头交给猪狗蛋后，就往商业街去了。昨天总共是赚了52块5毛8，已经是超过很多厂里工人的月工资了。这样下去，暴富指日可待。河东前脚刚走，一个中年男人在小卖部门口下了车，他是水果罐头厂的副厂长烂木头，因为是厂里老二，所以大家都称呼他为二哥。烂木头看着地上摆着的几排枇杷罐头，眉头微皱。闺女说的就是这种罐头吗？还说什么身边同学几乎人手1瓶，咱也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咱今天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牛马罐头。烂木头走到猪狗蛋身边，主动打起招呼。你好，我想问问这个枇杷罐头是你生产的吗？这人的气场着装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肯定不是单纯来买罐头的，说不定是来找何哥麻烦的。而且何哥说过，不管谁来问都不要把他说出来。不是，朋友放着卖的，你有事吗？我想见见他。他好几天才来一次呢，我也不确定他啥时候来。你看，要不让我先做生意吧？烂木头见状一脸不悦，转身上了车走了。何家院子这边，祝清雅在院子坐着，没等到河东，倒是和大田家的老二何景来了。祝清雅很意外，但礼貌还是有的。堂哥，我有事来找你。何景进了院子坐下，就瞪着祝清雅。唐梅在祝家院墙看到了这一幕，总感觉来者不善，
就赶紧出了门到何家院子门口盯着。这何大田家的老二听说是要考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突然来肯定是没安好心。何东还没回来，我可得看着自己女儿不受欺负才行。何景板着脸，眼神冷漠，忽然对着祝清雅开口道：“听说你也要考学，何东还给你买了不少资料是吗？可都是好东西吧？拿来给我看看呗。”祝清雅点头，转身跑去房间里拿出来2本资料，何景直接夺过来看。这好东西怎么能放在一个女人手里啊？在家相夫教子的了呗，还说要考大学，真是笑话呢。何景转身就要拿着资料走，祝清雅赶紧叫住：“堂哥，这不好吧？怎么不能借给我看2天吗？我可是你堂哥啊！借东西的都这么的嚣张跋扈了吗？可何东还没回来，我该怎么办啊？”唐梅在院外看到了，一气之下直接过去夺了何景手里的2本资料。大田家的老二，你要真想借，就等我们东子回来了再来。晴雅一个女人家做不了主的，别欺负晴雅一个刚过门的媳妇。嘿，这谁啊这么野蛮？从哪冒出来的？何景定睛一看是祝清雅的妈，毕竟也是长辈，骂人的话赶紧收了回去，转脸又挂出笑容来。祝家婶子，我是来借书的，晴雅已经借给我了。我刚刚说了，我女儿做不了主，你等东子回来跟她说。来，晴雅拿回去放好，以后得问问东子，可别什么卧龙凤雏来了都借啊。唐梅故意提高了音量，祝清雅自然听得明白，转身就接过资料去放回了屋里。何景看着祝清雅的背影，气得要死。靠，这刚到嘴边的鸭子说飞就飞啊！祝家婶子，这不是东子没回来，所以我才找晴雅来借啊。他刚才可是答应了的，你让他把书拿过来，我这2天就还回来还不？就你男人现在的情况来看，必须马上手术，你去交1000块钱，我们立刻安排。啊，这么多啊，就只能这么治了吗？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啊。我有，钱不是问题，赶紧安排手术，我他就可耽误不起了。祝家婶子，这不是东子没回来我才找晴雅来借吗？他刚才可是答应了，你让他把书拿过来，我这2天就还回来还不行吗？我说了，等你堂弟回来再说，我们女人家做不了主。别以为你有何老大、何婶大催撑腰就能为所欲为了，别人怕那老太婆，我唐梅可不怕。兔子急了还咬人，狗急了还跳墙呢，谁欺负我女儿，我跟谁干。祝家婶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晴雅是女人，可也是河东的媳妇，怎么就做不了主呢？我这还着急回去吃饭呢，你就赶紧让晴雅给我拿出来吧。河东赶着牛车刚到门口，就听到了何景的声音：“拿什么出来？哟，原来是堂哥呀，真是好久不见，稀客稀客。呵呵，咋的？堂哥瞧不上我还进我家的门，是喝多了还是脑子进水了？莫不是酒壮怂人胆了？你一个做买卖的哪比得上我读书的？你竟然还敢骂我，我可是你堂哥。也对，这不读书的人就是不懂事啊。东子，他是你堂哥是没错，不过他刚刚还抢晴雅的书来着，见晴雅不乐意，他还想骂人呢。要不是我来了，晴雅可委屈死了呢。河东见丈母娘那插刀女侠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原来是来抢书哦，不，借书的呀。何景此时的脸黑的已经可以用锅底来形容了。明明是你去和丈母娘，怎么讽刺起人来这么默契呢？真巴不得唐梅这个显眼包赶紧走啊！祝家婶子，现在东子都回来了，你看你是不是该回去了？这到底是我堂弟的地盘吧？堂哥咋说话呢？我丈母娘来我家我都不敢赶，你怎么敢的呀？要是我丈母娘生气了，你帮我哄啊。对了，东子，我刚才跟他说了，以后借书都得问你，我们晴雅做不了主，对吧？对，妈说的对极了。唐梅是越发觉得这女婿懂事了，笑着就回了祝家院子。何景见状是占不到便宜了，也灰溜溜的走了。河东又看向祝晴雅，晴雅，咱妈说的对，以后她再来就让她来找我。先吃饭吧。厨房里祝晴雅已经准备好饭菜了。河东看向锅里蒸煮好的枇杷罐头，去尝了一口。晴雅，颜色和味道都不错，真是高度还原了呀。你说过火候很重要的，秦婶二毛妈还看不懂手表，魏霞也还在学，所以我一直看着时间的，生怕多1分少1秒了。做的不错，晴雅，你自己尝过了没？尝过了，感觉味道和你做的一模一样呢。都是照着做的，当然一样了。不过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不辛苦，你早上走的那么早，不也还记得给我做早饭的吗？还有河东，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既然嫁过来了，就不想一直纠结过去了。河东听完祝晴雅这些话，心疼的低头看着祝晴雅。晴雅，我明白，可你想过搞清楚那件事情没有？那晚我是真醉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你呢？有没有线索？我记得那晚我被人打晕了，但我没看到那个人的脸。如果我看到了，就不会。祝晴雅哽咽着，说完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河东握紧了祝晴雅的手，看来确实是有人在背后搞事情啊。毁晴雅清白，在陷害我，这场局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目前我只知道王月对晴雅确实是处处不满，可他真有胆子做这件事情吗？晴雅，不哭了，不管那人是什么目的，我们俩都要好好的，不能叫他看了笑话。河东又把祝晴雅搂在怀里，轻声安慰道：都过去了，晴雅，没关系的，别再哭了，小花猫。这时二毛妈秦婶和魏霞进来厨房，看到了这一幕，魏霞赶紧退了出去。哦哟，我们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早上看晴雅都在哭，怎么中午又哭了？东子，是你欺负晴雅了吗？祝晴雅赶紧从河东的怀里抽出来，低下头调整了情绪。二毛妈，没有的事，就是眼睛进东西了。还有我们早上蒸煮好的罐头，河东尝过了，跟之前的一模一样呢。是吗？真的一模一样吗？见祝晴雅点头，二毛妈秦婶心里的喜悦溢于言表。河东和祝晴雅见状，把厨房让给了几人，到院子里吃饭去了。
河东，那天晚上的事情，除了你我谁都没说过，你要保密哦。河东点头。这时听到从隔壁祝家院子传过来急促的叫喊声，河东和祝清雅齐齐看过去。长荣假了，你快去！咋的了，乔叔，这么着急干嘛？你男人连人带车甩沟里了，你们家赶紧去人看看吧。我年纪大了，喘得厉害，一路跑过来了。祝长耀听到自己大哥出事了，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跑了出去，没跑2步又跑了回来。是哪条沟啊？就是进村口的那条沟，赶紧去吧，别磨叽了。祝长耀听后没一点迟疑，立刻就去了。王月也紧跟着跑了出去。河东这边也是赶紧推了2把大杠出来就要出发，祝清雅叫住：“等等我也去。”好，快坐上来。河东因为着急，这次骑得飞快，到了沟边见祝长耀还在后面跑着呢。长荣大哥，长荣大哥。沟里没有水，但是很深，祝长荣和牛车都翻进去了。此刻抱着腿，脸色苍白着，听到声音抬起头看见几人，努力挤出笑容，不想让他们担心，却不知道那一笑比哭还难看。王月坐在地上说不出话来，只是一直哭。长荣哥别急，我这就下去。祝长耀到了，看到翻了一地的野味和牛车，先是一愣，也立刻下去沟里。大哥，我也来了。河东祝长耀下来，看着祝长荣那鲜血淋漓的腿，心疼极了。河东赶紧蹲下来查看祝长荣的伤势。长耀，河东，我没事，扶我上去吧，找村子里的人接上就行了，真没事。不行，我看到你的腿都骨折了，你就别嘴硬了，大舅哥，听我的，得去医院。来，长耀哥，抬他上去。两人把祝长荣抬上来后，看到已经来了不少村民了。街坊邻居们都是听说祝长荣出事了要来帮忙的。长耀哥，你骑2把大杠去把我家的牛车扛过来。秦雅，你也回家，牛车空间有限。好，河东，你一定要照顾好我大哥。等祝长耀赶来牛车，几人慢慢把祝长荣抬了上来。王月坐在牛车上，泣不成声。长荣，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早上出去还好好的，疼不疼啊？祝长荣疼得冒了一身汗，但咬着牙愣是没吭一声。河东赶牛车赶得飞快，40分钟就到了县城的医院。拍了片子后，医生说道：“就他现在的情况来看，必须马上手术。你们先把费用交上，我们立刻安排。”交，我们交。多少钱啊？1000块。啊，这么多啊！医生，我男人这腿就只能这么治了吗？有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真没有那么多。河东，你跟我说实话，长荣到底怎么样了？爹，你放心，我以后就是你儿子。啊，那我可怎么办啊？啊，这么多啊！我男人这腿就只能这么治了吗？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啊。是啊，医生，有没有别的办法啊？1000块真的太多了。要不你们到别的医院看看吧，我估计情况都跟我们差不多，而且还会耽误治疗的好时机。我有钱不是问题，赶紧给我大舅哥安排手术，耽误不起了。河东话落，王月和祝长荣看着河东神情复杂，半天没回过神来。倒是祝长耀看着河东很是感激。真的谢谢你，我大哥是家里的顶梁柱，本来我也想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治好我大哥的腿，奈何我口袋里却没钱，谢谢你河东做了我想做的。别客气，去缴费吧，腿治好了花多少钱都值。而且二哥，你别忘了长荣哥也是我哥。王月见祝长耀去缴费了，走到河东面前，河东见状背过身不想看他。河东，刚才那钱可是你自愿掏的，没有人强迫你啊。之前长荣天天跟着你做买卖，你1分钱没给过，现在你掏钱也是应该的，所以这钱我不会还你的。河东听到这话火爆爆炸，转过身直接给了王月。王月，你真是只认钱不认人的畜生啊！现在躺在里面的可是你男人，你就不担心他腿治不好以后瘸着什么也做不了吗？还有那天晚上我本是看在长荣大哥的面子上没让你难堪，现在看来你是狗改不了吃屎，一次不够还接二连三的，你再犯贱我还瞅你信不？河东罕见的发脾气，王月吓得懵了好一会儿，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看向手术室，焦急不安的哭起来。家里现在里里外外都靠着长荣呢，这要瘸腿了可怎么办啊？两人等了好一会儿，终于医生出来通知了，手术很成功，接下来住院看看恢复情况再说出院的事情。这时唐梅和祝建军赶过来了，看到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祝长荣，都红了眼眶，心疼得很。长荣啊长荣，你受苦了，妈来了。河东，你跟我说实话，长荣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放心吧，爹妈，医生说的手术很成功，大哥的腿会没事的。那就好，那就好。到了晚上，祝长荣醒过来了，剧痛之下，他咬住被子不叫唤出来，没多久又疼到晕厥了过去。所有人看着都是揪心的，一群人都在病房不愿意回去。唐梅，你回去吧，晴雅一个人在家呢，我到底是不放心。也好，仲远还小，我也不放心。那你们照顾好长荣，我有空再来。妈，那我赶牛车带你回去，我也回去看看晴雅，她肯定也担心着呢。祝建军点头，目送着河东唐梅出去。回去的路上，唐梅心情沉重，坐在牛车上叹着气。嗨，你说这条路，长荣可是每天都走2回啊，怎么就突然连人带车翻进去了，还伤得那么厉害？妈，别太担心了，医生说3个月就恢复了，就是这段时间肯定是不能下地了。下不下地没啥，还有建军和长耀呢，我就担心长荣能不能好彻底了。妈，等出了院好好调养着，肯定会的。唐梅本来沉重的心，在河东的安慰下更轻松了不少，看着河东的背影，欣慰的笑了。现在的河东真是靠谱多了，晴雅跟着他我就放心了。两人刚到家门口，就看到祝清雅拿着手电筒东张西望的，看到两人回来了，赶紧跑上前。妈，河东大哥怎么样了？晴雅真是长大了啊，
都知道担心人了，放心吧，你大哥没事。好，没事就好，我明天一早去看看大哥。第二天一早，河东、祝晴雅就起来了。祝晴雅做饭，河东把做好的枇杷罐头装车，快速收拾完，两人就开始出发去县城。到门口看见了汤圆。本来我也想去的，可祝冕不知怎么的就一直哭闹，我还是走不开。那我做的这些吃的你们捎上。妈，我这边也带了好多吃的呢，二哥、大嫂、爹的都有。晴雅真懂事。一夜过后，祝长荣彻底醒了过来，看着守在身边睡着的祝建军和祝长耀，内心颇为感动。又看到王月，狠狠地皱了下眉头，刚准备起身就被祝建军按住了。长荣，别动啊！我以为您睡着了，爹，对不起，害您担心了。瞎说啥？我是你老子，老子担心儿子不是应该的吗？我恨呐，恨我没来得及带上老烟枪，不然我连眯眼都不带有的。看着自己老爹，祝长荣心里踏实的很。这时祝长耀也醒过来了。大哥，你终于醒了，你觉得好点没有？饿不饿？大哥不饿，倒是你，赶紧回去好好休息去。大哥说啥呢？我好着呢，就熬了个夜罢了，再来2个3个10个我都不带怕的。好好好，你年轻，你身体好。祝长荣看着弟弟一脸欣慰。这时王月醒来问道：长荣，你觉得怎么样了？我好着呢，没事。没事就好，要不然那么多钱不是都白花了。祝长荣胸口微滞，别过头去不看王月了。大嫂说的什么话啊？大哥好起来比什么都强，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吗？几十年饭白吃了吗？对呀，王月，你这时候提什么钱？钱还能挣，要是腿废了可就不成了。爹，你是不知道，昨天长荣这腿手术都花了1000块嘞。我还是那句话，钱还能挣，人没事就行。王月，你再嘴贱就给我滚出去！王月低下头不敢说话了。祝长耀察觉到祝长荣沉重的叹了口气。医生都说了要保持良好的心情，才有利于身体恢复。大嫂，你别逼逼了。这时河东祝晴雅走进病房，手里都还拎着一大摞东西。爹，二哥，晴雅给你们准备了早饭，你们都还没吃吧？这一大早的现成的东西又贵，吃了才怪吧？看起来河东真挣了钱了，这么好的伙食呢？王月，医生说了，大哥现在需要营养，吃点好的有助于恢复。你要不想吃，出门左转去吃点猪脑补补。祝晴雅坐在床边，盛出来一碗鸡汤出来给祝长荣，边上还放着一碗白米饭和肉。大哥，你可要多吃点，都是我做的呢。晴雅真棒，闻着都香死了。河东又拿出肉包子递给祝建军和祝长耀。爹，二哥，你们也吃，这是晴雅昨晚准备的，香着呢。对啊，爹，二哥，你们也赶紧吃，肯定早都饿了。王月在一旁看着河东祝晴雅没有要招呼他的意思，直接伸手自己拿了2个肉包子吃。祝长荣吃着自家小妹做的饭，一脸满足。祝建军和祝长耀吃了一口，则是惊讶的：这真是你包的吗，晴雅？是啊，爹，好吃吗？我祝家女儿就是优秀啊，平时看你妈啥也不让你做，没想到你却是啥都会啊，这一点像我。王月看着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瞬间就觉得嘴里的包子不香了，一口卡在了喉咙。他脸色难看的赶紧找水喝。水，给我水，我要噎死了。王月只觉得自己明明身在其中，却更像是个局外人，明明如鲠在喉，却没人看他一眼。我是水果罐头副厂长烂木头，今天来是想要套出你的秘密。就算你是副厂长，你也不能这么不要脸吧？河东交代完，就赶着牛车出发去了小卖部。猪狗蛋看到河东可兴奋了。何哥，你终于来了，你车上我看着没多少啊，都给我吧，薄利多销，可好卖了。行，依你，谁让咱哥俩好呢？明天可得多搞点啊，何哥。中午河东到医院接祝晴雅，祝晴雅离开时又不忘叮嘱祝长荣：大哥，好好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记得呀。这住了院就是好啊，有妹妹喂饭吃，还软糯糯的说好话呢。王月在旁边看到祝长荣的一脸是汗样，不乐意了。爹，长荣，我想回去看看小冕，我跟河东他们一块回去吧。反正我是不乐意待在这了，一直被人无视就算了，关键是在这待着还占不到好处。你可赶紧回去吧，天天看着你，我可好不了。长荣都这样说了，那你回去吧，照顾好小冕。王月跟着河东祝晴雅出来医院后，看着板车放着玻璃瓶又不满了。怎么车上这么多的玻璃瓶子啊？这还让人怎么做啊？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走着回去啊，反正也不远，走路也就1-2个小时而已。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俩人是记仇了啊！可到底也是河东先得罪我的，你们牛个什么劲儿啊？王月见状不敢说话了，灰溜溜的找了个位置坐下。一路上几人都没说话。到了祝家门口，王月迫不及待的下车回了家。河东祝晴雅也赶着牛车到了院子。你们回来了，怎么样啊？长荣没事吧？没事，已经手术过了，医生说好好休养，很快就好起来了。这下你可安心了，昨个下午你可是没少惦记啊。那来瞧瞧我们今天做好的枇杷罐头吧。祝晴雅、河东跟着二毛妈到了厨房。河东先尝了一罐后，一脸严肃。二毛妈有种不好的预感。东子，味道怎么样啊？有那么难吃吗？这味道你们自己尝尝吧。两个人尝了一口，都是又惊喜又感动。成啊，为啥秦嫂你俩也来尝尝？真的跟河东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呢。你们继续做吧。你俩这新婚也快过去半月了，还这么腻歪呢？二毛妈别当着姑娘面说这些，瞎子还是黄花闺女呢。二毛妈知道是自己大意了，立刻不说了。三个人继续做枇杷罐头。河东到屋里看到祝晴雅在看书，
昨天大哥的事情出来后就没心思看书了，今天是该好好复习下了。河东走到祝清雅面前，递过拿的枇杷罐头。清雅，先吃完了再看，不着急。祝清雅接过来尝了一口，还是好吃，吃不腻呢。不过今天你好像卖得更快了呢。那是一来是你男人优秀，二来是大顺五环那俩货也想赚钱娶媳妇了，卖力的很。那之后呢？你不是说要开饭店吗？可最近你一直都在忙枇杷的事情。等这边稳定下来后，确实也该好好想想开饭店的事情了。有我能帮上忙的吗？河东坏笑道。有啊，帮我准备好做老板娘。讨厌，我认真的，你又不正经了，别打扰我了，去忙你的吧。河东见祝清雅认真的样子，就出来到院子，意外竟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这人西装革履，气度不凡，有几分上位者的威慑力，看来不容小觑。你就是河东？这人虽面生，但我想起来这辆车今天可是尾随我很久了呀。这年头除了国营单位，能有轿车的人还是挺少的，不简单啊。你好，我是河东。烂木头又走向身后的轿车，拿出了一罐神井罐头。我们上车里聊聊吧。河东点头，跟随着烂木头上了豪车。我叫烂木头，是盛世水果罐头厂的副厂长，今天来找你是想要请教你一些问题。但说无妨。同样都是罐头，为什么你的可以人手一瓶，我们的却不畅销呢？河东拿出一罐枇杷罐头，放在烂木头带过来的大容量水果罐头旁边。烂木头一脸疑问，像是个求知者一样等着河东回应。你试试把2个罐头都拿在手里，是什么感觉？烂木头照做，一手拿起了一罐，明显感觉到了不同的分量，给人的重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沉，所以呢？那你再尝尝试试吧。烂木头尝了一口后，眼睛一亮，河东瞧着他那仿佛想到什么的反应，嘴角的笑容更加从容了。你的罐头小，更容易喝到嘴里，我们的罐头大，喝着还要防止呛到鼻子。你的枇杷也是切成了小块，更容易入口，我们的大块却并不方便，好像枇杷味道也是更滋润一些。对，这也就是枇杷罐头为什么能够人手一份的原因了。人们更愿意选择轻便入口又口感好的什锦罐头，说是水果丰富，可味道却没有枇杷的纯，多种味道交杂在一起并不见得好。单一的水果罐头也不见得就不好，除了大米馒头饱腹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锦上添花而已，谁也不比谁金贵，市场的选择就是如此。烂木头顿悟，看着河东投来欣赏的眼神。你把你的秘密告诉了我，就不怕接下来你的日子不好过吗？这年头没有严格的市场管理，所以你能生产的东西我也能，只看最后谁是赢家罢了。但副厂长倘若想对付我，不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了？那就虚心来请教，可见是个君子。不，副厂长，您要真想这么做，就不会在这里跟我见面了。烂木头紧盯着河东，想要看到一丝紧张不安，可没想到河东还是一脸的淡定从容。呵呵，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是真的很不简单啊。烂副厂长谬赞了，你只是不知道我活了2世而已，否则我的见解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我还有一点想不通，6毛钱一瓶的枇杷罐头真能赚到钱吗？还是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别人打价格战呢？烂副厂长是做大生意的，肯定不知道平民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在你们眼里，1块钱甚至10块钱都不足为道，但上河村的1分1厘都是十分金贵难得，少挣点也是挣。我没看错，你的确是有远见的。他竟把底价说得这么冠冕堂皇，真是越发欣赏。这个农村小子，我手里过了太多的钱，可以说阅尽千帆了。可这乡村到底不一样，他们要的是温饱，不是致富。那么你对我有什么建议没有？我诚心诚意想要听听你的见解。枇杷罐头现在的确好卖，我也不介意你们工厂进行生产，但有一点。河东故意停顿，烂木头一脸疑问，不知道他所谓的一点会是。你们2个渣渣都给我滚出去！我家的院子谁允许你们进来了？小趴菜、普信男，有什么好显摆的？我打死你们！朱晴雅，你是疯狗吗？我可是你大嫂，你竟然敢打我，不怕我向你大哥告状教训你吗？我不介意你们生产枇杷罐头，但有一点，我们是针对不同的人群。现在我的罐头是完全亲民价，但对于城里那些不差钱的，未必瞧得上。然而有钱人的钱是最好挣的，烂副厂长懂吧？听完河东的话，烂木头陷入了沉思，好一会儿才开口。懂了，你这意思是我们相辅相成，2条路发展，而不是你死我活啊！我真是头一次听到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容我回去考虑考虑吧。烂木头离开了，河东转身回家，看到站在房门口的祝清雅，一脸担心的样子。那辆车我从没见过，刚刚出来见你坐在里面，没什么事吧？没事，清雅，是盛世罐头厂的副厂长找我问点事情。啊，竟然是盛世来的副厂长啊！他是来取经的，不过最后决定权还在他手里，看他是在原有的什锦罐头上做改变，还是跟我合作把枇杷罐头推广开来，都得看他的格局了。真牛逼，更崇拜你了。河东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吧？可那时候我还能配得上他吗？这天上午，河东带何大顺、曹武环到了县城，把罐头交给2人后，就又打车去火车站。供销售的玻璃瓶明显不够用了，得去找厂家了。但没点关系，连工厂大门都进不去。烂木头这过2天了也没来找我，车喇叭声在河东后面响起，河东回头见烂木头探出头来。河东上车。奈斯有了烂木头这张脸，到了玻璃厂绝对可用。河东上车后直接2当八。烂副厂长想好要跟我合作了对吗？这2天厂内部可是有各种不赞同的声音啊，但我对枇杷罐头的市场有信心，所以我决定了顶着压力也要做这件事。我想了2天，觉得你的想法是可行的，不过你不会叫我失望的对吧？烂副厂长这话说的不是我不会叫您失望，而是市场不会叫您失望的。
我看你是要去火车站吗？要去盛世吗？对，是的。是去找我对吧？差不多是吧？可真是缘分啊！我也是去找你，你是为水果罐头的事情吧？那现在不用去了。还是要去的。既然要合作，又是针对不同的人群，那么包装和容量都得改变。您得陪我去一趟盛世玻璃厂。2个小时后到达了玻璃厂门口，看门的小伙看到河东没理会就要走，但又看到烂木头下了车，立刻就殷勤了起来。烂副厂长，您咋来了？这边请，这边请。2人跟随看门小伙到了一间办公室里，很快负责对接的陆浩就过来了，跟烂木头是老熟人了，寒暄了几句才到了正题。据我所知，烂副厂长才从我这买走了一批货，怎么这么快又来了？今天不是我找你，是我这位小兄弟找你。陆叔叔，是我找你，我想问问厂里玻璃瓶的零售和批发价。既然是烂副厂长的小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了，零售2分，批发价1分7。我想要1万个这样的玻璃瓶。我去1万个，老烂，你跟他说过规矩没？批发都是2万个起步的。放心，还有你赚的，长期客户。行吧，老烂说行就行，那我们现在打单吧。陆浩叫了人过来打了单，河东交了钱，又拿出一张纸问道：陆叔叔，这种玻璃瓶你们能够生产吗？是我自己设计的。老陆，你得想想办法，这种瓶子我们急着用。陆浩接过纸张，思虑片刻道：难道也不难，就是还是需要时间调整啊。记得国外有个企业家说，最擅长解决问题的3个字就是你行的。陆叔，你行的，我相信你。河东这句话让陆浩顿时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点了点头。几人又聊了会儿后，河东就离开了玻璃厂。河东，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不了，难得来一次盛世，我还想到处转转呢。河东逛了半天，又给祝清雅买了个小礼物，就坐火车回东安县了。何家院子这边，祝清雅听到门口传来自行车的铃声，以为是河东回来了，就跑出去看，结果就看到了王豪骑着28大杠带着王月。祝清雅转身就回了院里。对哦，差点忘了，今天河东也没骑车呀。咋的？我可是你亲大嫂，看到人连句话也不会说吗？好歹也问问这哪来的水买的多少钱吧。今天村子里转好几圈了，一路上可没少人问，但我最想听到的还是祝晴雅问我，你羡慕去吧？祝晴雅懒得搭理王月，头都没抬，低头继续看书。王豪看祝晴雅这态度急了，骑着自行车就进了院子，堵在祝晴雅面前。祝晴雅，你耳聋啊？我姐跟你说话没听到啊？还看书考大学呢，这点礼貌都不懂吗？王月和王豪怒盯着祝晴雅，祝晴雅气得起身拿过边上的大扫把，就朝2人抡过去。王月，在祝家时你就处处针对我，而我看在大哥的面子上对你一让再让，可现在我不想让了。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但你欺人太甚就另当别论了。我打死你们俩这一丘之貉！祝晴雅拿着扫把就往2人脸上挥，王豪扶着自行车愣是没舍得松开，倒是后座上的王月被祝晴雅的一扫把挥得倒在地上，狼狈的很。哎，你这是疯了吧？祝晴雅，我可是你大嫂啊！你再这样，我跟你大哥说去，都给我滚出去！我家的院子谁允许你们进来了？你个小趴菜和普信男，不就自行车吗？有什么好显摆的？我家又不是没有。祝晴雅气得浑身发抖，喘了口气，又拿起扫把使劲挥过去。王豪刚下来要把王月扶起来，自行车就被祝晴雅的扫把挑倒地上。什么文化人啊？我看就是个野蛮人。姐，咱赶紧走，他是疯了，要咬人了。祝晴雅见2人逃跑了，累得坐在凳子上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累死我了！我刚刚已经毫无保留地使出我的洪荒之力了，看来我的潜能无限，需要激发呀！这下舒服多了。打完收工。王月和王豪出来后，2人看着对方那满是血痕的脖子和脸，陷入了沉思。这死丫头吃错药了吗？那满是针刺式的扫把，真就往人身上招呼啊！哎呀，姐，搞成这样，我回家怎么交代啊？王豪思虑过后，又咬牙看向河东家院子，眼神愤愤，像是要吃人。姐，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我不会让自己白挨打的，还有我的新车。那我呢？我就活该吗？粉丝们，你们也觉得这是我应得的吗？对，姐，放心吧，你也不会白挨打的，我一定会回来的。天黑时，王月、王豪回到了王家，王怀水和史真香做了一桌子好菜端上桌，就看到自己儿子回来了。儿子这自行车买回来了，又提亲成功了，今天可谓是大好日子，双喜临门啊！王月和王豪刚进门，史真香就看到了王豪脸上一道道的伤痕，瞪向王月，一脸不满和指责。小孩好好的交给你，你咋让他搞成这样？你可就这么一个弟弟啊？王月，你说你是咋看的弟弟啊？说是出去显摆，怎么就成这副鬼样子了？祝晴雅，你给我出来！你爹躲着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打男人，咋没送出来啊？我只信我媳妇儿，我信你个鬼！敢来我的地盘欺负我的媳妇儿，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小孩好好的交给你，你咋让他搞成这样？你可就这么一个弟弟啊？王月，你说你是咋看的弟弟？说是出去显摆，怎么就搞成这副鬼样子了？从小到大，不管弟弟对错或受了伤，爹妈都说谁带出去的就是谁没看好，会挨骂甚至惩罚。所以我自懂事起就一直对弟弟好，这样才会少挨打挨骂。今天这样，我肯定完蛋了。王月低着头不敢说话，王豪急了：姐，你还要为了祝家保护那个女人吗？爹妈，是祝晴雅，祝家的那个宝贝女儿干的。什么？祝家那个赔钱货竟然敢伤你？祝晴雅发疯了，打我打得可狠了。好，他完了，我们王家就这一根独苗苗。他敢这么干，就是没把我王家放在眼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史真香抓起扫把就出了门，王怀水紧跟上去。王豪呲着大牙笑着说：
姐，看到了吧？我就说我不会白挨打的。对，早看朱晴雅不顺眼了，让爹妈去教训教训也不错。姐，上车，我们跟上爹妈去看戏去。王月坐上王豪自行车后座，月色下也往祝家方向去了。此时河东也到家了，看着祝清雅在厨房忙碌的身影，笑容满面的。清雅，我回来了。这么晚你总算回来了，快来吃饭。玻璃瓶的事情都顺利吗？成啊，还记得那位豪车叔吗？是他帮了我大忙。真的吗？副厂长都要跟你合作了吗？那当然，你男人厉害吧？偷着乐去吧你。我知道你厉害，不过接下来你是要很忙了吗？对，2天后玻璃厂送货过来，我得想好要放在哪里，怎么放，还得分别运去别的村庄，损耗和运费之类的要做一笔大账。不过对你男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事情，我给你买了礼物，一会儿吃完饭你看看喜不喜欢。你每次出门都会给我带礼物，这次又是什么呀？你猜猜看。此时王怀水使真香到达了河东家门口，王月、王豪随后到。院子里没人，直接进去吧。朱家那尿性，好好的儿子不宝贝，竟把个赔钱货当成宝，我早就看不惯了。现在还敢伤害我儿子，今天就非要让祝晴雅吃点苦头才行。两人直接进了院子吆喝。祝晴雅，你给我出来，你别躲着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打赢咱们送出来呀。门外突然传来的动静让河东皱起了眉头，祝晴雅也是心一沉笑意全无。是王月妈来了，我去会会她。你别去，这怒气冲冲的，听着估计没什么好事，我去看看。那个是我今天把王月、王豪给打了，他们那咄咄逼人的样子，我没忍住就干他们了。现在想想确实不应该，对不起，给你惹麻烦了。你干的是对的，要是有下次还得这么干。啊？什么玩意儿？祝清雅被这话搞懵了，愣住了。河东听门外的叫骂声依然没停，直接走了出去。在这呢，是吧？祝晴雅，祝晴雅，你也给我出来！院子里的史真香看到河东从厨房出来，就认定了祝晴雅在里面，朝着厨房就冲过去，还没进去就被河东一把抓住推了过去。干什么？当我是空气呢？欺负我媳妇儿，先问问我河东同不同意？我干什么？你咋不问问你媳妇儿干了什么？我好好的儿子啊！王豪听到声立刻走上前，看你媳妇儿给伤的，这脸上一道烙的，还叫不叫她出门了？就是啊，河东，你叫你媳妇出来，必须给我们个说法才行。对啊，你看道歉还是赔偿吧，反正是和解不了。河东轻嗤一声，对着王豪翻了一个白眼。道歉赔偿，你们想啥呢呀？咋的？你媳妇儿伤了人还有理了不成？史真香咬牙切齿的，王豪也是瞪着河东。此时唐梅听到吵闹声也过来了。亲家这是咋了？怎么吵起来了？有什么事情不去祝家说，跑来跟我女婿吵什么？咋啊？还不是你好女儿今天下午干的好事。我女儿干什么好事了？你倒是先说出来啊！家里俩孩子闹腾着，下午我没往这边注意。看看这脸上的伤，我儿子可是马上要结婚的人了。祝晴雅这么做是存心要坏了他好事是吧？你说是我女儿伤的，就是我女儿伤的啊！证据呢？王月，你过来告诉你婆婆是不是祝晴雅干的？王月低着头从角落里走出来，看着唐梅。我尼玛，这是又跟这个搅屎棍有关系。说是回娘家吃顿饭，结果这偷偷摸摸回来也不敢回家，孩子也不管，净找晴雅事呢。王月说你看见了吗？我弟刚买了自行车，好心说带我转一圈，结果晴雅看到了不高兴，就拿了扫把打了我俩。河东看着王家人的嘴脸，走到唐梅身边。妈，王月他没说真话。你那慧儿又没在家，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呢？就是装什么呢？我媳妇说是你们先挑衅的他，我相信他，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你是他男人，当然是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可现在王豪受伤了是真，你让祝晴雅出来，看看他是不是好好的，不就知道了。祝晴雅出来。祝晴雅见事情闹得这么大，就也出来了。大家看到了吧？朱晴雅可什么伤都没有，倒是我和王豪脸上脖子上都是伤。你不能偏袒你媳妇，必须让她给我和王豪道歉。对，下跪的那种。是吗？那我想知道事情是在哪里发生的。这里，就这一块地面，我记得清清楚楚呢。哦，清楚就行。晴雅，把我们的大扫把再拿过来。祝晴雅照做，拿了扫把递给河东。王豪是用的这个，对不？对，就是这个。我信你个鬼！你们来我家院子撒泼，还说我媳妇一个人欺负你们俩人是吧？敢来我的地盘欺负我的媳妇，看我不打死你！河东拿过扫把就往王豪身上招呼，王豪毫无准备又被打了脸。唐梅、祝晴雅两人捂嘴偷笑，史真香、王怀水两人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急忙扑上去挡在王豪前面。河东，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别打了，别打啊！两个老家伙挡在前面，河东依然没有停手的意思。俩老家伙实在撑不住了，拉着王豪就往外走。王月赶紧跟上，走到门口，王豪又回头吆喝道：“河东，你还讲不讲理了？再这样，我们可去大队上告你了啊！欺负我媳妇儿，她不高兴了赶你们不对吗？我也不高兴了，难道还要留你们吃晚饭不成？谁再敢进我家门，我就打断谁的腿。去大队，行啊，我跟你们去，正好找个说理的地儿。”河东说着，又走到俩老家伙面前。王豪和王月顿时心虚了起来，脸色发白，瑟瑟发抖。王豪又不服气道：“去就去，走，谁怕谁？”东子，你带晴雅一块去吧，家里这边我帮你们看着，我给你们饭热好，等你们回来。河东，你还讲不讲理了？再这样，我们可去大队上告你了啊！
东子带晴雅一块去讲理去吧，家里我帮你们看着，我给你们饭热好，等你们回来。好嘞妈，晴雅、卡姆啊。祝晴雅走向了河东，这时史真香往好怂了。小时候欺负同龄人可没少被告，被批评教育的我都有阴影了，我可不想去了。小豪小时候是娇惯了些，可也不是什么大事啊，要怪就怪王月。小豪好心带他兜风，他还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史真香恶狠狠地瞪着王月，几人都站在原地不敢去。唐梅不惯着他们了。亲家刚才喊的那么大声，说要去队上的，这会咋不动了？地上有胶水吗？晴雅都成家了，这王月还带着一家子来欺负小姑子，真当我们祝家没男人了。常耀，你可回来了，有人欺负你妹妹，你管不管？祝常耀刚从医院回来，听见唐梅吆喝，反手掏了一把锄头就过来了。谁欺负晴雅？给我站出来！王月王嚎吓得瑟瑟发抖，史真香、王怀水也感觉到了被动，可他们不怪儿子，只怪王月惹事，怒盯着王月。过罢史真香，又堆着笑走向唐。亲家都是一家人，说说话就行，别动手啊！谁跟你们一家人啊？你们多厉害啊！呵，不是要告我女儿吗？我也觉得我女儿可能是做错的那个人，去了大队上才能证明清白。别啊，亲家！常耀，你大嫂和王豪说晴雅伤了他们，要去大队上说理，你跟着去好好听听，回来说给我听。祝常耀拿着锄头走过去，站在几人后面，催促着赶紧走。赶紧走吧，别墨迹了。亲家，不管你信不信，这件事情我们都是让王月给骗了。对，我们豪豪还小不懂事儿，都是这做姐姐的给带坏了。王月听后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爹妈。爹妈，你们这……爹妈说的对极了，这都怪我姐。可不管他们说什么，河东祝常耀依旧在后面催促着。到了大队上，村长、村书记都在，此刻看着这两大家人。王月，晴雅是你小姑子，你没想着多帮忙多照顾也就算了，怎么还趁着人家男人不在，就带着弟弟上门欺负人啊？晴雅没叫大嫂不对，但王月你是嫂子也是姐姐，所以你和王豪也不对。说起来也算是一家人。唐耀，你把锄头先放下来，别搞这些虚头打自己人。王豪是不对，挑衅了晴雅，但晴雅也没让自己吃亏。王月，你也总不能跟自己小姑子过不去吧？村长和村书记轮流数落王月，王月低头觉得委屈极了。建和家的人是王豪，挑衅的人也是王豪，怎么现在横竖都是我的不对了？我招谁惹谁了啊？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吧。东子，你说呢？我就一句，这几个人以后要再进我家门，我就打断他的腿。哎呀，这时候可不兴逞凶斗狠，打断腿可不是什么小事情。那你们想过，如果我今夜不在家，这家子人会把晴雅怎么样吗？晴雅是个女人，她斗得过这一家四口吗？这确实是王家以多欺少了。史真香、王怀水眼见占不到便宜了，拉着王豪就走了。河东也拉着祝晴雅走了，祝常耀后面跟着。王月站在角落里欲哭无泪。回去的路上，祝晴雅看着河东。河东，谢谢你，以后你不在，我也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的。是我不好，不该把你放在家里，应该带你去盛世的。也怪我没时间在家多看着点。哪有，我也不是小孩子了，二哥也有自己的生活的。晴雅真是长大了，以后我会自己强大起来的，你们都别操心了。王月一路跟在后面听着他们说话，却不敢插嘴。到了祝家门口，见唐梅还在门口等着。你们回来了，饿了吧？赶紧上家吃饭去，我和美美等着你们呢。几人跟着唐梅回了祝家，只有王月站在外面，进也不是，走也不是的。娘家那边现在回去肯定要挨骂的，回祝家的话，只要我脸皮厚一点，应该也没人说什么。但现在一家人都在里面，我也不敢进去啊。王月正纠结着，就看到迈着小短腿的祝眠跑出来找妈妈。妈妈，想你。哎，妈妈回来了，小冕饿不饿？我们进去吃饭好不好？王月好似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拉着祝冕就进了院子。但这次唐梅却没准备惯着他。小冕是饿了该吃饭了，但我觉得你需要回娘家好好反省几天，反省明白了再回来。唐梅拉过祝冕就抱回了屋里，祝冕不想离开妈妈，哭得撕心裂肺的。妈妈，不要。小冕乖，不哭，奶奶给你吃糖糖，可甜了。王月见状低头泪流满面了，没说什么，转身就离开了家。现在除了王家，我也没地方去了。可想到爹妈那副嘴脸，我就一阵头皮发麻。可不回去又怎么办呢？又不能睡路上吧？今天这月亮也是真不亮，一点看不清路呢。王家这边，史真香、王怀水已经带着王豪去卫生院看诊。回到家，小豪，以后你可得离你姐远点。乔车这才多久就让你搞成这样？我看你姐就是见不得你好，以为她出钱买了自行车就了不起了吗？可不是嘛，以后你少去祝家找你姐。王月进屋看见几人，努力挤出微笑道：爹妈，好。你咋回来了？回来干嘛？还以为姐你有多厉害呢，没想到完全不是人家对手啊。咋地？你今晚不打算走了吗？爹妈，那个我想在家住2天行吗？哦，住2天啊？你知道规矩的吧？我知道，我这就去热饭菜。王月端着饭菜去厨房热完了端出来，三人就开始吃饭了。没人叫王月坐下一起吃饭。王月肚子饿得咕咕叫，却知道王家规定女儿不能上桌吃饭，只得站在旁边看着。待三人吃完后，王月勉强吃了几口剩饭，填了下肚子。你在家住是吧？给钱，1天1块钱，你知道规矩的。常荣现在也赚得多，1块钱不算多吧？你给钱就住下。
妈，不是我不给，是我现在捞不到油水了，攒下的所有钱也都给好好买自行车了，我现在身上1分钱都没剩。咋的？那你就不给了吗？妈，我可不可以晚2天再给啊？史真香无奈点了点头，就回屋给王豪铺床去了。王月也回了自己屋，看着房间里堆满的杂物，只觉得冷冷清清。现在总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了，过段时间住家总不能还不让我回去吧？最起码我还升了助免吧。王月就这样带着忐忑的心情入睡了，做了一宿的噩梦。第二天一早就被史真香叫起来做早饭，史真香自己又回去睡觉去了。突然有点想念在住家的日子了啊！虽然要做饭，但美美会帮忙，婆婆也会帮忙带儿子，而且他们也不会叫我起来做饭，自己再去睡觉的。住家人都起得早，让人也不会觉得冷清，有人气还踏实。嗨，我胡晴雅，你最近看起来圆润了不少，食欲也变好了，不会是那个了吧？不会吧妈，我俩就牵了牵手，又跳了支舞而已呀。这一夜河东也做了一夜的噩梦，惊醒之后额头一片湿漉。晴雅，不要离开我！祝晴雅听到河东急促的叫喊声，也醒了过来。河东，你别吓我，你这是怎么了？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梦见你被王家人欺负了。我回来后看到满地凌乱，你躺在地上已经没了呼吸，我拼命的叫你都没回应。河东说着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身体也被吓得僵硬无比。河东，我是晴雅，你看我好好的呢，别害怕，别害怕。晴雅，你一定要好好的，我离不开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的，也不会离开你的。河东看着祝清雅，感觉到了是真实的，下一秒就开始了一场灵魂和精神的双重合一。就是完事后，河东是怎么也睡不着了，往事记忆浮现出来。那晚我确实对晴雅做的那种事，可把晴雅放我房间里的到底是谁？能在祝家把晴雅打晕的又能是谁？河东脑子里一遍遍过着祝家每个人的面孔，想着其中的任何可能性，所以天亮了他也浑然不觉。这时屋外传来何大顺、曹五环的声音，河东起身走了出去。东哥，东子，你今天可起晚了，是因为和嫂子夜夜春宵的关系吧？干活就干活，再多嘴多舌的就别跟我干了。两人看着河东一脸严肃，自然就闭嘴了，去把枇杷罐头装了车，就出发去商业街了。河东今天没跟他们一起去。昨晚做的噩梦提醒了我重生回来为的并非是致富，而是为了弥补晴雅和孩子，还有爹妈和哥哥，这些都是我想珍惜的人。做生意不着急，我更想要的是这个家。祝晴雅醒过来就饿了，就去了厨房觅食室。奇怪，这几天肚子好容易饿呀，有时候还隐隐作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在疼痛是忍忍就过去了，饿肚子却是越忍越饿。祝晴雅到厨房看到了河东在做饭，疑惑地问道：“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啊？”想陪陪你啊，不行吗？是吗？多半是因为王家人还有昨晚的噩梦吧。其实也没啥，我现在会打人了，而且有了你昨晚那些话，没几个人敢欺负我的。能重回到这年代，弥补当初的遗憾，我已经无比感激了。可现在不只是弥补和愧疚了，是我已经爱上晴雅了。为你而战是我的荣耀。好了，去洗漱吧，爱心早餐马上做好了。待两人吃完饭后，秦婶、二毛妈和魏霞也过来了。河东看向三人道：“咱们开个会吧。”三人见状，乖乖的坐好听何老板画大饼，不讲话。我想让你们接手罐头销售的事情，每卖出1瓶就有1分钱的提成，1块钱工钱另算，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样算下来一天都能赚5、6块了，一个月赚1500，一年不就是10几万了吗？对啊，你算的真对。再说了，咱3个女人一台戏，谁敢欺负咱啊？我觉得你俩说的都对，但我得回家说服我妈才行。行，那你们考虑，我再去招一批工人，最好到时候再开个罐头厂，就在上河村。这一带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再年种上一批果树，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呀。河东重新写了一块牌子，招工人数名男女不限，靠在院门口。下午，河东去村里考察好了放玻璃瓶的粮仓，又去让木匠做了放玻璃瓶的架子。祝清雅这边刚睡完午觉出来院子，看到了隔壁唐梅就走了过去。妈，我最近总犯困，好奇怪啊。这不春天春困嘛，多正常。不过我倒是看你这脸圆润了不少呢，从前在家总也养不胖，没想到嫁了人倒是被东子养胖了。好像是呀，河东做的饭顶顶好吃，还都是我没吃过的。不过我可不能再吃多了，要不然都跟家里的猪一样肥了。怎么会呢？得了，不跟你说了，助眠午睡也该醒了。祝清雅回屋后，拿着镜子仔细的照镜子，又自言自语道：“脸确实大了，是该控制一下饭量了。他做的饭再好吃，我也不能胡吃海塞了。”河东此时回来看到祝清雅拿着镜子，忍不住想戏弄戏弄。知道媳妇你漂亮，那也不能这样一照镜子就好半天吧。来，快让我瞧瞧我媳妇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脸蛋。讨厌，一点都不正经。在你面前我什么时候正经过呀，清雅？好了，我看书了，你去忙吧。河东也不打扰了，转身去了厨房。东子，你来的正好，我家里人同意我去卖罐头了。东子，我男人也没意见。河东，对不起，我妈不允许我去，说是我还没结婚不待在她身边不放心。不行，等我先去结个婚吧。没关系，总不能说要出个远门，还得让你赶紧先把婚结了吧。接下来河东就开始一遍遍的教秦婶、二毛妈看手表时间了。魏霞在一旁看着几人眼红着。我怎么就去不了呢？我这一身本领无处施展啊！傍晚时分，二毛爹走进河东院子里，颇有些不好意思似的，笑着看着河东。徐叔找我有事吧？那时河东还是二流子那会儿，我可是没少带头骂他，真没想到他还能叫我一声徐叔啊！河东，二毛妈让我来问问，我能来你这里做点啥吗？
河东转身往屋里走，二毛爹有种不好的预感，急忙道：河东，你别生气，你不招人了，我这就走。回来，我去屋里拿了支笔出来。你走什么呀？纸上是写着旧账吗？不，我知道我们过去不愉快，我这就走，你就当我没来过就行。哦，那既然你不想干，就算了哦。河东转身又要往屋里去，听出意思的二毛爹赶紧跟上去。别走啊，我想干，怎么会不想干？谁在我这里工作我都有记录的，你要想干，我就把你名字写上。写，我叫徐渭，守卫国家的忠，不是卫。我可是知道你叫徐渭，那时候你可没少骂我吧？不过你也别有负担，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徐渭先是一脸尴尬，随后又感激地看着河东。对了，徐叔，你家有牛车没？明天秦婶和你媳妇来回都需要人接送。有，你一天一个来回，我给你6毛钱工钱怎么样？徐渭兴奋地点了点头。得，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一早赶牛车来我这儿。河东登记完后，抬眼见徐渭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诧异道：怎么，你还不回去给媳妇做饭吗？啊，可以走了啊，留下来吃饭也行啊。不，我这就回去。河东看着徐渭那慌乱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这时祝晴雅出来了。河东，明天我大哥要出院了，你有时间去吗？当然要去了，这点时间还是有的。好，我知道了，那今晚别再影响我休息了呀，明天一早起来给我做饭。俺是老牛，上辈子被长荣大哥拖下水，这辈子俺发誓，我要夺回属于俺的一切。我回来了，这个肉体一般，我将就着先用吧。第二天一早，河东就骑着自行车带着祝晴雅出发去医院了。祝家这边也是一早就赶着牛车出发了。一大家子到医院门口，竟意外的看到了王月。在王家的日子到底不如祝家舒服啊，住一天1块钱也是真的贵。现在长荣需要人照顾，说不定我还能借着这件事回祝家了。王月迎着几人冷冷的眼神进了医院，祝家人随后也进去了。祝长荣见自己病床一下子围了好多人，幸福的抱怨道：不就出个院吗？至于来这么多人吗？围着看猴呢吗？昨晚上让常耀回去跟妈说一声要出院的事情，结果这一家老小都来了，该说不说心里还是暖暖的好舒服。爹地，抱抱。小冕咋瘦了呢？王月你咋当妈的？小孩子变化快，养养就胖回来了，别担心啊长荣。王月依旧低着头不敢说话。这时祝建军办好出院手续后过来了，看到这一屋子人着实吓了一跳。咋都来了呢？搞这么大阵仗干嘛？爹，这可是我大哥呢。对啊爹，我们这都是重视大哥啊。祝建军看着儿女们都这么其心和睦的就咧嘴笑了，转眼又看到王月这个搅屎棍不满道：那晚的事常耀都跟我们说了，你妈不是让你回家反省呢，你这莫不是反省好了？要是没反省好就别回来。我宝贝女儿女婿多好的人啊，都被逼得跟人动手了，可见这王家是真做得不轻啊。啊，爹，我反省好了。希望你是真的反省好了，否则长荣也是没法再跟你过了。常耀、东子，你们扶好长荣了，我们这就回家。众人出了医院就往上河村赶了，但河东到了村口沟边时却停下了。晴雅，你问过长荣大哥那天是怎么掉进沟里的没有？那天我悄悄问过，大哥说是遇到鬼打墙了。什么鬼？大白天的哪来的鬼打墙啊？对啊，那天是白天啊，那是大哥没说实话吗？为什么不说啊？我也搞不懂，但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在现在人还好好的，以后有机会再问问吧。祝长荣到家之后，看到熟悉的院子，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袭上心头，祝长荣忍不住红了眼。还是家里好啊，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熟悉的，让人心安啊，那个破绽除外。长荣，你进屋歇着吧，别再磕着碰着了。祝长荣没说话，在弟弟和祝建军的搀扶下进了屋。唐梅和田美美去做饭了，王月也抱着祝米，几人回来谁也没闲着。河东这边今天又来了2个女工人，这会儿都在院子里忙活着。果然，这细致活还得是女人来干。你盯着人家看干嘛啊？不许看。新来的女工人和吴婶干活好像还行的样子啊，看来魏霞留下来也不是什么坏事，有她教我也省事了。原来他注意力不是在那个年轻女孩身上啊，好尴尬啊。祝晴雅脸红着跑回了房间，河东紧跟着也进去了。晴雅，咋了？是热着了吗？没有。那脸咋这么红？我也不知道啊，别问了，我去洗洗脸。祝晴雅跑着就出去了，河东也跟着。刚出来院子就看到祝长门过来了。三哥，你从丹城回来了呀？咱爸让我回来的，说你这儿缺人手，还要人吧？要，正缺着人呢。我干！祝家这2个哥哥都是惜字如金啊，说话还都是直肠子。河东，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祝长门声大如雷，像是河东忠诚的仆人宣誓似的。祝晴雅和女工人们在一旁偷笑着。三哥就是干个活而已，不用搞得跟卖身做长工一样吧？祝长门尴尬的挠了挠头，黢黑的脸上也红了些许。那行，三哥，你先回去吧，我有的是事情安排给你做。祝长门回去了，旁边的吴婶看着可是高兴的很。晴雅，你这三哥有对象没？还没呢。我有个侄女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你们什么想法。要觉得可以，我让他们见个面怎么样？好啊，我回头就找我妈说说。你们家儿子多，要是还是吃大锅饭那会儿不知道多抢手呢。现在不行了，人人分钱入户，人多了反倒是不占便宜。不过我那侄女也是可怜，早早没了爹妈，也不挑啥，有口饭吃就行。魏霞听到他们的对话，想到刚才祝长门那憨厚实在的样子，仍旧觉得可乐。
秦雅，你三哥喜欢什么样的啊？魏霞话落，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她。魏霞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低下头，脸上一阵潮红。秦雅，我看不用我介绍了呢，有人上你怀春了，你也别去说了。魏霞想要什么就大胆去要，可别等别人抢走了才想起来啊。吴婶说完就笑着去忙活了。祝清雅和魏霞都是一脸懵，河东却是一脸的意味深长，拉着祝清雅回了房间。想不想要个三嫂啊，清雅？当然想了。那你觉得魏霞怎么样？你怎么会把魏霞和三哥说在一起呀？看来你是真不懂男女感情啊。就是说魏霞看上你三哥了。原来是这样啊，好像还行哎。你要觉得不行，可得赶紧让别人给你三哥介绍对象啊。我才不呢，魏霞挺好的，干活麻利，学东西也快，就是不知道我三哥怎么想的。别急，慢慢来，感情的事情本就急不得。就像我和秦雅一样，如果上一世我一开始就把秦雅娶回来，她也不会去寻死觅活了吧？秦雅，你会后悔嫁给我吗？祝清雅觉得回答太多次都烦了，摇了摇头就去院子里。这时院外传来唐梅的声音：秦雅，你家东子呢？妈，我在这儿。你俩过来吃饭吧，今天是常荣回家的好日子，我和美美做了一桌子饭菜呢，咱一家人好好聚聚去。得嘞妈，好久没吃您做的菜了。瞅你那样吧，就不能有点出息啊？众人都落座后，王月见祝常荣腿脚不方便，就照顾着祝常荣吃饭。祝常荣看着家人团聚在一起，心里欢喜得很。一家人总算是又齐整了，就指王月你的性格要是改了，别计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更好了。不过估计是够呛吧。就是啊，大嫂，世间如此美妙，你却如此暴躁，那样不好，不好。你俩倒是杀人别诛心啊！粉丝们都说我没机会了，事已至此，先吃饭吧。王月看着这一大家子的热闹场景，心里也是有所触动的。其实祝家真的要比王家舒服温暖的多啊，以前怎么就没感觉呢？河东，你和你媳妇儿可真是豺狼虎豹啊，不，郎才女貌啊！谬赞了，烂副厂长这嘴可真是像抹了响一样啊，不，抹了蜜一样啊！第二天中午，河东在院子里抬头就见一个邮递员小伙子。请问河东在家吗？正是在下，何事？请奏。这里有你的一封信，速速拿去。河东接过信封，看到是盛世来的烂木头寄的。瓶子一出，急见烂木头。果然和那个未来市长一样，都是会省钱的主啊！就这几个字，真是言简意赅啊。不过看来明天又要去盛世一趟了。河东笑笑就往回走了，又看到祝清雅在门口站着，一脸怅然若失。咋了，清雅？祝清雅看着河东手里已经打开的信封，不禁低头叹了口气。给文玉姐姐寄信都半个月过去了，却迟迟没有收到她的回复，也不知道她离开这2年过得怎么样了。咋不说话呀，清雅？我一直在等文玉姐姐的回信。别不开心了，想见你文玉姐姐不想？当然想，可是文玉姐姐在盛世呢。对呀，明天我正好打算去盛世呢。真的吗？我能跟你一起去吗？看着小丫头兴奋的，真庆幸苏文玉是女的，这要是个男的，我得气到吐血吧。那你明天得穿上那套新衣服，别总不好意思穿了。你要愿意就去，不愿意的话就不去喽。祝清雅低头纠结了好一会儿，最后开口道：穿就穿，我穿。果然老公还是没闺蜜重要啊。决定好明天去盛世了，河东就去粮仓看了看。乔老汉带着人已经在修葺漏水的仓库。交代完后，河东又去了谭木匠家。谭老哥，你可得多找几个人，快快的做起来啊！你放心就是，乔老汉那边一成我也就差不多了。行，谭哥，那价格咱先定下来吧。1万个瓶子得做20个架子，上面都还得打洞，费时费劲了很。7块钱吧，怎么样？得嘞，没问题，给。谭木匠接过钱后，屁颠屁颠的就去干活去了。事情都办完后，河东开始往回走了。夕阳西下，工人们在院子里正忙活着挑洗枇杷的事情。这时一辆轿车停在了河东家门口。哎呦，这东子是真出息啊！村里村外都找他不说，竟然还有开着轿车来的。是啊，要是我也能坐一回就好了。烂木头下车后就进了院子，看着祝清雅开屏了。请问河东在家吗？那会儿出去还没回来，你就是上次来的那个豪车叔吧？啊，呵呵，是我。方便问问他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吗？这时门外传来自行车的叮铃声，祝清雅立即跑向门口，凑近河东悄悄地说：河东，上次的那个豪车叔找你，你没得罪他吧？河东无奈点头笑了，又拉着祝清雅往院内走去。烂厂长不会这么等不及吧？不瞒你，我还真挺急的。是吗？清雅，你去换衣服吧，我们这就去盛世。烂厂长您稍等，我还得去办点事情。烂木头点头，找了个凳子坐下。河东转身去了祝家院子。魏霞虽会看庙，但现在还缺一个继承的。清雅说二嫂现在学的不错了，就是字丑了点，不过应应急还是可以的。到了祝家院子，河东看着认真干活的田美美说道：二嫂，清雅说你记账学得特别好，字写的也行云流水，看这字迹果真是人如其字啊。瞧你那嘴甜的，你来不回都只是来夸我的吧，东子。呵呵，是这样的，二嫂，我和清雅要去趟远门，劳烦你去家里帮帮忙。啥帮不帮的？你说吧。有偿请你去我家帮着记账可以吗？啥钱不钱的，我的都去。田美美放下手里的活，就跟着河东回了家。这时祝清雅换上了崭新的长裙出来了，烂木头诧异道：河东，这位是？我媳妇儿，漂亮吧？可真是豺狼虎豹啊，不，郎才女貌啊。烂副厂长这嘴可真是像抹了响一样啊，不，抹了蜜一样啊。呵呵，谢谢夸奖，那咱出发吧。河东点头，又拉着祝清雅到了轿车旁。
烂木头紧跟着。河东打开车门的，秦雅上车，小心碰头。祝秦雅上车后，望着这车座和车室失了神。这车虽然空间小，不过比自行车那硬邦邦的铁架可舒服多了。我还真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车呢，回来我可得好好跟爹妈说说呢。坐稳了，我要起飞喽！在车子发动的那一刻，祝秦雅是好奇又紧张，使劲地抓住河东的手。秦雅没事，别紧张。对，放轻松，你看我还健全就知道了，这车安全的很。祝秦雅听完这话忍不住笑了，她努力放轻松，只是没走多久又想吐了。她悄悄对河东说：“怎么办啊？我想吐，可是也不能吐人家车上吧？”没事，秦雅，你这是晕车了，给吃个罐头压压会舒服点。一路到达盛世，这时也已经深了。烂木头看太晚了，就给河东祝秦雅开了间房，又让人送了晚饭过来。这是烂厂长准备的4菜1汤，两位尽情享用。那替我谢谢烂厂长了。河东接过饭菜，转头看着祝秦雅道：“秦雅，这环境可真不错呀，来，先吃饭，吃完睡觉打豆豆。”可是我什么都不想吃，闻着都想吐。不吃东西夜里要饿的，来，哥喂你吃。祝秦雅摇头，又躺到床上，看起来很不在状态。本来是想带秦雅好好转转的，结果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秦雅这应该是孕早期有反应了，我看着真心疼啊。晚上祝秦雅很早就睡下，只是祝秦雅一夜都压着河东胳膊睡的，河东都没敢翻身，所以这一夜河东是没休息好。第二天一早，两人被敲门声吵醒了。秦雅，你去洗漱，我去开门。好吧。祝秦雅去洗漱了，河东开门看到了烂木头。烂厂长，我们洗漱好就过去。行，我去车里等你们。烂木头坐在车里，见河东祝秦雅出来了，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怎么样，还习惯吗？真不错，烂厂长安排的地方就是好。那就行，我们先去玻璃厂，然后再去吃早饭，怎么样？河东没说话，却转头看向祝秦雅。秦雅，饿不饿？祝秦雅摇了摇头，随后两人就上车了。河东看着祝秦雅脸色依旧不好，心疼的把她搂在怀里。烂木头扭头正想说什么，看到这情况又转过头去。这河东不仅是生意小能手，今天看来也是个宠妻狂魔啊！这种旁若无人的亲密，我这辈子都没干过的。玻璃厂这边，陆浩听说副厂长河东今天要过来，可是一早就等在门口了。自己做的东西终于要被验收了，好怕怕，好紧张。这时轿车到达了玻璃厂门口，陆浩赶紧上前迎接。老烂，河东，你们总算来了，这位是陆叔，这是我爱人。走吧，老陆，验货去吧。三人跟着陆浩到了生产车间，烂木头河东看到烧制好的玻璃瓶。陆叔，我就知道您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确实完美，老陆不错。重生之后，我凭借前世的记忆，把小小枇杷罐头做到了人手一瓶的地步。你以为我是凭运气吗？不是靠我无处安放的魅力。河东看着那一排排生产出来的玻璃瓶，拿过来一个仔细端详。陆叔，这食物真的跟我画的图纸一模一样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压在我心口的大石头终于放下了。毕竟这是真的很有难度啊！真的很优秀了，合作愉快啊，陆叔。合作愉快，长期合作。几人聊完后就出发去饭店了。路上烂木头各种询问取经，河东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然，河东这小子也不是白说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要在你们村里开罐头厂吗？对，烂厂长去过我们村，也知道我们的生活远不及盛世，就想着把日子过得更好点。这倒是人之常情，一个厂子能带动周围大片的经济发展，是利己利民的好事情。对你们村来说，真是件大好事。需要帮忙吗？呵呵，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传授给你那么多经验，可不是白说的。烂厂长有意入股吗？烂木头小小的脑袋有着大大的疑惑，仿佛在说神马玩意儿啊！什么是入股？我不理解。也对，股份制要到84年才正式开始，现在还没这种说法呢。简单点来说，就是你投资就算是入股了，以后赚钱了拿分成，但也有一定的风险。河东，你这想法实在太前卫了，我有点怕。我倒是可以借给你。借给我也行，就是以后我赚疯了你别后悔啊。祝清雅在一旁看这俩货交谈甚欢，唾沫星子满天飞的。她转头透过车窗看外面的风景，但这时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咕叫了起来。真不好意思啊，说是从玻璃厂出来就去吃饭的，结果和河东滔滔不绝的就忘了时间，真是怠慢了啊。哎呀，这都11点了还没吃早饭，难得我的饱饿了。烂厂长，赶紧去饭店吧。烂木头停好车后，三人到了国营饭店。烂木头想来也是常来，直接对着老板说：老板，和之前一样上招牌特色菜。得嘞，大老板。老板，炒菜需要时间，先来碗粥吧。得嘞，小老板。带粥上桌后，河东把粥递给了祝清雅。清雅，来，先喝点粥暖暖胃填填肚子，小心烫啊。祝清雅心里满满的甜，笑靥如花，就是烂木头在一旁酸了。河东这真是让我开了眼了，别说对我媳妇了，就是对自己女儿，我都不曾这般，我自愧不如啊。你们肯定结婚时间不长吧？半月有余了。看，我就知道是新婚燕尔吧。烂厂长还真是大聪明呢。过奖了，河东，你媳妇第一次来盛世吧？吃完饭你去带她四处转转，我一会儿去罐头厂忙，把我司机叫过来给你们开车。那可是太好了，盛世大得很，我媳妇走路很辛苦的。不过，清雅你。河东想到祝清雅晕车的事情，转头为难的看着祝清雅，祝清雅却是看着河东笑着说：我没事，有车的话肯定比走路快，我们就可以早点见到文宇姐姐了。到底还是老公不敌闺蜜啊。河东无奈笑了。那就谢谢烂厂长了。别客气，多大的事啊。
三人吃完饭后，烂木头回去又派了司机过来接河东、祝晴雅。两人上车后，祝晴雅跟司机说了苏文瑜的地址，她激动的甚至忘记了晕车。20分钟后到达了苏文瑜的住处，两人下了车。哇，文瑜姐姐没骗我，这里的建筑真的犹如童话世界呀，好美呀！一路上看过再多的建筑，好像也都不及苏文瑜住的地方更让你震撼啊！果然女孩子就是感性的存在。走吧，晴雅，去敲门吧。祝晴雅兴奋地跑去敲门，和东景跟着。文瑜姐姐，文瑜姐姐，屋里忙着打扫的佣人正准备去开门，苏文瑜却走过来阻止道：“跟他们说我不在。”好的，小姐。佣人刚打开房门，祝晴雅就欣喜道：“你好，我想见文瑜姐姐，我叫祝晴雅，是文瑜姐姐的朋友。我们文瑜小姐没在家。没在家吗？那文瑜姐姐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个我也不知道。那文瑜姐姐去了哪里呀？远着呢，出去有2天了，估计暂时回不来。”佣人不耐烦地应付了几下，就转身回去了。祝晴雅失望地转头看着河东，只能说来的太不巧了。那走吧，我们回去。没事，小丫头，这次他不在，下次有机会我们还来。河东宠溺地安慰着祝晴雅，祝晴雅点头，拉着河东的手就走了。此时苏文瑜隔着窗纱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视线里，把手里拿着的几个还未拆的信封扔进了垃圾桶里。这河东还真跟祝晴雅在一起了，呵呵呵呵。祝晴雅回去的路上一直沉默着，河东见状拉着祝晴雅的手安慰道：“晴雅，来的不巧也没办法对吧？难得来了趟盛世，还有车有司机，咱可得好好转转是不是，小丫头？”河东，下次来会是什么时候啊？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只要你不怕晕车难受就行。比起见文瑜姐姐，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挑战晕车的困难的。河东和祝晴雅又来到了服装店，祝晴雅看着店里琳琅满目的时髦服装，不禁失了神。不用，我有衣服穿的，别乱花钱了。你赚钱起早贪黑的也不容易。你穿好看我也有面子，是不是？而且我带了不少钱来呢，别担心。那我就不客气了。这3件好看吗？只要你穿都好看，买。好，河东，给你也买几件衣服好不好？这个衣服适合你。祝晴雅兴奋地指着男装，河东笑着点了点头。店员，我想看看这个男装。店员态度冷淡地取下来衣服递给祝晴雅。祝晴雅在河东身上比对完之后，兴冲冲地问：“店员，这件大小刚好，请问多少钱啊？17要吗？要我就包起来，不要了赶紧给我，我还得挂上去。”这店员是真装逼啊！要是在后市，我非投诉到你失业不可。17块够买了你命吗？我说不要了吗？赶紧包起来，双手递给我媳妇。店员见状，灰溜溜的去打包好，递给了祝晴雅。河东又去结了账。这时祝晴雅看起来开心多了，两人出来商量。天已经黑下来了，本要回上河村的，但司机说道：“东哥，刚刚罐头厂员工来通知，说是生产了新的一批枇杷罐头，想让你去瞧瞧，顺便品尝一下。”晴雅，你说呢？我没意见啊，今天你已经陪了我1天了，也该去忙你的正事。你敢信吗？这个小伙重生致富后，去孝顺父母，反而把野狗当成宝贝，父母失望落泪，欲断绝关系。河东祝晴雅到了罐头厂，烂木头看到两人，赶紧上前去分享喜悦。河东，快来尝尝我们工厂生产出的第1批罐头。厂长那个老狐狸根本不看好我，让他来品尝，他只会说一边待着去。看来我的喜悦就只能跟河东分享了。晴雅，你也尝尝。河东先尝了一口，转身又递给祝晴雅。祝晴雅接过尝了后，随即一脸惊喜：“哇，跟我们做的味道一样哎！而且工厂的流水线生产比我们效率也更高呢。”祝晴雅的话显然是让河东和烂木头都满意了。咋样，烂厂长，我媳妇这个评价比我说话更有说服力吧？这枇杷罐头我就是给我媳妇做的，她也是第一个品尝的。看来你小子是真的娶了个好媳妇啊！河东、烂木头都笑了，祝晴雅却低头脸红了。我没干嘛啊，就吃个罐头而已，怎么俩人都开始夸奖我了呢？司机小刘送河东、祝晴雅回到上河村时，夜已经深了。小刘，今晚在这住下吧，明天再回去。你今天开1天车也需要休息了。观众们，禁止疲劳驾驶，打咩打咩。行，东哥，那我明天一早再回去。河东点头，也和祝晴雅去休息了。第2天一早，小刘就去敲河东房门。河东听到动静后走出来屋子。东哥，那我赶紧回去了，老板找不到我要炒我鱿鱼的。行，注意安全。河东也开始帮着何大顺、曹武环把罐头装车了。这时祝常耀、祝长门从门口经过，看到河东意外道：“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晚上回来太晚了，就没去告诉你们。2哥、3哥睡得好吗？歪瑞不得，晴雅好吗？”这时祝晴雅走过来，目光温柔地对着俩欧巴说：“2哥、3哥，放心吧，我好着呢。”那我们就放心了。晴雅今天真漂亮，这新衣裳是妹夫买的吧？祝晴雅笑着点了点头。祝常耀、祝长门就赶着牛车出发了。这时唐梅听到动静后也来了。晴雅，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妈，我给您买了东西，等着，我去拿来。唐梅微笑着目送女儿跑去房间，随后祝晴雅拿出来好几多东西。妈，走，去家里看。祝晴雅兴奋地拉着唐梅进了祝家院子。祝家人这会儿都在院里，看到祝晴雅来了都是面带微笑的，只有王月站在一旁尴尬极了。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爹妈、二嫂，我给你们都买了新衣裳，你们看看喜不喜欢？晴雅真长大了，都知道孝顺妈了。对呀，女儿女婿出去还想着家里人呢，我就知道我眼光没差，这女婿是真舍得。王月在一旁看着这一幕，是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这时祝晴雅又走到王月面前，伸手递给他一个袋子。
这是你的。王月懵了，一脸不知所措，随后还是赶紧接过来了。啊，那谢谢。本来之前闹的河东和晴雅见了我，是连大嫂都不叫了，这回出门却还能想着我是有点感动的。不过我还是看他们不顺眼。晴雅，好看是好看，就是怎么看都不如你身上穿的裙子好看呢。二嫂，回头有空我给你做，我那还有好些布料，你去挑颜色可以吧？好，作者莫过于晴雅也。唐梅柱见君在一旁看着自己儿媳妇儿和女儿关系这么融洽，欣慰的笑了，又转头看向王月瞪了一眼。王月吓得又低下头，不敢抬头了。河东这时也来了祝家院子。爹妈二嫂，衣裳还喜欢吗？好看得很，女儿女婿眼光就是好，这一点也随我。下次可不许跟晴雅这么造了啊！东子，你二哥可是1年都没给我买新衣裳了，那次可托了你和晴雅的福了。比起你们对我和晴雅的照顾和无条件的帮忙，这点算不了什么。还有，这都是晴雅想孝敬你们的，跟我可没关系。一家子人其乐融融的聊了会儿后，河东和祝晴雅又回了自家院。走吧，去下一个目的地吧。好，我也好一阵子没叫我爹妈和大哥大嫂了。两人又提了几袋子东西，来到了何大成家院子。方兰抬头看到两人热情的迎上来。爹妈，东子和晴雅来了。何大成和张桂平听到动静后，赶紧从厨房里走出来了。儿子儿媳妇来了，快进来。东子、晴雅还没吃早饭吧？一会儿一起吃。河东祝晴雅点点头，进院子坐下了。不过祝晴雅又猛地站起身道：爹妈，我去帮你们做饭吧。不用了，儿媳妇，饭就快好了，你爹也帮着我呢。晴雅，我去就行，你们坐那聊吧。方兰去了厨房，河东、祝晴雅和二老在院子里坐下了。河东把新衣裳递给两人。东子，我和你爹有衣裳穿，以后可别乱花钱了。爹妈，喜欢就常穿着，不喜欢的话，儿子回头再买别的。你这小子挣了钱了，说话都硬气了啊！不过有钱了也得省着花，这样才能越挣越有，可不兴跟以前似的有多少花多少了啊！以后别再买了。那不会的，爹就放心吧。而且这都是你儿媳妇买的，你总不能伤了晴雅的心吧？啊，这钱挣了不就是花的吗？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就行。儿媳妇这想法我很赞成啊。何大成话落，三人都在一旁偷笑着。这时方兰出来了。吃饭了。大嫂，先别忙活了，晴雅给你和大哥买了衣裳，给家宝也买了小书包，他放学回来你叫他去我那拿呀。那东西多贵啊，东子，我做的布书包，家宝也喜欢的很呢。喜欢不喜欢，这都是我和晴雅的心意，对吧？再说了，我还没孩子，总不能放我那等着发霉吧？方兰笑着点了点头。张桂平突然想到什么，开口道：你也老大不小了，孩子的事情也抓点紧吧。你大哥孩子不都在上学了？哈哈，你们不知道我孩子现在已经在我媳妇肚子里了吧？我知道的妈，放心。儿子现在像个男人了，有担当还懂事。晴雅才不是那个老太婆说的是扫把星呢，反而算是东子的贵人啊。祝晴雅害羞的低着头，一家人都是喜笑颜开的。吃过饭后，河东和祝晴雅就回了家里。河东思虑过后，对着祝晴雅说：晴雅，你有空就教二嫂和魏霞写字和记账吧。好，东哥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这就。河东排罐头供不应求，决定抛弃牛哥，踏上拖拉机。牛哥悲愤万分，欲报复。下午，祝晴雅开始教魏霞写字了，田美美也过来跟着学。晴雅姐，你写的字好漂亮啊，羡慕死我了。是啊，晴雅，我也对我写的字不满意，以后我喊老都过来跟你说。没事，你们多练练就好了。而我不一样，我是天赋异禀。真调皮，你这衣裳挺好看的，哪买的呀？盛世买的，你们肯定没去过吧？哇，是不是盛世的衣裳都特别时髦啊？不过衣服是好看，晴雅姐你穿上爆看了。祝晴雅被魏霞的玩笑话气到了，转身就要走。我不教了，你们学得慢就算了，还就会拿我寻开心，过分。祝晴雅刚进屋就看到河东在认真的写着什么东西。这家伙在干嘛啊？这么认真，连我进来了都没注意到，难道是在给姑娘写情书吗？我倒要去看看是谁。祝晴雅放轻脚步，悄悄走到河东身后，结果看到纸上写满了不知是什么的数据。她故意猛地敲了一下河东的大头，河东转头。早都发现你了，小丫头，咋了这是？既然你忙，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出去当我的小老师去了。2天后，河东先去了乔老汉那，看到仓库已经修葺好了，又去了檀木匠家。木架子都做好了，你要的多，我还多给做了一个，算是送你了，便宜你小子了。那在下谢过谭老哥了。哪里，举手之劳罢了，记得涌泉相报。河东让乔老汉和檀木匠帮着把木架子搬进了仓库里，看着这一幕，河东可是满满的成就感。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呀。啥东风？你要买东风吗，东子？乔叔，我不买东风，倒是想买辆拖拉机。河东中午回到家，看到徐渭已经赶着牛车回来了。徐叔，这2天二毛妈和秦婶罐头卖的怎么样了？好卖的一批都供不应求了，我一天来回能跑个5、6趟呢。那挺辛苦的，我考虑着下午我去买辆拖拉机回来吧。东子，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怕苦不怕累，我乐意跑5、6回，可别炒我鱿鱼啊。徐叔你别紧张，没不让你干，我是想着买辆拖拉机回来，干活效率也高不是吗？徐渭尴尬的挠了挠头，转身去赶着牛车回家了。我上下2辈子都没开过那玩意，当然我也没打算自己开，常荣大哥又休养着，还是等下常荣哥陪我去吧。三哥，今天你有活干了，陪我去供销社买辆拖拉机呗。什么？你疯了？拖拉机多贵啊！
就是图个方便，2000块而已，转转就回来了。你小子有我当年在丹城时的风范啊！这长门哥跟长龙哥可是真像啊，不单一品相，连句说话方式也一模一样啊。下午，河东骑着自行车带着祝长门出发去供销社，不过连二阳我都没想到的是，祝长门竟然还抱住了河东的腰。三哥别这样，楠楠受不轻啊。我好怕啊，主人！不，河东，不抱紧你，我怕我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这离地才1米高不至于吧？当着我25000粉丝的面这样不太好吧？你怎么知道他们不爱看呢？现在有些人可坏了。几个月不见，三哥现在反差这么大吗？到了县城供销社，河东选好了一辆拖拉机，主动找售货员问道：“你好，你们管送吗？”“不管送，但是管交。”河东面露难色，转头对着祝长门说：“三哥，等会儿你可得好好学呀。”原来你是想让我学，自己站一边看戏啊！河东笑笑，又转身拉售货员到一旁悄悄说：“大哥贵姓啊？我这3个本，您可多费点心啊！”哈哈哈，明白，放心，免贵请王。这小兄弟看起来倒是机灵得很，但没想到他3个年纪轻轻的就傻了呀，可怜了。等会儿我可得耐心点教。果然，王师傅是误以为祝长门是智障了，他怜悯地看了一眼祝长门，祝长门一脸疑惑，但也没敢问。随后，祝长门跟着王师傅走到拖拉机旁。小三过来，你看你要学拖拉机，首先要知道这拖拉机上都有些什么，都做什么用的。河东在一旁看着滔滔不绝的王师傅和认真听讲的祝长门，不由想到了上一世。当初考驾照不也是这么个流程吗？教练也是让先熟悉车子再实践。不过比起王师傅，教练那老狐狸态度可是差劲的多呀，又骂又翻白眼的，还3天2头的装病请假。三哥，好好学啊！我出去买一大桶柴油，要不然没油了就得往县城跑，太麻烦了。祝长门认真的很，并没有听见他说话。河东无奈笑笑转身出去。过了会儿，他就提着油回来了。看到准备上车时间的祝长门，小心紧张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别紧张，你先别踩刹车。哎呀，不怪我，这么大的太阳你也不夜，阳光太刺眼了，我看不清呀。夕阳西下后，祝长门终于是能独自操作拖拉机了。王师傅终于笑了。你小子刚才没说实话呀？你这3个聪明着呢。之前一小伙学了2天才把拖拉机开回去，半路还又跑回来找我，你这哥哥绝对不会。谢谢王师傅了，那我是小看我3哥呀。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还来找我就是。祝长门可高兴了，乐呵呵的看着河东。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坐在高处的感觉就是不一般啊！以前见别人开可羡慕死我了。来，河东，上局我带你跑一圈去。啊，啥呀？听不清，这拖拉机太吵了，你前面先走，我骑车在后面跟着，到家我们去跑一圈。祝长门努力听清后，就开着拖拉机先走了。河东故意等走远了才出发，毕竟噪音真的很大。祝长门一路开着拖拉机，对着大牙嘎嘎乐，到上河村速度慢下来了，回头看，差点忘了今天不是我一个人来的，这小子要不要这么慢啊？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不过话说，这拖拉机到底是比那牛车刺激好玩啊？这时乔老汉看到祝长门开着拖拉机，惊讶。哎呦喂，长门，你坐这是拖拉机吗？坐拖拉机咋开了呀？是不是跟赶牛车一样啊？就是拖拉机，跟牛车一样的。叔，你让，我得先把拖拉机开回去，这东西费油得很，停着太浪费了。祝长门开着拖拉机继续往前，一路的轰鸣声惹得好几个村民出来围观。这时，俩小孩跑到路中间，兴奋地指着迎面来的拖拉机。祝长门吓得迅速闪开。秦婶子，你可得看好了孩子啊！长门，你这是……秦婶话还没说完，祝长门就走了。俩小孩又追着拖拉机屁股后面，无奈秦婶也没上去。祝长门一路是头都不带回的，一直到河东家院子停下，他才看到这身后大大小小的人。长门叔叔，这个车好酷，我能开吗？我也要。祝长门下车，一手抱起一个小孩，把俩小家伙放上拖拉机上坐。这不就开上了吗？俩孩子兴奋的叽叽喳喳的，把祝勉和祝朵都吸引过来了。王月也跟着祝勉到了河东家门口，但却不敢进何家院子。我想进也不敢进啊！河东可是说过，我再进去就要打断我的腿。常荣现在又在屋里歇着，万一他真打我也没人管我了。但我是真想进去看看这新鲜玩意儿啊！河东骑着自行车到家门口，看到王月眼巴巴的看着拖拉机，却又不敢进的样子，逗笑了，但并没理会王月，骑着自行车就进了院子。看来我上次的话没白说，王月现在又挺自知之明了。河东停好自行车后，祝晴雅不可置信的看着河东道：“我以为你只是说说呢，没想到还真买回来了。”那是，咱三哥可真聪明啊，学了一下午就会开了。等会儿叫他开着带咱跑一圈呗。好呀，偷偷告诉你，我早都想上去试试是什么感觉了。不过我总不能跟那群小孩似的，让三哥把我也抱上去吧。小丫头，可真有你的，以后这就是咱的了。不行，我再雇个司机，你想去哪就去哪。看你嘴贫的，先吃饭吧，我做好了。三哥招呼完这群小孩后，咱仨一起吃。我真好奇，你俩咋就突然关系这么铁了？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三哥吗？虽然接触不多，但总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好似之前就亲密无间似的。等河东说完这番话后，见旁边的祝清雅好似石化了一样，张大嘴巴，还一脸震惊。河东喜欢我三哥吗？想什么呢，傻子，是兄弟朋友间的那种喜欢。祝清雅松了一口气。这时唐梅祝建军也隔着院墙看着拖拉机，感叹道：“这女婿真是越来越不得了了，咱整个上河村都还没拖拉机呢。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女婿。那是现在吧，要是东子还跟以前那样，
我看你还能高兴得起来吗？我管他以前什么样的，我就知道现在我女婿就是上河村最厉害的。你还真是苦心老男人。走，我也想做拖拉机，你帮我上去坐坐。你可拉倒吧，中年夫妻抱一抱，嘎着我喂像农药，我怕晚上做噩梦。祝建军，你今晚打地铺。唐梅气冲冲的转身去屋里了，祝建军在原地挠着头干笑。河东家这边，祝长门看着桌上的肉啊蛋啊，眼馋得很。东子，为了感谢今天你让我又学了一门技术，咱哥俩来喝一杯吧。待会儿不是还要开拖拉机出去兜风吗？可不能酒驾呀。啥酒驾不酒驾的，还没开始喝呢，你都说胡话了。河东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尴尬的笑了笑。夜深了，改天再出去跑吧。你俩喝你俩的，我吃完饭就消失。你们男人之间的话题，我可不想参与。女人的话千变万化，清雅，你真没生气啊？祝清雅无奈摇了摇头，就低头干饭了。这一夜，河东、祝长门两人喝着马尿，一直聊到了深夜。小到便秘怎么办，大到盛世是我的，总之是什么话题都聊。你可拉倒吧，中年夫妻抱一抱，嘎着我喂像农药，我怕晚上做噩梦。祝建军，你今晚打地铺。第二天，何大顺和曹五环、祝长门早早的就到何家了。三哥，你帮着他俩去铺货，枇杷罐头的需求量还在上升期。大顺和五环也卖力找了不少小店加入，但最好还是能去百货大楼或者供销社，那里的铺货量才较大。何哥，你的罐头厂啥时候开起来？我有个哥们在百货大楼工作，说要手续齐全就可以往里进。放心，快了，等玻璃厂那批玻璃瓶过来，就着手开厂的事情。何大顺、曹五环高兴了很。现在手里赚了有200-300块钱了，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已经实现了，就等着河东的厂子开起来，更大批量的送出去。听着他们说话干活都有劲，现在自行车已经买了，再买台缝纫机给未来媳妇。过去跟河东一样，也是不学好被人嫌，现在日子过好了，也有人愿意介绍对象了。祝长门到底第一次开拖拉机拉水果罐头，何大顺、曹五环、河东都不太放心。何大顺和曹五环赶着牛车跟上去，河东是骑着自行车送到村口。之前说好的日子，今天那批玻璃瓶应该要送来了，我是真的走不开。祝长门也知道自己责任重大，拉着的都是枇杷罐头是钱，还是小心谨慎点。走在后面的何大顺和曹五环四只眼睛没敢离开这拖拉机。不过好在一路没什么事情，安全到达了现场。河东在村口的大榕树下放好自行车，一早出去回来休息的人看到他也是奇怪。东子，你一大早等在这里了，怎么这会儿还在呢？河东认识这人，二毛妈的公公，徐勇的爹。叔，我等人呢。河东笑着。等谁？盛世来的朋友。徐红扛着锄头走了，河东就望着进村口的那条小道，隐隐的好像是看到了一大一小的2辆车。这是来了。河东骑了自行车过去，确定走在前面的小车是刘宇开的菠萝奶滋，就掉头往回走。放玻璃瓶的仓库，刘宇没去过，我在前面带路就行。刘宇看到河东骑车走在前面，就放慢速度跟着，后面的蓝色大东风也放慢了速度。进村了，大东风和拖拉机一样开动起来，都会有轰轰隆隆的声音，大老远的都能听到。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出门来瞧热闹，就看到一辆菠萝奶滋后面跟着偌大的一辆蓝色大车子，许多人还没见过。这是大东风吧？这玩意儿都是用来拉货的，价钱也不便宜，平时都是国营企业在用，也不知道村里谁这么有本事，竟然让大东风进了村，知道了非得出去吹3天不可。而很快他们就发现河东骑着自行车在前面跑，后面是豪车和大东风。这车竟然是往河东家去的呀！河东这小子是真的发了大财了呀，大东风都往家里领了。啥是大东风啊？上了年纪的老汉还是头次听说，年轻人眉飞色舞的说了大东风的妙语，老汉这才明白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走，瞧瞧去，瞧瞧那车里装的啥。河东没把刘宇和大东风往家里领，而是去的仓库。幸亏仓库那边请了几个人在等着了，方便一会儿卸货装货。河东指导人卸货，玻璃这东西得轻拿轻放，宁可多走几趟也不能出问题。原本空着的仓库很快就装满了亮晶晶的玻璃瓶，河东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这可都是赚钱的宝。何大成是听到动静过来的，可不高兴了。你这小子有事情做也不叫我，眼里是没我这个老子了吧？不是啊，这不是来不及爹，知道爹来了肯定不能闲着，要帮忙干活才没叫他知道。年纪大了也不想他们太操心。何大成仍旧不高兴，撸起袖子上去干。张桂平和方兰也是啥也不说上去帮忙。原本想着请了人自己人就不用忙活了，结果还是干吧。爹妈都上手了，总不能一旁看着吧。等到一车的玻璃瓶都给卸完了，仓库都装的差不多了，一帮子人跟着河东去住家，说好的中午管饭。邻里邻居的都没打算要工钱，就希望着河东以后有挣钱的地方，想着他们。吃过饭，告诉万厂长啥时候我去盛世，一定跟他好好喝几杯。何先生放心，这是第2次听刘宇叫何先生，上一世有了钱有了名声，个个都叫何先生，但孤独终老的关系听着总是觉得凄凉，以后叫我河东吧，听着习惯。河东这么说，刘宇点了头。河东最后站在路边目送刘宇和那辆大东风离开。晚上，河东看着仓库里木架子上亮晶晶的玻璃瓶发起了呆。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干了一件自己从来没干过的事情，就因为秦雅的一句好吃，一个灵感闪过，说干就干，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还能做出来点小规模。不过罐头厂开起来才叫好呢。祝秦雅来找他的时候，是觉得河东有点魔怔似的。咋，待了大半天了，能把这些玻璃瓶看出花来？能看出钱来啊。
河东之前卖出去的那些枇杷罐头，可不就是装在玻璃瓶里的吗？每天的进出账，河东都会跟我说，应了大哥的那句话，河东说能赚钱的东西，肯定就能挣钱。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一边买供销社那边的玻璃瓶，一边把这些也用起来。走吧，我得好好回去算笔账。白天做了一番统计，到现在还没细算呢，回去得好好算算。祝晴雅跟在后面。河东进了房间里，就在书桌那边坐下来没起来的意思，写算算，一直不停。我还是不打扰他了。祝晴雅也没去打扰他，困了就上床睡觉。说是今天没干什么活，这会儿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也是奇了怪了。往常这时候还能看2个小时的书呢。晴雅，你帮我再算算这笔账，我总觉得不太对。河东察觉到问题，皱着眉头转身来叫祝晴雅，结果发现人在床上睡着了。灯光下，祝晴雅躺在床上的那张小脸，睡得很晒。河东也不舍得叫醒她了。不过是算术这样的事情，多来几遍也就是了。这次仓库的租金、瓶子的成本、运输费、仓库的修葺，一共下来445块。当然，这还是一批玻璃瓶的成本，1个月的租金。现在枇杷罐头的收货量在上升期，一天1-2千瓶是有的。如果再往别的地方继续扩展，肯定远远不止于此。所以还是得加紧把罐头厂开起来。还有就是人手。前2天跟嫂子了解了现在的蘑菇情况，早就今非昔比了，索性交给其他人去做，雷强。河东刚准备亲一口祝晴雅，哪料祝晴雅就呕了一声，又捂住嘴跑出了房间。河东也追了出去。晴雅，看着我帅气的脸庞和秀气的五官，你还图什么呀？这一夜河东都没上床睡觉，不过咱东哥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不过就是坐在书桌旁计划了一夜当老板的事情罢了。以后我就留出时间处理开厂的事情了。大寿5环还去跑销售，大哥长门哥把枇杷罐头送去现场，再让方兰大嫂来记账呢，这样我也放心。河东思考着，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他把计划好的全部写了下来，又打开账本，看着账本上的数字，他可兴奋了。这钱是不老少了，但距离开厂还是有差距的。现在有钱的是少数，想要借出钱来就更难，得有领导层出面担保才行。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得想想办法呀。天都快亮了，祝晴雅醒了过来，看到河东惊讶道：“天都快亮了，你咋还没睡？赶紧来睡觉啊！”河东站起身，又不怀好意的看着祝晴雅：“这可是你叫我的哦。”坏蛋，一大早就不正经了。嘻，你才知道啊。河东刚准备亲一口祝晴雅，哪料祝晴雅就突然呕了一声，又捂住嘴跑出了房间。河东赶紧下床追了出去。晴雅，你脸色看起来很不好啊，这是怎么了？不知道，这2天总觉得不舒服想吐。河东，我是不是病了呀？突然河东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着急的问道：“你说你想吐，还2天了是吗？”是。上一世我的小助理说他老婆怀孕那时也是吐得厉害，晴雅这应该也是孕吐了吧？我知道了，晴雅，你这应该是有反应了。什么反应？走，咱去问问妈，过来人应该更清楚。河东还没等祝晴雅说话，就兴奋地拉着祝晴雅去了祝家院。妈，东子、晴雅，你们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有事来找我吗？妈，我想知道晴雅是不是有我的孩子了。河东这话问的，唐梅明显是懵了。他走过去拉着祝晴雅就进了屋。河东在外面站着乐呵呵的，祝长门看着河东这痴汉样，就想逗逗他。你是说晴雅有你的孩子了吗？什么时候的事啊？三哥，你这话问的我怎么回答呀？我也不记得是哪次了，再说了还不确定呢。你小子想当爹了吧？别急，我家妹妹肯定能给你生个10个8个的。祝长门说完就笑着去厨房吃饭了。河东愣在原地，却像是石化了。还10个8个的？三哥说那是小母牛吧？不过上一世我不是人害了晴雅和孩子，这一世我和晴雅真要能有个孩子就好了，想想就兴奋。过了好一会儿，唐梅拉着祝晴雅出来了。河东看着唐梅满面春风，祝晴雅满脸羞红的样子，就知道8成是中标了。妈，你就告诉我吧，我着急死了。看你这小子紧张的，去告诉你爹妈吧。没错了，板上钉钉了。原来那样了就会有孩子啊！不久后我就会跟大嫂二嫂一样生下一个小孩了吗？真的好像是在做梦啊！大哥跟我说过，月份大了之后都得小心啊。看来到时候我得忍忍了，不能老是折腾晴雅到半夜了。不管啥时候有事情了，就赶紧来叫我。你俩到底也还是孩子，就怕出点啥事情了。河东点点头，又欢喜不已地拉着祝晴雅的手，两人就向着何大成家院子方向去了。王月在角落里一脸无懈。你们这一大家子倒是好的不得了啊，可没一个人管我的死活啊！我有助眠的时候也没见这唐梅和常荣这么兴奋啊！真鄙视你们，不，我鄙视一切看不起我王月的人。到了何大成家院子，河东见二老和方兰都在院子里，就跑过去激动地说：“爹妈，你们要有爷爷奶奶了，开不开心啊？”臭小子怎么说话呢？知道你挣钱了开始烧包了，不过这是把脑子也烧坏了不成？是啊，东子，你这样说话听起来是很不安全，实际上也是很危险啊。爹妈，不是，是你儿媳妇有身孕了。哎呀，那可真是大好事啊！何大成在一旁，本是严肃的脸瞬间又喜笑颜开了。方兰也赶紧拉着祝晴雅道：“晴雅，我到底是过来人，走，咱俩去屋里分享一些女人的小秘密去。”祝晴雅跟着方兰进了房间，河东和二老在院子里坐下聊天。真好，大蛋家的家宝都上学了，现在这二蛋也快要当爹了，我这心里是真高兴啊！是啊，小苹果，那你以后就住二蛋家照顾着儿媳妇吧，大儿媳妇这边也需要人，我先照料着，咱俩以后就异地恋了，老婆子。第一，我不叫小苹果，我叫桂平。第二，这总共几步路不到，你有空去看看儿子儿媳，不就能见到我了吗？我是专业的，除非我忍不住，
我这爹妈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几人又聊了好一会儿后，河东和祝清雅就回家了。何贵晚上回到家，听说了这个消息，也是替河东高兴的。你可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东子马上要当爹了。哎呀，我这弟弟可算是活出个人样来了。东子还说了，现在蘑菇生意不好做，让你索性别做了，去他那儿帮忙吧。那是得去，他现在确实是不缺钱花，但首先是得好好照顾着晴雅才行。就是三弟还没消息呢。当年要不是他说出去赚了大钱才回来，搞不好现在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吧。提他做甚？出去多少年了也没个音信回来，你可千万别在咱爹妈面前提他，省得他们伤心。哪里是我提了，你以为咱爹妈心里没数吗？也就是没在你面前说而已。方兰见何贵皱着眉沉默着，忍不住又问了。话说当年到底是咋回事啊？三弟怎么非要出去闯？还不是过去那些来插过队的知青闹的，回城也就回城了，偏偏还写了信来。三蛋也不知怎么就魔怔了，非要去，谁也拦不住。可我听说你们不是把他捆起来了吗？是啊，不过妈有心了，想着夜里给他送点饭吃，谁知道那白眼狼竟推了妈一把，就趁着天黑跑了，等我们去找都找不到了。何贵说完叹了一口气，方兰又去打了一盆热水端过来。何贵天天在外面跑，你那汗脚可臭了，来泡泡脚。你洗吧，我跑一天也累了，我先睡了。何贵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睡意。和平离开家的时候才20岁，现在已经过去3年，外人都说这么久没消息，搞不好是死在外面了。不过我觉得我老何家的男儿再苦再难都能挺过来的，啥时候他能回来看看就好了。何贵翻了个身，擦了擦眼泪。方兰见状也是低头叹了口气。都怪我话太密了，我没事提那个老三干嘛啊？哎呀，我后悔。来，这就是河东，公安县城的投机倒把分子之首，你们来好好采访采访他。你们别欺负老娘的女婿，等着，我这就回家把我的几个吞金兽叫来，你们敢动手试试。中午回来，河东祝晴雅就把隔壁房间收拾出来，给张桂平住了。晴雅，我虽是婆婆，可也是母亲啊。你大嫂方兰投胎就是因为那时候穷，去下地干活就没了，你千万别干重活了，去房间歇着去吧。好，妈。祝晴雅回到房间，躺在床上，但心里却不是滋味。我现在都有孩子了，还能考大学吗？带着肚子还怎么去考场？但我要真半途而废了，也太对不起河东了。他好不容易给我找来的资料，河东此时进来房间，看祝晴雅闷闷不乐的就问道：晴雅，妈做好饭了，怎么不去吃啊？我吃不下，这几天胃口不好。是妈做的不合胃口吗？那我去给你做别的吧。不是，你先别去。那是什么？我这就去吃，行了吧？祝晴雅下床刚准备出去，河东又叫住：晴雅，我们是夫妻，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知道吗？可现在选孩子还是选考学，我自己都还没想好，更不知道河东会怎么选。难道我真的要为了孩子就放弃考学了吗？不过我现在很饿，要去吃饭了。河东显然是知道祝晴雅没说实话，还想问什么，就见祝晴雅已经跑去院外了。河东无奈也跟了上去。此时张桂平看到祝晴雅出来吃饭了，终于放了心。儿媳妇，晚上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现在闲着也是闲着，不会做的就让东子教我。妈，你做的很好，我现在就喜欢吃的清淡点。张桂平可高兴了。河东看着婆媳处的不错，也是欣慰的。这时唐梅抱着一筐粉红枣过来了。亲家、东子，你们都在呢，我给晴雅洗了澡，你们也尝尝。早上长门刚买回来的，说是要给妹妹补补身体呢。张桂平伸手拿了一颗红枣尝了尝，好吃，甜得很，剩下的都留给晴雅吧。河东见状，赶紧接过唐梅手里的筐子。妈，我来吧。这亲家可比王月家的好相处多了，说给晴雅还真的没再吃了，都说自己女儿只有自己心疼。不过我看在眼里，这亲家也对晴雅上心着呢。亲家没事，你也多吃点，甜着呢。不用了，亲家，我去厨房跟着他们学做枇杷罐头了，你们聊吧。唐梅微笑着目送张桂平去厨房了，又转头对着祝晴雅：想吃什么就跟妈说，别不好意思，你出嫁了也还是我的女儿啊。我知道的，妈。我可从来没跟妈您客气过，就怕你以后吓着了，觉得我们过于不客气了。你这说的什么话？我还巴不得你们不客气呢。也是离得近，要是远了，我都想把晴雅接回家里去照顾了。这时吴婶出来准备去打水，听这话没忍住插了一嘴：祝家的，你可是说到正理上了，两家就隔了一堵围墙，说是婆家跟娘家又有啥区别？要我说，索性把围墙打了，两家并作一家多好。吴家的，你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跟我家厨房过不去吧？围墙一拆，我那厨房可漏风了啊！吴婶被唐梅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你换个地方不就行了？哪能那么花钱啊？再说一堵墙已经很近了，我家那2个小捣蛋鬼可不是能管住的，要是老来闹腾也太不像样了。吴婶听完这话也没再说话，就去忙了。唐梅也起身回祝家院子了。河东这时也去推了自行车出来。你又去哪？去趟县城，我给庄比豪发的电报这么久了也不见回应，我去看看。河东骑上车就往外走，刚到门口就见到外面竟然停了一辆轿车，他连忙一个急刹车停下来。这是谁干啥呢？吓我一跳。车上的人也被河东吓了一跳，连忙开门下车来。河东惊讶道：周书记，您怎么来了？难道庄市长口中的河东就是这个人吗？看起来其貌不扬的。
真有那么大本事吗？你就是河东，这里是你家吗？是的，我正要出去呢。等等，你先别走。周浩波转身走到轿车后座，打开车门，只见是庄比豪从车里下来了。河东高兴地把自行车一扔，跑到庄比豪面前。庄同志，我可想死你了，你这身行头哪搞的？比之前的更适合你了。你倒是瞧着比以前黑了，不过更精神更帅了，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呢。那肯定的，可不敢忘了。来，这位就是河东，也是这些天以来我们通安县的先行者，因为他上河村村民的生活质量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你们来好好采访。庄比豪话落，河东还没搞清楚场面呢，就见两个人朝着河东冲过来了。河东疑惑地看着庄比豪，搞什么飞机啊？好好表现就是我可是在保你。算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不就是提问吗？尽管来吧，我就不信庄比豪还能坑我不成？就算是坑我不跳不就行了？来吧，都跟我来，我准备好了。一行人跟着河东到了院子里，河东刚准备好吹牛逼了，转身一看，那俩拿着话筒的人竟然去厨房找几个工人去了。庄同志，这是干嘛呀？说好采访我的我都准备好了，这怎么就突然又去袭击厨房了？小场面，别害怕，放心没事，有我撑着呢。此时唐梅听到动静，又趴到墙角惊讶道：“你不是那个被狗咬的庄比豪吗？”哈哈哈，你们都还记得我，不错。厨房这边，吴婶看到陌生人来跟自己说话，紧张的不敢开口。魏霞和秦小茹也是吓得躲在角落。你们是干嘛的？婶子，我是来采访的，请问你现在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哦，我拿着的是枇杷。那又是做什么用呢？做枇杷罐头的，你们看桌子上放的就是。两位记者看到后转身就去拍照了，吴婶终于松了一口气。突然来俩陌生人，又是拍照又是问话的。听说县城那些出去卖东西的人经常被抓，现在难不成是在窝里来了？我就是挣点小钱，跟我可没关系啊。吴婶想到这，趁着俩人还在拍照，扔了手里的罐头就跑出去了。秦小茹见状也撂挑子跑了，只剩下魏霞瑟缩在角落里，俩记者却懵了。我又不是洪水猛兽啊，怎么跑那么快？好在还有最后一个人。两位记者又走向魏霞道：“你好，我们是。”没等记者话说完，魏霞也抬腿跑了，只是他跑了2步又回来说：“你们千万别抓河东，河东是好人，因为他我们上河村的人才都过上了好日子。”两位记者哭笑不得，又问道：“我们不抓人的，能问问关于枇杷罐头的事情吗？”魏霞半信半疑地看向院外的河东，他看到河东点了点头，便转头对着记者也点了头。唐梅见状，赶紧回家叫人去了。这不会真是来抓人的吧？我得赶紧回家把我的几个吞金兽叫来，等惠儿东子被抓了，也不至于没人在。张桂平见状，也是转身回家去叫何大成了。东子这怕是要出大事了，我得赶紧回家叫老头子过来。此时祝清雅也是紧张着，河东注意到了，走过去紧紧地拉着祝清雅的手。没事的，清雅，相信我。没事最好，万一有事，我们也是一伙的，要抓一起。上级说道，祝清雅已有身孕。河东兴奋昭告众人，庄市长携人采访河东，遭两妈误会，纷纷去搬救兵。大成，还抽你的破烟呢？你儿子要被抓了，赶紧走啊！哎呀，这也太快了，至少我在的时候再抓啊！何大成起身丢了手里的烟枪，就跟着张桂平往河东家赶了。刚出门口，就见何大田那东西在门口四处张望着，但何大成并未理会，继续往前。大成，等等我！何大田见何大成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赶紧追了上去。咋的，大成？我咋听说河东出事了？你现在是要往那边去吧？我劝你还是别去。河东在村子里可是得意够久了，现在被上面的人知道了，要抓他进去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你去也没啥用啊。何大成听这话不乐意了，立马停了下来。何大田也猛地急刹，差点就摔了个狗吃屎。哥，你可是我亲哥，你说这话还有人性没有？什么人性不人性的？这上面不让干的事情就是不能干，你儿子偷偷的干，现在被人知道要抓进去还不是应该的，这就叫不是不抓，只是时候未到。何大成冷冷地瞪了他一眼。你说的对也不对，前者确实是可能他做了不该做的事，后者那可是我儿子，我先见到我儿子才是硬道理。嘿，你咋就不听了？我吃过的盐可是比你走的路都多啊！不听大哥言，你就等着吃亏在眼前吧。何大成加快脚步继续往前了，何大田又偷笑着，不听算了，反正这有热闹看了，不看白不看。你们一大家子倒是日子都过好了，可也没想起来我这个亲大伯啊，被抓真是活该。何大田跑得飞快要去看热闹，跑了没几步就看到了徐渭和乔老汉，他赶紧停下来开始造谣了。我家大成的河东要被抓了，你们听说了没？咋的？河东咋就要被抓了？做生意做的北，我儿子何锦说了，这年头上面不叫干的河东非要干，可不得被抓吗？我看河东下半辈子可能就只能吃牢饭了。啊，这么严重啊？不然咋的？上面的大领导都来了，不信你们就跟我去看看。就这样，和大田路上又拉了好几个村民，没多久就到了河东家门口。到了发现已经有很多人了，这些都是唐梅和张桂平挨家挨户去叫来的。自己儿子伤的伤，忙的忙，只能叫这些卡拉米来撑撑场子了。一会儿要是真敢抓我女婿，我们众人就是一人抓一条腿，也得把他们扔出去。何大田看着众多村民都在，可是开心的不得了。也不知道是谁叫来这么多人看热闹呢，哈哈哈！这河东以前有多风光，今天就得有多丧气吧？什么做生意啊，赚钱啊，想都别想了，在牢里做梦去吧！哎，今天的烟真是格外好抽呢。
这时河东家院门口的村民们叽叽喳喳的喊起来了。可不能抓河东，河东不是坏人啊。就是啊，河东可是大好人，要不是他，我们还没现在的好日子过呢。里面的人，你们可别乱抓人呐！你们瞎喊什么呢？什么好人，什么好日子的？河东做的事情是犯法了，知道吗？你们真无知！现在上面是来抓人的，你们不懂就别瞎嚷嚷。大田，河东怎么说也是你亲侄子啊，你不能这么说话吧？我家何景说了，王子犯法还与庶民同罪呢，我这是大公无私，知道吗？村民们见这和大田龇牙咧嘴的样子，都懒得搭理他了，又朝着庄比豪喊：公家的，河东真不是坏人，你们抓他干嘛？都安静，我们只是想对河东做个采访，不是来抓人的。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怎么可能呢？我儿子说了，河东做的事情就是犯法，是要被抓的。你们说不抓，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不抓人，你们来做什么？周浩波也懒得搭理他了。何大成不乐意了，他走过去恶狠狠地看着何大田。何大田，你是盼着我儿子被抓吧？大成，这你就不对了，我就是就事论事而已，没那意思。没那意思你就赶紧把嘴闭上，再不然去东子家茅房吃点东西，堵住你的嘴也行。何大田被吓得不敢说话了，又退到了人群后继续看热闹。我相信我儿子，我儿子说了他会被抓的，那就一定会，我就要看着你们被打脸。这时祝长荣拄着拐杖也出来了，王月在一旁搀扶着，就怕有个万一。都说了你不能下地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再说了这离得这么远，也听不见什么的。我听不见，你就不会去听听吗？要不是我的腿不方便，我早都去河东身边待着了。谁敢抓人，我就揍谁；谁敢乱说话，我就一嘴巴子扇到他嘴变形。别吹牛了，反正我不进去，我去了要被打断腿的，你不知道吗？祝长荣听王月这样说，自己拄着拐杖就进去了。王月着急道：长荣，那边人多，你可不敢去啊！长荣，你怎么就不能听我的啊？祝家可是把照顾长荣的事情交给我了，长荣这万一出点事，我可怎么办啊？不行，我现在回去收拾东西离家出走吧。哎，算了，希望老天保佑我吧。唐梅此时回头看见了祝长荣，着实是吓得不轻。长荣，你干啥？怎么下地了？是不是王月那妇女又惹你生气了？妈，听说河东出事了，我在屋里根本躺不住啊，我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没事了，人家说了不是来抓人的，你回屋去吧。真的吗？可我还是不放心，我再看看。这里这么多人，你这腿才好点，可不能磕着碰着了。我在这边看着，有事跟你说就是，你回去吧，听妈的话啊。那行吧妈，我去咱家院子坐着，你离近点去打探打探，要是有事千万赶紧喊我啊。祝长荣见唐梅点了点头，便转身回自家院子坐着了，但耳朵可是竖起来仔细听着的，生怕河东有什么事。长荣，你看看你吧，要是我哪天要被抓，你也会这么着急吗？肯定也着急，我着急带着小冕去见你最后一面，凭你做的那些恶事，估计这辈子都出不来了，我好再给小冕找个后妈。河东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你至于这样吗？我可是你同床共枕好几年的妻子啊，长荣。小冕也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啊，你忍心我坐牢了，再给他找一个后妈吗？呵呵，天天跟小冕抢金箍棒玩，到哪都不忘带着你的金箍棒，你问问小冕还认你这个妈妈？我那不是为了缓解尴尬吗？再说了，你也知道我一个朋友都没有的，我太无聊了。我总不能天天就画地为牢，对着天对着地许愿吧。我知道你刚刚的话是玩笑话，咱俩好好的行吗？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啊！这福气谁爱要谁要，这种好事还是留给评论区的朋友们吧。点赞关注评论或王月小仙女一枚。接上集，众村民以为河东要被抓，纷纷来抗议。大舅哥拄拐也要护河东，亲大伯却召集人过来看热闹。河东，你不但不会被抓，还会被拿去放大字报上做典型呢。对啊，你做买卖帮着全村人都改善了生活，我们怎么会是来抓你的呢？说完，记者又走向人群，对着众村民说道：你们有人愿意出来做代表吗？众村民们都争先恐后的举手，乔老汉直接站出来了。这位靓仔，我要做代表，河东可是大好人啊。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说我要做代表。上一句。靓仔。好，就你了，不为别的，我主打的就是一个尊老爱幼。村民们知道河东不会被抓了，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何大田却是呸了一声，吐了一大口老浓痰。都什么人啊？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是不是都是？庄比豪特意叫人去叫了何大顺过来，记者见状赶紧上前围住了他。何大顺见这样的场合，紧张的双手都不知往哪放了。小兄弟别紧张，还记得我吗？记得，我不但记得你，我还要感谢你。幸好我家大黑咬了你这个外乡人，才保住狗命了。要是咬了本村人，估计已经被乱棍打死了。啊，不是，我没文化，不会说话，你别介意啊。此时记者在一旁全程记录着这一幕，众人被何大顺这话逗得忍俊不禁。哈哈哈，你这小东西挺幽默啊。不过我记得那时你又带我去打了疫苗，知否能赶上莫大烟啊，还是个好小伙。谢谢夸奖，下次你被我家狗咬了，我也一定会带你去打疫苗的。不，这倒不用了，这福气我不要也罢。当初东子非让我带这个人去打疫苗，没想到这人还真来头不小呢。这一身装扮一看就是吃公家饭的，看来老天还是庇佑我了，没让我得罪这个大人物。随后采访完后，庄比豪和周浩波都对河东是一脸的欣赏，转身准备走了。好好干，河东，我走了，再会。河东微笑着目送着几人离开了，就转身往回走了。就是何大田显然是不满意的。
这咋就走了？咋也没把河东带走啊？你这大伯说的是什么话？没被带走不是更好吗？乔叔，别和傻逼争论，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他的水平线上，并且还会以他当了多年的傻逼经验来蹂躏你的。河东又走上前，冷冷地看着何大田。大伯，哦不，何老汉，你的时间不值钱，我的时间可值钱了，让开，别挡我的道。对了，还有，既然你这么想看我被抓，那你就等着吧，说不定哪天就得偿所愿了呢。河东说得好，就是要用魔法打败魔法才对。何家老大，人家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今天看来是真没错啊。哎呀，某些人还真是五行缺德命里犯贱啊！建军，走，回家抄家伙去，咱今天再一票大的。何大田见状，知道再不走就要被打了，立马灰溜溜的跑了。这些家伙吓死宝宝了，我得回家好好问问何锦咋回事。人和车都来了，还没把这小子带走，这不是瞎胡闹吗？这何大成看着自家大哥的背影，也陷入沉思。都是一家人，怎么就不能盼点好啊？上次就盼着大蛋有个好歹，这次又是二蛋，真要不想做一家人，干脆就不做了。东子，你得给我好好解释一下到底咋回事。刚刚那些人说的话我听不明白，你要是被威胁了就眨眨眼。何东看自己爹妈和岳父岳母都疑惑着看着自己，干脆快速回房间拿出了一张大字报出来。大家听我说，是这样的，上河村可能要跟这上面的福根村一样，要上报纸了。我不认字啊，谁来展开讲讲？爹，上面的福根村是因为承包地了，带动了全村经济大发展。祝晴雅说完，又惊喜地看着河东。河东，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上河村也会有大的发展了？是的，晴雅，还是你聪明。真的吗？真的吗？现在的福根村可是人人都吃着白米饭，住着红砖房呢。爹妈，这是好事，天大的好事啊！祝晴雅看众人依旧不理解的样子，索性夺过河东手里的大字报。我念给你们听吧。院外的村民听到是天大的好事，纷纷围了过来听。祝长荣在隔壁听到了，也只得等上进来。王月本来想跟着进去，可到底还是没敢进，只能站在门口继续沿着金箍棒。长荣大哥，我可想死你了，腿恢复的差不多了吧？我好着呢，虽是有点疼，但管他呢，你和晴雅好，我就好了。晴雅，开始念吧，翻译的通俗点更好。祝长荣在唐梅的搀扶下坐了下来，一群人就这样静静地听着祝晴雅念着报纸上的一字一句。河东虽说之前看过，但此时也是心情激动了。没想到之前还是低估了庄比豪啊！对了，差点忘了，他刚刚还偷偷塞给我一张纸呢。河东背过众人打开这张纸，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封举报信，而且署名还是何锦。此时祝晴雅有个字看不清楚，就走过来想问问河东，刚好就看到了这封举报信。这堂哥怎么能这么做啊？众人一听觉得不对劲了，齐齐看了过来。河东赶紧收了纸张，又看着祝晴雅道：“哪有什么堂哥，晴雅，是你看错了。”说完，河东又凑近了祝晴雅，小声地说：“晴雅，这封信是庄比豪偷偷给我的，不能让别人知道了。”祝晴雅显然是明白了，故意提高音量道：“哦，原来是我眼花看错了。河东，这个字我实在看不清楚，我是想问问你。”这样啊，这是杨字，二杨的杨，嘿嘿，我早上喝水不小心漏上面了。祝晴雅走到人群中，继续开始念报了。何大成知道绝对是有猫腻的，他起身就拉着河东进来。刚刚晴雅的话我听见了，咋的？事情真跟你大伯家有关系吗？我就知道他嘴巴里放不出那么有道理的话的，张口上面闭口犯法的，肯定就是有人教着说了。爹，那我也不瞒您了，看来今天那些人来是跟这封信有关系，是有人要害我，又有人想保我。我一直以为怎么着也是一家人，想不到这何景竟是个闷葫芦马后炮啊！爹，你也先别气，人心就是这样经不住变化的。这事你先谁也别说，我自会找你爷奶说道。何大成说完就出去了，何东心里暗暗发誓，上一世我借给何景钱却被他陷害行贿，没想到这一世他又故伎重演啊！何景，既然你死性不改，那就等着瞧吧。接上集，何东亲大伯小人做事，本想来看河东笑话，却反被打脸，怒气冲冲决定回家暴揍何景一顿。何景，你给老子滚出来！狗叫啥呢？这么大声，也不怕打扰了孩子消息？学个屁啊！竟学着骗老子了！何大田气冲冲的只顾着发脾气了，下一秒察觉说话的人竟是沈大翠，他着实吓了一跳，赶紧缓和了语气。哎呀妈，我不是那意思，哎，这件事您别管了。哟，你也不敢撒尿，撒到我头上，你试试就试试。何大田低头害怕的很，沈大翠白了何大田一眼，就转身回屋去了。倒是何景在屋里听到动静跑出来了。爹，你回来了。你还好意思叫爹？我差点就回不来了。何大田一想更气了，拿起扫把就往何景身上抡，边打还边骂。兔崽子，你不是说河东是在做犯法的事，绝对会被抓吗？你知道你爹今天在外面丢了多大的脸吗？知道多少人看了你爹的笑话吗？何景实在受不住疼了，夺过何大田手里的扫把。爹，我都多大的人了，外面还人来人往的，被人看见了多不好意思啊。给我是你老子，我想打你就打你，我受的委屈就要让你也承受一遍才行。若不是你在家说的那么肯定，我怎么会受那么大的羞辱？何大田手里没了扫把，干脆直接对着何景拳打脚踢了。爹，别打了，别打了，求了，妈，救救我，救救我！唐桂芝听到何景的哀嚎，放下手里的活就跑过来。大田，你这是闹什么？不就是出去了一趟吗？你说你回来就打孩子，也不怕别人看了笑话啊？笑话？我和大田早就成了一个笑话了，今天我就非要把这兔崽子打一顿不可。爹，你好歹说清楚，让我明白我为啥挨打吧。还说清楚为啥挨打？你说我更想打你了，算了，我不打你了。
来，你先把扫把给我，我再慢慢跟你说。爹，我又不傻，从小到大你每次这样说完之后，都只会打得更狠了，我就不给你。几人叽叽喳喳的，沈大翠听到又拄着拐杖出来了。大田，景子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说出来不就完了？孩子都多大了，你还说倒就倒啊？可不是嘛，奶奶说的对极了。此时何大成已经在门口听了多时了，等得实在是着急。本来是等着看何景好好挨顿打呢，结果这大哥磨磨唧唧的，真没意思。妈，嫂子，大哥是教训何景，老子教训儿子多正常的事啊，你们都拦着做什么？何大成迎着几人疑惑且愤怒的眼神进了院子，对着何大田说：大哥，继续打，谁不打谁孙子。何大田本来看到他进来了是懵逼的，但听完他的话，自然是不愿意当孙子。何大田夺过扫把，只有往何景身上使劲招呼着。何景没办法，只能跑了。大哥快追啊！景子这孩子你可没管教好啊！我家大蛋和二蛋，我打的时候他们都不敢跑呢。笑话，我怎么会输给你？何景，你赶紧给我站住！何景在院子里转圈，何大田自然是追不上的。刚停下来想喘口气，何大成又发话了：大哥，景子这孩子怕是书都白读了啊，做错了事情还不认，以后你这当爹的怕是要被他骑在脖子上尿尿了。他敢，我今天还非得追上他使劲打一顿不可。大哥，要帮忙吗？我帮你把何景制住了，你打咋样？孩子欠管教可都是惯的，有了这次教训，他下次就不敢了。来，你帮我。何大成顺手掏了一根木棍，看准了何景的尾巴往地上一丢，何景一个没注意就摔了个狗吃屎。唐桂枝、沈大翠看着心疼的很，但何大成今天是谁也不管了，跑上前按住何景胳膊，脚又踩住何景的手。二叔，你可是我亲二叔啊，什么仇什么怨啊，你也忒狠了点吧。啥亲二叔啊，你爹可是说你说的王子犯法也和庶民同罪呢。大哥，赶紧快来打啊，等会他要是反抗起来了，我也扛不住了。何大田赶紧跑过来，更使劲的朝何景身上扑了。沈大翠听着何景的惨叫声，赶紧走上前。够了，还没让人看完笑话吗？大成，你也赶紧放开何景，他那手可是我笔杆子用的，你给按坏了，我可得叫东子和何贵来赔的。妈放心，我知道轻重，这不是看大哥吃力才帮忙的吗？哪里敢真的踩坏了何景的手啊？到底是亲叔叔，哪有不疼侄子的？你说呢，大哥？这大成子好像变了，有敢呛人了。何大成放开了何景，转头又对着气喘吁吁的何大田说：大哥解气过瘾了吧？没事我就回去了。何大成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何大田愤怒道：这当疙瘩还没发话呢，你说走就走啊？还有没有规矩了？何大成自然是听见了，但还是头都没回的走了。出来门口，他心情可是好得很，不但走得轻快，嘴里还哼着曲呢。唐桂枝看着这一幕疑惑得很，不解地问道：这老二突然的来又突然的走，算是咋回事啊？就是啊爹，你要打我好歹也关上门啊，让别人看咱笑话算怎么回事啊？沈大翠顶着一双死鱼眼，愤怒地把拐杖扔到地上。大田，你今天就给我把话说清楚了，不然我让何景资助你，老娘干死你！就这样，何大田一五一十的跟几人说了事情的经过。何景震惊了，怎么可能啊？真没把何东抓走吗？对啊，你真是没用的东西，多大点事都搞不明白，你让你爹的脸今天都丢光了。我不信，我去看看。你给我滚回房间去，多读书，少八卦，学你的媳妇吃什么瓜？我写了那封举报信后，就知道上面会有动静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爹你去的时候也不叫我，还说何东现在还好好的，我不信，我就想去看看。不听我话是吧？看我不打死你！何大田拿着扫把又抡过来了，何景害怕的赶紧进屋了。进屋后，何景拿着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这年头投机倒把的都没几个好下场的，何东怎么可能没事呢？真是见了鬼了。何东这边，他推了28大杠准备出门，转头对着祝清雅说：清雅，晚上你去曼娜吃饭吧。周书记走的时候跟我说，晚上约了人吃饭，让我也去，应该是开场的事有希望了。我走了。给，那你把手电筒拿着，万一喝多了回来的晚看不清路，或者到时候我叫咱三哥开拖拉机去接你。放心吧，小丫头，你男人可是千杯不醉的。来，给我手电筒就好。接上集，何东大伯因儿子假情到场被打脸，愤怒暴揍了何景爹和东爹撞烧医院。何东骑车路上竟遇到了何大田，手里还提着2个沉甸甸的尼龙袋。呵呵，袋子还会动呢，这熟悉的味道，哦，是野味啊。哎呦，大伯，你这是去哪呢？随便走走，咋的？你又去干嘛？去县城呢，领导请我吃晚饭，可不敢耽搁了。哦，那你赶紧走呗。何大田看着何东的背影，又是吐了一口大浓痰。切，你说跟大领导吃饭就吃饭啊？谁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我是不信。何东到了村口的榕树下，蒋赖坐在牛车上，看到何东了，赶紧赶着牛车走。何东一个加速，直接挡在了牛车前面。咋的？看见我就走啊？哪有，我刚才在这乘凉来着。见蒋赖心虚的厉害，何东看向牛车上放着的秤和尼龙袋，袋子一股一股的，明显是野味。哦，苏嘎，你是在等我大伯吧？那个何大田说是不能让何东知道的，我也搞不明白啊，明明我的价格还低2毛，怎么就偏偏只卖给我呢？何东见蒋赖沉默着，便从口袋里拿出10块钱递给他。蒋赖，我大伯就快来了，走，我们说2句话可以吧？行，走吧。蒋赖笑容满面的跟着何东去了树下，2人长话短说的说了几句后，
何东骑车走了，蒋赖继续在树下等何大田。癞蛤蟆，赶紧称算钱吧。蒋赖接过尼龙袋，称完之后他是意外的。哎呦可以啊，今天竟然有23斤呢。那可不嘛，我大儿子去山里待了2天才回来呢。我算算，9毛1斤的兔子，23斤就是20块7毛，给拿着吧，我走了。何大田听着不对劲，赶紧拉着蒋赖道：“你这不对啊，1块1斤就是23块钱，你这足足少了2块3毛钱啊！何大伯，现在这天一热，野味不值钱了，吃的人少了，都给便宜了。不信你去问问住家，看是不是也便宜了。我是知道住家收购的价格是1块2的，但我才不愿意卖给他们呢。传出去，我这做大伯的去卖野味，岂不是丢人死了？我宁可找个2道贩子便宜点卖，是吗？那2天后你再来，我回去会问清楚的。要是没有，你得给我补上今天的2块3毛钱。得嘞，那我走喽。过了一会儿，蒋赖看到何大田走远了，又骑牛车去了住家，看到了田妹妹在院子里，蒋赖跑过去说：“嫂子，以后收购野味的价格都对外下调2毛钱啊。”啊，为啥啊？蒋赖看了看四周没人才说道：“东哥交代过的，对何大田家的说下调就行，其他还正常收。他这2天应该就要来问价钱了。”哦，虽然我还是不明白为啥子，但既然是东子交代的，那我记住了。河东这边，周浩波让他先在办公室里等等。河东刚坐下，周浩波开口道：“说真的，我不太能理解你这样的人竟认识身在盛世的领导。别说你不信了，连我自己都想不到。只能说我重生后运气还算不错吧。既然在装比豪狼狈的时候救了他，可谓因祸得福啊，都是机缘巧合而已。我那时候以为他就是大庄村来的装比豪，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原名其实是袁永明，更没想到他还会来感谢我。那你这小子还真是走了狗屎运啊，也算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吧。周书记，不要小看每个找上你的人，他们背后可能都有着不错的机遇的。以前你说这话我根本不会放心上，现在我信了，毕竟是领导都亲自去上河村见了你，足可见分量啊。你放心吧，接下来该做什么我很清楚。那再好不过了，我想尽快解决了贷款的事情，然后就可以建厂房等一系列的事情了。日薄西山，何大田蹲在住家门口角落，看到卖野味的一小伙出来了，他赶紧跑上前问道：“你在他家卖的都是什么野味啊？”“兔子，这季节兔子多点。”“哦，多少钱1斤啊？”“1块。”“咋的？你也要去卖吗？他们这价格还是可以的。”“这还叫可以？我听说原来都是1块2一斤收的呢。”“那我不知道，反正现在都是收的1块1斤，别人能卖我也能卖。”何大田见状是不想再搭理小伙了，转身就要走。这人还真是蠢，少2毛钱算下来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住家生意做得够黑的，说掉价就掉价，还2毛钱呢。我这就去问问何东芝，不知道这回事。这时祝长耀和祝长门赶着牛车回来了，刚好看到何大田。何家大伯，你咋上这儿来了？要卖野味吗？对呀，我听说何家大哥这几天一直在山里呢，就是一直没见拿来我们这里卖呢。胡说，谁说我要来卖野味了？没有的事。我才不想跟河东有关系的人扯上关联呢，不就是2毛钱吗？我不在乎，不稀罕。何大田加快脚步走了，祝长耀、祝长门也赶牛车回家了。田美美赶紧迎上来。我刚刚看到你们和何家大伯说话了，没说野味的价格吧？没有，总共都没说2句话。还好没有，你们记住，以后何家的人来问，都少说2毛钱的价格，知道吗？二嫂，这是为啥？我可不喜欢骗人啊！田美美凑近了2人，说了一通之后，2人恍然大悟。哦，那我能骗了，河东肯定有他的原因的。那我也能骗了，我姓东子。王月老远就看到这3人悄摸摸的说话，就是他啥也听不见，故意借着打招呼的机会凑近了些。长耀、长门，你们回来了啊！大嫂，大嫂，美美，你刚刚跟他俩说什么呢？靠得那么近。没什么，没什么是什么？大嫂，没什么，当然就是没什么呀。美美啊，听你一席话，真是犹如庄周带净化啊！田美美不理王月，拉着祝长耀就回屋了。祝长门见状也走了。呵呵，我知道祝家人现在都防着我，但你们想不到吧？早上我还是偷偷趴墙角听见了，对外说少2毛钱的事，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当初常荣说不会再变动了，现在他也不懂，真他喵的诡异。天色黑了下来，河东还没回来，祝清雅焦急的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清雅，先去吃点东西吧，别担心，东子说了会晚点回来的，而且你3哥下午也去找河东了，2人应该会一块回来的。好，妈，你也早些休息。祝清雅吃过饭回了房间，坐在书桌旁，边看书边等人，一不小心就睡着了。再睁眼就看到张桂平把一件外套盖在她身上了。儿媳妇，既然醒了就到床上睡吧，我去等着东子就好。妈，我这会醒了就不睡了，我再看会书。张桂平看祝清雅这般，就没再说话了，到院子趴着院墙，看了祝长门也还没回来，又继续坐在院子里。接上集，何大田自作聪明偷卖野味，河东出计祝家玩弄亲大伯，深夜张桂平苦等河东回家。饭局上，祝长门靠近河东窃窃私语道：“河东，别喝了，再喝坏了。”放心吧，三哥，我哭就是劝。这周浩波可不是啥好人啊，一直让我喝酒，可就是不说正事啊。幸好我找到你了，要不然你醉了可都没人管喽。周浩波眼看河东喝的差不多了，开口道：“食菜，别光喝酒啊，河东，
祝长门使劲瞪着周浩波，一副想打人的样子。说是这么说，你倒是喝啊，养鱼呢啊！说是谈借钱的事，可话没说几句，饭也没吃上，仅喝酒了。殊不知这是周浩波在和河东暗自较量。虽说他认识市里的大领导，算是背后有人吧，但让我对他100%顺的也是不太容易的。喝就喝吧，我没想跟他斗。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打铁还需自身硬啊，办成事才是我的目的。当然，周浩波还是没看明白河东，两人又聊了好一会后，最后事情还是河东家这边，祝清雅、张桂平听到拖拉机声，两人齐齐跑到门口，出来看到祝建军也在。爹，更深露重的，您怎么没回屋休息啊？你们不也没休息吗？儿子和女婿都没回来，我担心啊。这时，祝长门开着拖拉机带着河东到门口了。祝清雅见河东喝得醉醺醺的，想伸手去扶。清雅，我来吧。这时候的男人你可别接近，万一伤了你就不好了。你去倒茶吧。祝长门帮着把河东扶到床上，躺下就回祝家了。这时，祝清雅端了一杯水过来，他刚准备把河东扶起来，河东就迅速起身抱住了他。清雅，我做到了，我终于做到了，我们有钱办场了。真的吗？那真是大好事啊！来，先喝点茶醒醒酒吧。我不喝，让我再抱抱你，我太开心了，我可以让你和孩子过得更好了。祝清雅没想到河东喝醉了之后像个孩子一样的，她无奈的拍了拍河东的头。好好好，抱一会儿就赶紧休息吧，很晚了。第二天河东起晚了，但到院子见拖拉机和牛车都不来。这还是头一次啊！三哥既然已经带着大顺、五环去县城了，我还无知无觉呢。东子，饿了吧？早饭给你留了。不过在祝家那边呢，咱家2头锅都用来做枇杷罐头了，厨房也放得满满当当的。好，妈，我这就去吃。河东话落，就见祝清雅端着早饭过来了。吃饭吧，爹妈刚刚尝过了，都说好吃的很呢。清雅，很快我们的厨房就只是我们自己的了，暂时先委屈你了。没关系，共享厨房也不错哟。你就安心忙你的事情吧，我这边不用操心。三哥也说了，你表面虽然风光，背后也很不容易，让我多体谅体谅你。昨晚的事你别听三哥的，你男人好着呢。河东吃过饭后，先去找村书记谈了买卖地的事情，但这年头只能是租赁。双方签了字之后，河东又去找了乔老汉。乔叔，建厂子的事情还是你比较专业，所以我又来找你了。你感情好啊，上个月挣的钱都拿给我城里媳妇了，正愁着下个月呢，你可来了，放心交给我吧。乔叔对媳妇可真好啊，和我一样。嗨，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啊，叫媳妇孩子受苦了，现在就想为他们多做点事情。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乔叔，那我就先回去忙了。河东刚想走，乔老汉又叫住了河东。东子，我想问你件事情。乔叔，你问就是。我是想问，你改好之后，你家里人和身边的人真的都接受你了吗？乔叔的意思是，都一个村的，你应该也知道我以前的事情。我媳妇孩子为什么离开，你也知道。我现在吧，就想跟你一样，浪子回葛头。可我那口子死活都不相信，孩子不让我见，孙子不让我抱的。看来这小老头跟我上一世一样，不是傻呵鸟啊。不瞒你说，我想给他们贴补，他转手就扔了回来，我就放在他们家门口的花盆底了。我实在难受，否则也不会跟你一个晚辈诉苦的。比起我活了2辈子才想到自己上一世的荒唐和不该，乔叔这醒悟的算是早了。乔叔低头叹气，河东开口道：乔叔，你听说过水滴石穿吗？说是那石头多硬多结实，可是经过长年累月后，看似毫无作用的水滴，还是能把石头给滴穿了。乔叔若有所思的点头，又立刻回过味来。可是这跟你的改变有什么直接关系吗？你要想改，就跟我一样做那水，至于石头能不能穿呢，就看时间了。得了，我晓得了，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乔叔说完就转身回院子了。河东刚要走，乔老汉又叫住：等等，东子，还有。乔叔，有什么话不能一次性说的呀？呵呵，我就是想问问你，找吴瞎子看了意子没？建厂可是大事情，跟家里建房似的，可得挑个好意子啊。吴瞎子。河东愣住，想起上一世祝清雅和孩子出事后，他晚上出门，好似在哪都能看见祝清雅。有一天晚上，他碰见了吴瞎子。河东，你欠下债了，从此上河村你不能再待了。为什么呀？吴瞎子说完就走了。后来河东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离开了上河村。再后来他发现吴瞎子那时说的话是对的，从此真的再没见过祝清雅。乔叔，我知道了，我确实也该去见见这个故人了。说完，河东就转身离开了，脑子里又浮现出上一世的场景。我记得上一世某天，我看到过吴瞎子在河边撒冥纸，那时我并没觉得诡异，但现在想想，大半夜的他不在家待着，怎么就偏偏在清雅自信的地方撒纸呢？还偏偏又让我碰见了呢？这时，河东身后传来急切的叫喊声，他停下了脚步。河哥，还真是你啊！刚才我一直叫你，你咋都不应一声呢？没事，你是来拿钱的吧？你算算多少钱？4块6毛2。河东从兜里拿出钱递给了蒋赖，蒋赖接过后乐呵呵的看着河东。河哥，那明天还那么干吗？不那么干了，明天再少2毛，祝家那边我去说就行。懂了，那我就走了。河东到家后，拿了1斤糖准备去找吴瞎子看个日子。张桂平知道后拦住了河东。吴瞎子那人可怜哟，年纪小小的就没了爹妈，家里也没个种地的，你给他糖还不如给他烧点米，让他多吃几天呢。张桂平又递给河东2斤米和1斤红薯。河东放好东西，骑着车走了。
张桂萍眼见着人一下子就没影了，不禁感叹道：“这儿8大杠还真是没白买呢，嗖一下子就没影了。要是以后东子再买个轿车，我就不跟这个开启完美人生了。”我直接就是一个走上人生巅峰。河东重生被邻居老丈人逼婚，致富后遭亲大伯陷害。河东将计就计，让众人蒙骗亲大伯，意欲坑亲大伯家儿子何心与其分家。哎，我的好大儿，你可回来了！阿米个 DJ 佛，爹，别人兔子都卖1块2，你怎么就卖2毛？何心打猎回家的路上遇同村猎手。哟，可以啊，何心，打了这么多兔子，现在这东西的价格最高了，你真牛。何心微愣，好吗？我咋听说都已经1块钱往下了？没有啊。都卖1块2一斤呢。你是在哪里卖的？就住家，咋的？你不是在他家卖的？阿米个 DJ 佛，这老爹把我辛辛苦苦抓的兔子卖哪里？随后何心离开，这时在一旁龇牙咧嘴偷看的可不就是主角河东啊？何大田让你陷害我，这次你等着吧。不过堂哥跟何大田分家也是好事。河东，我照着你跟我说的做了，记得答应过我的。放心，罐头厂有你一个名额。何心回到家，老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了？何心略有心事的点了点头，将会转身去厨房拿了热腾腾的红薯，往回走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搪瓷盆，掉到地上噼里啪啦的一顿响。气呼呼的从房间里走出来，大嫂，你大晚上的搞什么？不知道何锦白天读书辛苦，晚上就想睡个好觉吗？你大哥回来了，我给他拿饭呢。那你不会清点呀？何锦都让你给吵醒了，知道吗？大晚上这么噼里啪啦的存心，让人睡不着觉啊！我知道了。林巧走后，将会放好了搪瓷盆，还端了一碗红薯去房间里。趁热吃吧。何心也不说话，拿起红薯就往嘴里咬。床上的2个孩子已经睡着了。爹这2天有说兔子的价格没啊？说是又少给了2毛，让你这2天多抓点兔子回来，要不然一家子开销都不够了。何心天天日夜泡在山里，身上刮的都是伤痕，就这大半夜的回来动静大了，还得看吸血虫的脸色啊。也不知道今年何锦能不能考上大学。自从考学以来，家里的事情他们就没插过手，全靠你一人撑着。应该能行吧？爹说他们挺用功的，等撑过这一阵就好了啊。现在山里的兔子还多吗？我看着你在山里的日子越来越长，拿回来的兔子却越来越少了。抓的人多了，那兔子也要一窝一窝生。不够抓的，你跟田美美关系不错，你没事去问问。我今天听说别人卖给他们的兔子还是1块2一斤，咱爹怕是被人坑了吧？江慧点头同意。第2天天不亮，何心就又进了山。江慧趁着4个老人没起来，偷摸去了祝家。田美美刚忙完，就看到了门口鬼鬼祟祟的江慧。河东说过，坑何大田的吸血虫跟何心分家，计划看来又进一步了。田美美故意问道：“何家大嫂，你也来卖野味吗？”江慧看着她，手指了指一旁的角落，想要说悄悄话。田美美跟着过去。美美，你这边收兔子多少钱一斤了呀？我咋听说价格便宜了不少啊？哪有，我们价格一直没变，还是1块2一斤的价格。江慧不相信的看着田美美。不信你去问刚卖完出门那人，应该还没走远呢。好，那我就先走了。美美，你知道的，我还得做一大家子的早饭呢。田美美看私交不错的江慧走了，心里有点难受。那次骗了江慧，他要知道了，肯定该怨我了。可是河东说了，那是件好事，我相信河东。河东此时在院墙看着这一幕，嘿嘿嘿，离计划又进一步了，你等着我的好大伯，还有何锦，看我不玩嘎你了。江慧这边刚回来，就看到院子里站着的4个吸血虫，悚然一惊。哼，不是说了不让去祝家？刚刚你去祝家做什么？美美新做了一件衣裳，让我去看看。嘿，我咋就不信呢？就为了这么点事？一大早天没亮就去看，谁信？爹，大嫂今天可是没听你话呢，这会儿说的肯定也不是实话呢。不说实话是吧？看着沈大翠手里举起的拐杖，江慧身体止不住的抖。林巧觉得有好戏看了。奶，昨晚上大嫂办事就马虎，我和何锦都被她吵醒了。还吵醒你们2口子了？奶，我不是故意的，我……沈大翠直接一拐杖打在江慧的小腿上，江慧动都不敢动。长个记性吧，何锦可是要当大学生的人呀，在吵着他们休息，不能好好教，还有你好看呢。听到没，大嫂？江慧忍着疼说道。我知道了，奶，我现在去做饭。大嫂，何锦今天想多吃1个水煮蛋，你煮3个。哎，知道了。拖着疼痛的腿，江慧进入厨房里做饭。林巧扶着沈大翠进屋休息，而何大田和何建国父子出去转悠。唐桂枝也回屋了，没有人多看江慧一眼，仿佛一家子的早饭都是江慧一个人的事情。江慧抹着眼泪，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呀？夜里，何心回到家里，看到端了饭菜进房间一瘸一拐的江慧，心疼的问：“咋了这是？”我去祝家让林巧给看见了，咱奶就发了火。咋就看见你了呀，宝贝？你走我就去的，想着没人，哪成想就被不怎么早起的林巧给看见了，还告诉了爷奶。哎，唬了你了，老婆。田美美怎么说的呀？说还是原来的价，估计是爹骗你的。2、3毛分1块2毛钱，差别可大了些。爹这是傻了吧？阿米个 DJ 佛，明天罢工，你也赶紧来睡觉吧。哎，啥时候能像别人家一样分家呢？第2天，何大田早早的就起来了，看见院子里装了不少兔子的兔笼，心情大好。嘿嘿，就知道自家核心是真的能干，让多抓几只真比昨天多抓了几只，一家人的伙食有了。何大田哼着曲儿去厨房找吃的。
刚进厨房就看到何心坐着在烧锅。哎，何心，你今天咋没进山呢？有些累了，想休息一天。你休息什么休息啊？这一大家子吃饭还指着你呢。爹，我又不是生产队的驴啊！啊，你个 DJ 佛，我是抱养的吗？这爹不疼妈不爱的，还打我媳妇，非得逼着我分家吗？何大田看着何心面不改色，就缓了缓语气。老大，现在一家子的生计都指着你呢，你不去你弟弟花销怎么办啊？前一天明天咱一家可能就要挨饿。爹，何心是真的身体不太舒服，地里离地的牛还能歇歇脚呢，何况人呢？我跟何心说话呢，你做媳妇的插什么嘴啊？何心，爹，我已经决定了。何大田还没说完，就被何心打断了。我这爹绝对是假的，这是要逼着我分家啊！何东算计得逞，堂哥何心赌气不去打猎，何家一家吸血鬼得知，纷纷不乐意，各种劝导。何心得知真相后失望流泪，提出分家。这何心不去打猎，一家人还怎么吃饭呢？肯定是这个江慧告状了。哼，我倒要去问问怎么个事。灵巧一进厨房，看到是何心和江慧在厨房做饭，立马转变成黄鼠狼了。哎呀，大嫂，你腿还伤着呢，我来干吧。昨天咱奶下手也太重了，本来我想帮着你的，奈何我力气太小了。怎么，你大哥今天不进山了，你抢着来表现来了？怕什么呢？怕说你懒吗？说什么呢，大嫂，大哥天天上山多辛苦啊，我来就是，你们歇着吧。这时何锦也进来了，拉着何心就要出去。大哥，爹说你累了想歇歇，既然累了就啥也别干，好好休息就是，走去躺平吧。林巧见两兄弟走远后，转头皮笑肉不笑的对着江慧说：大嫂，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你别往心里去，你是大嫂，得宽宏大量啊，没必要让大哥知道吧。呵呵，你大哥就是休息一天而已。真的吗？那就好。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还真是绿茶呀！等着吧，分家之后你们就窝里斗吧。一家人吃过饭后，何心看着沈大翠：奶奶，昨天叫江慧去祝家的人是我，你不高兴等我回来找我就是，这是不该惯小慧慧的。呵呵，怪不得你不去山上呢，原来是有人吹了枕边风啊！咋的？你不去，咱一大家子活活饿死啊！见何心沉默着，沈大翠又开口了：现在一家子没有不辛苦的，都在省吃俭用，别人说什么你别都信，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今天休息完，明天记得去就是。何心依旧沉默着，这时看到他老爹拿着野味种子出门了，何心赶紧叫道：爹，我想跟您一起去。哎，咋的？每天去卖野味赚钱是我最开心的事了，你还能担心我做不好？呵呵，你急了，你急了。何心夺过野味就走，何大田无奈跟了上去。没多久，两人就到了村口。何大田看到蒋赖后一脸愁容，哎，真特喵头疼，昨天少了2毛，今天不会又少了吧？癞蛤蟆，今天价格不会少2毛了吧？今天不会。算你识货，我这秃子活泼着呢。今天少了1毛，现在这行情不好啊，何大伯。还少啊？你这一天一个价的，真是没边了。这时何心脸上有了怒色，何大田又转头说道：看吧，好大儿，我说了现在价格是真便宜了，我也没办法。呵呵，爹，你是真的没办法吗？哎，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跟你爹说话呢？何心一把夺过野味，怒气冲冲的就走了。蒋赖见状偷笑了，又去牛车上拿下来一块芝麻。何大伯，你看吧，我现在都写着价格呢，都这样卖的。去，我不看，我不识字。何大田说完也想转头离开，蒋赖故意吆喝道：别走啊，大伯，不识字我念给你听了，哈哈哈。何心，你这是干啥？给我回来，不然等等我也行啊。何心不理何大田，一个劲的往回走。到了祝家院子，田美美看着脸色不好的何心来了，着实是有点吓到了。河东那小子又是赶紧趴着墙角观望。给我这锅秤结算吧。何家大哥，你那是想通了吗？我跟江慧大嫂说了，我们那里价格最好了，加上我和他的关系，是只能给多，不能给少了啊。田美美接过，迅速去过了秤后，笑着对何心说：18斤5两，没错吧？是没错，算钱吧。给22块2。何心刚接过钱，何大田那东西追上来，看到这一幕吆喝道：何心，谁让你上祝家了？你忘了你媳妇儿昨天挨的打吗？何心眼眶红了，拿着钱对着何大田说道：爹，1块2一斤，足足22块2，5毛1斤，9块钱。什么？你收兔子1块2一斤？田美美本来还心虚的很，但对着何大田这副嘴脸，她突然就硬气了起来。是啊，就是1块2，何家大哥也不是外人，我少赚点都少赚点。何心不给何大田说话的机会，率先离开了祝家。何大田一脸懵的也跟随着。糟糕 ，Oh my god！ 大伯呀大伯，喝了马尿你是心高气傲，敢得罪我你是生死难料啊！何心大哥这一脸怒火，怕是要提分家喽。大伯，你刚好这一肚子坏水，赶紧去浇浇吧。何大田家院子，一大家吸血鬼都怒盯着何心，只有江慧是一脸的心疼。大哥，你咋往祝家去呢？你不知道这祝家和河东家现在是亲家吗？是啊，儿子，你不知道爷奶都不乐意吗？这时沈大翠怒气冲冲的把拐杖扔到了地上。何心，你给我跪下！昨个才说了你媳妇儿，今个倒好了，你自己又去了，你们是真觉得这个家里都你们说了算了是吗？
何心红着眼，依旧站着不动。何景在一旁连忙提醒他：“大哥，快跪下啊！”奶奶，你说我有何错？何错？咱们现在可是跟河东家水火不容，你去了不就是叛徒吗？你别说你不知道啊。哦，所以我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到山里打的野味，就该1块2一斤的不卖，要5毛钱一斤卖给别人吗？我的劳动在你们的眼里就这么廉价吗？我的辛苦和汗水都不值钱是吗？这朱家人说什么你都信吗？呵呵，每天我从山里回来，衣服都是破的，江慧总会第2天给我缝上。每天晚上我回来，你们全都睡了，只有江慧在等着我。我猜你们都不知道吧？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说家里就将会关心你吗？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东西啊！善与结善缘，你们真是没救了。呵呵，我要分家。这时一家人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都过来指责何心。何心却不顾这些，流着泪看着江慧。小慧慧，我早该这么做了，对吗？这些年委屈你了。分家也好，何景都不是小孩子了，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根本不用为了他们扛起这个家。你只是大哥，不是大家长，他们考大学，我们的孩子也要考大学，爹妈也都没有老到走不动，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江慧还是头一次把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她泪水不受控制的流。不哭了，丫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了。何心如愿分家，苦尽甘来。河东暖心接济堂哥，又怒对大伯和奶奶，恶人自有恶人磨啊！这畜生何大田，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这么点事就要闹分家啊，真没良心啊！何心屏蔽这些声音，拉着江慧就在房间收拾东西。何心，你个不孝子，给我站住！分家你想都别想，只要我不答应，我看你能去哪？大哥，爷奶爹妈都让你气坏了，你快出来道歉呐！咱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啊！小慧慧，别听他们说话，我今天算是明白了，这不是家人，而是只会欺负我们的恶魔，知道吗？我们俩带着孩子也可以过得更好，对吗？何心含泪点头，外面的叫骂声依然在继续。河东家厨房，东子，你听说了吧？你堂哥何心这2天闹着要分家，也不知道咋了，态度坚决的很。可我觉得对上那么一大家子吸血虫，估计难分成啊。是吗，吴婶？我倒觉得能分成。我那堂哥勤劳肯干，就算分了家也饿不死的。这倒也是，不过他昨个说想跟我借房住呢，你说我哪敢啊？你那大伯和奶奶可是村里出了名的厉害人物啊。我那仓库也有地方能落脚，之后挣点钱建个房子，再上村里找书记把分田的事情一说，我大伯不答应，那都不是事儿。哎呀，我咋没想到？那我就去跟何心说了呀。到底还是一家人，我是看出来了。东子你呀，真是最大度的人了。呵呵，大度谈不上，小心眼倒是真的。我苦心撒网这么多天，终于是该收网了呀。分家分得好，分得妙啊！傍晚，何心来了河东家院子。听吴婶说，这河东愿意把仓库给我们住，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哥来了，还没吃晚饭吧？走，去屋里吃饭。不用，我回去吃就行。我来就是想问问你跟吴婶子说的是真的吗？要是真的，我想今晚就搬过去。当然是真的，给这是钥匙，你拿着吧。需要帮忙今晚说呀，大哥。没事，我自己就行。河东，谢谢你。客气什么？那仓库我平时也得多去看看，你住进去刚好帮我守着，我也不用担心啥，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何心感激的看了一眼河东，转身走了。祝清雅出来一脸不解的看着河东，你疯了呀？你这操作我怎么看不懂啊？我很理智，我也看得清，只是我的心不够狠。清雅，你知道釜底抽薪吧？这火烧大了锅会坏，可是抽了心锅不会坏，就是会凉了，凉了，和大田家要凉哦。何心将会两人在自己房间收拾着东西，沈大崔又开始数落了。河东是你堂弟，他什么心思你不明白吗？人家一家子不知道背地里咋看我们笑话呢？你是不是傻啊？你弟弟还没考上大学你就要分家，你是要逼死我吗？哎呀，我不活了，不活了！爹，太奶奶为什么天天骂你啊？爹准备跟你爷奶分开住了，爹会挣更多钱，将来再建个好房子，然后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小争小乐，怎么样啊？好呀好呀，我也不喜欢他们，他们就只喜欢二叔家的人。那我们现在就搬走，你堂叔叔河东借了我们房子住了。好呀好呀，我喜欢东子叔，东子叔长得帅还爱笑，每次见我都给我糖吃呢。何心将会不顾院里众人的喊骂，抱着东西就走到了院子。何心，你可是大哥，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咱们好好的过着日子，闹什么分家？你要闹也闹了，是不是也该过去了？是啊，大哥，你这走，咱们一家子可都不完整啊。江慧，你就这么撺掇你男人的吗？早知道你是这种坏婆娘，当初就不该让何心娶你，合紧灵巧去把俩孩子拉回来。你们，我这做大哥的也算对得起你们了。今天你们敢动我俩儿子，我跟你们没完。我没说不要这个家，只是想要先照顾好我的小家，不可以吗？这时何大田气的抡起锄头就要打何心，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个不孝子！河东这时走进了院子，何大田见状没敢再继续动手了。大伯，大堂哥怎么说也是你亲儿子，你真要打死了？你没儿子了，俩孙子也没了爹，你是不是太狠了点了？去，我们的家事你来凑什么热闹？大伯，
我叫你大伯怎么能说来凑热闹呢？刚才要不是我来了，你那一锄头下去，明天整个上河村都得来您这吃席，做老子的打死了儿子，说出去也不好听吧？大伯，回头是岸啊！不对，还是算了，我佛不渡手臂。好你个河东，敢再看笑话来了！奶奶，你是对看笑话有什么误解吧？我要真看笑话，就该学着大伯的样子，去把左右邻居都叫过来，大家一起看一起笑才对吧？何大田、沈大翠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河东见状是心情大好，又开始火力全开继续输出了。奶奶，你年纪大了，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就别管了。就比如我这大堂哥，我大伯活得好好的，怎不叫复制过？你说你非要横插进来，你管不好没人说你，管好了也没人夸你。七老八十了，好好颐养天年得了，天天在家指手画脚、多腿多舌的，让家宅不宁，子孙不安。你这老了有何颜面见列祖列宗？列祖列宗也得挂你个为老不尊吧？河东，你给我滚出去！哈哈，我自会走，你不用多嘴。大哥大嫂，走吧，我的拖拉机在门口，我来接你们来了。河东，真是麻烦你了。大嫂，麻烦什么？我们都是一家人，快走吧。这个是非之地，多待1秒不回气。3年书信来往舔的女神，竟然嫁给了主角河东，一场离奇的误会。8个关键人物揭开这起撕裂一个家庭的疑案真相。晴雅怎么可以嫁给河东呢？我俩通了3年的信，他说过等我来提亲，等我来娶她呀。嘉泽，晴雅已经嫁人了，现在过得很好，倒是你在这里缠着，让人见了误会。你说吧，要怎样你才肯走？见晴雅一面。说，你为什么要见我媳妇？河东从何大田家出来，刚到家听到这么一句话，皱起眉头说道：“你个嘚嘚，告诉我为什么要见我媳妇？”吕家泽蓦然伸手，一把揪住了河东的衣裳。你娶了晴雅是吗？吕家泽铿锵有力的声音惊动了所有人。魏霞、吴神等人走出来看情况，就看到吕家泽揪着河东的衣裳，目眦欲裂。嘿，你怎么敢娶晴雅呢？我娶她有什么不可以吗？吕家泽。河东认出来了吕家泽，知道是当年和苏文玉一起插队的知青。你就一个二流子，你凭什么娶晴雅？你不配！所以你要跟我决斗啊？东子、嘉泽，你们别这样。祝建军拉开两人，不叫两人靠近。嘉泽，晴雅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不许再提什么了，跟我走。东子，我已经准备让他回去了。我要见到晴雅，不见到晴雅，我不会离开。你小子找刺激是吗？嘉泽哥，你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我呢？乱了套了，这回真的乱了套了。嘉泽，有什么话去我那说，别在这里。晴雅可什么都不知道啊。晴雅，你怎么可以嫁给河东呢？你不是说好等我3年，等我回来，等我来提亲，等我来娶你？祝晴雅，你怎么可以这样？爹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河东，进屋里说吧。嘉泽，现在晴雅和河东都在，就去我那儿把事情都说清楚了。造孽啊！院里这么多人，进屋说也好。唐梅低着头进屋，河东拉着祝清雅过去。堂屋里吕家泽的目光始终在祝清雅身上。真就很像大人，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弄清楚事情原委。和晴雅结婚了这么久了，吕家泽突然跟晴雅要死要活的，算怎么回事？唐梅看着诡异的气氛，无奈开口：“嘉泽今天说是来提亲的。”河东猛然一惊，目光看着祝清雅。祝清雅自己也是没想到，你不是在跟文宇姐姐处对象？你们？嘉泽说：“你们这3年一直也有通信，我跟他说了没有的事情。你是我女儿，我能不知道吗？我没有写过信给你啊。现在晴雅嫁给河东了，自然这么说。早知道来的时候带着信件了。你有不得已的理由吗？还是说是他们逼你嫁给河东的？”滴血一般的目光瞪着河东，夺妻之恨。气氛诡异的安静下来。这全都不说话了，肯定是被我说对了。晴雅，别怕，我回来了，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你跟他离婚，我还娶你。嘿，你这是说的什么混账话？祝建军气得拍桌，唐梅也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叔叔婶子，这件事情我只听晴雅一个人的，你们谁说了都不算，都怪我来的太迟了。剩下的日子我要一直在晴雅身边。祝晴雅握紧了河东的手。我不会跟河东离婚，也没理由跟他离婚。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何况我们没有过去。嘉泽哥，我一直以为你和文宇姐姐你们才是一对。我怎么会跟他是一对呢？我喜欢的人从来都是你，他就没告诉过你吗？文宇姐姐没有说过这个事啊。小子，你说晴雅3年来一直有跟你通过信，信件呢？我没带，但我都保存得很好，留在招待所了。我太着急来见晴雅了。吕家泽说到这，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质疑。晴雅的笔记我还是记得的。那就等你拿了信件再来说话，否则你就是信口开河。好，我拿来给你。终于送走了吕家泽，祝建军和唐梅可算是松口气。河东，你要相信我们晴雅，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我和吕家泽什么也没有的。我都知道，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信件也不能代表晴雅做了。随后河东和祝清雅回家去了。第二天河东一早就去了神算吴瞎子。河东知道吴瞎子的怒，你没断了我的肉，我就知道你肯定还得来找我，是为了你媳妇的事情吧？你媳妇跟别人有一腿，跟那人有孩子了才找你背锅。那男人听说还是几年前在上河村插队的知青，长得那叫一个小白脸，家境还不错。无奈人家那时候带不走人，暗地里跟你媳妇来往着，你媳妇有了孩子，才不得不爬上了你河东的床，瞒天过海。现在人知道了，来带人走了。感情你这更详细一些，哪听来的？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晴雅就只是个小姑娘而已，
他什么也不懂。可人有时候坏起来，可不管对方是小姑娘还是半老徐娘。是啊，坏人要害人的时候，哪里管你是老人还是姑娘？他们只在乎自己的目的达到没有，想要的结果而已。结果，河东猛然想到什么，赶紧起身往家跑。吴瞎子一愣，可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了。话没说完呢吧？不过他应该还要回来的。河东回到家里，就叫着祝清雅的名字，但是家里无人应声，倒是魏霞听到动静过来。咋了，东子哥？秦雅呢？哦，刚才黄银来找秦雅了，说是出去走走散心呢，去河边了。河边？河东没敢停留，推了2把大杠出来，骑着往河边去。因为着急，他还不敢慢了。河边上，黄银看着祝清雅皱着的眉头，可是难受。咋，还想昨天的事情呢？河东都相信你，所有人也都相信你，就当过去了吧。本来也是没有实际的东西，不值得你对审。可我总忍不住想，到底是谁要这么对我？哎呀，管他是谁呢？现在的情况是你赢了，没有人真的相信那些流言。你妈一早在路上骂了一路，现在村子里没人敢说你什么了。那些人就是嫉妒你嫁得好。你是不知道，现在河东可是村子里不少姑娘的心头草啊，都后悔当初怎么就没能看上人家。你就知足吧。王莹，你要知道啥了，一定要告诉我。什么？比如这流言从哪来的，又是怎么传出来的？好，你放心，说得出来散心就不要多想了。这河边多凉快啊，你看里面好像还有鱼爱。哪儿呢？祝清雅的注意力集中在水面，黄银指着水里，示意着他靠近一点，一只手往祝清雅。哎呀，秦雅！祝清雅发出惊呼声的同时，河东丢了手里的2把大杠跑过去，扎入水中救人。祝清雅是个旱鸭子，拼命地扑腾着，在水里起来。河东着急游过去抱住人，河岸上传来阵阵喊声：“来人啊！救命！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啊！”黄银大声喊着：“救命啊！赶紧来人啊！有人落水了！”绿茶，你竟敢推我媳妇下水！昔日好闺蜜竟为了男人推我下水，就在我万念俱灰之时，我的男人河东赶来救了我。秦雅，秦雅，你醒醒啊！我是河东啊！河东把祝清雅拖上岸平放着，黄银假惺惺地拖了起来。秦雅，你怎么会落水呀？秦雅！河东急忙按压到祝清雅吐出来一口水，祝清雅刚睁开眼，没一会儿就昏了过去。河东着急地抱着她往家走，黄银跟随着。刚到家，唐梅见状急冲冲地跑过来。哎呀，这是咋的了？怎么一身的水啊？东子，晴雅这是咋了？怎么搞成这样？落水了，妈，我先进屋给晴雅擦干。晴雅，你可不能有事啊！河东抱着祝清雅进屋擦干后，打开了房门。唐梅立即跑过去，黄银站在门口没敢进去。魏霞和吴婶听到动静过来了，望着床上的祝清雅，脸色担忧。晴雅怎么了？哎呀，这是咋的了？晴雅失足落水，不小心掉河里了。我本是好心跟她去走走，谁知道就这样了。早知道我就不带她去了。唐梅叫不醒祝清雅，着急的哭了。这时祝长荣和王月也赶过来。晴雅不会水，不是说过不叫去水边吗？你怎么想的啊，黄颖？晴雅这都多大的人了，还不叫人省点心？我真的会谢好吗？你礼貌吗？王月不收拾也就算了，牙也不会刷吗？嘴这么臭！祝长荣说完，又转头怒盯着黄莹。黄莹却委屈的说道：“这不是觉得河边凉快吗？我带着好姐妹去散心有错吗？”这时祝清雅缓缓地睁开了眼。我是谁？我在哪？醒了，女儿，你可醒了？傻孩子，这不是在家里呢吗？好好的怎么会落水？你从小就是个旱鸭子啊！妈，晴雅是被人推下去的。是谁？谁敢推我们晴雅？就是他，黄莹。啊，我以为没人看到呢，怎么办？晴雅，你回想一下，是他吧？祝清雅看着黄莹点了点头，众人震惊了。祝长荣、唐梅走过去拉着黄莹大声救。黄莹，你俩可是从小玩到大的姐妹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黄莹啊，你可真下头！晴雅还是孕妇啊，说为什么？唐梅见黄莹低头沉默着，抬手狠狠地抓住下。你这死孩子，说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晴雅？我们祝家得罪过你吗？当然是因为她不知检点，让不该爱上她的人爱上了她。黄莹，你在说什么？我说3个字你就明白了，吕家泽。众人都明白了，原来是黄莹喜欢吕家泽。我想让你死啊，真的。可是你命太大了，跟河东共度良宵后没死，刚才又没死，我处心积虑，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祝晴雅，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黄莹，不对吧？王月若有所思的，其他人目光顿时都看向王月，等着他说下去。王月吓得低下了头。那天晚上我起夜看到的明明是一个身形高大的壮汉啊，不可能是黄莹这种小身板，我才不信，爱谁信谁信。你知道什么？快说啊！我的意思是，他那么瘦小，怎么可能弄得动晴雅，还从祝家到何家啊？糟了，被这娘都看到了，我不能让他们知道那个人就是我做的。如果你很恨一个人，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是我假装祝晴雅跟吕家泽通信了整整3年，要不是他突然回来，我根本不用这么着急出手。黄莹啊，我想过无数的可能，可我从没想过会是你，你怎么还可以像没事人一样跟我友好相处啊？晴雅，别伤心，为这种2面3刀的狗不值得。可是，就因为家泽哥，你就要置我于死地吗？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想怎么样都可以。呵呵，是吗？长荣大哥，你去把吕家泽叫过来吧，我还有事要问他。至于黄英这个绿茶，我先教训教训他。
长荣腿还不方便，我去叫。那你去吧，我和河东一起收拾这个害我妹妹的娘们。河东、祝长荣两人抓着黄莹不时追报，直到吕家得来了2人才停止。嘉泽，这就是那个跟你通信了3年多的女人，她刚才亲口承认了。不可能，我不信。晴雅，你亲口跟我说。嘉泽哥，是真的，跟你通信的真的是黄莹。晴雅，你别跟我开这样的玩笑。你是说过我们的事情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让黄莹代收的，但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能抹黑我吧？哦，我明白了，黄莹假冒晴雅的名义跟吕家泽通信，对吧？你还真是大聪明的，你给我少说点话，多说多错。既然这样，去黄莹家里看看有没有信件就清楚了。不用去，我这里有，本来就是写给我的信，我怎么会随便乱放？我都带在身上了，什么时候想看我就拿出来看。吕家泽激动地抢过信件，发现竟然真的是自己写的信。怎么可能呢？嘉泽哥，因为我喜欢你呀。从你来到上河村，我就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我的，对不对？你说过要来娶我是真的吧？那我就准备好嫁给你了哦。你闭嘴，别说下去了。嘉泽哥，为了跟你通信，我没日没夜的苦练字体，我努力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可你却突然回来了。如果你晚点回来，我就准备告诉你祝晴雅和河东的事情，让你看到一个背信弃义或者已经死了的祝晴雅，你没办法去跟死人求证什么，倒是会对我多分爱怜的吧，嘉泽哥。你疯了，你真是疯了！不要再叫我，你不配。吕家泽痛苦的举步离开了。黄莹咬牙望着祝晴雅和河东，你们满意了吧？我的计划都被你们破坏了，我永远的失去了嘉泽哥。呵呵，黄莹，你什么时候拥有过呀？我问你，那天晚上出现在祝家的乞丐是谁？黄莹听后震惊，但依旧沉默。倒是唐梅想起了什么。你说什么乞丐？我是记得那天晚上有个乞丐到家里借宿，不过这件事情你咋知道的？没事，妈，我是听说的。黄莹心口顿痛，大步朝着祝晴雅过去。祝晴雅，为什么你没有死？为什么你身边这么多人护着你？你给我闪开，送公安局吧！故意伤人、蓄意杀人，总要付出代价的。送公安局就送公安局，谁怕谁？祝长文开着拖拉机，河东、祝长荣两人拽着黄莹去了县城公安局报案。回来路上，河东若有所思。黄莹既然啥也不说就主动承认，这背后的操作者必定是不简单的，而且这个人肯定更难对付。河东回家后，迫不及待的就去找了唐梅。妈，那个乞丐你还能记起来多少？跟我说说呗。我总觉得我和晴雅的事情跟他可能有点关系。我那时候就是看他可怜，让他在家借宿了1夜。那个乞丐来历不明，走的时候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上河村有人见过，但没人记住他的样子。还有大嫂也说过那个人不可能是黄莹，晴雅是被人打晕了送去我家的。黄莹瘦小，我不信是他。这个王月他肯定知道什么，他怎么能一直帮着外人呢？我回去好好问问他。妈，先别急，有些事情总要让他心甘情愿的说出来。河东又来找到了吴瞎子。黄莹的事你应该听说了吧？但我觉得黄莹不是源头，源头还有别人。对，他说是他一手设计了我和晴雅睡在一起的事情，我总觉得不太对。可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承认呢？照你这么说，黄莹只是个替罪羊，真正的那个人还在暗。河东将害妻之人绳之以法，但仍觉得事有蹊跷，便又去找神算吴瞎子出计调查幕后人。照你这么说，黄莹只是个替罪羊，真正的那个人还在暗处。我也觉得是，而且哪有人会随身携带着信件？黄莹主动承认，看似真切，却也像是在掩盖什么。那天晚上的乞丐跟他可能也有关系吧？还有就是他一个人就能够把晴雅打晕送我房间，为的应该就是毁了晴雅的清白。但我是后半夜回家的，他怎么就确定我那晚一定会在家的？这一步步，但凡有一步没走好，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你还不知道那个是谁，对吧？你这么说的话，那个人是跟你和你媳妇有什么仇什么恨吧？直到现在还没有放过你们的意思，对吗？黄莹的话半真半假，情愿进局子也不愿意说什么，可见是问不出什么来的。那你是想让我去接近他的家人？一起生活着总能知道些什么吧？而且你都听说了这么大的事情，黄家那边现在还没点动静，正常吗？行，得了，那还是老规矩，米和肉能跟上吧？放心。河东走在路上，刚好碰到了迎面来的何大成和沈大翠、何建国。哟，爷奶今天是想去我那坐坐呀？沈大翠、何建国并未理会河东，跟着河东身后继续往前走。何大成悄悄对河东说：“你这孩子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过去说说，你爷奶生了好大一通气，我拦都拦不住。你爹我是没办法了，你自求多福吧。”爹，没事，身正不怕影子斜。不过这以后爷奶就跟你和妈一起生活了吗？可不是嘛，你堂哥分家后，你大伯可不待见你爷奶了，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没多久，几人就到了河东家。沈大翠、何建国坐在凳子上，一脸进来连个招呼的人都没有呢。朱晴雅呢？不知道倒水吗？礼貌吗？就是啊，渴死了。爷奶，等着，我去倒水。你站住！朱晴雅呢？一个女人家不在家里待着，干啥去了？怀着孕呢，还到处跑呢，难怪能演了那么些难听话。奶奶，不就是倒个水吗？我能做的也不是非要我媳妇做，等着就行，我去。河东去厨房快速倒了2杯水过来，沈大翠又瞪着一双死鱼眼。把你媳妇叫来，我一个做奶奶的，大老远的来还不能见见呢？苏斗白赌了吗？
您都多大的人了，还跟他计较什么？再则，我媳妇，我女人，我不让她来见她也不敢来啊。哦，感情是你不让他来的是吗？奶奶，我是您亲孙子，招呼您是应该的。秦雅她可没这义务哦。我看他是做错事躲起来不敢出来吧？上河村哪个人不知道他干的那点杂事？我看是无风不起浪嘛，你就那么相信什么事情都没有吗？那黄莹说的不见得就是真的，依我看这里面事情大了。沈大翠拐杖使劲的杵着地狱，见何大成、何东都是无动于衷的更气。祝晴雅在他娘家是吧？我去找她。秦雅身体不好，又怀着我的孩子，不能受刺激，这本来就是我自家事，您就不要掺和了。何东，我是看出来了，你是真没把我老太婆当成亲奶，你把我当外人吗？奶奶这话说的，您能来关心我很感激，但是我爹妈都没说啥的事情，您就别多管闲事了吧。对啊妈，东子说的也没啥不对，要不我们先回去吧，我和桂平来跟河东说，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嗨，这样儿子就是不如大儿子懂事啊，要是大田肯定就会站在我这边的。老头子，我看我们还是回大田内吧，大成的孝顺我们受不起。哦，那您老俩去呗。二老震惊了，何大成担心的望着河东，但河东的眼神告诉他别慌。沈大翠眼见是没办法，转身就要走，河东却又跟着。你跟着我们做什么？奶奶，您要回大伯那，我尊重您的意思，我送您过去，省得别人说我爹不懂事，把您气得回了大伯家。河东的话堵得沈大翠脸都绿了。虽说是在大田那我有话语权，在大成子那可有可无，但我跟大田说了几次了，硬是不见他来接我回去。嗨，除了容易回去拿。咋的，奶奶走不动了吗？那我叫大伯来接你吧。河东见沈大翠低头沉默着，想来也是知道何大田不愿意的。奶奶，不是做孙子的让您下不来台，但我和秦雅的这些事，您真的别插手了。您和爷爷年纪都大了，少操心，没病没灾的过好晚年就好了。您啊，含饴弄孙多好，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河东扶着沈大翠，语气真诚，也算是给了沈大翠台阶下。倒也是，真要说舒服，大成子那确实也不错，好吃好喝的也没亏过我。大田那一大家子菜刚上桌就没了，桂平也算是孝顺，不像大田那家子天天吵架，闹腾的不得安宁。沈大翠没说话，河东见状搀扶着二老往何大成家院子去。爷爷奶奶，你们走路慢着点，地上坑坑洼洼的，石子也多。沈大翠见河东特意挑着平坦的路上走，欣慰的点了点头。好，以前没看出来，你还怪细心呢。到了院子，张桂平看见这一幕可是吓到了。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我不会是在做梦吧？爹妈，热了吧？赶紧回屋里吹吹风扇吧，可不敢中暑了。东子你也是的，怎么没想着带把伞？你爷奶年纪大了，可比不得你年轻啊。别怪我孙子了，也没啥事，走的都是阴凉地。张桂平笑得合不拢嘴，何大成进门后也是高看了一眼河东。我儿子这巅峰期连我都自叹不如啊，厉害了我的儿。爷奶爹妈，没啥事我就回去了呀。沈大翠、何建国目送着河东的背影，他们现在竟有种错觉，觉得这孙子早晚会有一番大出息。河东家这边，苏文瑜、祝清雅两人愉快的寒暄着。文瑜姐姐，我可想死你了，真是好久不见了，晴雅。我都听说了，河东现在可是大变样了呀。接上集，河东奶奶沈大翠上门挑衅，反被河东感化。河东送爷奶回去后，回到家却看到无数之客。这苏文瑜来的也太巧了吧？他应该知道什么，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吧？真是好久不见了，晴雅。我听说河东现在可是大变样了呀。是啊，他变得积极上进了，做生意挣钱，把日子过成了现在这样。村里人也因为他日子过得好起来了。文瑜姐姐，你都不知道，我都感觉我像是生活在梦里一样，真怕突然就醒了呢。傻丫头，当下好就是最好了。看着丫头眉飞色舞开心的样子，分明是过得很好，真可笑。曾经的流氓地痞，人人避之不及的男人了，而今却是像脱胎换骨了一样。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这闺蜜回来了，我又得下线了。瞧你说的，我不耽误你们小夫妻，我就是来看看我的好姐妹晴雅，明天就走。呵呵，人心难测呀。第二天，苏文瑜早早阵亡，却又来到了公安局。你出去一下，我想单独跟他说几句话。警员看着使了眼色的苏文瑜，懂事的出去了。黄莹看向苏文瑜，呵呵，你要中途退出吗？我不是退出，我只是看出来了李家泽对祝晴雅的心意。一个男人若是不能再为我所用，也就不值得我再付出。那是你，我要更加的义无反顾。只要有那个人在，我没得到的，他祝晴雅也别想。黄莹眼里的恨意燎原，苏文瑜是没想到。呵呵，同样是喜欢一个人，你我却终究不同啊。为什么要一样呢？苏文瑜，你也没高尚到哪去吧？你明明知道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告诉祝晴雅，她还口口声声叫你姐姐呢。闭嘴！我就问你，陈塘在哪里？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他绝对回来过，他写信告诉我祝晴雅有危险，所以我才来了上河村。他还说了你和家泽的那些事情。黄莹，我要见他。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一辈子当真要毁在这里吗？黄莹，他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让你这般呢？黄莹低头沉默着，苏文瑜见状愤怒的转身离开了。河东家这边，祝长荣、靳渊乐呵呵的看着河东。河东，今天工厂总算是建成了，你二嫂给工人们结钱了，咱哥俩去看看呗。行是行，
不过常荣大哥，你腿咋样啊？咋拐杖都不用了？那玩意该退休了，真闲不住了，我还没那么废，赶紧走吧。伤筋动骨100天，你这才多久啊？你咋这么墨迹呢？真别把你大哥当废人啊！你知道的，我腿好着那会，一口气走100公里都没啥事。河东看祝长荣坚持也没再拒绝，两人朝着工地走去。到了工厂，祝长荣突然停下来问：河东，我们聊聊。行，我进去拿个凳子，你该休息会了。哪有那么矫情？大男人金贵什么？这2月处处叫人照顾，我早都厌烦了。河东，你把我当个正常人行吗？行，常大哥你说吧。现在长药长门都给你干活，你看我这也好起来了，是不是也该安排点啥给我干啊？大哥，我这里留着你做的事呢，放心吧。真的吗？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真的，比珍珠还真。但是大哥，你是不是也该说说你这腿到底咋回事了？那条路你一天跑几趟呢？要说不小心，我是不信的。祝长荣面色沉重，好似是不愿意说。大哥，我又不是外人，快说吧。说起来都是家丑啊！那天我从大庄村里回来，拉着野味，想着赶紧回家，哪知道遇见了王豪那个小犊子带着2人拦住了我。哟，姐夫，这天天拉着东西都是钱吧？你也知道我花钱厉害，可我姐不给我了。姐夫，你不会不管我这小舅子吧？钱，我哪有钱？你姐给你不少了，让开，我得回家。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兄弟们，上吧！那俩小混混朝着老牛踹了好几脚，牛吃痛了，身子一歪，这才导致了翻车。俺老牛就这样下线了吗？我不甘心啊！愿天堂没有痛苦，来生再做条好汉吧。嗨，摊上这样的小舅子也是倒霉，不管咋都过去了，以后我是不会叫王月那娘们再给王家拿1分钱了。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出事后王浩一次都没去家里看看你了。就他那天出事后那怂样，我谅他也不敢来。那倒也是，不过大嫂现在确实是比过去好多了呀。你跟他说王豪的事了吗？说了呗，要不然他王月照顾我2月，咋会没一句怨言呢？对了，手术费的事，等我挣了钱就还你，你别信你大嫂说什么不还的鬼话。大哥，你之前帮我那么多，可都是分文不取的，说句不好听的，你比我亲哥也没差多少，那点钱我真没打算让你还。不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一码归一码。那以后再说吧，大哥，赚钱的机会还多着呢，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好，我信你。两人在工厂看了看，又交了番心，就往回走了。路过仓库，碰见了江慧。大嫂，我大哥没在家吗？今天工地不是完工了吗？他说闲不住就去山上了，你是有事找他吗？他回来我转告他。行，就是之前说的培训工人的事情，你让他后天通知村民们过来。好，东子，你以前那个好兄弟大堂子回来了，你见到了没呢？前几天我看到他了，跟他说话也没理我，不过我想着他不见谁也不会不见你吧。还没见，我知道了大嫂，改明我有空去找他。河东到家后，祝清雅就招呼着吃晚饭，只是河东郁闷了。陈塘这段时间怎么就像人间蒸发一样，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呢？呆子，想什么呢？不吃饭你要升仙啊？小丫头，这是担心我饿着呢吧？老公这就吃饭。哎呀喂，这当着别人面就这样腻腻歪歪的，也不怕别人见了笑话啊？后方传来男人的声音，河东祝清雅齐齐看了过去，两人都愣神了。发什么呆呢？咋的？认不出来我了吗？我的好兄弟。陈塘，你咋来了？这一身行头你是发了吧？比我还高调呢。差不多吧，做点小生意赚了点小钱，哟，伙食不赖，刚好没吃饭，不介意我蹭顿饭吧？河东笑了笑，又从口袋里拿出烟给河东也点了。我不抽，我早戒了。瞧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吧，媳妇不让抽就戒了，这多好的东西戒了干啥？不只是我，你也别抽，我媳妇怀着孩子呢。河东直接夺过陈塘手里的烟，扔到了地上。哎，你这小子，我还没同意呢，咋就扔了啊？这也不是啥好东西，先干饭吧。对了，听说你回来几天了呀？说为什么不来找我？不会是做啥亏心事了吧？怎么会呀？开什么玩笑？河东重生后被好兄弟设局娶了祝清雅，得知真相后的河东设了鸿门宴。接上集，陈塘上门找河东喝马尿。我没醉，东子，今晚不醉不归，谁说也不行。丈母娘来了，你也得给我赶出去，听见没？恐龙抗狼抗，喝了马尿，你是心高气傲啊，小堂子。晴雅，走，咱不跟他玩。唐梅气冲冲地拉着祝晴雅出了院子。妈，你来的正好，可以去叫关键证人过来了。河东说那些事情也该有个交代了。你看，把我丈母娘惹生气了吧？东子，真不是我说你，你现在长娘们唧唧的了。我告诉你，别把女人当回事，3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小子看样子是喝飘了，实际差不多了。呵呵，不就是演戏吗？哥哥，我陪你。咋？我看你挺不喜欢我媳妇啊。我喜欢你媳妇干啥？又不是我媳妇。说起来，我能和晴雅在一起，还多亏你那晚的酒呢。那天我都断片了，到现在我也愣是没想明白咋回事呢。你小子运气好啊，村里的一枝花都插在你这牛粪上了，现在连种子都撒上了。也是我好福气，算是也找到了和朱家人相处的窍门吧。要我说，当时你跑了才好呢。看朱家是不是要鸡飞狗跳？看他朱晴雅还能捞到好吗？可我要真跑了，晴雅估计都活不下去了。管他呢，这都是命。不过你就没怀疑过那孩子不是你的吗？你那天喝那么多，还能那啥吗？啥意思？你这是在说我被绿了吗？你想啊，过去朱晴雅见咱俩啥时候给过瞪眼啊？
照我说，你该多个心眼，要不跟我一起走吧？想要啥样的媳妇，我再给你找。得了吧。对了，你还记得苏文宇吗？当然记得，咋了？前2天刚来过上河村，也是你没赶上，要不然你就知道了，他可是比以前更好看了。是吗？我一直想搞到手来着，可惜啊，他心里一直想着吕家泽，那小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不过现在可是没法跟我比了吧？咋不能？吕家泽前几天也来过呀，人长得还不错，跟我有一拼呢。你这话我是真不爱听，他喜欢你媳妇你知道了吧？你咋知道的？黄莹的事情闹得那么大，我都听说了。说到黄莹，她也是可笑，竟然冒充我媳妇跟吕家泽暧昧，她进局子了，害得他哥也没法上大学了。他们都是活该，别管他们，我马上要离开了，以后上河村的事跟我没关系。人啊，傻的是真没救了，说的就是黄莹那娘们。我倒是觉得黄莹挺可怜的。可怜啥？都是他自己选的路，照我说他哥一辈子只能在地里刨食了。大堂子，你真这么想吗？就该这么想，叫他们曾经瞧不起咱，现在就该这下场。大堂子，你说的是真的吗？可你让我推住秦雅下河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陈塘回头看到是黄莹，一脸戏谑。我真是喝多了，都出现幻觉了。东子，你说他还有可能出来吗？哈哈哈。你说过不管我对祝秦雅做什么都会没事的，你会想办法救我出来，我哥也会顺利的上大学。你还说会让我看到祝秦雅生不如死的。啊，可是你到底是咋出来的？看样子这小子要怀疑到我身上了。不行，我还得演。对呀，黄莹，你咋出来了？这不可能吧？管他可不可能，东子，赶紧把他抓了，他肯定是从局子里逃出来了。哈哈，陈塘，2年前是你突然找到我，让我冒充苏文宇给家泽哥写信的，还记得吗？让我对祝秦雅下狠手的也是你。可你刚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没听错吧？东子，他说啥呢？我是听不懂，根本就没有的事。黄莹，你别诬陷我啊！陈塘，你还是人吗？他当然不是人，他要是人的话，早就该停止这一切了，而非没完没了的。你怎么也？那年我回了盛世，嘉泽去了大西北工作，我喜欢嘉泽，但他始终对我很冷淡，我也故意说我不喜欢他。可后来他走了，我又后悔了。既然他喜欢秦雅，我就假装秦雅给他写信。可惜他对秦雅的感情是真的改变不了，我就告诉黄莹不用再帮我寄信过去了。我那时候也喜欢嘉泽哥，可我知道我配不上他。后来我觉得我也可以像你一样偷偷跟他写信也不错，我就不想结束了。但一直怂恿我的是陈塘，如果没有他的保证，我是不敢进局子的。呵呵，河东，这都是你给我安排的好戏吗？看来你这不是请我喝酒，而是鸿门宴啊！你兄弟长兄弟短的喊着，总不能背地捅我刀子还要我无知无觉吧？出现在朱家的那个乞丐是你吧？陈塘低头不敢看河东，是他干的。他跟我说过那个乞丐就是他办的，还说神不知鬼不觉就把秦雅送到你的床上了。他要帮着我报复李家泽，让他的爱人变成上河村最大的笑话。他要助秦雅烂掉，他就是变态。我也跟他说过了，我不需要，我也不喜欢陈塘。苏文宇，你也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你敢说你心里没这么想吗？我只是出手帮你做了这件事情而已，得了便宜还卖乖，装什么呢？还有，谁他喵喜欢你了？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给我写的信我都还留着，为的就是这一天。真的是这样吗？你们就这样把我当傻子玩弄吗？是你，陈塘，原来都是你做的。秦雅，是他跟我告白过，所有的事情也都跟我说过。就是我做的怎么了？咋？你们以为能把我公开处刑吗？河东，我的好兄弟，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样对我，为了你那些所谓的情感，就去摧毁了别人的人生吗？哈哈哈，为什么不能呢？你们能奈我何？只有你们几个知道，我不承认，你看谁会信你们？可要说我们都信的。对，倘若我们都信，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祝长荣、王月领着众多村民都进来了，个个瞪着陈塘。这算是意外之喜吗？河东，你请这么多人来看戏啊？何止啊，都来了，包括那天看我和秦雅好戏的那些。陈塘正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河东，这时黄小虎直接朝着陈塘就。我总算知道我妹妹黄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怎么得罪你了？这样害我，凭什么？我打死你个王八犊子！要打也是我们先打，他毁掉的何止是你？要不是河东现在变好了，我妹妹也是掉火坑了啊！长荣，别跟他废话，咱俩双剑合璧，一起干他。画面比较残忍，不相干的人退后，免得误伤了友军。众人越想越气，几乎都上来，对陈塘实施了近20分钟的亲切问候。河东，你忍心吗？我可是你们红娘啊！你们都没吃饭吗？一个个都给我10点进。这一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直到打到陈塘双腿都瘸了，众人才脱手。散场后，祝秦雅、河东回了屋。河东，我分不清身边的是人是鬼了，你以后也会变吗？小傻瓜，我永远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放100个心吧。秦雅，别哭了，睡觉吧。可是我真的忍不住啊，是我太差劲了吗？不是的，秦雅，都过去了。明天我带你去丹城，妈不是说二嫂快生了吗？我送妈过去，顺便带你散散心。多妖男矫情，拿怀孕的姐姐撒气，看我一招如何制服于他。帅哥，玫瑰路38号就是这里了。多谢师傅，钱您收好。
河东，这户人家应该就是二哥家了，不过我们来也没提前和他们说一声，也不知道二哥二嫂在不在家呀。二嫂都快生了，这时候不在家能去哪？你到现在都没告诉我，我们来二哥家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呀？嘿嘿，秦雅，这是秘密，你就当是我带你出来散心，顺便走亲戚好了。二哥手里有点小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要不了多久茅台就会大幅度涨价，我来和二哥说一声，让他多买点，到时候也能赚上一笔呢。这是给人吃的吗？分明是给猪吃的。水淼淼，你是何居心？是不是嫌弃我累赘，故意给我吃昨天晚上剩下的饭菜？不是的，运飞，我不是故意给你吃昨天剩下的饭菜的，我是实在没法做饭，就想将就着吃一顿。你看我和你姐夫也是一样的，吃的都是这样的饭菜呀。少找借口了，我看你就是不想照顾我吧。我的妈，您睁开眼看看啊，我姐她就是这样对待您宝贝儿子的。和平上前一把按住他的嘴。水运飞，你少给我在这里好了，你妈已经死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能从坟墓里面跳出来帮你还是咋地？和平，你个混账，我不许你提我妈，你没资格。我没资格提，你就有。看看你个伤良心的，你姐这么大的肚子，人不方便，你还变着法的折腾她，你还是不是人了？我折腾我姐乐意，咋地？你不服气吗？我就要我姐给我做饭，要我姐伺候我，你管得着吗？我打死你个混账！不要，和平，你别打他，我求你了，别打他。水淼淼看向水运飞，我给你重新做饭吃，你别作妖了行不行？和平拦下水淼淼，做什么做？他既然不愿意吃剩饭，你就让他饿着，就让他作妖，我看他能做到什么时候。水运飞哀嚎起来，我的妈！您看看你女儿找的什么好女婿啊？她和平虐待我，不给我饭吃，您睁开眼看看啊！水淼淼就这样虐待你亲弟弟的男人，你还跟他过什么？赶紧跟他离婚算了。和平直接往地上一坐，双手拍起了大腿。我的丈母娘啊，你倒是走得干净，留下这个叛逆的小舅子让淼淼照看。原本我想着不就照顾孩子吗？这还不简单？可你走了之后，运飞就像变了个人，极端暴躁又难伺候。有时我这个当姐夫的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我还是相信他有的救。河东，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河东看了一眼门牌号，玫瑰路38号，再伸长脖子往里面一看，脸上惊悚。他喵的，这还是我二哥吗？上辈子我可从未看见他有这样的一面啊！没想到我这二哥还是男版小辣椒啊！河东，现在二哥家这样的情况，我们还进去吗？这是我二哥家，我做弟弟的来了，不进去怎么行？走，我们进去吧。河东嘴上是这样说，其实心里的想法并不是这样的。到底是亲兄弟，弟弟看见哥哥被人这样欺负，对方还要挑拨哥哥和嫂子离婚，这就过分了。他要是不进去，给那小崽子一点颜色看看，他就不是曾经的上河村二流子，现在的重生者河东。兄弟，俗话说宁拆10座庙，不破一门婚，你晓得不？河东的出现让和平和水淼淼都不由一惊，好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水运飞也惊住了，不过也只是那么一瞬间，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你是谁？你到我家来做什么？我家的事情与你何干？河东再次拍了一下桌子，脸上努力表现出怒火中烧的模样。什么你家的事情？你知道他是谁吗？水运飞一脸懵逼地问。他谁呀？他是我二哥。小子，你别以为我二哥是你家的上门女婿，他嫁到你家就等于是你家的人了。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我告诉你，我二哥他也是有娘家人的。完了，我这二流子弟弟怎么忽然来了？我的老天爷呀，这小子犯浑起来那可真是个拎不清的主啊！水运飞这小子落他手里，不死估计也要半坛了。娘家人，哈哈哈！你是要笑死我好继承我屁股底下的轮椅吗？哈哈哈！你笑死老子了！水运飞的大笑声让水淼淼的眼角瞬间都湿润了起来。运飞你笑了，你竟然笑了！水淼淼喜极而泣，多少年了，她的弟弟自从站不起来以后，脸上就再也没有了笑容。没想到丈夫的二流子弟弟一来就让她哈哈大笑了起来。我笑怎么了？是人都会笑的，我笑一下又不犯法。水淼淼没再说话，只是不停地擦眼泪。河东觉得自己这二流子的人设很久不用了，有些生疏，扭头看还坐在地上呆呆傻傻的二哥就好气。二哥，你给我起来！大男人的坐在地上撒泼打滚的，丢不丢人啊？你虽然是上门女婿嫁到水家来的，可不代表你就真的成了个妇人。你这样哭哭啼啼的，和个无理取闹的老太太有啥区别？和平一脸尴尬，捂着脸就往屋里跑。水淼淼连忙帮他找路。河东弟妹，你们怎么来了？实在是抱歉，让你们看笑话了。没事的，二嫂，
我们都是一家人，看啥笑话呀？二嫂这废物谁啊？都坐轮椅上了还不消停，这样胡搅蛮缠，也不怕你和我哥被他闹烦了，直接把他推出去扔大街上去。水韵飞吓得整个人都不由瑟缩了一下。河东拿下作妖男，让他重获自信。回家时指引二哥发财路。河东的威慑只持续1秒，水韵飞推着轮椅上前与河东面对面。你敢把我扔大街上，我就让我姐肚里的孩子永远姓水，让你二哥断子绝孙。哎呦呦，我好怕呀！小子，你有胆子就试试，我就让你试试。忘了告诉你，你恐怕没有听说过我在上河村小混混的威名吧？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小子，跟我比威名你还嫩了点。想当年我可是倒爷中的一霸，要不是你二哥那个傻货，我能变成只能坐在轮椅上跟你仰头对话的废物吗？是你二哥欠我的，知道吗？河东，我看他有点不对劲，你别刺激他，别让二嫂伤心了。韵飞，别说了。水淼淼痛苦流泪，忽然捂着肚子哀叫了一声：“哎呀，我的肚子！”姐，你没事吧？河东和祝清雅扶着水淼淼坐下。二嫂，你别激动，小心肚里的孩子啊。二嫂，跟我来做深呼吸。对，就这样，继续深呼吸。靠在沙发上的水淼淼努力着深呼吸，慢慢的肚子不疼了，她惨白着脸，挂着眼泪看向弟弟。韵飞，我没事，别怕，姐姐知道你不是诚心的，你只是心里苦，想要找个发泄口。我要吃饭。水淼淼见他乖巧不闹事了，顿时放下心，打算起身去做饭。二嫂，你挺着大肚子不容易，我去做饭。这不好吧？二嫂，就让他去吧，毕竟他是男人。水淼淼只好妥协。河东进入厨房前，眼珠子一转，来到情绪刚刚稳定的水韵飞面前。我们打个商量，咋样？废话少说，做什么？河东环顾四周，忽然发现桌上有一瓶酒，瞬间来了想法。酒，你敢喝吗？你打的什么鬼主意？就说敢不敢？姐，老子还会怕你不成？那就行，等我几分钟。河东像模像样的做饭，推着轮椅的水韵飞靠在门口，看他做饭的架势，忽然轻嗤一声：“哈哈，一个大男人只会做饭有什么出息？出息？你还知道这词？那你刚才只会挺着大肚子的姐姐给你做饭，就多出息吗？你不就是个二流子吗？有什么资格跟我讲道理？小爷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哼！”水韵飞忽然灵机一动，挪动轮椅，打开了客厅里的彩电。乡巴佬，见过彩电吗？就他一土帽，上哪去看彩电？说不定连收音机都没见过吧？不就彩电吗？谁没见过一样？它的原理和电影相似。咋？你对这方面很有研究吗？要不展开仔细讲讲？作为一个重生回来的人，老子连智能电视都见过，何况一个小小的彩电？小子，想要我丢脸你还嫩着呢。哼，他压根不懂彩电原理，只是想让河东吃笔。没想到这小子反将他一军。水韵飞实在别去闹心，河东给3个男人倒了酒，直接与水韵飞对喝。你是不是男子汉？要是男子汉，就给我把这一杯干了。河东，这可是茅台，韵飞从来没喝过，这一杯烈酒下肚，不得出问题呀！我的活祖宗，别闹了行吗？还嫌这个家不够闹挺吗？我这小舅子吃软不吃硬，哄哄就好了。你这么一逼，给他搞出毛病，媳妇不得打死我！河东没理会和平，只盯着水韵飞。咋的？不敢喝呀？也是，只是个耍嘴皮的怂货。你不喝我来喝。谁说醒就不敢的？水韵飞拿起酒瓶，咕嘟咕嘟喝了起来。除了河东，其余3人一脸惊恐。水淼淼捧着肚子起身。韵飞，快放下，这酒你不能喝，你身体……话没说完，水韵飞就把酒瓶重重砸在桌上。他醉了，打着酒嗝，红着脸说着醉话，吐露了心声。妈，你怎么忍心把我丢下？你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的吗？我的腿废了，我就是个废人啊！我好后悔当年去干违法的事啊，要不然我也不会变残废。嗨，其实我不想折腾姐姐的，更不恨姐夫，我只是心里难受，不知道跟谁说啊。众人心里酸酸的，和平满脸自责。都怪我，要是3年前的那天，我把他拉住，他就不会伤了腿，彻底成了瘸子。不能彻底治愈吗？二哥，咱们县城看不好就送去省城，省城不行咱们就送去首都，我相信一定能看好他的腿。我爸当初托关系给他看，医生都下了治不了的判决书，去哪都没用的。水韵飞是个自尊心爆棚的男人，他不想看对方小心又同情的眼神，要想从根上治好他的自卑心理，得想个更实用的法子，让他脱离目前作妖的状态。大家别担心了，我有办法让他改变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众人露出期待好奇的神情。一夜过后，河东将水韵飞拉进厨房，把锅勺递到他手里。河东板着脸，语气严肃：水韵飞，
你是男人吗？你说谁不是男人？既然是男人，那就拿出男人的血性本事来，别成天折腾你姐姐。她怀孕本就不容易，还得操心你的生活。水韵飞咬牙，并不吭声，盯着聒噪发呆。河东见状，感觉有戏，打起了感情牌。听说你很崇拜你母亲，小时候经常跟她身边，她做什么你就学什么。听二嫂说，你最像她了。既然你是你妈最疼爱、最骄傲的孩子，为何不做得更好呢？妈，是儿子不孝，让您蒙羞了。水韵飞，拿出你3年前挣钱的干劲来，给你姐姐和姐夫做顿饭，让他们开心。少说废话，我才不会让你看扁了。我怎么会输给一个二流子？我一定要做出好吃的饭菜来，让河东这小子看看。水师傅忙碌了2个小时后，饭菜上了桌。水淼淼一脸不敢置信，她伸手掐丈夫的胳膊：“救命啊！这真是韵飞做的。”疼呢，是我弟弟河东教的，不信你问问啊。先松开我吧。水淼淼看河东点头，流下心酸的泪水。韵飞，你能改变，姐姐真的很开心。我来尝尝好不好吃。水淼淼吃着，水韵飞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问：“姐，好吃吗？”其余人一起吃，露出惊喜欣慰的表情，都说道：“好吃，好吃，好吃，真好吃啊！”水韵飞兴奋地推着轮椅转圈圈。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河东，谢谢你，我从来没想过，我其实还能为我姐姐做些什么。谢谢。你不用谢我，是你的勇敢让你走出了困境，我很开心。希望你以后别再折腾你姐和我二哥，然后别拿肚里孩子威胁就很好了。水韵飞羞涩地挠了挠头，其他人露出欢喜的表情。韵飞，没有过不去的坎，我们曾被父母举过头顶，所以到哪都不低人一等。留下一句水逆退散，苦尽甘来，来年好运滚滚，财源滚滚。水逆退散，苦尽甘来，粉丝们接。几天后，回家的出租车上，二哥，你手头有没有酒票？咋的？你又想坑我不成？我的傻二哥呀，发财你要不要？要。河东给二哥和平指引一条发财路，回村又遇王月求职位。我的傻二哥呀，发财你要不要？要。二哥，你家里有多余的酒票吗？咋？你想买酒啊？家里有酒票啊？你想要我回去拿给你就好了。你可是我亲弟弟。呵呵，臭小子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就说我这二流子弟弟怎么好端端的就来我家，原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为了酒票而来。破财消灾，算了，就给他几张，把他打发走算了。不是我买，我是提醒你一声，以后多买茅台。我不咋喝酒，就我岳父来客人才喝点，家里有点储备，暂时不用买。都是茅台吗？唯一的茅台不都拿来招待你？你心里没数吗？看来我这个客人很受重视啊，只是我不是要自己喝，而是要给二哥指引一个发财的路子。你到底想说什么？赶紧说，可急死我了。现在茅台可真不是谁想买就买，一瓶茅台光酒票就要100来张呢。二哥，以后有酒票，别的别买，就买茅台。为啥？能让你发财，发大财。不是吧？就一个酒就能让我发财？闹呢吧？让我买酒给你喝就能让我发财？咋地？你是财神啊？让我供着你，你就给我散财？哼，你这小子可真逗。不是啊，二哥，我就这么说吧，现在7块钱的一瓶茅台，过5年就会翻倍到128块钱一瓶，中间的差价就是121块，一瓶121块，那2瓶、3瓶、4瓶呢？哎呀，1期的7，2期48，3期86，妈呀，484块呢！我这二哥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不过竟然还能算出来，这是玄学吧？那可不是嘛！要不是看在你是我二哥的份上，我可不说这些。你要沉得住气，价格可能还要上千。二哥，好好想想吧。不过河东，你咋知道的？天机不可泄露也。这小子说话到底能信吗？5年后的事他咋知道？二弟确实比之前成熟稳重不少，可他二流子的属性真能短时间变好吗？估计是被那些混吃混喝的骗子给骗了。算了，反正他从小到大也没干过啥好事，就让他被人骗一骗也好让他长长教训。河东看着满脸疑惑的和平，没有狡辩，只沉默不语。商机都告诉你了，能不能抓住就靠二哥你自己了呀。反正我回去是得赶紧去找猪狗蛋多搞点酒票了。这几年什么升值快，除了股票就是茅台酒，前者还没出来，后者大有可为。对，这钱是给咱爸妈的，你记得一定带到，可别跟以前一样啊，你懂的吧？放心吧，这是你的一片孝心，我会帮你转交的。
二哥，你赶紧回去吧，照顾好二嫂。好，一路顺风啊。河东，你跟二哥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就那破酒，5年后一瓶真能卖100多块吗？咋了，丫头？我二哥不信我，你也不信我吗？也不是不信，只是他真的能预知5年后的事情吗？而且连具体价格都说得一清二楚，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这男人真是越来越神秘有趣了呢。也是，毕竟没有谁能像我一样活了2辈子，被质疑到也合理。秦雅，回去了我也准备囤一点。至于我为何知道的这么清楚，这是不能告诉二哥，自然也不能告诉你。不过你放心，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丝毫没有欺骗，你也别为了这件事跟我有隔阂。好，河东，我不怪你，我知道你现在不说只是时机未到，我无条件相信你。秦雅，遇见你又娶了你，我真是太开心了。我也是，不过这么多人呢，这样亲密不好吧？你是我媳妇，我抱我媳妇我怕谁？常总，你的腿要是不行可别逞强啊。爹，放100个心吧，我行的。长门快点啊，再晚点东子和秦雅就要到了。你别吵啊，大哥，知道你急，我比你还急啊。接河东和弟妹得套牛车，我们赶着牛车肯定能准时到的。都大老爷们的，咋一点耐不住性子？不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吗？王月，你说的很好，下次不许说了。切，管这么宽呢？你倒是去把乐山大佛搬下来，你去做那啊。你辣椒少吃3味，你话太多遭罪啊！不跟你撕扯了，去见妹妹美夫了。这里，河东、秦雅在这儿呢。大哥三哥，好久不见。大哥三哥好。终于相聚了，几人脸上都带着笑容。坐上牛车后，就朝着家的方向去了。今天路上的风好似都是甜的。不错啊，秦雅，精神看着是比前几天在家时强多了。东子还真是有办法哄你啊。那是，也不看是谁女婿。别整这死出，你这句话是印在你字典里了吗？东子啊，你今天回来的可真是正好。明天我弟弟王豪结婚，常荣是不能去罐头厂帮你干活了啊。行，我知道了。那个，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听啊？那你还是别说了。别啊，是这样的，罐头厂那么大的地方，说是现在还没确定下来谁做啥，但是你心里是准备让常荣做点啥啊？我听说一个厂里可多领导来着，有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班长、仓库保管员啥的。常荣可是你大哥，怎么着你也得安排个好职位吧？哦，那大嫂，你觉得我应该给大哥一个什么职位呢？厂长。看来不行啊，那副厂长啊，副厂长也不行啊，那王月这算盘珠子真是崩了我一脸啊！爹上级，河东回村遇大嫂王月，狮子大开口要厂长职位，看河东如何应对。啊，厂长不行，副厂长也不行啊，那常荣大哥，你怎么想的？祝常荣愁眉苦脸。你大嫂的弟弟要结婚，他想着让我在你的罐头厂当个副厂长。河东没有很意外。那大舅哥，你到底咋想的？听到祝冕大哭，唐梅瞪了一眼王月，王月不耐烦的回屋哄祝冕。哥，你的腿还没好就去罐头厂忙，不怕腿伤更严重，最终落得瘸腿的下场啊！我是个外嫁女，不太好说大嫂什么不是，可她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她弟弟是亲人，你就不是他的亲人了吗？大嫂嫁进家里这些年对我很不满，没有出嫁时3天2头阴阳，我是个拖油瓶，是个老姑娘，为了家里和睦，我不跟她计较。这可倒好，我嫁人后欺负不到我，就开始欺负我大哥，这也太不讲道理了。不行，一定不能让他的目的达成。河东，你可千万不要同意大嫂无理的要求。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大哥可能会不舒服，但我必须说，大嫂哪是让大哥当罐头厂的副厂长，这分明是给他弟弟王豪要工作。别生气，这是我心里有数。河东，我妹妹说的对，王月哪是心疼我没工作，分明是为了他那个好吃懒做要面子的弟弟，他再来找你别顾及我的感受，就一口否决了。好啊，王月，老子和你躺一个被窝这么多年，没想到我还不如你弟弟亲。既然你舍不得你弟弟受苦，那你就回家跟你弟过去吧。河东心中有了决断。大舅哥，你别急着下结论，我回头探探大嫂的口风，再做决定。随后，河东祝清雅离开祝家，刚走到门口，王月就追了出来。河东，罐头厂已经建好了，那么大的厂子，你肯定需要人手帮忙吗？你大舅哥这段日子跑前跑后给你帮了不少忙，嫂子想问问你，你到底打算给他个什么职位啊？嫂子，我大哥伤了腿，现在是养腿的好时机，你让他去罐头厂帮忙，这不是让他伤上加伤吗？咋？你嫁人了就胳膊肘往外拐了？我让你大哥当个高管有啥错？祝晴雅，你别忘了，你没出嫁的时候，你大哥为了你成天跟着河东忙来忙去，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大嫂，祝长荣是我大哥，我自然心疼他，我只是不想他带着伤上班，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了？眼看姑嫂要吵起来，河东赶紧制止。大嫂，你别说秦雅，他也是心疼大哥，没别的意思。既然你想让大哥去罐头厂帮忙，那就让长荣哥从仓库 GLY 干起。啊，怎么才是个仓库管理员？职位越高，责任就越大，高强度的工作总得等大哥养好腿了吧？罐头厂还没有正式开张呢，往后能不能存活，势必得厮杀一番。对大舅哥来说，现在是养精蓄锐的好时候。爸妈，你们看看，这就是你们选的女婿，连一个副厂长的位置都不给长荣。想当初长荣陪着他从一穷二白走到现在，前前后后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没想到他这样忘恩负义。大嫂，河东都说了大哥的腿没养好，不想让大哥干重活才安排的仓库管理员，你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啊！呵呵，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当然向着你男人说话。爸妈，你们睁大眼睛看看，长荣累死累活才得了一个仓库管理员的活，将来河东当了更大的老板，你们就更别想沾人家的光，这女婿你们是白疼了。你说的什么话？厂子本来就是河东的，人家想咋安排就咋安排，你这样倒显得咱们家多贪得无厌一样。你爸说的对，这是听河东安排。我理解河东的顾虑，他还不是心疼长荣腿没好，等长荣腿好了，河东肯定给他安排更合适的岗位。我也不想让儿子带上去工作，我和建军还是养得起儿子的。爸妈，你们放心，我绝不会亏了大舅哥。我现在去罐头厂转转，看看厂子咋样了。河东走后，祝建军两口子看着王月，这个儿媳妇也不知道又想到哪出了，竟然敢跟河东要职位，这不是妥妥搞破坏吗？你现在长本事了，主意还不小，差点败坏了家里的名声，连累长荣都要低人一等。王月，你咋想的？妈，我这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吗？我可不希望长荣白干活，到最后啥都没捞着。唐梅没说话，抱起祝勉进了屋，祝建军也走了，独留王月在大门口。我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一个个把我当仇人似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老娘也不管了，爱咋咋地。喊完了，你嫂子没跟你闹吧？没，有爸妈在，嫂子翻不起水花，就是让你受委屈了。我有啥委屈的？我知道有多大本事就干多大的事。你嫂子说的不现实，河东你也别放心里，就把她的话当屁放了。大舅哥，我可把你的话当真了，而且你也是主动来厂里帮忙的，我可没叫你带着伤帮忙。祝长荣想起家里的糟心事，又想到妻子天天在耳边念叨小舅子王豪结婚，他太烦了，烦心到不想在家里待着。别瞎想，我是自愿的。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嫂子，就是弟弟结个婚，他巴不得我把天底下最好的东西都送过去，也不看看我有那本事吗？你不知道，这2天他搞来了一台电视机，更想我没本事，说我在家里混吃等死，我心里难受啊。公子，你娶了我妹可真是幸运啊，她可不跟你嫂子似的时时刻刻想着娘家人，当然我们也不缺，更不会叫她再夫家难做。实在过不了，要不就分了，只是试探性问问，没真要他们分开的意思，只是看大舅哥日子过得憋屈，都说家和万事兴，娶妻当娶贤，想想还是自己媳妇好。我没那想法，我只是找你吐吐槽。河东转移话题，话说回来，大舅哥，我想过几天让你做我的仓库 GLY， 你干不？仓库管理员。随后俩人有说有笑的，到了晚上就各自回家。夜里，河东躺在床上思索王月说的话。副厂长这个位置，长荣大哥现在确实做不了，毕竟伤着呢。曹五环和大顺可以，有他俩在销售的事情就可以不用管了，就是位置只有一个，让谁来做是个问题。别上级，河东拒绝王月让大舅哥当副厂长，回到家思索副厂长人选，想从曹五环和大顺两人中选其一。第二天，河东请曹五环和大顺来家里商议副厂长人选。这俩或本是村里的无业青年，因遇到河东这个贵人，秒变有志青年，心生感激，骑着摩托车带着礼物来到河东家。来就来，咋还带礼物呢？东哥，不就是点小礼物吗？哪能比得上你对我们的提拔之恩？要不是你这边叫的急，我怎么着也得上省米一趟给你和嫂子买点好的。五环说的对，东哥你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叫我们上门吃饭，那是给我们面子，我们不拎东西像话吗？进屋来说。屋内两人看了一圈，只发现热腾腾的饭菜，却不见祝晴雅。东哥，这么一大桌子菜，咱仨人也吃不完啊！嫂子呢？赶紧叫出来一起吃啊！你嫂子有事回娘家了，不等她了，赶紧坐下。娘家近就是好啊，说回就回。这村里多少小媳妇大婶子，为了回娘家偷偷抹了多少眼泪。还是祝晴雅幸福啊，遇到了东子哥。东哥，嫂子这手艺可以啊，我们在外面吃了不少饭店的菜，没有一家比嫂子做的好。是啊，东哥，
我们好羡慕你啊，娶了个好媳妇。既然喜欢就多吃点。我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在拍马屁，不过拍我媳妇的跟拍自己的是一样的。东哥，听祝三哥说你有重要的事情找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呀？是啊，东哥，啥重要的事情非得来家里呀？不过东哥，只要你一句话，我们铁定给你办得妥妥的。对，还是五环的脑瓜子好使啊！我就没想到这一点，但只要河东的事情，五环能办到的，我何大顺也不会差了。别紧张，不是要你们命。两人松口气。东哥，你快说，再不说我等的话都要谢了。有啥就说话，别说一半藏一半，我心脏不好受不住。要不是看过每天的营业额，就他们有嘴滑舌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老样子呢。可正因为看过了，才知道那都是表象。两人销售能力突出，数据客观，甚至还有逼一逼单车变摩托的气势。罐头厂开了，厂里会有厂长、副厂长等职位。厂长你们别想了，非我莫属。但副厂长，我想从你们中间选一位。副厂长。他最近不是没有找人问过厂子里的事，就是没想到河东要在他和曹五环中间选副厂长。天哪，他是不是在做梦？所以出现幻觉了。曹五环同样惊讶，这事是真的吗？东哥，你是真看得起我们，不过你选谁我们都没有怨言，能选我最好，选不了也不失望，大不了再努力呗。我也没意见，我何尝不想和东选我？但我的本事就那么大点，撑死了当个小组长，副厂长还是算了吧。我的建议是，先不选定是谁，就看你们第一季度谁罐头的销售多，谁就当副厂长，怎么样？这是个新名词吧？我听不懂。东哥，一季度是多长时间啊？曹三喜同样看向河东。第一季度就是1、2、3月，第二季度是4、5、6月，以此类推，每3个月就是一个季度。两人瞬间懂了。东哥，罐头销售是从6月开始的，咋算啊？累计到第3季度。两人点头。何大顺别提多得意了，因为上月他比曹五环挣得多，一季度就3个月，按照之前的情况，3个月加起来肯定会更多。那么副厂长非他何大顺莫属。何大顺，你别高兴太早，我上月比你挣得多。不就是挣钱吗？好像谁不会一样。我只要努力，我迟早超过臭皮的何大顺。河东很满意，就知道我的眼光不会错，在挣钱这一方面，得有竞争才能走得长久。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事情说明白了，咱们接着喝酒。五环，明天从东哥家出去，我们就是竞争对手了，别求着我放你一马。我跟你说，当不了副厂长，千万别跟我急，哈哈哈。你吓唬谁呢？比赛还没开始，你说我输我就输啊！我可是冲着副厂长。一夜过后，河东家曹五环、何大顺起床，想起副厂长竞争的事，大早上就开始争。两人急着出门，在门口相互推搡。曹五环，你就不能让我先出去啊？你咋不让我呢？我比你大，你让着我不是应该的。我还先到的呢，你非跟我挤。祝清雅和河东听见声音过来，你们这是？嫂子，然后不想丢脸，相互让路出了门。东哥嫂子，我先走了。他俩遇到什么事了？这么急？急着给自己挣钱，也在帮咱们挣钱呢。听不懂。对了，河东，很快要高考了，你怎么想的呀？我决定跟你一起考试。真的吗？我怎么会骗你呢？是真的。赶紧吃饭，吃完后一起复习。你想通了就好，我一直都认为你有学识，有能力，不去考试太可惜了。如今决定跟我一起考，真是太明智了。河东忽然想通了，不会跟二哥二嫂有关系吧？话说河东生意做得这么大，是不是以后会有别的选择呀？但不管如何，我不想和他分开。至于肚里的孩子，等生下来再说。我现在就想和河东好好过日子。省了跟祝清雅解释的环节，河东松了口气。看来这次我们真要成室友了。什么意思？秘密，等时机到了我会告诉你的。我不追问了，我只是有点遗憾你没能早点决定。现在距离高考没几天了，但你放心，我会帮你的。既然要帮我，那就赶紧吃饭，吃完我们看书。好。2天后，罐头厂开张，上河村一阵阵欢天喜地，以河东为首的村干部都在村口等着报社的到来。这路太差了，得修修啊。正准备修呢，明天就要开工了。那就别急了，等罐头厂彻底开业，咱们再修。河东见庄比豪来了，赶紧迎上去。随后鞭炮齐鸣，庄比豪主持检讨仪式。结束后进了厂房车间，几人走走停停问问，了解情况。结束参观后，罐头厂就叫向荣罐头厂。好名字，希望你能带着罐头厂走向美好的未来。不敢，都是托您的福，我才能干成这样的。你就是太谦虚。不过有一点，我爱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只希望它越来越好。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庄同志，
我有个想法，以我们上河村为中心，然后带动周边环境产业发展，到时咱们定期举办商业活动，把这一带的产业抬起来，怎么样？想法不错，等我回去好好想想。我等您消息。随后把人送走。转眼到了高考那天，河东，我好紧张。河东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到何景的声音：河东，复习不到1个月就想考试，你是搞笑的吗？接上集，罐头厂开张剪彩，尘埃落定。河东、祝清雅一同参加高考，遭堂哥挑衅。河东，你本来复习都不到1个月，就算是有关系也不能保你考上的。与其以后丢脸，不如现在直接回家收粮去吧。何景，你瞎说什么呢？没跟你说话别插嘴。河东啊，不是堂哥说你，别的事情你随便造没人笑话，但高考不一样，那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谁不是10年如一日的复习？你要是考上了，我们这些埋头苦学的算什么？现在后悔来得及，赶紧回去，别丢人现眼。我偏不走，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呵呵，我早把这个何景看透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恨不得看我跪在他们面前说我不如他们，但我就是不想让他得逞。咱们走着瞧，老子2辈子为人，还能比不过这个小卡拉米吗？哎呦呦，还挺嘴硬啊！那你跟我说说你考哪所大学？还真是不自量力，学习几天就想着跟我比，搞笑呢吧？你算老几？我凭什么告诉你？别像狗一样在我耳边吠了。呵呵，还真是没教养没素质，一点礼貌都没有。教养素质，这点我不认同。能有小日子没教养没素质吗？那倒没有，往海里乱丢垃圾的人能有多素质？不是人，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小东西。说的对，河东，小人国的小东西。不过何姐，好好的考试你非要搞这么一出，不觉得恶心吗？河东，不用理会他们，我们走。何景见状，依旧不依不饶地拦在了2人面前。走什么？是怕了吧？河东，不如这样，咱们打个赌，要是你考上了，我请上河村所有村民吃流水席，然后再昭告整个通安县。可你要是考不上，那就换你请他们，然后昭告全县，可行？河东、祝清雅听得懂，何景这是明摆着想占便宜。何姐，高考是我们的事，考不考得上我们自己承担，你干嘛要当讨厌的显眼包？你要赌自己找人去，别沾我们，晦气。嗨，不敢赌啊！河东，你不是个怂货啊，咋就不敢呢？堂哥，你明知道我复习不到1个月，还要跟我比，知道的以为你是关心我这个堂弟的成绩，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满肚子坏心思，等着看我笑话呢。对啊，何景，你要比就和我和秦雅比，跟河东比算什么君子？莫不是当小人当久了成惯性了？何景这小子一肚子坏水，这哪是要打赌啊，分明是想扰乱河东心神，让他考试时分神，彻底与大学无缘，想想都觉得恶毒。黄大虎，你书读多了学坏脑子了吧？难道你忘记了你妹妹黄莹被河东要求离开上河村一辈子都不能回来吗？你竟然还舔河东，你这个是当的真称职啊！何景这句话戳在了黄大虎的痛点上。当初河东放过了黄莹一马，但前提是他必须离开上河村一辈子不能回来。黄莹父母都觉得河东应该再宽容点，让黄莹留下来。但黄大虎有自己的看法。其实河东已经够宽容了，要是换做我可能还要送他去跟凡凡一起踩缝纫机吧。何景，你闭嘴吧！人做错事就要承担责任，我无愧于心，反倒是你对你有亲缘关系的堂弟咄咄逼人，你才是脑子坏了的东西。还有，我家的事你少管。真服了，我和河东的是这货掺和啥？我就是想把河东踩在脚底下，看看河东的笑话。黄大虎急个什么劲啊？大虎哥是外人，不好跟你比，那就换我来吧。要是你考上了，我请客；要是我考上了，你照着之前的许诺请客，咋样？我不跟女的比，胜之不武，我就要找河东。河东，别躲在女人身后，让人瞧不起啊！河东深知躲不过去，又看看周围指指点点的人，下了决心，但又不能这么便宜了何景。何景，不就打赌吗？又不是要命，谁怕谁啊？不过你连我媳妇都不敢比，就这点勇气还想拉我赌个大的，我看你还是别赌了，我怕你输得太惨哟。你河东怎么抢我台词啊？我有必要跟2个不相干的人比吗？我只是想看河东笑话而已。何姐，你的胆子呢？我一个女孩子都敢跟你比，你却推3阻4，我看你就是怂包吧。谁说不是呢？这幕不就是第37计缩头乌龟计吗？就他那老鼠胆，只要河东中他冷笑一声都能吓尿了吧？还敢跟河东比？我看还是下辈子吧，哈哈哈！闭嘴，比就比谁怕谁呀？我何景要是输了，就在上河村大摆宴席帮你庆贺。河东看得出何景是被赶鸭子上架的，但他一点也不同情，这是活该啊！这个赌我答应了，那就其余看账本，走着瞧吧。高考结束后，河东回到上河村，一头扎进了罐头厂。忙碌间发现很是缺人手，他写过招聘启事，奈何几天过去了，一根毛都没招到。灯杆，不好了，有人故意扰乱咱们招聘。我就说开出的工资不低，可招聘启事贴出去这么久，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五环，你查出幕后之人是谁了吗？这人你还认识？
我认识，那人叫王豪，就在咱们罐头厂开业不久。我跑业务遇到过他一次，他开着桑塔纳，带着蛤蟆镜，身边还有好几个小混混，他们也在跑罐头生意。怪不得我大舅哥说王月不知道从哪给他弟弟搞了个电视机，看样子他不是掏的私房钱啊，分明是卖了我罐头厂的消息获得的酬劳给他弟弟买的。你是说王月是奸细？王月这心也太黑了，怎么能做这么缺德的事，把罐头厂的内幕消息卖给弟弟王豪，再让王豪跟东哥打擂台，想想都觉得没人信啊。五环，这事你先保密，别乱说，当务之急是招人，你去别村转转，看有没有要当临时工的。知道了，东哥，我现在就去。东子啊，嫂子听说你在招人呢，我刚好有个人选给你推荐过来，你看合不合适？哟，大嫂，你消息挺快啊，来的可真及时，跟我说说那人是谁？王月呀，王月，我正要找你去呢，没想到你主动送上门了，我倒要看看你能给我推荐个什么人物。哈哈哈，我就知道你是个干大事的，这人不是外人，就是我弟媳妇，刚结婚，手头不太富裕，就想找个活贴补家用，这不刚好碰到你罐头厂招人，我就来找你了呗。哦，那你弟媳妇叫啥？呵呵，这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中啊，这人果真不是别人，正是王豪的枕边人，看来王月是要彻底把我的罐头厂变成王家的财产，野心还不小啊，那我就先来个引别入瓮，再来个一网打尽。她叫于春兰，是个手脚麻利的姑娘，干活特别利索，你请了她干活肯定不亏的。河东啊，河东，只要我把我弟媳安排进厂，以后厂里的秘密还算秘密吗？让你提防我，还给我男人安排脏活累活，呵呵，这都是你自找的。行，大嫂，那你晚上把人带来面试吧。上集，河东携妻子参加高考，回到东荣罐头厂后，得知王豪背后捣鬼，又与王月前来安插弟媳当眼线。河东同意后，王月马不停蹄地回了娘家一趟，没多久就将弟媳妇于春兰带了过来。河东，这就是我弟媳妇于春兰，嫂子没骗你吧？是个机灵的姑娘，没错吧？没错，确实是个机灵人。河东示意两人坐下后，拿出了罐头招待他们，想要探探于春兰的底。于春兰，你想在罐头厂做什么职位？我是读过几年书的，会写字算账。我来之前，大嫂说你肯定能给我安排个轻松的工作。要不是有人给王豪下了死命令，我也不会在结婚没几天就独自跑着又热又吵的厂子里工作，待家里吹风扇它不香吗？河东，咱们都是一家人，春兰在家娇生惯养，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你也不忍心把她送到基础操作间吧？我看她挺适合干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常荣正好在那里捎带手，能带她。河东，要不是老娘为了弟弟王豪，也不会舔着脸让你这好工作。你是厂长不错，但你也就在上河村小打小闹，出了上河村你连屁都不是。河东看着两人，心里大概有了底，看来他们就是奔着厂子的核心秘密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天欲让其亡，必先让。就让他们先得1-2天。嫂子，还是你想的周到，我也是这样打算的，就让他从仓库管理员干起。王月还没来得及说句客气话，办公室门口响起祝清雅的声音。河东，你忙吗？我来给你送点绿豆汤。河东赶忙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口，左手接过装有绿豆汤的饭盒，右手扶着祝清雅的胳膊。清雅，这么大热天的，你不在家歇着，跑这来干啥？不怕碰到肚里的孩子？我在家闲得无聊，就想着给你送点绿豆汤喝，顺便看有没有让我帮忙的。晴雅，你怎么能一个人出门呢？还挺着这么大的肚子，多不方便。早知道你要来厂里，我好陪你一起呀。祝清雅皱了皱眉，嫂子不在家看侄子助眠，跑厂子里干什么？还有于春花怎么也在这里？上次因为王豪结婚的事，大哥和嫂子差点闹翻脸，这次来不会又要别的东西吧？嫂子有事要办，哪能和我这个闲人相比？咦，这不是于春兰吗？嫂子，你带她来厂子，不会是让她干临时工吧？这多不好，人家刚结婚没多久就让和丈夫分开，想想都觉得不合适。晴雅，我知道你因为你大哥常荣伤腿的事，还在责怪王豪，但春兰是无辜的，你也别一棍子打死。他就是想给自己挣点私房钱，就拜托我找河东，给他安排个活。祝晴雅，我是我，王豪是王豪，更何况男人之间的事没必要牵连女人。我也是刚嫁进王家不久，对大姐夫腿伤的事深感惋惜，但你别牵连到我，这事跟我没关系啊。不就嫁了个厂长吗？有啥了不起的？在我面前摆什么厂长夫人的架子？等我把罐头厂的配方和进货商的联系方式拿到手，成功帮助我家王豪当上有钱人，到那时候就得换你来求我。河东怕祝晴雅累着，扶着她在凳子上坐下。晴雅，嫂子说的对，都是一家人，帮他在厂里找个工作也没啥，更何况还有咱哥看着呢，不会出问题的。祝清雅听不出这话的深意，只觉得今天的河东怪怪的，甚至还帮着伤害过大哥的外人说话，她心里有点不舒服。
这个厂子的厂长是你，你想安排谁来干什么活是你的自由。汤给你送到了，你自己抽空喝了，我回家去。河东明白媳妇这是生气了。秦雅，别生气，我这么做是有苦衷的。什么苦衷？还得瞒着我？河东，你是不是嫌弃我了？河东大呼冤枉，立马表态。秦雅，天地良心，我爱你都来不及，还怎么好意思嫌弃你？先这样的，你先回家，晚上我就告诉你真正的原因。长嘴就是用来说的，我可不会让误会过夜。祝秦雅选择相信河东。我等你晚上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放心，保证让你满意。坐在凳子上吃罐头的两个人相互对视一眼，默默在心里比较了一下自家男人的做法，当时一股酸涩涌上心头，最后被他们强行压下去。仓库这边忙着记账的祝长荣好不容易有喝水的机会，刚拿起杯子就看到了来人，急忙迎上去。河东，你咋来了？是不是出的货物数量不对呀？大舅哥别担心，跟货物没关系，我是来给你送个帮手的。河东让开身后两人，当祝长荣看清楚二人时，脸色骤然一黑。你咋把他们带来了？大嫂说她弟媳刚结婚，手里没个零花钱，在王家低人一等，就想着找我给她安排个轻松又挣钱的活。我想着他们都是大舅哥的亲戚，也不好拒绝，就带来你这里了。大舅哥你费费心，帮忙带带。我就是要暗搓搓上眼药水。王月是个拎不清的人，结婚了还一心向着娘家，丈夫孩子撇一边不管，一心一意帮扶烂泥上不了墙的弟弟，瞧着吧，迟早有他受。王月看丈夫黑着脸，面子险些挂不住。河东都同意了，你为啥不欢迎？是不是瞧不起我王家人？大姐夫，我不是来白吃白喝的，是真心实意想干活呢，你就教教我吧。河东，你真要留下他？河东啊河东，你这是给我说难听呢。于春兰的男人王豪伤了我的腿，我还没找他算账啊，你再送他媳妇过来，是嫌我活得太久了吗？大舅哥，委屈你2天，我请你去国营饭店搓一顿。祝长荣脑子一转，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我咋就糊涂起来了？河东不是个糊涂人啊，看来让自己带于春兰学习是假，积极把他赶走才是真。好呀，这小子连我这个大舅哥都算计，等把祸害赶走了，我定要狠狠宰他一笔。行，我帮你带。于春兰，既然来厂里了，咱就别攀什么关系了，老老实实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要是做错了，我照样翻脸无情赶你出厂子，听到没有？于春兰吓了一大跳，记下了。3棍子打不出屁的祝长荣也能耐起来了，竟然敢对我大呼小叫的，瞧好吧，往后有你求我的时候。祝长荣，那是咱弟媳，你别跟使唤外人一样可劲使唤他，重活你抢着干，轻松的留给他。嫂子，现在是上班时间，我们走吧。王月不情不愿，想要在仓库多待会。祝长荣忽然冷着脸，对着指手画脚的王月开口：孩子呢？家里活都干好了吗？爸妈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呢？你还不赶紧回家去看看？王月被他的黑脸吓得瑟瑟发抖，连话都没留下就跑了。同一时间，厂房里有人把河东叫走了。于春兰东看看西瞧瞧，眼珠子也不老实，竟然背着祝长荣点货的功夫偷看账本，直接被人抓住。于春兰，你干什么呢？于春兰藏都藏不及，傻眼的看着对方。大姐夫，我啥也没干，就是想帮你理理账。接上集，王月带弟媳来入职，祝长荣得知闹心巴拉，河东又险些被误会。于春兰偷看账本被抓现行，竟然还死不认账。大姐夫，我啥也没干啊，就是想帮你看看账本。帮我看账本？你学了几个字就敢帮我看账本？我看你是心虚。说，你到底要干啥？姐夫，你咋还冤枉人呢？我说帮忙就帮忙，你激动个啥？这又不是你家的厂子，看把你给急的。祝长荣，你显摆个啥？老娘不就看了一下账本能咋的？你一副要吃了我的表情，我好怕怕。于春兰，你把我之前给你说的话当耳旁风了。我按规章制度干活，就给我滚蛋！啥？你是想赶我走？呵呵，我今天偏不走，你有能耐就把我丢出去啊！祝长荣震惊地看着他这赖皮，他见过不少无赖，但第一次见像于春兰这样漂亮年轻的女人耍无赖，一时间不好处理。于春兰得意极了。姐夫，我就想帮你分担点活，没有别的意思。大姐离开前不是对你说了，我是年轻小姑娘，干不了重活，让我看账本你还不乐意，是不是不想和大姐过了？于春兰，少拿王月说事，今天是你来厂里工作，又不是他王月，你再胡闹我就找保安把你拖出去扔门外。你敢？哼，你看我敢不敢？于春兰见他阴沉着脸，是来真的，怕被赶出去任务完不成，只能乖乖装老实人干活。姐夫，我错了，我这就帮你点货。祝长荣，你等着，老娘先在你这里受几天委屈，等我拿到机密再找你算账。手脚利索点。忙碌了一天的祝长荣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了家，看见王月兴高采烈地说着弟弟王豪多出息，气不打一处来，随手摔了手里的杯子。
王月，你弟弟很厉害，你咋不回家跟他过去？祝长荣，你吃枪药了吧？火气这么冲，回家跟我嚷嚷个啥？你看把孩子都吓哭了。长荣，你是不是在厂里干的不好被河东说了？长荣，你是个男人，做的不好被批评了，你得虚心接受。回家了也不能跟孩子媳妇撒气。爸妈，不是我工作出了问题，是王月把他弟媳送我身边当助手。你们不知道这一下午我咋过来的，都快被烦死了。于春兰哪是个干活的料，分明就是个偷奸耍滑的祖宗。要不是她是个女人，我都想揍她一顿。祝长荣，河东都夸春兰是个机灵的姑娘，怎么到你这她就笨手笨脚的？你是不是因为她是我弟媳妇，不想让她留下来，故意这么说的？唐梅、祝建军相互看了一眼，这才明白又是王月捣的鬼。王月，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你娘家的事情少管，尤其是别把那些阿猫阿狗往河东厂子里带。咱们现在都靠着河东过日子呢，你再塞人给河东，不是让人觉得咱们贪得无厌吗？王月，你妈说的不错，你明天回娘家一趟，让你弟媳妇不要再去河东厂子里添乱了。凭啥？挣的是河东的钱，又不是咱们家的，看把你们给急的，不知道的以为你们是河东亲爹妈呢。祝长荣见媳妇说话越来越过分，上前一步，狠狠抓住他的胳膊，红着眼睛瞪着他。王月，你怎么能这样跟爸妈说话呢？道歉。我说错了吗？我偏不道歉，你还能打我呀？祝长荣是个老实人，气狠了也只会狠狠捶地发泄情绪，他不可能对王月动手。正因为这样，王月越发得意，把脑袋递到祝长荣手下。你打呀，你打我呀！你今天不打我，你就是个孬种。王月，别理我。祝勉吓得哭。爸爸妈妈，我怕。小勉别怕，爸爸在。祝长荣，怎么不打了？是不是怂了？唐梅忍无可忍，站起来，走到王月身边，扬手就是一巴掌。王月，这一巴掌是替你的黑粉打的，黑粉们早就看你不顺眼了。这一巴掌是替长荣打的，长荣是男人，不好对媳妇下手，可我不是，我今天替你的黑粉们和长荣好好教训你这个拎不清的主。唐梅，你竟然敢打我！我打了咋地？你不服气就动手打我啊！我是婆婆，更是长辈，一个做媳妇的敢对长辈下手，那这儿媳妇就不能要了。王月自从嫁到祝家，祝长荣从来没动过她一手指头，就连唐梅这个婆婆对她都是和和气气的。今天既然动手打她，她忍不了，想打回去，却被祝长荣抓住了手。王月，你要敢对妈下手，我们今天就离婚。离婚？你要跟我离婚？是，我要跟你离婚。王月，我受够了现在的日子，你是和我结婚了，帮我生了祝勉，可你的眼里只有你娘家人。你弟弟王豪伤了我的腿，让我差点变成瘸子，我为了你忍着他，换来的是什么？是变本加厉的欺负。王豪是我弟弟，他又不是故意弄伤你腿的，我都替他道歉了，这还不够吗？难道要让他来你面前跪下来求你原谅？祝长荣，你这样做就太过分了。长荣，吵架归吵架，别提离婚呀。祝勉才3岁，不能没有妈妈呀。长荣，你妈说的是，祝勉才3岁，你跟王月离了婚，受伤的最终是他。不如这样，你跟王月约法3章，要是他再不听不悔改，咱们再提离婚的事。我现在就要离。王月见他王八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跟自己离婚，采取了撒泼打滚的法子。祝长荣，你个没良心的男人，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任劳任怨，还帮你生了个儿子，你竟然不顾念我们夫妻之情，要跟我离婚，我不活了。祝长荣捂着祝勉耳朵，爸爸带你去玩。祝长荣一刻也不想在家里待着，抱着祝勉出了门，迎面就撞上前来查看消息的河东和祝清雅。大舅哥，这么晚了，你抱着祝勉要去哪儿？大哥，我怎么听见大嫂在哭呀？你把她咋了？我不想和王月过了，我要离婚。两夫妻听了之后格外的震惊，河东没有想到他这个大舅哥竟然有这样的，说离婚就离婚，看样子王月是触及了他的底线。大舅哥，你真想和嫂子离婚吗？还是只是想吓吓她？祝长荣犹豫了。我真没想着要跟他离婚，可你看看他干的都是什么事，竟然马包藏祸心的于春兰安排到仓库，要不是我盯得紧，于春兰能把账本给偷走，这里面记载了不少东西，你说要是被王豪看到了，罐头厂不就完了吗？大舅哥，看来你是真不想跟大嫂离婚，但又不想她轻易得到你的原谅，咱们这样做，这样能行吗？试试不就知道了。为了不让大舅哥心里难受，只能用假账本引出于春兰，到时抓他个现行，再找来王月看他如何替于春兰洗白。王月要是还执迷不悟，这婚离定了。你们到底在商量什么呢？商量抓内鬼呢。内鬼不会是嫂子王月吧？王月的性子是有点不讨喜，还喜欢贴补娘家什么的，但她不会傻到赔上自己的一生幸福吧？河东小声说出王月做的事，祝清雅听后呆在原地，看着大哥痛苦模样，又想着大嫂王月为了弟弟王豪
竟然不顾一家人死活，整个人都要气炸了，险些伤到肚里的孩子。哎呦，肚子疼。秦雅，别怕，跟着我深呼吸。秦雅，要不哥送你去医院？就是气着了，咱们家对大嫂也不差，她为什么一心想着帮扶弟弟？不知道王豪是烂泥扶不上墙吗？秦雅，不生气，就让他们先蹦跶2天。河东，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先给我通个气行不？河东看看环境，觉得院子外不安全，带着祝清雅回了家，把王豪绑上大靠山，派于春花来罐头厂偷机密的事告诉了他。秦雅，王月一心为了弟弟王豪，底线都没了，大舅哥这才要跟他离婚。那为啥不当众揪出王月，逼他承认自己是内奸，然后名正言顺让他和大哥离婚？王月真是贪心不足，为了弟弟真连孩子和丈夫不要了。再说我们祝家也没有亏待他呀，自从她嫁进门后，家里舍不得让她干重活，大哥更是拿她当眼珠子疼，她怎么就不知感恩呢？现在时机不到，即便抓到现行王月也会死不承认。秦雅，你佯装不知情跟我吵架，然后营造大舅哥因舍不得你受委屈，回家找王月算账，最后我们联手把王月连夜逼回娘家去，好早点抓住王豪的狐狸尾巴。这样能行吗？河东，天都黑了，逼王月回娘家会不会出问题？我派几个人暗中护着大舅哥，让大舅哥送王月回娘家。兄妹俩看了一眼，觉得这个主意可行。祝清雅抓起手边杯子一摔，指着河东鼻子骂：好你个河东，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我说别让于春兰留厂子里，你偏不听，你是想造反吗？祝清雅，我是你男人，更是厂里的厂长，我决定留谁还需要你过问。还有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大舅哥？这回你怪起我来了，既然不认同我的想法，你回娘家去吧。回就回，谁稀罕你？河东、秦雅，你们别吵了，都是我的错。要不是知道这是事先安排，我险些被他们给骗了。巨大的争吵声加祝冕的哭声不出意外传到了隔壁祝家。唐梅和祝建军听到争吵声吓了一跳，当家的，隔壁是不是吵架了？别急，让我听听，可能是你听错了。肯定是在吵架。杜兴，秦雅怀着孕呢，要是气急下流产怎么办？唐梅急匆匆往外走，而提前商量好演戏给王月的三人已经撩起门帘进了屋，跟刚出门的唐梅撞了个正着。妈，河东他打我。祝秦雅，你说话讲点良心行吗？我哪打你了？分明是你打的我，你看看我的脸都肿了。你们俩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这就赶王月回娘家去。你们三个到底怎么回事？谁跟我说清楚啊？祝长荣，为啥送王月回娘家？祝清雅拉着唐梅的手，一五一十告诉他们吵架的原因，而祝长荣将哇哇大哭的祝冕塞给自己老父亲，二话不说进屋，将准备偷听的王月撕扯着出门去。祝长荣，你这是干啥？别撕扯我啊！王月，都是你干的好事，害得秦雅和河东吵架，我要跟你离婚，你这回给我滚回娘家去！我不回去，容不得你拒绝。王月最终该是没有逃脱被绑在自行车后，连夜被送回娘家的命运。王豪、于春兰正在吃饭，大门被一脚踹开，满脸泪痕的王月被丢进屋子。既然你这么喜欢帮娘家，从今天起你就在娘家常住，让你弟弟王豪和弟媳妇养着。祝长荣，我不离婚，我要跟你回家。祝长荣，你这什么意思？深更半夜的把王月丢回来，他犯什么事儿了？这事你得问问王月，看看他是怎么吃里扒外的。你家姑娘我是要不起了，一心向着王豪，把我这个当丈夫的扔在脑后。既然我不如王豪重要，那就让他和王豪过一辈子吧。王月到底怎么了？妈，祝长荣嫌我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把春兰送到罐头厂，他觉得丢脸，跟我闹呢。他真要跟我离婚，我咋办啊？大姐，他祝长荣没那个胆子，这事肯定是你公婆的意思。走，我给你撑腰去。先别急，把事情理清楚再去。王爷，你也是个蠢货，赛春兰去罐头厂，又不是啥难事，你都办不好，要你有啥用？你爸说的对，这事你都办不好，往后还咋继续帮衬你弟弟，给我和你爸养老？王月，要是罐头厂不要春兰，再害得你弟弟被人收拾，看我不去打死你！王月听着父母你一言我一语，剜人心间的话，他痛苦的脸色都白了。爸妈，我也是你的女儿，有你这样窝囊的女儿，不够丢我的人。赶紧想想办法稳住祝长荣，帮你弟弟拿到罐头厂的秘密。要是再办不好，就给我滚得远远的。爸妈，别说大姐，她也是为了我才被祝长荣赶回娘家的，不能就这么算了。爸妈，阿豪说的对，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怪大姐，我们一起想想办法。王豪的良心有点，但不多。祝长荣赶你回家前，祝家发生什么事了吗？河东和祝晴雅因为罐头厂招工的事闹起来，祝晴雅打了河东，祝长荣才发狠要跟我离婚的。河东傻态度，
他赞同我把春兰送到厂子里，说这样做都是为了助长荣，让他在咱们家有几分脸面。可我那个小姑子就跟疯了一样，非不同意河东的决定，闹得我被赶回娘家。王豪摸着下巴，认真思考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可他小脑袋只有核桃大小，能想通的事情不多，暂时信了大姐王月的说法。事情已经发生了，哭没有用，我们要做的是让祝长荣后悔今天的事。阿豪，你要干什么？长荣这次是发了狠心，但他平常对我不错的，你千万别伤了他啊！我们终究是夫妻，一时的吵吵闹闹也正常，所以我不希望他受伤啊。大姐，你放心，我不会让祝长荣受到伤害，但我可以给河东制造点小麻烦。阿豪，你要做什么？不会让我去河东办公室偷账本吧？这个风险太大，我不会让你冒险。大姐，你还记得从庄村出去的庄比豪吗？记得。你要干什么？我看见曹三喜去了大庄村招工，咱们给他们制造点麻烦，然后让河东与庄比豪之间起了嫌隙，到时不就断了政府给河东的政策支持？他河东再厉害也拧不过大腿。这个主意不错，在昭通县，庄比豪是个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要是没了他的支持，河东铁定完。只是搞垮河东后，我和长荣还能做夫妻吗？王月被赶回家，弟弟王豪为姐姐打抱不平，又想到计谋搞垮河东，便兵分两路行动，一路由他带领姐姐王月直奔大庄村找软柿子捏，另一路让媳妇于春兰到罐头厂寻找记账本。王月放下礼物，你是钱宇吧？我是东荣罐头厂厂长的嫂子，今天来你家就是要通知你一声，罐头厂招工你被筛下来了。钱宇摇头，我怎么会被筛下来呢？昨天明明说好的，我条件符合，让我下午就去罐头厂熟悉环境，我不信这是真的。小姑娘别激动，我知道你需要罐头厂的工作，可人家已经招满了，你去也难以要个说法，不如这样，我这里也招人，你来我这干活吧。小乙，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你被筛掉了？爷爷没事，就是罐头厂的人招满了，我条件不符合人家要求，人不要我了，不要就不要吧，我可以采样打零工挣钱养家。罐头厂怎么就不要我了呢？昨天招工的小组长说的好好的，我条件符合，还说我干活麻利，又有大庄村村长担保，怎么就不行呢？钱老头一听，又拼命咳嗽起来，差点要把肺咳出来，好不容易稳住，他不死心问突然造访的两人：老板，是不是我这个瘫痪在床的老头子连累了我的孙女，才不让他去罐头厂的？爷爷，别说这样的话，罐头厂去不了咱们就不去，我有别的法子让咱们过上好日子。老爷子，实话很伤人的你就别问了，我把厂长下达的通知传达给你们，你们知道就好了。嘻嘻嘻，河东啊河东，你肯定想不到我会来大庄村假传消息，更不知道我会找大庄村最熊的一家人传话。这家里只有爷孙两人，爷爷常年卧床，在听到孙女被不要的消息后，肯定气急攻心，说不定当场嗝屁。钱宇肯定恨你入骨，到时找到厂子里去闹，我可有好戏看了。这是我们看你们可怜，给的10块钱就当补偿了。钱宇，你要没地方去，我弟弟也在招女工，到时你可以联系大庄村同样被刷下来的人，去他那里工作。我还是不信我会被筛下来，我要去问村长。村长叔是村里的主心骨，昨天也是他牵桥搭线让村里闲散，家庭贫穷的人员跟东荣罐头厂签订招工合同的。按理来说我被筛掉，肯定是村长叔来通知，而不是罐头厂的人。确实的问问村长。钱宇啊，你现在就去一趟，问问到底咋回事，爷爷等你的消息。王月急忙拦住钱宇。钱宇，问村长也没用，他又不是罐头厂的人。再说，我昨天还听厂长给你们村长说，厂里的员工家里不能有生活不能自理的家人，这样不仅耽搁厂子里的活，还要他多掏钱贴补。他是做生意的商人，又不是搞慈善的大善人，所以你去也是白跑一趟。王豪偷笑。钱宇啊，你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在得知被刷掉的那一刻就要明白人家不要拖累，而我这里就不同了，最欢迎孝顺的人，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真是这样吗？都是我这个没用的老骨头拖累了我的孙女了。钱宇，是爷爷对不起你，爷爷现在就一头撞死不当你的累赘了。钱宇抱住。有了，你别想不开，我不要你死，罐头厂我不去了，我真不去了，我只要你好好活着。看着孙女俩抱成一团，哭得撕心裂肺，王月心里很不是滋味。王豪，咱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啊？你看这一老一少都可怜成啥样了，不行实话实说吧。大姐，你可千万别犯傻，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要是把实话给他们说了，你信不信这小丫头转身就把咱们给卖了？我竞争不过河东，没法跟我背后的老板交代，你知道我会面临怎样的下场吗？什么样的下场？轻则被打一顿，少胳膊少腿，重一点连命都没了。咱爸妈好不容易有了我这个宝贝儿子，你舍得让他们老年丧子啊？王月瑟瑟发抖。可这样做我良心不安呀，不行，我得想个法子补救一下。
于春兰得了丈夫王豪的命令，马不停蹄的就赶到了罐头厂。进入仓库后，使尽浑身解数缠着祝长荣，给他制造麻烦，然后抽空偷账本。姐夫，你真的要跟我大姐离婚啊？她昨天晚上哭了一整夜，觉也不睡，一个劲儿的念叨你的好，还说她想助眠。为了偷个账本，我容易吗？还得费尽心思编造谎言。这个祝长荣咋不一直傻下去呢？害得我脑细胞都死了不少。我跟王月离婚，不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吗？说王豪要给他姐姐介绍大款，嫌弃我这个姐夫拿不出手，这下不正好合了他的心意？大姐夫，这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王豪虽然是被溺爱长大的，但是是是非非他还是能够分清楚的。你肯定是听错了，仓库里今天的活不多，我一个人就能干得来。你趁着我帮忙赶紧去找大姐认错。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你真舍得我大姐嫁给别人，让祝勉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吗？工作期间我哪也不去，我为什么离婚？你去问问你姐，这一切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她要是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就在娘家一直待着吧，小免我会加倍疼她。大姐夫，你怎么油盐不进呢？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你还不就着台阶下？难道要让我跪你面前求你去接大姐回来吗？你最好别跪我，我怕被折寿，赶紧去理货，在这里叽叽喳喳叫什么？你那点小心思当我不知道呢？我就是让你急一会，等差不多的时候，我会配合河东的计划离开一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偷假账本。于春兰撇嘴，知道了，真是个冷酷无情的男人，活该你后半辈子守着冰冷的屋子过日子。就在这时，有人来找祝长荣，说河东找他有事。祝长荣看看仓库的货物，最后交代于春兰几句，让他好好理货，自己一会回来会检查。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我一定会好好理货的。祝长荣刚离开，于春兰就偷换账本。河东，我表现的咋样？河东竖大拇指。大舅哥，没想到你竟然有演戏的天赋，奥斯卡缺你一个小金人。祝长荣疑惑，什么叫小金人？就是夸你演得好。于春兰什么反应？别提多得意了，我前脚刚刚离开，后脚他就直奔假账本去了。河东，你说咱们这么做，真的不会被怀疑吗？怀疑很正常，要不怀疑，我就得想想那人是不是有所察觉了。河东看向曹五环，五环，你真看到我大嫂和王豪去了大庄村？这个王豪至少一会在线，一会儿不在线的，一时间让人难以确定他真正的水平。不过我可以确定，让我和庄比豪决裂这样的计谋肯定不是他想出来的。我很期待与幕后之人相见的那一刻。黄月姐弟俩扯着河东虎皮假传辞退消息，钱爷爷听到自己拖累孙女寻死，又遇于春兰仓库偷账本。祝长荣配合河东演戏，留下充足空间让于春兰偷假账本。为尽快揪出幕后之人，河东叮嘱曹五环多多盯着大庄村的动静。东哥，我派去的人说，他们亲眼看到王月姐弟俩去了大庄村，直奔村里最穷的钱老头家。没多久，里面就传来了哭泣声，整错不了。王豪的心不是一般的坏，他找谁不好，非要找卧病在床的钱老头，这不是奔着要他命去的吗？你让守在大庄村的人时刻盯着点，一旦发现不妙先救人。东哥，你的意思是，王豪不是简单的挑软柿子捏，而是想要逼死钱老头，然后让他仅存的孙密结合咱们？我来个乖乖，王豪啥时候心眼这么多了？再说，钱老头跟他没仇没怨的，为啥非要人家的命啊？这狗东西心不是一般的黑。从当前的情况看是这样，不管咋说，钱老头爷孙俩也是因为我的缘故被牵连，你让人好好安抚，然后送点米面油过去。东哥放心，我这次去的人都很牢靠。我信你五环，务必告诉他们紧盯着王豪，发现他跟陌生的男女谈话就赶紧告诉我。东哥，我懂你的意思。就在这时，有人来说，庄比豪一脸阴沉沉的进了罐头厂办公室，叫河东过去有事要问你。五环，我猜的没错吧？王豪进入大庄村，就有人给庄同志送消息了，人家跑来兴师问罪了。东哥，你能应付得来吗？庄比豪不是个普通的人，东哥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做生意，要是得罪了他，往后就别想着好过了。别担心，我有应对的法子，赶紧给那几个盯梢的人传达我的命令去。我亲自去盯梢。河东去见庄同志前，多叮嘱了曹五环几句，让他务必把事情办好，这才匆匆跑回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黑着脸的庄同志。庄同志，这么热的天，您是来罐头厂视察工作的吗？看他这黑沉沉的脸，显然是没有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只是随意听了一耳朵就跑来兴师问罪来了。河东，听说你派人去大庄村把已经招好的女工辞退了，还说以后也不会雇佣大庄村的人，这事是真的吗？庄同志，我真是人在家里坐，锅从天上来啊！我压根就没有派人去大庄村辞退女工过，而且现在是农忙时节，又遇到罐头厂刚开业，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我求他们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把他们给辞退？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要真有误会，你怎么可能会派你嫂子王月去？她可是一家一户的走访，说他们被辞退的。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想着挣钱养家的人们，刚开心不到半天，就听到自己被辞退，心理承受能力差的都病倒了。你知道大庄村现在什么情况吗？家家都在哭。庄同志，我这人是一口唾沫一个钉，答应过的事情就不会反悔。我大嫂王月也不是我派去的，她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她弟弟王豪。王月前脚去大庄村辞退人，后脚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庄比豪这里，试图挑拨离间，跟我玩居中举呢。好在我这边有做准备，要不然我就是长10张嘴也说不清楚。仔细跟我讲讲。庄同志，您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吧？是有人眼馋我的罐头厂，想要搞破坏，就把烂泥扶不上墙的王豪推出来当挡箭牌，来试探我的底线。那你知道那人是谁吗？暂时不知，但不代表以后不清楚。咱们先等等，他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对了，庄同志，你能跟我说说，到底是谁告诉你我辞退大庄村的女工的？说不定能找到点线索。我发现有人在我办公桌上放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照片和一段话，具体是谁我不知道。看来这人很谨慎，不过能神不知鬼不觉把信封放你桌上的，应该是很容易接近你的人。你可以从身边的人开始慢慢排查。这件事表面看是辞退女工，内里涉及的事情就多了。说不定人家最终的目的是阻碍咱们昭通县的发展呢。明面上是冲着我来的，实际上也可能指向庄同志。谁让我们两个走得这么近，一下子触及到了某些人的蛋糕，人家自然而然会动手。河东这小子脑瓜子确实聪明，从小小的辞退女工事件引射到昭通县发展，可见他是动了脑子的。也好，会思考是一件好事。你现在树大招风，多的是要找你事儿的人。可是后院失火是最要不得的。我听说过你媳妇家大嫂的事情，自然也知道你们不和。可要换做别人，也未必会来你家这一趟。庄比豪塞给了他一个信封，河东打开一看，好家伙，用工荒的事情被黑化成嫌弃大庄村离得远，影响常理效应，让人去大庄村结算叫退。大庄村的人万念俱灰，有甚者都不想活了。幸好我亲自跑了一趟，要不然就上当了。庄同志，有啥指示您就直接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尽早揪出幕后之人，不要影响你事业的发展。我还等着你带动昭通县产业发展呢。诱饵已经抛出了，咱们就等着鱼儿上钩吧。同一时间，在仓库里找到假账本的于春兰想找机会请假回家一趟，祝长荣不给他批假，他只好来办公室找河东。不想就听到里面传来争吵的声音。河东瞅见于春兰，庄同志，你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一通批评，我委屈没地方撒，我不干了。庄比豪猛圈了，不干就不干，你还敢跟我耍脾气？河东，别仗着你有几分本事就不把我看在眼里，别忘了我能决定你的生死。河东这小子到底什么意思？刚刚还好好的，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变了脸？我懂了，他看见窗外有人了，故意拉我做戏吧。好，我现在配合着点，好让鱼尽快跳出水面。昭通县我待不下去，自有留我的地方，大不了我换个地方干，我就不信你的手还能伸到别的地去。河东，我告诫你一句，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别把自己作死了。庄比豪气呼呼离开，河东在办公室里骂个不停。于春兰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厂长，家里有点事儿，我想请假回去一趟。家里的事情吗？是不是要我派个人送你回去？于春兰应该已经把假账本拿到手了，这会儿应该是迫不及待的要去见王豪了。刚刚我和庄比豪吵架的事肯定也被他看到了，不出意外的话，王豪今晚会去见幕后之人。不用，我一个人可以的。拒绝河东让人送的好意，于春兰匆匆赶回家，刚好与从大庄村回来的王豪碰上面。王豪一把拉住媳妇的手，春兰，账本拿到了吗？拿到了，你不知道差点把我给吓死了，好在我聪明糊弄了过去。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大好，我回来前碰到河东跟庄比豪吵架了。真吵架了？王豪联合王月在大庄村假传消息，害得钱老头绝食寻死。欢快回到家中，得知于春兰账本拿到手，高兴之余又听得庄比豪和河东闹掰，怕消息有假，便追问媳妇。媳妇，你展开跟我讲讲当时两人吵架的情况。他们俩要真闹掰了，那就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啊！谁让他河东瞧不上我，非要嘚瑟？这下好了，跟庄比豪闹掰岂不是自断生路？我看他以后还怎么猖狂！我听得真的，两人摔杯子又红脸，差点都打起来了。后来庄比豪是捂着心口走的，看样子心脏病差点都犯了。哈哈哈，好啊，这才是我要的结果。媳妇，你在家好好待着，谁问我去哪，你就说找朋友喝酒去了。你要去见那个老板吗？带上我吧，我也想见见世面。我得帮阿豪把关，就他核桃大小的脑子被人卖了咋办？到时再牵连一家人可就麻烦了。我可不想刚结婚没几天就被传出克夫。春兰，我们那老板不喜欢见外人，你先忍忍，等我回来再告诉你好消息。好，就让我去吧，我不进屋就在外面守着，等你有需要也好帮你是吧？
说不定你们老板发现我的优点，让我干个会计什么的，那咱们家以后就有2个人挣钱了，你说好不好？哎呀，那行吧，去了可得看我眼色行事啊。王豪耐不住于春兰磨他，只好答应带他去见老板。不过在进入房间前，他先把于春兰安排在了较为隐秘的地方，自己才又携带假账本去见人。老板，账本拿来了，您请过目。还有个特别可靠的消息，河东庄比豪彻底闹掰了。小美，你看看账本是不是真的？好的，老板。秘书小美接过账本，一目十行的查看。王豪在一旁陪着笑脸。老板，您交代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您上次说的要开厂子请我当厂长，这事还算数吗？只要账本是真，上面的联系人方式不作假，我利用这些消息抢了河东的客户，断了他的发财路。河东倒下，罐头厂自然运营不起来。等我一接手罐头厂厂长的位置，就留给你。小子，你还是太嫩了点啊！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叫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就你这样的，给我提鞋都不够资格，还想当厂长，痴人说梦呢。不过该画的饼还得画，毕竟得用饼吊着他走。谢谢老板，您可真是大好人啊！哈哈哈，这泼天的富贵总算轮到我了。河东，我要让你看看，我王豪也不是个废物！哈哈哈。就在王豪畅想当厂长时，秘书小美又对老板说账本是假的。老板接过账本扫了一眼，就知道小美不会骗自己，那就只有一个可能，王豪这个蠢货可能私藏了。王豪，你竟敢骗我！老板，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骗您？刚刚还许诺我当厂长，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翻脸不认人了呢？不会是故意说账本是假，不想兑现诺言吧？切，这些所谓的大老板一个个都是大骗子，到现在还不说实话是吧？来人，给我办了他！保镖从门外冲进来，架住了王豪。王豪满脸惊恐，拼命挣扎。放开我，放开我，我冤枉啊！冤枉！我的人都亲自查看了，确定账本是假的，我的人还能骗我不成？王豪，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把我当二傻子活，还妄想当什么厂长？我呸！你今天能不能活着走出去都未可知，不想挨揍就陪我老实说，真的账本到底被你藏哪了？小子，老实交代，免你受皮肉之苦，要不然我让人先剁你一只手，再打断你的腿，看你说不说。我真没有藏账本啊，这个账本是我媳妇从仓库拿出来的，我们俩不敢当个就给送来了，怎么会是假的呢？老板，有没有可能是他媳妇私藏了真账本，想要跟咱们狮子大开口呢？有这个可能。小美，派人去抓他媳妇了。不可能，我媳妇不是那样的人，你们不要抓她，要打就打我。此时藏在外面听见动静的于春兰，生怕丈夫王豪受欺负，冲动之下从暗处跑出来，一把推开了门。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不许打我家阿豪。春兰丫头，你傻啊？怎么跑进来了？快走，赶紧走，他们要抓你。为什么抓我？咱们不是把账本给他们了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怎么能说打人就打人？还有没有天理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既然主动送上门了，那你们就给我好好招呼他。干什么？你们不要过来啊！打了！救命啊！救命啊！老实说，是不是你们俩商量好把真账本给藏起来了？什么真账本假账本的？账本不是给你们了吗？咋还要账本？莫名其妙把我抓起来，又问账本有没有在我身上，他们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还有为什么打了阿豪？是阿豪哪里做错了吗？真要动手你才说实话吗？账本是我从仓库偷来的，怕他们发现我还请假赶回家的，都没有进别人手，怎么可能是假的？老板，那是不是一开始人家给的就是假账本，而这两个蠢货自以为人家不知，拿了个假的来向咱们邀功？有这个可能，我就说河东看上去也不傻，为啥还会让两个蠢货轻易得手？是我太看得起这个没用的狗东西了。老板，既然河东早知道了咱们的计划，是不是已经派人来盯着了？那现在咱们怎么办？不要慌，发现了也是好事，不需要我费尽心思花钱找机会见河东，把他们两个揍一顿，扔出去。灭口小美脸，让人把王豪和于春兰揍个半死，才丢到他们的门口。两人的哀哭声引起了史真香和王怀水的注意。小豪，你这是咋了？哪个王八蛋把你们打成这样了？阿豪，你们不是去送账本了吗？怎么会被打？是不是东西被抢了？王月，是不是你把我偷账本的事告诉了祝长荣？他把消息转给了河东，然后河东将计就计，给了我一个假账本去回话。阿豪，你在胡说什么呀？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什么真假账本乱七八糟的，我一句都听不懂。大姐，不，王月，你好毒的心思，阿豪是你弟弟，你都骗。你知不知道阿豪是咱爸妈千辛万苦得来的宝贝？你为了一个心狠的男人连弟弟都骗，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于春兰，你又在说什么疯话？我疼阿豪都来不及，怎么会害他？肯定是你自己办事不力，怕阿豪知道了不要你，你才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的是吧？春兰不可能骗我，就是你王月，你怕祝长荣真和你离了婚，才假意帮我骗取消息，实则早就通知河东让他们做好防备了。王月，我现在被打你开心了吧？你给我滚，这个家容不下你。
王月，你真告诉河东你弟弟要偷账本的事了？你怎么敢这样对你弟弟？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他！王豪兴冲冲带着假账本去找神秘人，被神秘人发现账本作假，险些被人家给办了。王家怨恨王月传递假消息，将满肚子气撒给王月。得知自己儿子因为女儿被打了，史真香气不打一处来，抓住王月的耳朵狠狠揪着。你个死丫头，嫁了人胳膊肘就往外拐了，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把你弟弟命给搭上了。妈，我没有，我一心都是向着阿豪的，为了阿豪我都被常荣赶回娘家了，你们怎么就不信我呢？我呸！你向着我？你要真向着我能被人揍吗？妈，你赶紧把这个白眼狼赶回婆家去，从今往后我没有王月这个吃里扒外的大姐。真是活该！在大庄村传假消息的时候，我就看出他不对劲了。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就是想看我挨打。说什么爹妈不用我来照顾，有他这个大姐呢？可拉倒吧！原来是给我画大饼呢。妈，阿豪说的对，你赶紧把王月赶回婆家去。哎呦呦，我浑身都疼死了。王月，你连夜给我往你婆家滚！妈，别赶我走，求你了。晚饭后，唐梅本想着给女儿未来的孩子做几身衣服，听到哭叫声吓了一跳，出了院子一看，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王月被推倒在地。亲家母，你这是干啥？你这死丫头，嫁了人就心生一心，专门害你弟弟。王月，我告诉你，你虽然是我生出来的女儿，但从今天起我不认你了，从此以后你就在婆家好好过吧。亲家母，有什么话好好说，你看看你把王月耳朵揪成什么样了，都快要揪掉了吧？她可是你女儿，你怎么能这么心狠？嘿，这会儿假惺惺做什么？王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肯定是你们祝家人挑唆的。你这话说的亏不亏心啊？我要能挑唆王月，他还能扔下常荣和孩子一心想着娘家吗？前几天给王豪偷偷摸摸买电视，又带你儿媳妇去罐头厂工作，这些难道都是我挑唆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去问问村里哪户人家女儿出嫁到了夫家，家里有好吃的好用的都往娘家拿，我儿子每天辛辛苦苦赚钱养家，个把月不舍得吃一顿都被王月拿回去贴补你们了，你还嫌王月胳膊肘往外拐，你脸不脸红？王月是我10月怀胎生的，他孝敬我不是应该的吗？憨憨，也就只有你这样没脸没皮的娘才能把女儿当提款机，恨不得天天从她身上刮下来2斤肉来，是真香。你也摸摸良心，手心手背都是肉，别为了王豪就不把女儿当回事。妈，既然你嫌我胳膊肘往外拐，那从今往后有什么事就不要找我。我不奢望你能给我一丁点关爱，但我不想你用着我给你的东西，还嫌弃我没王豪孝顺。我容易吗？我这么多年付出没有得到过回报，甚至没换来一丁点的关心，我委屈也心痛。既然觉得我这个女儿无用，那以后就各自安好吧。唐梅看着王月也是心疼，她也是做过女儿的，要不然这些年也不会一直纵容着儿媳妇。只可惜王月的脑子被屎糊住了不开窍，到现在也还只会说不痛不痒的话。从厂子里回来的祝长荣都看不下去了。王家的，你女儿都这么对你们了，你咋还能对她下狠手呢？是啊，瞧瞧妹耳朵都流血了。我管教我生的女儿关你们什么事儿？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赶紧滚！王月嫁人了，就是我祝家人，是我祝长荣的媳妇。祝长荣走来搀扶起了王月，王月瞬间绷不住了。长荣，你总算来了，王月不哭，我给你做主，你敢动我媳妇，得先问过我。嘿，你小子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敢对丈母娘大呼小叫的，我倒要看看我是不是真动不得我女儿了。史真香刚抬起手想打王月，就被祝长荣一把推倒了。我说过了，不要对我媳妇动手，你非不听，摔倒就是活该。祝长荣，你个狗东西，我可是你丈母娘，你真敢对我动手？对你动手咋了？说了让你别对他媳妇儿动手，咋？你女婿疼你女儿还有错了？你好得很，你们祝家人欺负人是吧？我告诉你们，我们王家也不是没有人。王怀水，过来给老娘撑腰来。王怀水看着四周的人都是虎视眈眈的，只能躲在了人群里当缩头乌龟。史真香求助失败，放下狠话：你们别怼意，我是今天没有带充足人手，等我哪天带足人手再来跟你们算账。尤其是你王月，你给我记着，老娘始终是你妈。王月，忍着点，我帮你涂药。长荣，我知错了，是我糊涂，是我对不起你，求你原谅我吧。我们是夫妻，我不怪你，只要你真的认识到自己错误，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王月，你记住，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王月，我这么做也是看在小冕的面子上，要不然我早就和你离婚了。
妈，长荣、晴雅，我深刻意识到，我真的是错的离谱。从今天起，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娘家的事我不会再管，以后只要我有为娘家好的苗头，你们就打我骂我，别让我再犯错了。大嫂，你快起来，回头是岸，小冕也看着呢。我只希望你以后做事想着点我哥和小冕就行，他们才是你最亲近的人。这一次史真香当着大家的面断绝了母女关系，王月再不醒悟，那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了。王月，我们都不责怪你了，赶紧起来吧，要是让外人看到，还以为祝家人又虐待你了呢。长荣，你不要再跟我提离婚的事了好不好？小冕还小，离不开妈妈，而我也是真知道自己错了。妈妈，不哭不哭。王月，离婚的事我不会再提，你带着小冕去睡吧。他这2天吵着闹着要妈妈，和他好好培养感情吧，他很想你。妈妈，我想妈妈。小冕，是妈妈对不起你，疏忽了你。从今往后，我就陪在你和爸爸身边，再也不离开你们了。妈妈，亲亲。大嫂，我有件事想找你问问，你和王豪是不是去大庄村了？河东，对不起，我和王豪确实去了大庄村。我们跟钱宇说不用来罐头厂的事，但我怕闹出人命，我还私自掏腰包给了他赔偿。河东不会用这件事逼长荣和我离婚吧？我是真错了，而且我也不想钱宇他们死的。大嫂，你跟我老实交代，去大庄村这事是你和王豪的主意，还是有人给你们出谋划策的？王月已经和娘家闹掰了，这会儿再为了维护王豪不告诉我出谋划策的人，那就有点蠢了。改过自新的机会摆在面前，要是不抓住，那不好意思啊，我会坚定的让长荣大哥和他离婚的。河东，我是提议过去大庄村，但真正出主意的不是我，是朱秘书。那时候我太想让弟弟过好日子了，我也没想到会害得你这样惨。大嫂，你糊涂啊！我没想到大嫂竟然这样拎不清，这次的事情险些闹出人命来，要不是王豪被人收拾，他估计会把这个秘密藏一辈子吧。我也是被家里逼急了，我没有办法，就只能想歪主意了。正好朱秘书主动找到我弟弟，就给他出了主意。哎，我也悔恨啊。王月被暴揍并赶回婆家，祝长荣霸气护妻，怒对丈母娘。王月看清王家嘴脸后，与娘家彻底断绝关系，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河东到来问出是朱秘书出计谋，让王豪给他整事，怕出现失误，继续追问道：大嫂，你确定那人是朱秘书吗？朱秘书那人我见过几次，是个特别圆滑的人，办事周到，做事挑不出毛病，只是他为何要对我下手呢？难道是我阻碍了他的路吗？那人右眼处有个指甲盖大小的黑色印记，当初罐头厂开业时，他跟在庄比豪身边，就是华成辉，我也认识他。看样子真是朱秘书。大嫂，那他跟王豪说过是帮谁干事的吗？是朱秘书无疑，我注意到他右眼处确实是有个黑色印记，很难消除，只是我想不明白，我2辈子都跟朱秘书没啥恩怨，更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何要害我呢？会不会是收了某些人的钱，所以来给我添麻烦的？没有，他只对王豪说，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干点别人干不了的事。王豪太希望变有钱被人瞧得起了，一时糊涂就着了他的道，死心塌地给人办事。可笑的是最后落得被抛弃的下场，这一切都是报应吧？报不报应的跟咱没有啥关系了。大嫂，你明天跟我去一趟县里帮我做个证，我想和庄比豪化解矛盾，好让罐头厂生意越来越好。好，我答应你河东，但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长荣，我怕他知道还会跟我闹离婚。好，我说话算话，那明早咱就去昭通县。庄比豪办公室里，他看着河东、王月2人，就知道河东这边肯定是有了线索。庄比豪态度缓和，也不特意演戏给王月看了。河东，一大清早来找我，是有事儿吗？庄同志，我已经找到那个挑拨离间的人了，你想不想知道那人是谁？他们2人不像吵架的样子啊，难道这一切都是他们提前安排好的？而于春兰没看破，传递了假消息，让王豪失去了靠山。也好，这样我心里就没有那么多的愧疚了。我仔细想了想，那人应该就是我身边的内鬼，具体是谁，别兜圈子了，直接告诉我。庄同志，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你心里应该有了决断，只不过想要借助我的嘴把那人揪出来吧。这事我不干，就让我大嫂说吧，全当是让他将功赎罪。王月，你说那人是谁？他是朱秘书，我不骗你，真的。庄比豪听后长长的呼了口气，让另外一个秘书把王月请到了隔壁休息室，又看向河东。河东，说实话我也想过是他，但一时间不敢确定，现在得到答案后竟然心头一阵轻松。你不想问问什么原因吗？朱秘书是不是背景很强，连庄同志都不好对他动手？庄比豪是从大庄村出去的务实人员，1没大背景，2没大助力，靠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让他把前途搭上去处理一个背景深厚的秘书，我也是于心不忍。但我要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然后让人去深入了解，再想办法给他点颜色看看。活了2辈子，我可不想受这窝囊气。
朱秘书来自盛世，是盛世本地第一纳税大户朱家的旁系。别看只是旁系，但他人脉资源可不少。本来他要在盛世工作的，但他家人认为那样没有出头之日，便把他下放到昭通县来镀金。此人很有能力，加上行事圆滑，我们单位的人都很喜欢他，而我又不敢动他，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因为一时意气而损害到昭通县的发展。这点我特别支持并理解你，所以我吃了亏。那你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弥补我？你小子，你不是来兴师问罪，而是来找我要债的吧？河东这小子，别看是出身农村，眼光却很独到。好在是他知道分寸，不贪婪也不主动惹事，还能带动昭通县发展。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点补偿吧。但前提还是不能违法乱纪。庄同志，你还欠着我一块地呢。我今天带了钱和证件来，想着趁着热乎劲儿，今天就把这事给落实了。庄比豪总算懂了，之前他们说好的那块地河东没少惦记，现在是准备充足来要地的。他会议后立即拿出纸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盖章装进信封后递给了河东。介绍信给你写了，方便你办事。上次你可跟我说上河村的建设你是有想法的，今天趁着这个机会你好好跟我讲一讲。3天内我要看到你的发展方案，提要求也不能让河东一个人提，我总得让他给昭通县发展做点什么吧，最好落实在实际行动上，靠嘴办事情是个人都会。您这不是为难我吗？庄同志也不想干赔本的买卖啊。上河村建设的事情我确实想过，但具体实施起来事情太多，还不如搞个房地产来的实在呢。考试也让你考了，罐头厂也步入正轨了，你得好好想想发展方案。我逼你这么紧，不仅是为了上河村，更是为了整个昭通县。你放心，你做的一切我都拿小本本记下来了，到时候我再给你申请个奖励，你觉得怎么样？好，我回去就想发展方案，但我得厚着脸皮再提个要求，以后我要去盛世发展了，你得给我留块开饭店的地，我未来想在盛世开饭店。哦，开饭店，这小子还真敢想啊！现在饭店还都是国营的，他还想着跟国营一样吗？不过有野心也就有力量。是的，以后我的生意肯定要拓展到盛世的，希望我能在盛世大展拳脚。河东告别庄比豪后，直奔到了土地局。河东，你咋突然想着要地了？自然是赚钱用的了，大舅哥，你就等着我带你闯出一片天地吧。就在这时，一个肥头大耳的地中海男人一把抓住了正往前走的河东。哎，你才来的，别想着插队，给我回来重新排。我有这个，而且我是先来的，咋就叫插队了？同志，别没事找事。这玩意儿谁没有啊？你小子别搞特殊，老老实实后面排队去。你睁大眼睛仔仔细细看看，我的介绍信和你的能一样吗？还有哥们，都是来办事的，别在吵嚷的环境里找事。你态度好点，我还能让你在我前面进去，但你一副质问的样子，我还偏不给你让了呢。哎，小子，别仗着年轻就搞走后门那套，爷我不吃你这一套。哎，都说了没插队，你这人咋听不懂人话呢？哈哈哈，是时候该我表现了。地中海男人和王月推搡着，王月坏笑一声，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哎呀，打人了，打人了！哎，你别碰瓷啊你！我就轻轻碰了你一下，你就坐地上了，你这叫污蔑，懂不懂？哎呀，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能欺负弱女子呢？对付这种无赖还得让王月来啊！我只想说一声，干得漂亮！你这臭小子，敢欺负我媳妇，找打是不是？都闹什么闹？我们没有闹，是那位同志说我们插队，可我们明明是排好队的。同志，你一定要评评理啊！同志，是他推我，他力气可大了，我现在胸骨有点疼，我怀疑我是被他打坏了。媳妇啊，你有没有事？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俄东问出幕后之人，立马联系庄比豪，告知他身边的叛徒，又去土地局办事，遇地中海男闹事，王月出手让他暂时消停。工作人员见队伍里出现闹事者，上前询问情况，得知王月受了伤，对挑事男进行批评教育。同志，你心中再不满也不能对女同志动手啊！没听到人家胸骨痛，等一会办完事就赶紧带人家上医院看看。哎呦，同志，我胸骨疼的厉害，这回都动不了了。嫂子，赶紧先坐着缓缓，再查查身体有没有别处有问题。小子，你别打什么歪主意，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在演戏吗？我媳妇都喊胸骨疼了，这还能作假？你是个男人吗？大家都是来办事的，和和气气不好吗？非要整这么一出，你不闹心我们还嫌晦气呢。大家先别吵，和和气气把事情解决了。对了，你们两人把介绍信给我看看。工作人员低头看看，忽然瞪大眼睛。谁是河东？同志，我就是河东，我的介绍信没啥问题吧？小子，我就知道你手里的介绍信有问题，还跟我这冲大头呢，这下好了，要被戳穿了吧？放眼望去，排队办事的哪个不是西装革履，收拾的特别帅气，反倒是面前这小子一身寒酸，还好意思说自己有人？我呸！河东，有庄同志写的介绍信，你早点说，还在这里耽搁这么久。走走走，我领你去办事。大家都是遵纪守法的人，
该有的原则必须遵守。河东，你的思想觉悟很高啊，怪不得庄同志能给你写介绍信呢。什么情况？他怎么直接走了？我咋就被一个打扮寒酸的农村小子给比下去了？我跟他也没差啥啊，他到底什么来头？不行，我得赶紧赔罪去。周围人一脸震惊，地中海南赶忙走到祝长荣和王月身边，态度180度大转变。二位，真是不好意思，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两位，我现在就送你们去医院检查身体。放心，一切费用都包我身上。你这是干啥？这小子笑得我心里发毛。河东啊，河东，你咋还不出来？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腿，想跑。同志，有啥事等河东出来再说，你别吓到我媳妇了。好，我站远一点，不吓你们。兄弟，你事情办完了吧？我为刚才的事向你道歉，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放在心上。同志，你是？我叫崔兆辉。兄弟，你这介绍信分量足啊，既然把我们这些人都比下去了。哎，我是上午来的，硬生生排到下午还没办好事，这里的人不好伺候，要的手续不少呢。我要是能跟你一样就好了。这人分明是想要我的介绍信，只是在我手心里写数字什么意思？难道要买？果然心里活络的人脑子转的就是快。介绍信不卖的。兄弟，你看你都办好事了，这介绍信放手里也没啥用，就卖给我呗。你放心，我绝不会卖给第二家的。这是原则问题，不能乱来。你想找我办别的事好说，唯独这事，哥们你别动歪心思了。地中海南站在原地想了好久，很快又追了上来。兄弟别走啊，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不卖也行。那你能不能把我当你朋友，带我去把事办了，报酬好说。能不能透露一下你看上哪块地了？兄弟，这是商业机密，不能透露。兄弟别走啊，有话好好说，是不是我告诉你要拿哪块地，你就能把介绍信卖给我？介绍信打死也不卖，但你告诉我要拿下哪块地，说不定我还能透露点消息给你。我这次来拿地也是因为上辈子的经历，只是面前的这个人好熟悉，在哪见过呢？一时间竟然想不出来。那行吧，给你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可我又想不出来。算了，看在这小子有后台的份上，给他看一眼也没啥。这地你就算有介绍信也拿不到的。兄弟，你就算不帮忙也不能咒我啊！我早就看好这块地的规划了，要不然我也不能为了这地跑坏好几双鞋子呀。这小子咋还咒我呢？没咒你，说的是实话。我妹夫他才不乐意咒你呢，这地已经给人了。兄弟，别告诉我你拿下了这块地。他现在是我的，我看你也想要这块地。既然现在这地属于我，咱们俩商量商量，价格合适，我可以租一块给你用。我不信，我要进去问问。你这么聪明，肯定知道进去也没用的，还不如好好商量商量，怎么从我这租一块地，好趁早利用起来。兄弟不是池中物啊，我认栽了。不过你拿这地干啥啊？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下？如果我说我就是钱多买来放着玩的，你会不会打我？当然，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收点使用费租给你用。兄弟，别逼我动手打你啊！你这分明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这是我名片，你收着。两人互换了名片，河东低头一看，忽然想起来了面前这人是谁，他是名家市场真正的老板。兄弟，你竟然是罐头厂的老板啊！年纪轻轻看不出来啊。只是兄弟，你这开罐头厂用不到这么好的地吧？不如把你的介绍信再给我看看呗。你这还是不死心吧？我明白告诉你，你就是拿着介绍信去也拿不到地。你看这样，我给你2年的使用权，1年租金5000，如果要续约，咱们还可以再谈。我就说这人很熟悉，原来真认识。上一辈子我开饭店需要流动资金，找人借过钱，这丫的没少催我要债。只是这一世，我要是晚2-3年遇上他，那时人家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老板。不过现在这地是我的了。你认真的？6亩地，1年就5000租金，只要你答应，现在就能签合同。5年起签，你能租给我吗？我之前打算用这6亩地来做市场的，已经联系了不少商家，有足够的渠道了。没想到迟了一步，被人捷足先登了。算了，就按照这小子说的办，反正也不会让我吃亏的。可以，就是你得给我5个铺面的使用权。成交。等等，你怎么知道这块地我是用来做铺面的？因为我能掐会算啊。咱们现在就签合同。合同签了，咱们也算是朋友了。我带你去我的电子厂转转，你看需不需要电子产品？回去的时候你带2件用。现在就去。兄弟，你这产业规模不小啊，真是厉害。我没记错的话，未来是家电大发展的时候，提前布局不是坏事。何况人家源头工厂都有了，上河村将来要发展也是多了一条渠道，真是一举多得呀。河东成功拿下地，与不打不相识的地中海南签订租约合同，去他电子厂参观，接上级。兄弟，你这产业规模不小啊，真是厉害。
兄弟，你这真是抬举我了，我只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别谦虚了，兄弟，来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厂子的生产项目和规模吧，好让我也取取经。王月大宝贝，你看这物件好稀奇啊，给你买一台吧，咱不缺钱。这是洗衣机，价格不低呢。咱家现在虽然不缺钱，但一下子买不了这大件的电器。不过你放心，等回家后我在厂里好好干活，等攒够钱就给咱妈和晴雅各买一台，让他们冬天洗衣服不再动手。王月大宝贝，你这是咋？不相信这话能从我嘴里蹦出来吗？常荣，你放心吧，我真的改过自新了，以后就一心想着跟你好好过日子。常荣大哥，你来看看电视吧，挑2台喜欢的，咱们回家带着。你们尽情挑吧，挑好了我给你们抹零头，200块成本价直接拿走。好，崔老板够大气，往后我们有需要的家电就来你这拿货。好说好说，只要你能给我介绍来客人，我给你提成。河东，买2台太多了吧？是啊，河东，你给晴雅买1台就行，让她在家里看着解闷，家里的我和常荣我俩挣钱自个买。都是一家人，不用分这么清楚。大嫂，你赶紧挑个喜欢的吧。之前买的那台放在大哥合柜呢，也不拿回来了，就送给大哥给孩子和爷爷奶奶看吧，不就是200块吗？我还是能拿得出的。王月大宝贝，别让河东在外面瞒做人，你去挑吧，回家后我偷偷把钱给河东。那好吧。回家的大巴车上，河东见祝常荣爱不释手地摸着电视机，他瞬间想到个赚钱的好法子。常荣大哥，我想让你找个地方卖电视，价格我会找崔老板谈，让他给你最低价。你要是一个人干没底气，我可以跟你合伙，怎么样？大舅哥又不是外人，拉他一把也是情理之中。再说我手头上的事太多了，要自己上手干，没时间不说也没那个精力，可我又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挣钱机会，那就拉大舅哥一起好了。卖电视，这活我可不会啊，我一心只想着帮你把罐头厂给干好。常荣，我觉得河东的提议很好，咱们就试试吧。大舅哥，眼光放长远点，卖电视机绝对要比罐头厂挣得多。大嫂都答应了，你就试试呗，要是不行再回厂子干不就好了。对呀，常荣，一台电视机电子厂那边给价250，要的多还能优惠。现在外面卖一台电视机300-400块，你仔细算算是不是很有赚头？而且咱们小冕后面要上学，花销大着呢。大舅哥，你看大嫂都能算这么清楚，你就别拖后腿了。你是不是怕没有客源？放心吧，咱们家的电视放到家里，每晚都会有人来看，这不就是潜在客户吗？常荣，就听河东的，咱们试试吗？就当是为了小冕，咱们拼一把吧。行，那都听你们的，试试就试试。到了车站后，祝长门看着买来的电视机，呲着大牙嘎嘎乐。东子，大哥，你们去哪发财了？咋还一人扛着1台电视机回来了？三哥，去盛世买的。哎呀，电视机真是好东西啊！我也好想买1台啊，奈何我挣的那点钱还想着先还河东的呢，没想到大哥竟然先一步买了电视机，我祝长门实名羡慕啊！长门，咱家有电视机，你们就不需要去别家看了，想看了去屋里看就行。走吧，赶紧回家给爸妈一个惊喜。电视机，好耶好耶！这是咋回事啊？咋突然买电视了？妈，我和长荣大哥各买了1台电视，你们以后就在家里看，不用再去别家看了。这真是咱家的，哎呀，我们老周家真是出息了，竟然还买电视机了。常荣、王月，你们2口子咋舍得买电视了？把自己工资都花完了吧？妈，给咱家买电视花点钱不算啥，咱赶紧回屋试试吧。家里不差那点钱，买台电视让大家都开心，总比白送1台给白眼狼弟弟强，到头来换来的还不是嫌弃。嗨，好在我及时醒悟了。河东也把自己电视机搬回了家，祝晴雅看到后高兴极了。河东，咱又买了电视机，那放在大哥那的就别搬回来了，留着给爸妈和爷奶看吧。晴雅，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媳妇谢谢你体谅我。都是一家人，计较那么多干啥？你没吃饭吧？我给你拿饭去。媳妇，你挺着大肚子不方便，我自己去拿就行。不嘛，我1天都没见你了，想陪着你。我也想你，走，那咱们一起去。第2天一大早，河东就直奔县城，当即找到了周浩波。河东，你可是好久都没来我这了，上次你来我这是为了考学的事，发挥的咋样？这次是有别的事吧？不瞒你说，我是想在百货大楼找个铺子开店。这年头要没有介绍信，百货大楼没人能轻松进去开店啊。开啥店？庄同志那边。要不是因为庄同志，我可不想接待河东。这小子太圆滑，做事也滴水不漏的，我可把控不住啊。庄同志自然是支持的，只是我想着百货大楼这边你比较有发言权，就跟上次贷款一样，你出面不是立马就成了吗？既然庄同志都放话了，那我就不为难你了。周浩波拿出纸笔写了介绍信给了河东，随后河东和祝长荣立马去了百货大楼，找到了负责人。
我们柜台每个月可是要不少租金，你们带钱没有？3个月一付。我们能来这，自然不会空手来的。哎呀，河东，我出门忘带钱了，我都不知道事情能这么顺利，出门不带钱成习惯了，这冷不丁让我掏钱，真把我给难住了，不会给河东造成麻烦吧？没事，大舅哥，我先把钱付了，下次出门一定可记得带钱啊，要不然再遇到这事你就得哭了。是，你说的是，下次一定带。长荣大哥，合作的是这样，我4你6，详细的咱们回家再细讲。行，那咱们去看铺面吧。长荣大哥，以后做生意了可千万别一副屌样子啊！顾客就是衣食父母，你把人家伺候好了，这钱就好挣了，知道吗？河东，为啥这样做啊？我看那些柜台人员都是态度啊，咱们这样做会不会被人当成异类？长荣大哥，你要换位思考，你想想，你拿钱去买东西，人家冷着脸、爱答不理的样子，你想把兜里的钱给他吗？想得美，我是来花钱的，又不是要钱的，为啥要看他冷脸？对呀，那你这下明白为啥要笑脸迎客人了吧？人家花钱是买开心，不是买气受的，只要记住这一点，钱就会哗哗来。还是有点不太懂，但我会好好学习的。我得买本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去，要不然电视机生意做不好不就亏本了吗？河东、祝长荣各买了一台电视机，家人得知后欢喜不已，又与大舅哥商量合伙售卖电视，敲定后又去百货大楼租铺面。河东和祝长荣逛完百货大楼后，临时起意又来到名家电子厂，找到了崔兆辉。兄弟，这么快又来找我了，是那2台电视机用的不好吗？怎么会呢？我这次来是跟你谈从你这拿电视的事情，看在我租你地的份上，你可得给我一个合理的价呀。老板，咱们电视供不应求，一点成本价都不给赚的话，工人们的工资就不好发了。兄弟听到了吧？我不是不想给你最低价，但你也听到了，我养着一个偌大的厂子，我1分钱不赚的话，工人们吃啥？这样吧，就跟你昨天拿走的那2台同样的价，咋样啊？崔老板，我这次是来求共赢的，你也知道现在做电器生意的人不少，你这边价格不合适，我转头就找别人了。呀，你这话说的，险些让咱们没得做兄弟啊！这样吧，我再让4块，给你一台266的价，咋样？66大顺多好是吧？河东后台硬着呢，这年头赚大钱少不了得打打关系啊。崔老板，一口价242，你们帮我统一配送，可以规避破损风险。我这边在百货大楼售卖顺利的话，咱们就签长期合同，怎样看你都是赚了的。行，那就按照你说的办。我这边给你准备200台，你暂时备用着，下批生产数量你得提前通知我。合作愉快。回到上河村，村民们看到河东又带回来几台电视机，引起了不小轰动，个个都揣测河东是不是又在哪发大财了。唐梅，你家女婿上哪发大财去了？咋天天往家里送电视机？河东有啥发财路子，记得告诉我们呀。河东，你这电视卖吗？婶子，电视是要卖的，你们需要可以从我这买，我们的价和市场上一样。河东，我们也想买啊，但这也太贵了，能不能再便宜点？甚至没钱也能卖。婶子，我大舅哥说的对，没钱也能买。你们俩说啥傻话呢？这可是花钱买来的电视，不卖钱难不成白送啊？这俩小子出了趟门咋还糊涂了呢？真当钱是大风刮来的。河东，你葫芦里卖的啥药啊？媳妇，你仔细看着就懂了。行，我看着。河东从不做亏本买卖，他这样说定然有他的道理。这时，村里的傻猪听说买电视机可以不要钱，眼珠子一转，就有了坏主意。河东，你们的电视机不要钱，那是要送大家吗？也是，你都是罐头厂老板了，送几台电视机有啥难的？还不是跟喝水一样简单哟。柱子，不劳而获的思想要不得呀！这小子典型的好吃懒做，都27了还跟甩手掌柜一样，把家里的重活脏活丢给60多岁的父母，给他免费赠送电视机，我还不如丢河里听个响声呢。河东，你这不是诓骗大家感情吗？明明是你们说买电视机不要钱，这回又要了，心眼真黑，亏你还是罐头厂的厂长，不知道一口唾沫一口钉吗？柱子，河东的话还没说完，你插什么嘴？咋的？最近在罐头厂有工作干了，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这小子一看就没憋好屁，要再敢捣乱，不经过河东，我也要把他开除了。柱子，人要有感恩之心，人家河东给你工作，让你爸妈日子好过点，你不记着他的好法来上他，这是做的就不地道。我们再缺钱也不能真白拿人家的电视机，不怕良心不安吗？哥，我这还不是为你们好吗？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柱子，不要搞破坏，听我仔细给你们说，我知道村里人没啥多余的钱，所以我才说买电视机不需要花钱，当然也不是全部花，只是让你们提前花一部分钱带走电视，等发了工资，你们把剩余的钱定期还回来就行。接下来，河东给众人仔细的讲解了分期付款且不收利息的好消息。
这样也能行吗？好像不错呀。我在罐头厂能稳定的工作，要说每月花个10块20块也不算啥事。对呀，我儿媳妇也在罐头厂工作，每月都有钱，家里也有点存款，现在能把电视机搬走最好不过了。河东，给我来一台。行，别急，这边先登记。河东，要不是看到现场这么热闹，我都要睡不着了。秦雅别忧心，他们背后有罐头厂撑着，只要罐头厂不倒，他们就财大气粗。你肚子都这么大了，赶紧回屋歇着，明早还要去县城开店呢。行，那我晚上帮你记账。河东在村里实行分期付款模式，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他便把这套方法搬到百货大楼，不料格外受欢迎，排队购买电视机的顾客都排大楼外去了。买电视送小电器了？电视那可不便宜啊！啥时候县城出现这么多有钱人了？你手里拿的都是票吧？大爷，只要你是前20名购买者，就能获得一台电风扇，进店看看吧。小伙子，你100块钱让人领走一台电视，又赠送前20名消费者一台电器，是不是要亏得底朝天了？这小子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做慈善的吧？一台电视机市场价400、500，他收100块让人抱走一台，就是财神爷撒钱也得亏呀！我看他真是脑子有坑。大爷，您要不要来一台？算了，我不跟你们这2个傻子说话，我怕自己也变成傻子。河东，咱们这是被嫌弃了。是啊，大爷把咱们当傻子了。不过没事，傻子就傻子，反正咱们也不会亏本。大舅哥，你赶紧去帮帮大嫂，她那边忙不过来了。行，我去帮王月大宝贝。你这电视机还卖吗？听说你们送风扇送罐头，我要是在这买，是不是也送？不好意思啊，前5名、前20名的电器送完了。不过你要的话，可以给你赠送2瓶罐头。要不喜欢罐头，想要电器的话，得先在这登记，明天早点来排队就有机会领到。给我登记，我明天天不亮就来。好了，您稍等。忙了一整天，总算有机会歇息。3人做了最终汇总。长荣，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啊！王月大宝贝别哭了，这点钱算啥？要是以后见更多的钱，你岂不是要哭晕？我这不是开心吗？河东，真是该感谢你，是你带我们过上了这样的好日子。大嫂，我还是那句话，都是一家人，没必要这么客气。只要你对爸妈和大哥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河东，我之前真是错的离谱，现在悔悟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干让长荣难堪的事了。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些了，赶紧先数数钱吧。这是登记本，河东，你来过目。行，我来对账。秦雅，我和你二哥也是你的家人吧？这有啥好事也不能忘记我和你二哥啊！大嫂王月之前那么坏，活动都不计较，这还带着他们挣大钱去了。我们可比王月老实多了，挣钱的事怎么能少了我们嘞？河东与祝长荣在村里实行分期付款卖电视，效果喜人。第2天店铺开业也是大满贯。二嫂田美美心生不满，想要河东只条挣钱路，便问到祝秦雅。接上集。秦雅，我和你二哥也是你的家人，这有啥好事也不能忘记我和你二哥对吧？二嫂，河东办事有他自己的章法，他没找二哥，肯定是还没想到适合二哥的生意路子。秦雅，我知道河东有点是曾经的本事，谁都想被他拉一把过上好日子。不过他真不应该只带大哥大嫂，这样做让人以为他瞧不上我们2口子嘞。二嫂，我把话都说那么清楚了，你咋还听不明白呢？不是河东不带你和二哥挣大钱，而是时间太紧，他又忙，暂时还没找到适合二哥的挣钱路。河东要真把你和二哥当外人，为啥还安排你们在罐头厂工作呀？是吧？河东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二嫂还心生不满。看来等河东回来，我得跟他好好商量一下，以后干啥都提前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该说的说清楚，谁想干啥自己选择，免得又像今天一样埋怨河东处事不公。秦雅，大哥在罐头厂还干着仓库管理员的活呢，现在河东又偷偷带他发大财，我看啊，指定是河东只拿大哥当一家人，也怪你二哥常聊嘴笨不讨喜。美美，你这话就难听了。什么叫你大哥嘴甜，老二嘴笨？秦雅不都说了是河东太忙，没想到是河老二的挣钱路子，你咋就听不懂呢？唉，真是家大矛盾也多啊！河东这个女婿够意思了，自己发达起来了也谁都没忘，可到头来还落埋怨。要我是河东，我还不带你们玩呢。老二媳妇，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老二常要的小心思？他要不满你让他来找我，别背着我们偷偷抱怨诋毁河东，挑拨离间的事咱祝家人可不能做。爸，我只是有感而发，没有别的意思。我这不是羡慕大嫂他们有了自己的生意，而我和常瑶还窝在村里守着一个罐头厂，后年马月能给自己建个漂亮的房子，开上车啊，有想法也没啥错嘛，何必一个个这么紧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争家产呢。这时收获满满的几人回家了，察觉到房间气氛沉重，河东瞥了几眼，赶忙拿出给岳父岳母买的东西，偷摸溜到祝清雅身边。
秦雅，爸妈这是咋了？二嫂不瞒你，带着大哥大嫂做生意说了几句酸话，爸妈是替你不开心了。哦，这是倒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了。二嫂，刚好你在我有件事想跟你说。我前2天不是拿了快递吗？打算开的饭店。二哥能吃苦，也有一手好厨艺，我给你们匀一个铺子开饭店咋样？开饭店？我的个乖乖，我还以为活动忘了我们嘞，没想到人家在这等着嘞。哎呀，我真是不应该说那些酸话，让爸妈心里不满啊。你一会儿回去跟二哥好好商量商量，二哥同意后，你们就来找我把铺子转让的合同签了，好早早的赚钱。东子，这么大的事你问过你爸妈了吗？随手就给你二舅哥一间铺子，这事传到你爸妈耳中不得生事啊！东子，你妈说的对啊，你要帮扶你二舅哥是好事，但比起引起2家矛盾来说，那可是小巫见大巫啊！河东，你真想好了？河东，这样做真没问题吗？我做生意，我爸妈支持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再说我又不是免费给二舅哥一间铺子，只是租金比别人少点。然后二舅哥每年付的租金就给爸妈存下来当养老钱吧，这钱有秦雅保管咋样？这是我早就盘算好了，这样一来谁都不得罪，而且还会激励二舅哥和二嫂好好努力。再说了，生米恩斗米仇，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你做什么我都支持，只是委屈你了。有什么可委屈的？你是我媳妇，你爸妈自然就是我爸妈，你哥嫂那也就是我哥嫂。时间一晃，到了高考成绩出来这天，河东特意带着祝清雅去县城看成绩，而一向信心满满的何景站在县中学门口，看着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气得想要撕红榜。我怎么会考不上呢？肯定是誊写名字的人漏写了，没错，一定是这样。不怪自己本领不到家，还怪誊写红榜的人，可真是出息哟。堂哥，你还记得当初打赌的事吗？你们2个臭小子给我闭嘴，不说话没人当你们是哑巴。老子都落榜了，你们还有心情让我兑现诺言？脸被狗吃了啊！河东，何锦本就是言而无信的人，今天落榜了，你让他兑现当初诺言，还不如让狗别吃翔来的容易呢。你们都嘲笑我是吧？好的很，我一定让你们后悔今天的行为。面对众人的嘲讽，积攒了一肚子气的何景忽然从脸上扑过来，没有防备的祝清雅被吓得摔在地上。河东，我肚子好疼啊！清雅，你怎么了？是要生了吗？何景，你个疯子！你不兑现诺言就算了，咋还推孕妇呢？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到故意伤害罪了？装什么装？我又没碰到她的肚子，什么狗屁故意伤害罪！黄小虎，别仗着认了几个字就跟我这副屌样子，别想吓到我。何景，要是清雅有什么3长2短，我定会让你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河东抱着祝清雅一路直奔医院，当把她送到医生手上时，河东整个人都是慌的，只能一个劲的拜托医生。医生，不管咋样都要救我媳妇啊！这位家属，你先别着急，我们会尽力抢救你媳妇的。这是手术同意书，赶紧签字。我这就签。医生，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保我媳妇啊！河东，我肚子好疼，我好怕。秦雅，别怕，你一定要坚强点，我会守在外面给你和孩子祈祷的。家属快松手，我们要进手术室了。秦雅，孩子，你们一定要安然无恙啊！河东，你别着急，秦雅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会没事的。我给你们家打了电话，他们都在来的路上了。谢谢。何景呢？那小子竟然敢推秦雅，要是秦雅出了事，我定会让他后悔出生在这世上。何景他就是个怂货，发现秦雅真要生了撒丫子就跑了。不过你放心，我第一时间通知警察同志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何景就会落网的。我真恨自己为啥没能再机灵点，这样秦雅就不会早产了。人无完人，河东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深呼吸，我们一起等待孩子和秦雅出来。时间1分1秒的过去，半小时后，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医生抱着一个闭着眼睛的小团子出现了。恭喜母女平安，新手爸爸来看看你家奶团子吧，长得真漂亮。是个囡囡啊，长得可真像秦雅，和她一样漂亮。河东，快接上孩子啊，还傻愣着干什么？医生，我媳妇咋样？河东给二嫂铺面开饭店，二嫂欢喜不已。到了高考公布成绩当天，何景落榜，气急败坏。祝清雅提前产下小棉袄，接上集。河东在产房外焦急等待，半小时后见到了刚出生的小奶包囡囡，但他更心系祝清雅安危。产妇受到重创导致早产，情况较为复杂，医生在里面全力抢救呢。护士，我媳妇她不会有事吧？我的天啊，我好不容易重生一次，总不能让我再次成为孤家寡人吧？求求老天爷可怜可怜我，我宁愿用10年寿命换清雅，不，20年寿命换清雅安全。都怪何景，那小子真不是个好东西，怎么能对秦雅动手呢？别担心，情况虽然不好，但没有伤及到根本，
很快就会出来的。楠楠，我的乖女儿，咱们一起祈祷你妈妈平安。小闺女是不是饥饿了啊？这时，唐梅和祝长荣急匆匆赶了过来。东子，秦雅呢？她怎么样了？河东，我妹妹呢？你不是带她去看高考成绩吗？咋突然就……妈，大舅哥，都怪我没有保护好秦雅，何锦她。既然是何锦那小子，我这就去找他，把他带来给我妹妹赔罪。长荣，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先等你妹妹出来，咱们再做打算。东子，把孩子给我，你这样抱着她不舒服。妈，辛苦你带娃先去病房。长荣大哥，你先去买点奶粉和尿不湿，别的我来办。行，我听你的。媳妇，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挺好的，你别担心，孩子给我看看吧。秦雅，你现在还不敢乱动，看看孩子就好，他很听话，也长得像你。河东，咱们有女儿了，千万不要放过何锦，她差点害得我们见不到囡囡了。妹妹，这些事不是你该操心的，我和河东现在就去找他算账。放心，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你先休息，孩子就辛苦咱妈给你看着，我晚点回来给你带清淡的饭菜。河东，让你受累了，我没有嫁错人，最起码在生产的时候就看出来了，选择河东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傻媳妇，不对你好，我去对谁好啊？我已经让大舅哥买了奶粉和尿不湿，这2样东西用起来很方便，也不会耽搁你休息。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我伺候你坐月子，孩子也交给我来带，你只负责休养身体。好，都听你的。东子，你们2个别腻歪了，赶紧去办正事。女儿和女婿关系好，我看着心里更踏实。瞧瞧我这小外孙女，一出生就看到了爸妈恩爱，想必她以后的日子就更好过了。将孩子和祝清雅安顿好，河东马不停蹄赶到办事处，见到了何锦和打算求情的大伯何大田。何锦，你不承担责任还敢跑，是不是觉得我河东好欺负？祝清雅已经到了预产期，你不带她去医院，偏要去看高考红榜的成绩，你现在找我算账，河东，你是脑子坏了吧？何锦，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分明是你推的我妹妹，你不去赔礼道歉，还在这里说风凉话。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要追究到底，求情都没用。我大舅哥的话就是我的意思，既然有胆量动手，那就有胆子承担该有的后果。我还会找专业律师告你，顺道在你所在的学校大肆宣扬一下你的成就。我想到时候你名声坏了，还能不能上大学都未可知吧。河东，你的心咋这么狠呢？何锦可是你堂哥，他也不会故意害住秦雅的，你就不能放他一马吗？我心狠咋了？我是秦雅丈夫，他受到伤害，我不帮他讨回公道，难道要站在你们一边特别大度的说没事，那是不小心的？这话你能说出口，我可不行，我怕自己被雷劈。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何大田不赶忙表态帮儿子渡过难关，反而举起拳头要打我。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何大田，要不我收拾你儿子，然后跑你家门口对你说不好意思，那是我手滑，请你们原谅我。放屁！你都故意打我儿子了，我还选择原谅你？我有大病啊！你还知道你有大病啊？你还到处跑就不怕传染给我们吗？我告诉你，何大田，何锦不是3岁小孩子，他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大舅哥，说再多的废话没用，咱们分2头去做事，我找律师，你找县高中何锦的班主任，把他推秦雅的事一并告知，然后让全校通报批评，最好在他档案上记一笔。河东，你敢？何锦，我为什么不敢？河东，你不能这样做，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能原谅何锦？何大田，你看我像缺钱的人吗？当初高考时是他逼我们打赌，如今自己输了不认账，反而气急败坏，我不扒他层皮，我就不叫河东。河东，我错了，我兑现诺言，请你们在村里吃吃喝喝，然后再去跟祝清雅赔罪。你千万别去学校找老师，我还指望着复读考大学呢。俗话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先让河东消消气，等我考上大学，干出一番事业，再报仇也不迟。河东，我家何锦都认错了，你就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吧，咱们都是何家人，你把事做绝了，传到村里你爸也难以抬头啊。再说何锦是个念书的料子，你不能毁他前途啊。看看你们爷俩丑陋的嘴脸，求人还带威胁的。河东，别理他们，就按照你说的办。放心，我不会原谅他们的。大舅哥，咱们分头行动。刚到门口，河东打算找庄童这一趟，让他帮忙推荐个厉害的律师，没想到竟然碰到了朱秘书。你就是河东吧？听说你媳妇遇到了点事情，不知道我这边能不能帮忙做点啥？朱秘书，你怎么来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个朱秘书怎么忽然来找我？是想秋后算账，还是想拉拢我？河东，这个朱秘书不就是之前帮王豪算计你的人吗？他今天来要干啥？我也不清楚。大舅哥，你先按照我说的去办，这里我来应付。行，那你小心点。今天是出成绩的重要日子，我负责巡查情况，
忽然听说有人推倒了咱们县的文科状元，我这边得到消息，赶忙就跑来查看，只在医院看到了你媳妇，发现她很虚弱，我们对此表示同情与愤怒，一定要还你媳妇一个公道。感谢朱秘书的重视，我这边刚好在如何处置何景之事犯了难，没想到就遇到了朱秘书，你见多识广，帮我出个主意，该如何处置何景呢？祝秦雅平安。何东安顿好后，和祝长荣前去找何景讨公道。何大田求情无果，又遇朱秘书来示好。何东故意出难题，接上级。面对何东的提问，朱秘书表现得很从容。朱秘书，我这边刚好在如何处置何景之事犯了难，你见多识广，帮我出个主意，该如何处置何景呢？做了错事自然要承担后果，我会让人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当然也会给你找专业的人来指导。还是朱秘书想得周到，不知道朱秘书今天找我来具体想谈什么呢？这人回答的滴水不漏，丝毫不给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看样子以后这样的往来不会少了。我是替我哥来找你的，想要跟你谈谈生意合作，这里人多眼杂，不如咱们换个地方聊。这小子分明啥都知道，就是不上钩，处处试探我的态度，是个谨慎的人啊，怪不得我哥想结交他呢，够聪明，要是能把他拉拢到朱家，想来朱家的事业更会上一层楼啊。何东想看看朱秘书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便跟着他离开，见到了那个神秘老板。何东，我们总算见面了，你让我好等啊。朱秘书，这位就是你说的大哥吗？可他为啥不露脸？让我看看真容，这看着可不像是要合作的态度啊。既然都邀请合作了，还整这么一出，怕是要现场表演变脸吗？何东，实在不好意思，我哥这2天有点上火，脸上长了一个疥疮，他不是有意不想正面面对你的。哥，你把脸露出来吧，这样不也显得诚意十足吗？哼，何东，咱们不算第一次打交道了，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就拿上次假账本的事来说，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我把2个没用的赶走了，着实让我佩服。今天见面，咱们不说暗话，我想跟你合作，你咋想的？我的小聪明能被大老板看中也是我的荣幸，但合作的事我目前没啥想法，估计要让你失望了。何东，你别急着拒绝，你以后的发展之路肯定不会局限在昭通县，越往大的地方走，你就得寻求更多的靠山。朱家家大业大，我大哥诚意十足，想与你合作，把罐头厂发扬光大。要是合作的顺利，用不了多久，产业涉及范围会从罐头延伸到电子产业、饭馆、旅游等等。你真舍得放弃这条金大腿吗？何东，我也是拿出十足的诚意跟你合作，我会投50万在你的罐头厂，然后帮你们上河村修路，你觉得咋样？这个条件确实很让人心动，但我罐头厂现在不缺资金。至于上河村的道路问题，你要想做慈善，我举双手双脚赞同，毕竟是造福村民的一件大事。合作吗？你让我想想，为了拉拢我可真是下了大本啊。只是这人的品行我不太了解，一不小心上了贼船，想要中途下船可不会那么简单。再说这人喜欢玩上不了台面的那一套，我可更得谨慎些了。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五弟，你明天就去找庄同志，说我觉得河东品行高贵，与他相见恨晚，想拿出50万支援昭通县的道路发展。我听哥的，一会儿我就去找庄同志。既然没啥事，我就先回去了。这哥俩不去演戏，真是排下了这么好的演技。不过我得再看看他要耍啥花招。何东刚打算走，却被朱秘书强行拦住，说要请他看戏。乔小小，别磨蹭了，赶紧化妆，人家客人等着呢。我只在荧屏上演戏，现实中不会轻易唱戏的。这一次是你们逼我来的，我保证不了唱戏质量。乔小小，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请你来唱戏，你就老老实实给人家唱，说那么多没用的话，有损你的职业道德，知不知道？你再动手试试，想看我当场罢演是不是？我姑且忍着你，等演出结束我再让你好看。还真把自己当个绝了，要不是老板今天要与河东达成合作，我才不会把你当祖宗供着呢。问君知否？此大江一发不收，转千弯，转千盼，亦未平复，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苦。表演后，乔小小打算退场，却被背身老板叫住。乔小小，你先别走，我有事让你办。我演出结束就该回去了，不知道朱老板有什么吩咐？乔小小，这人不就是我三叔家何硕的妻子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记得80年代后期，情歌天王何硕从外地归来，和成为电影明星的乔小小喜结连理。
后世俗称官宣，我当时还看过他们结婚照片，但那也是几年之后的事。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见乔小小了，看来距离见到何硕也仅仅是时间问题啊。河东，这位是荧屏上最活跃的女明星，我今天请来就是要让你看看我的诚意，还想问问你，除了实体业外，有没有兴趣投资电影业？只要你答应，这样优秀的演员只多不少。朱老板不满足目前的状态，想全方位发展是好事，只是我专业素养不高，挑人的眼光有点差，就怕与朱老板合作可能会让你赔个底朝天。河东，我哥的意思都这么明显啊，你咋还拒绝呢？他的意思是，只要你点头，未来的事你都不需要操心。没想到我一个从上河村出来的小人物，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看来不合作就有点不识好歹了。朱老板，合作可以，但得让我做点功课，能否把这位唱角介绍给我认识？等我了解的差不多了，咱们再谈合作。这到底是何硕未来的媳妇，如今遇到了危机，我捎带手帮一把也是情理之中的。而且我回家也会跟秦雅说清楚，我只是看中对方的商业价值，并没有别的想法，这样就不会出现夫妻矛盾了。河东，我欣赏你的做事态度，等下你与他同时离开，想要问什么请随意，但答应我的事可不能食言啊！想想你们罐头厂的那些工人，再想想你的媳妇和家人，他们离不开你啊！我懂，那我就把人借走了。谢谢你出手帮我解围，举手之劳而已，不必放在心上。而且我这么做也是有私心的。我看你唱功一流，又在圈内很有知名度，想着把你包装成大明星，然后与我一起赚钱。我知道你是做样子给朱老板看，我很感激你帮我，但你打不过他的，他家大业大在盛世很有分量。他今天提出投资电影业，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早有预谋。你要跟他对着干，只有绝路一条。我也不懂河东为啥会帮我，但我知道两人关系还没好到他为我得罪朱老板的地步，想来都是相互利用，想想也正常。要我没有利用价值，人家也不会多看我一眼吧？谁说我在糊弄他了？你真要跟他合作吗？你知不知道这人坏着呢？跟他玩心眼的都没啥好果子吃。我从一开始就没想着糊弄他，他这么好的资源，我为啥不利用？有钱大家赚嘛。朱老板再厉害也不能大过天吧？在我羽翼未丰前，还是暂避锋芒吧。借用朱老板的事，做强做大自己的生意，等到一定时候再反将他一军，这才好玩嘛。神秘老板为拉拢河东，先安排一场歌剧，又拿出50万给上河村修路。得知演员是未来嫂子乔小小，河东假意答应神秘老板合作，为嫂子解围。河东，我可以这样叫你吗？名字生来就是被叫的，乔同志，你随意。再次感谢你帮我解围，我知道咱们俩萍水相逢，你出手相救也是因为内心善良。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我要向你提供一个重要的消息。这个消息跟朱老板有关。你很聪明，朱老板在盛世很有名望的，想在他公司工作的人如过江之鲤，而且他野心勃勃，除了要干实体业外，更想涉足娱乐影视行业。我之前有认识的一个同行，他慕名而去，刚开始与我还能天天见面，后来10天半个月碰一次，再后来他就忽然失踪了。你的意思是，这跟朱老板有关系？朱老板不会这么狠吧？想找厉害的演员帮他挣钱，这是无可厚非的。商人嘛，重利也不会被人诟病。但慕名而去的人忽然失踪，他这个当老板的怎么不去找呢？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真的很好奇啊。起初我是猜测，但后来我已经找到了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我那位同行失踪是有预谋的。证据我明天给你送来。就不怕我直接向朱老板说这件事，然后让你的事业难以走下去？如果你真的要告诉朱老板，我也认了，就当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吧。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这个未来的嫂子果然和上辈子的脾气品行一模一样。就他这拧着不弯的性格，未来星途并不会平坦，但这种品性却十分宝贵。好在我这边要涉及娱乐电影行业，他就不会再被埋没了。只希望你守口如瓶，其余的我不敢奢望。放心，这件事你知我知，不会有第三人知道。河东把乔小小送回了住处，没想到对方趁机就把那个装有证据的信封给了他。河东顿时觉得肩头上的责任很重，为了不让媳妇儿担心，他立马换上了笑脸。秦雅，你身体怎么样了？在医院里住的还习惯吗？呢，让我看一看。你从外面回来，身上肯定带了不少细菌，赶紧去洗一洗。孩子咱妈抱走了，说是要给洗个澡。我身体好的差不多了，明天就出院吧。医院里这么多的人来了，往往有点不太方便，还是住在家里更踏实点。你这是动了大手术的，怎么也得住1周时间，别着急回家。秦雅，你是县状元，有没有想着大办一场呢？这种事情还是低调一点吧，我不想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天大的好事情，该高调就高调。更何况你也是为县里争光了，说不定还会有电视台采访，把你的经历写成故事，用来激励更多的人。我觉得大办是有必要的。
我的经历其实没有啥好讲的，真想讲的话就由你来吧。你把你的故事告诉他们，然后激励更多的人积极向上。这事就别争了，我到时找钟同志商量商量，说不定可以借助采访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昭通县，了解咱们的罐头厂，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就业。这件事你来处理，我信你会做得很好。和祝清雅商量了一下在村里请客吃饭的事，然后哄着她睡着后，河东打算去看看自己的小闺女，谁知一出病房就看见了往日的情敌吕家泽。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是跟你说过秦雅现在是我的妻子，我不想你与她有更多的纠葛，省得被别人指指点点，说她的坏话。我没有想给秦雅带来麻烦，只是无意间发现她考上大学，而且还是县高中的状元，我是来恭喜她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秦雅现在身体特别虚弱，不宜见外人，而且你的到来只会给她带来困扰。你要真心喜欢过她，就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探望她，陷她于两难境地。我现在可是执政上党的老公，往日的情敌有多远就给我走多远，更何况秦雅现在只喜欢我，往日暗恋的小对象在她心里已经没有了痕迹，这样一想我心里就爽快多了。我知道，我也不想给她带来麻烦，希望你代替我把这些礼物送给她，恭喜她考上了大学。礼物就不要了，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又瘦弱又苍白的，买礼物的钱肯定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吧？我怕秦雅知道后心里有负担，礼物你拿回去，祝福的话我会带给秦雅。对了，我孩子满月宴的时候你想来也行，就怕你心里难受。哎，谁让你现在还是个单身狗呢？河东，你还是和之前一样恶劣，知道对方哪里疼就往哪里来。我佩服你，但我也警告你，不要辜负秦雅，要不然我会回来抢走她的。放心吧，这一辈子我只爱秦雅和孩子，你想要撬墙角就等下辈子吧。希望你说到做到，我可不想看到你被打脸的那一天。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回家去吧。吕家泽的礼物没有送出去，又看河东混得风生水起，他忽然想通了，在外面流浪耗费自己大好的时光，他要发愤图强，然后有一天站到和河东一样高的位置，再跟他较量。儿子，你这些日子去哪儿了呀？怎么瘦成了这个样子？别哭哭啼啼了，儿子回来是一件好事，你赶紧给儿子准备一点吃的。爸妈，是我不孝，我不应该离家出走，害你们担心呢。傻孩子，爸妈怎么可能会怪你呢？爸妈只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顺遂平安，回来就好。这就给你准备吃的去。祝晴雅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要对她念念不忘了。你苏叔叔家的文玉就很不错，他这些年对你念念不忘，在你没在家的这段日子，他隔三差五来看我和你妈，又是带东西又是送温暖，别提多孝顺了。爸，你希望我和苏文玉结婚，然后借助他们家的力量让我少走弯路，尽快与河东再较量吗？我可没有这样的想法，河东他只不过是一个乡下的小子，再能折腾也就在昭通县算个能人，想要在盛世蹦跶他还不够资格。爸，你是小瞧了河东，你不知道他已经搭上了朱家这条大船，准备往娱乐影视行业发展呢。没想到这小子速度不慢，朱家可不简单，不仅家大业大，而且很有资源，盛世都已经不够他们发展了。听说他们很快要去京城发展，河东真要搭上朱家，可真是一件棘手的事。不行，不能让他这样轻易得到朱家认可。爸，你别告诉我又让我去和朱家小团宠联络感情吧？我在你眼里只有这个价值吗？要真是这样，别怪我再次离开家。家泽，爸爸说句不好听的话，你长得是不差，但世上长得不差的男人多的是，朱家才看不上你这种没有本事的人呢。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跟文宇谈恋爱，然后通过他给你铺平道路。河东获取乔小小透露的朱老板大雷证据，而后回到医院与往日情敌吕家泽得知女神祝清雅生了孩子，又遭河东刺激，一气之下回了家，正中吕父下怀，逼他小情。家泽，别傻愣着，赶紧去给文瑜倒杯水喝啊！吕阿姨，我自己来就行。家泽在外这么久了，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就让他多休息休息吧。文宇，你坐着让家泽去给你倒水。这次我叫你来家里，主要是问问你对家泽的感情还做不做真。要想继续的话，我们就找个日子把婚给定了。吕叔叔，你问的太突然，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我喜欢家泽是真的，希望与他有个好结果。家泽哥，你怎么想的？苏文宇，你真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就不怕我只是利用你，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后就把你给抛弃了？只有苏文瑜这样的傻女人才把感情当一辈子奋斗的目标吧。明知我不喜欢她，还要主动凑上来，这种倒贴的行为可真令人瞧不起。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得先学会尊重自己。但苏文瑜还是算了吧，她没啥自尊可言。家子，你胡说什么呢？你和文瑜从小一起长大，可谓是青梅竹马，怎能是天降的村姑祝秦雅比得上的？文宇，你千万别听家泽胡说，他是被上河村那个村姑给迷住了才说了胡话，你要相信他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叔叔阿姨别担心，我既然真心喜欢家泽，就不会因为他喜欢过一个姑娘就放弃他。
好孩子，这是嘉泽奶奶留给我的镯子，阿姨现在传给你。谢谢吕阿姨。朱老板为了拉拢到河东，连忙在昭通县的朱家举办了宴席。河东，大老远把你叫来，真是不好意思，但今天这个宴会不得不举行。你看，我给你找来了好几个熟人，今天咱们一起谈谈生意。朱老板，你这么看重乔小小，难道要把她包装成大明星？要不是乔小小昨天偷偷给的那封信，我还真以为朱老板会把她捧成大明星呢。这朱家人个个都是人精，看来得用800个心眼子聊啊。河东，我大哥确实有这意思，就是目前不太清楚乔小小的星途能走多远，所以找你来参谋参谋，你帮忙看看乔小小能不能转型。我都给你扣了这么大顶帽子，你再不接可就有点不识好歹了。我家五弟没啥意思，就是单纯想让咱们好好合作共赢。河东，你看看乔小小能不能转型演电视？乔小小在电影行业很出名，而且他之前是青衣出生，唱腔身段都很优秀，演电视剧优势确实很大。就是不知道朱老板手里有什么好的剧本吗？朱老板早有准备，让朱秘书把写好的剧本给他。河东接过看后，顿时睁大眼睛。《红楼梦》是家喻户晓的优秀电视剧啊，往后几十年大家都要拿出来看看，每看一次就要感慨当年选角的厉害。我虽然不是红楼粉，但知道《红楼梦》可是87年播放的，现在还不是87年朱老板就能拿到这个优秀剧本，看来为了拉拢我，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呢。河东，这剧本不错吧？现在在全国选角，我觉得乔小小的形象演宝钗就很合适。朱秘书眼光真好，确实很符合，剧本也不错，但我得再仔细观察一下。不急，还有半个月时间够你了解的。那咱们先吃饭去。河东，他你认不认识？朱老板别开我玩笑了，这位是我的情敌，我们昨天还见过。你明知我俩不对付还把他叫来，是诚心让我掀桌子吗？朱老板，我来之前你可不是这样说的，你说要给我推荐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想到既然是河东，你想耍我就直说，何必让我和他碰面？嘉泽别走，你知不知道为了这次机会，我可是费了不少口舌，搭了不少人情呢。你难道不想看看两人的差距，然后迎头赶上？左文宇，我没求你办事，你哪是喜欢我，分明是想借着河东的手羞辱我吧？年轻人火气别这么大，你们是情敌不假，但河东是有真本事，说不定能给你个机会，让你从此平云之上呢。河东，你现在很得意是不是？没错，我都要笑发财了。吕家泽，想不想看看你与我的差距，然后彻底死心，不再纠缠清雅？这个朱老板不是一般的坏呀，满心恶趣味，非要把我和吕家泽弄一起。看来他还记恨我没立马答应他的合作呢。不过我是那么轻易被打败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河东，你别急着得意。我偏得意？哎，你能拿我怎么样？朱老板大笑起来，觉得今天这人请的刚刚好，既有热闹看，还能达成合作，真是太开心了。二位别生气，咱们和气生财。河东，你眼光好，更有远见，看出这个剧本能大火，而嘉泽又有学识文采，我想着你们要是能合作，那就更好不过了。河东，我哥的意思是这次在昭通县选角的事，就交给你和吕家泽负责了。我也想帮忙，但我答应过庄同志得写发展方案，还得盯着修建饭馆的事，忙得很。至于选角的事，就交给吕家泽吧。我对他的能力很好奇，是不是真如朱老板说的那样厉害呢？河东，你别用激将法，我也不想跟你成天待一起，我害怕眼睛疼。朱叔叔，你千万别把嘉泽的话放在心上，他就是最近工作生活受挫，有点气不顺而已。小年轻有点傲气，我理解，但文瑜啊，咱们两家的交情可不能这么浪费。你也知道人情越用越薄，你男朋友再不争气，我想咱们朱苏两家就没必要走动了。朱叔叔，我懂的，您千万别生气，我会好好劝他的。对了，我记得嘉泽的小叔万青叔在你的身边工作。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啊！没想到吕家泽的小叔吕万青竟然是朱老板的下属，怪不得吕家泽能出现在朱家呢。文瑜，吕万青是吕万青，吕家泽是吕家泽，不能相提并论。在我这里工作得拿真本事，就比如河东，我是被他的才能所吸引，而你男朋友有本事不假，但却没有展现出来，谁知道是不是吹出来的？家泽，你要想证明自己有本事，也想跟我建立长期合约的话，就得放下芥蒂，好好服从河东的安排。我不。朱叔叔，嘉泽是愿意的。河东，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他之前的行为吧。不好意思啊，我这人比较记仇度量也不够大，要真想拿下投名状让朱老板赏识他的话，那就三顾我家，并服从我所有的安排，把我伺候开心了，说不定我一开心就让他得偿所愿了呢。哼，你休想。那随你喽，又不是我求朱老板赏个工作给我，看吕家泽吃瘪，我心里可真舒坦啊。河东，你别得意。哎，我偏得意，你能拿我怎么样？
河东，你别太过分，你以为我非要求着你赖着你才能有所成就啊？嘉泽，你别闹了行吗？咱现在看看自己的现状，是你有求于人，不是人家求你。忍一忍，等你有了成就再报今天被羞辱的仇也不迟啊。文瑜，你这小男朋友气性有点大，不太适合坐在这里跟我们谈事情。你先带他去一边平复一下焦躁的心情，等想通了再和我们一起共事。这小子气性真大，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处境，初生牛犊不怕虎，是挺让人佩服的，但认不清楚形势那就是蠢。朱老板，这里空气太浑浊，我出去透透气。就在这时，一道爽朗的笑声传来。何老板，这是看我来了要找个借口离开吗？原来是吕老板啊！之前咱们见过一次面，还以为再没有机会相见了，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真是有缘。吕家泽小叔的出现肯定不是偶然，看来他们来之前早有准备，就是怕吕家泽意气用事，难成大事。我倒要看看这群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万青，你来了，赶紧跟河东老弟多聊聊，好让人家给你侄子指导指导，让他短时间内成长起来，不要让家人跟着担心啊。我明白，老板。家泽，赶紧过来给何老板赔礼道歉，就说你错了。我相信做大生意的何老板不会那么小心眼的不接受道歉。小叔，我不想跟他一起共事。我和河东之间不可能和平相处，想让我跟着他干，想都不要想。吕老板，我这人从小就记仇，吕家泽和我之间的恩怨你肯定也了解，夺妻之仇不共戴天，让我跟他共事还不如把我丢犄角旮旯，让我跟老鼠共事来的舒服。让我大度，咋不把你的产业都给我？家泽，看看你把何老板都气成什么样了！你别忘了，你来朱家之前你爸是咋交代的？你要完不成任务，就别说你是吕家的儿子。小叔，我……何老板，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大家冰释前嫌，一起共事吧。男人嘛，肚里要能撑船。而且我也有一项跟你聊聊服装厂的生意，就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原谅我侄子的无礼吧。生意归生意，恩怨归恩怨，你要仔细了解事情的原委，就不会卯足劲劝我原谅他。你们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家泽，看到了吗？人家连朱老板的面子都不给，更别说你小叔我的了。你要不想被人看不起，就要学会暂时忍耐。等有朝一日你成得人上人了，就不需要看人脸色了。小叔，我真做错了吗？你没错，做的是河东那小子不识好歹，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倒是找朱老板道个歉，先在人家这里干，等时机到了，小叔再想办法把你调到更合适的地方工作。我知道了，小叔。哈哈哈，这才像咱们吕家人嘛。不，小叔带你去找朱老板。河东丝毫没给吕万清面子，转身离开后，在花园里看到被人为难的乔小小，顺手又救了他一次。这位兄弟，人家都说了自己是朱老板请来的角，你为难他是因为瞧不上朱老板吗？你胡说什么？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们唱首曲，咋就看不起朱老板了？河东，你不要管我，我自己能处理的。原来你就是河东啊！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何老板，我是昭通县小河镇的种黄桃的刘大能，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碰见你，这是我的名片。原来是刘老板啊，真是失敬失敬。听闻你种的黄桃在昭通县很有名的，我还想着找机会去拜访一下你呢，好好商量一下黄桃收购的事。今天碰见了，那就是缘分。旁边凉亭聊。嘿嘿嘿，你与家人有约，我就不当电灯泡了，改天咱们再聊。刘老板，你误会了。哎，别走啊，坐下来聊聊生意。河东，没想到你又一次救了我呀。乔同志，感谢的话不用说了，以后出行带个保镖吧，这样的话有安全保障。刚才朱老板问我，帮你看看你能不能转型到电视行业，我想问问你的想法。演电视剧是我的梦想，有机会我肯定会抓住的，只是朱老板压根没有要捧我的意思，想来他是拿我当敲门砖吧。乔同志，你确实很聪明，他看似在问我你转型的事，其实是在试探我有没有跟他合作的意思。先不管这些了，我希望你抓住这次选角的机会，努力打磨演技，希望你能够一剧而红。河东，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手里的剧本很好？是的，在我看来，这个剧本不论是从选角还是导演编制、服装剧本，都是无可挑剔的。你形象不错，又有戏曲功底，稍加培训肯定会脱颖而出。河东，我懂你的意思了，只要我选中，我会好好演的。但我希望我所在的文娱公司老板是你。河东长得正派，做事有分寸，最重要的是有远大目光，跟着他能走得更长远。希望你能心想事成。乔小小在得知剧本很不错，暗自高兴的时候，没想到碰见了吕万清。吕老板，有事吗？小小啊，你跟河东很熟吗？
吕老板，你这话什么意思？这个吕万清仗着在朱老板的公司当个副总，就以为自己也很了不起，没想到我这么倒霉，今天遇到了他，我该如何脱身呢？小小啊，别紧张，我就是随口一问，没有别的意思。何东长得帅气，有钱又上进，被人喜欢也正常。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何东他结婚了，而且人家媳妇还给他生了个漂亮的闺女，人正宝贝呢，不可能对你有什么想法。你呢，也别有非分之想。吕老板，我想你肯定是误会了，我对何东没有那种想法，我只当他是朋友。小小，你能这么想，那我真是太开心了。我看你今天状态不错，你给我唱首《贵妃醉酒》咋样？吕老板，实在不好意思，我已经唱了好几首了，嗓子有点难受，而且朱老板让我10分钟后给其他客人唱《穆桂英挂帅》，很抱歉，恕我不能陪你，告辞。吕万清看着乔小小远去的背影，狠狠的一拳砸在墙壁上。好你个乔小小，连我也不放在眼里了，不就是有河东给你撑腰吗？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呵，你这么瞧不起我，那就别怪我给你点颜色看看。吕老板，你这是咋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原来是朱秘书啊，这还不是被我那不争气的侄子给气的，气恼他不理解老板的苦心。小年轻嘛，没有吃过社会的苦，有几分傲气也正常。吕老板，我看你盯着乔小小看，不会是喜欢他吧？